黑色森林外围，夜色浸透茂密的古树，零星落在地上的腐叶上，一位少女正打着手电筒，步步深入，不知在寻找些什么。靠！大半夜让我加班，你睡觉？有这么压榨底层人民劳动者的吗？边说着，他的手边无情打落身旁的叶子，不一会，一棵没有人高，但不知什么品种的小树苗秃了。江棉深刻记得，昨天晚上回到家洗完澡，正准备美美刷剧享受快乐周日的时候，那个该死的院长周生突然打了一个电话来。他说动物园最近多出许多害虫，影响游客体验，为保证夜晚动物们良好的休息以及白日游客的正常体验，身为动物饲养员的江棉有义务临时进行加班职责。瞧瞧，这是人话吗？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半夜加班属于自愿原则，甲方有权不支付任何加班费用，简直越想越气。哎呦！突然不知从哪里飞过来的一个乌漆嘛黑的东西，一下子撞到江棉额头上，疼得他泪眼汪汪，一屁股栽在地上。大半夜遇见傻鸟了。江棉扶着树缓慢站起，这院长为了让动物园来更多游客，不知道从哪里淘来很多稀有的傻鸟，被撞是偶尔发生的事，还不能把这些傻鸟撞坏，到时候院长找你赔钱，没有加班费的你可赔不起。对此江棉只能怀着笑意站起来寻找撞他的小东西，借着手电筒的光，江棉才发现撞他的根本不是鸟，而是一只虫。巴掌大的虫被撞得四脚朝天，连胡须都在颤抖，软塌塌的黑色躯体皱成一团，像泡烂的烂棉絮，泛着黏糊的油光，嘴部的细管歪歪扭扭，看着就反胃，好丑。江棉忍着恶心踢了他一脚，想必这就是院长说的要处理的害虫了吧。江棉邪魅一笑，拿出随身携带的杀虫剂就喷上去，敢半夜让加班的丑东西去死吧你！呲呲，虫被杀虫剂喷得呛鼻，拖着被药水打湿的细长的翅膀摇摇晃晃飞了起来。啧啧啧啧，该死的雌性居然敢攻击我，看我不咬死你！恶心的虫子发出尖锐的鸣声，顶着被撞歪的细管就扑了过去。江棉冷冷一笑，这小家伙看起来小小的，脾气却大大的。他直接抬手，啪的一巴掌对准虫子的脑袋直接扇了过去，直接把它扇飞到树干上，一动不动。相比这就是加班人的怨气吧。反正此刻的江棉精神状态的确不太良好。啧啧啧啧，这真的是一个弱小雌性该有的力度吗？好像不对吧，他可是8阶强者啊。虫子被扇得很猛，鸣叫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凄凉，黝黑的躯体直直从树干上滑落，看起来像颗又臭又硬的石头。堂堂虫族8阶勇士居然被一个小雌性打飞，呜！要是传回虫族岂不是丢脸丢大发了？不行，这小雌性今天必须死。兽虫做好心理建设，重新扇动残破的翅膀，打算给眼前的这个小雌性一些教训。擦！虫子歪歪扭扭飞着，脑袋嗡嗡作响，有些找不到东南西北，直接对着树干喷射出一团绿黑色粘液。仅1秒，皱巴巴的树皮上冒起无数黑色泡泡，将树皮腐蚀。啧啧依依，这粘液可是能腐蚀7阶以下的金属。怎么样，怕了吧？虫子很得意，细长带弯钩刺的小腿傲娇地拍着自己的小胸脯。啪！兽虫的翅膀被喷了许多杀虫剂，所以飞得并不高。江棉直接抬脚将它一脚踩死，绿色的血液溅了一地，把周围几根小草都污染得冒泡泡了。江棉捂着鼻子，嫌弃地在地上跺了好几下，才把鞋底擦干净。溅出来的血液实在是太臭了，比不良心商家用88腌制的臭豆腐还臭。不远处，刚迈入黑色森林的白虎空气中嗅了嗅，虎眉微蹙，臭味很浓郁，是那只受重伤虫族的气息。不对，空气中带有一丝香甜，难道虫族在逃跑过程中顺便把一名雌性拐了过去？白玄顿感不妙，加速朝黑色森林中央跑去。彼时清理完害虫的江棉哼着小曲，打算回家睡个回笼觉。清晨第一缕阳光穿过密林，照射到江棉的脸上，照得少女的脸庞格外娇俏。今天周末，她可好好睡个回笼觉。不知走了多久，江棉发现这动物园似乎从变大了不少，从昨天晚上开始到现在，好像都没有出现一只正常动物。还有，动物园的树什么时候长那么高了？江棉仔细观察了一下，他身旁每一树的树干很粗，就算来3、4个成年人也环抱不完的那种。而且抬头望去，那树顶就像长入了云层一般，完全望不到头。江棉咽了咽口水，觉得一定是加班加多了，脑子加傻了。好好的动物园，不可能一夜变森林吧？瞧瞧，那里不是还有周8皮养的大白虎吗？白玄低头在地上嗅了嗅，香甜的气息越来越浓郁，的确有雌性误入到了这里。虎头一抬，一张精美的小脸不知何时出现他眼前，鼻尖小巧，唇瓣是自然粉，眉眼弯弯，此刻正对着他在笑。该说不说，周8皮手段不得了啊，居然能弄来这么大的白虎。你看，这威武雄壮的身躯都快赶上一辆小货车了吧？江棉瞪大眼睛，很自然地抬手在虎头上摸了摸，毛茸茸的，手感异常的好，甜香气入鼻。白虎舒服地哼哧了2声，竟乖乖翻起了肚皮。那个，瞧白虎温顺讨好的样子，江棉试图和他打商量，我好像迷路了，你能带我出去吗？想到自己在和一只白虎交流，江棉被自己无语到，果然加班加傻了，居然妄想一头白虎带他出去。他摇了摇头，
打算放弃，却看见白虎已经扶着身子，似乎在等他上背。江绵惊讶，问道：“你的意思是能带我出去？”白虎眨了眨眼睛，点头。江绵兴奋在虎头上亲吻了2下，屁颠屁颠的迈着小短腿爬了上去。他摸着白虎的后背：“等我出去了就给你加餐啊！”嗷呜！白虎仰天长啸，3两下就飞了出去。江绵第一次做，不知道白虎能跑多快，抱得可紧了，就怕自己一不注意摔下去。嗷呜嗷呜！小雌性，你怎么会到森林里面？是被可恶的虫兽劫来的吗？白虎问。好了好了，我知道你很棒，出去了一定给你加餐。江绵听不懂白虎在说啥，以为在给自己要食物，随口答着：“嗷呜嗷呜，尊贵的雌性，我不是这个意思。”江绵表示：“好好好，给你加肉，大大的肉。”白虎，小雌性莫不是在森林受到了虫族的攻击，失去了兽族语言的沟通能力？白虎慌了，直接把江绵带去了 F973星最大的医院。路上，江绵傻眼了，这真的是他所在的蓝星吗？街上，悬浮车列车在轨道上有序流动，机械侍者推着悬浮餐车穿梭于步行街，行人抬手触碰空中光屏，街角能量柱折射出淡蓝光晕，整座城浸在明亮的科技感里。江绵抬手捏了一下自己的脸蛋，疼的，不是吗？还没反应过来，白虎一下把他带入了医院大厅。电梯里，白虎化成人身，抱着江绵直接走特殊通道上了顶楼。江绵，哪里来的帅哥？我那可爱乖巧的大脑虎泥还没看清帅哥的模样，江绵就被送进了一个类似休眠舱的仪器。片刻后，白玄手里面得到一份报告：姓名未知，年龄未知，精神海等级5，信息素5，身体状态良好。姓名和年龄不知道很正常，毕竟他也不知道，但居然连精神海和信息素都查不出来。白玄全心紧了又紧，努力压制心中恼火。该死的虫族，居然把一个小小雌性精神海等级和信息素全部都给打坏了。下次战斗一定要灭了他们。那个，是你把我送过来的吗？检查完毕后，江绵一直不见有人来找他，他就自己出来了。看着雌性探出脑袋小心询问的样子，白玄心都化了，眸中的怒火暗淡了几分，流露出一丝心疼。这么可爱的小雌性，可惜。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F973星最大的医院。 F973星。江绵眨巴着大眼睛，这不是蓝星的名字，难道是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误入到了异世？你叫什么名字？白玄问道。江绵。江绵，很好听的名字，软绵绵的，和本人一样。白玄点头，把报告还给了他。你应该是受到了虫族的攻击，导致你失去了精神海和信息素。精神海、信息素，那是啥？江绵一脸懵逼，误入的异世界很奇怪。不等江绵反应的余地，男人已经在手腕上操作起来。那我们用光脑加个联系方式吧。那个，江绵一脸窘迫，手掌不自觉在工作服上摩擦。我没有那玩意，抱歉。白玄深深鞠躬，是我的疏忽，你稍等一下。说着，白玄就出去了。等再回来的时候，白玄正拿一个透明面板开始操作起来。操作好后，他将透明面板亲自戴在江绵左手上。他认真道：“我已将光脑操作好，与你绑定在一起，这样你在脑海中也可以隔空操作。”江绵轻嗯了声，开始在脑海中操作起来。看见绿泡泡上已经有了一个联系人，头像是霸气的白虎，备注是白玄，想必就他的名字了吧？江绵，白玄，白玄，我在。白玄嘴角轻笑，绵绵叫的真好听。他问：“我可以叫你绵绵吗？”江绵点头：“可以。”白玄笑得灿烂，一夜未眠。江绵感觉眼皮都在打架，他轻揉着眼睛，能不能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好困。好。白玄可不想错过放这么可爱雌性离开的机会，直接找了处空旷的位置，掏出自己的战舰，把江绵带到了专门属于他的临时别墅。纵然江绵还有很多疑惑，但也扛不住极致的睡意，倚靠在软软的座位上，眼皮深深沉了下去。看着对自己一点防备都没有的少女，白玄喉结滚动，白色兽耳不自觉冒出来。不知怎么的，他总感觉他身上有一种魔力，让他兴奋和着迷，不自觉为他沉迷。刚刚在医院，他已经很隐忍了。白玄把他轻轻抱到自己的房间，听到床上娇俏的少女舒服地发出的男声，白玄感觉身体好热，他喉结不受控制的滚动，额头冒出细腻的汗珠，好想立刻马上和他结侣啊！砰！他立马冲进浴室，洗了个冷水澡。他决定了，等绵绵醒来，立马就去匹配中心，申请做他的追随者。只有确认追随者的身份，兽神才不会给他分配雌主，这样他就能永远留在他身边。这一觉，江绵睡得很沉，是第二天晚上才醒的。他一醒来就开始玩耍手腕上的白色屏幕，这玩意跟蓝星的手机差不多，只不过更加高级，高级到连接大脑后用意念就可以操作。根据白天从白玄那里得到的部分信息，玩了一晚，他可算明白自己来到了一个怎样的异世界。这是一个以雄雌分男女的世界，虫族喜欢虐杀和投毒，导致体弱的雌性大量死亡，所以整个世界雄多雌少，甚至出现了上千比1的情况。而雄性因常年受到虫族污染，导致精神海极其不稳定，甚至有出现死亡和失控，引发暴乱。只有通过雌性的安抚，才可以得到缓解。安抚方式有2种，
临时标记和永久标记。雄性腺体在脖子后，雌性通过抚摸、轻咬雄性的腺体为临时标记，而永久安抚一般都咬破腺体并大量释放性激素或进行身体交配才能完成。不管是临时标记还是永久标记，都能让雄性从那外感到身体和心理的愉悦。只有产生这种愉悦感，才能减少雄性精神海的暴乱。江绵表示学到了。突然他收到匹配中心的消息，于是他也查了查匹配中心是什么鬼。这不是查不知道，一查更加兴奋了。雌性到20岁就需要去当地的匹配中心匹配雄性，一次可以匹配7个，每3年一次不限次数。匹配者一旦和雌性成功结侣，他名下所有财产都将会转移到该雌性名下，钱不钱的可以暂时不看。不限次数是什么鬼？所以只要能安抚过来，就可以拥有无数个老公吗？想到这里，江绵口水止不住的流。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江绵把白玄的名字输了进去。白玄，雷文白虎族的一族的少主，中央星2级上校，实力等级9阶。叮，还没看完，光脑中就出现一通视频电话，是白玄。江绵坐直升体立马接通。视频里，男人穿着利落蓝色军装，蓝白色的头发下扮演着一张棱角分明的帅脸，高挺的鼻梁，琥珀一样的眼睛，绵绵。抱歉打扰了，我是想问问，你肚子饿不饿？喜欢什么口味的营养液？需要我给你送上吗？视频里，男人声音低沉好听，眼角挂着温柔的笑意。不用送上来，我收拾一下自己下来吃。说完，江绵挂断光脑，赤脚往浴室冲。他不想让白玄久等，简单洗漱后，随便在柜子里换了套浅蓝裙子穿上就跑出来。然而，在踏出房间的那一刻，江绵整个人都僵住了。客厅中央，一盏足有2人高的水晶吊灯悬在半空，在阳光的照射下，地板上投下一片晃动的五彩的光斑。还有这楼梯，没看错的话，应该全是用水晶打造的吧？江绵眨了眨眼，又使劲揉了揉，台阶上甚至可以看到自己的倒影。星际兽人都这么有钱吗？江绵表示，狠狠长见识了。同一时刻，楼下坐在餐桌旁的白玄鼻尖却萦绕上一股浓郁的清甜，那味道像刚剥开的蜜柚，混着晨露里的花香，又带着点少女特有的干净鲜活的气息。光闻，白玄就感觉血液在躁动，他下意识地绷紧了脊背，翘起2郎腿。还好提前把别墅周围设了结界，里面的气息散不出去，不然这栋别墅怕是会被控制力差的兽人冲烂。抱歉，来晚了。江绵跑到餐桌旁时，额角还带着点薄汗，他一边喘着气，一边飞快地找了个离白玄最近的位置坐下。这还是第一次在这个世界吃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味道。视线扫过桌面，江绵的眼睛倏地瞪圆。这些我都可以吃吗？桌上整整齐齐摆着好几排瓶子，颜色不一，有长条形的营养液，也有装着精致的营养膏。营养液颜色艳丽，像小蛋糕一样，一看就很好吃。他伸出指尖，小心翼翼地碰了碰一只橙色营养液的瓶身，嘴巴随着呼吸轻轻开合着，眼里满是好奇。白玄坐在对面，鼻尖萦绕的清甜似乎更浓了些，引得他全身血液都跟着发烫。随意，他解开衬衫最下面那颗纽扣，喉结用力滚动了一下，抿着唇压下喉间的燥热，声音比平时更低了些。得到别墅主人的许可，江绵拿起橙色营养液，一饮而尽。橙色多好啊，一看就是酸酸甜甜的果汁味。哟，一股酷甜到发苦的工业糖精味，混着说不清道不明的酸馊气，像臭屁醋混着劣质糖浆，直冲天灵盖。他猛地捂住嘴，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差点当场吐出来。这营养液看起来这么漂亮，怎么这么难喝？他漂亮的眉头皱了皱，不敢拿漂亮的，于是拿了一支中规中矩的浅褐色营养液抿了一小口。哟，这味道简直像嚼了口泡在污水里的塑料烂拖鞋，又涩又腥，还带着股腐朽的怪味。你们都吃这些东西吗？这些东西真的能吃吗？江绵问。白玄正闭着眼神吸了2口气，试图压下身体里那股越来越烈的躁动。听到他的话，他轻轻点头。这些可是高阶雌性都喜欢的味道，难道他不喜欢？白玄看着江绵皱紧的眉头，心里泛起一丝困惑。唉，江绵放下那只浅褐色营养液，长长的叹了口气。连这种烂拖鞋泡水的味道都能当做日常吃食，他实在难以想象这个世界的兽人到底过着怎样苦的日子。被这么一搞，江绵实在没胃口。他道，要不然我们出去转转吧，随便看看能不能到其他食材。说着，江绵打算上楼换件衣服。起身的瞬间，左脚不小心踩到裙摆上，身子猛地一扑，结结实实撞进一个温热坚实的怀抱。隔着不太厚的军装，脸颊贴在对方线条分明的胸肌上，甚至能清晰地感受到底下温热。江绵脸瞬间烧了起来，红得像熟透的苹果。抱歉，我不是故意的。他慌忙想撑起身子，心跳如肋骨。别动。白玄的声音从头顶传来，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他浓眉轻抖，伸出手臂，将怀里的人轻轻按在胸前。你信息素和我很匹配，让我抱抱好吗？江绵瞬间感觉自己没脑子了。好，这可太好了，有美男不吃是笨蛋。不过信息素是什么鬼？江绵不懂，但现在的他很享受。他趁乱摸了摸，硬的，是腹肌，开心。2人维持着相拥的姿势缓了好一会儿，白玄胸腔里翻涌的躁动才稍稍平息些。他小心翼翼将江绵打横抱起，
轻轻放在自己腿上，手臂下意识地圈住他的腰。抱歉，白璇的声音低哑的厉害，耳尖红的快要滴血。能临时安抚一下我吗？他的精神还此刻乱成一团，没有雌性的信息素安抚，他会失控。江绵点头答应，安抚他看过，就是抚摸雄性脖后方的腺体。他抬手环住白璇的脖子，另一只手试探着伸向他的后颈，温润的指腹轻轻摩挲，顺着后颈缓缓划过，像有一股细微的电流顺着皮肤窜开，瞬间流遍白璇的四肢百骸。啊！男人忍不住溢出一声轻吟，舒服的让他下意识的眯起了眼。听到这声轻呼，江绵的指尖一顿，心里莫名有些心虚。新网上只说临时标记抚摸后颈释放信息素，可没具体说要怎么释放信息素啊？难道是用力按一按？他试探着问：“你看看这样可以吗？”说着，指尖的力气加大了几分，指腹按压着他后颈的肌肤轻轻打圈。白璇的呼吸瞬间乱了，他死死咬着下唇，才没让自己再发出奇怪的声音。江绵释放的信息素浓郁清甜，铺天盖地的涌进他的感官，几乎要将他的理智彻底淹没。绵绵这是好想立刻就和绵绵结侣啊！白璇你，不是我想问，江绵想问自己做的对不对，话说一半就被突如其来的吻堵住了唇。白璇的吻带着压抑已久的灼热，带着不容拒绝的强势，辗转丝膜间，江绵能清晰地感受到他身体的紧绷，还有那透过衣衫传来的越来越烫的温度。江绵猛地从白璇腿上跳下来，后背紧紧贴着冰凉的墙壁，双手慌乱地捂住被吻得发红发肿的唇。你干嘛？那可是人家的初吻，亲了你就跑不掉了哟，帅哥。他心里藏着淫邪的笑。嘣！刚才还吻得灼热的男人，头顶突然冒出一对毛茸茸的白色兽耳，尖尖的耳尖泛着蓝，细密的绒毛随着呼吸轻轻颤动。紧接着，一条同样雪白带蓝的大尾巴从他身后探出来，不安分地扫着光洁的地板。抱歉，白璇的脸红极了，像喝了假酒一般，但意识是十分清醒。你会对我负责吗？他定定地望着江绵，声音带着压抑的沙哑。星际的雄性一生只会认定一位雌性，一旦标记便会倾尽所有。刚才他已经被标记，此生非绵绵不可。此时的江绵被突然冒出来的兽耳迷得脑子里像塞了团乱麻，蒙晕了脑袋，根本听不见白璇的话，直直跑往房间将自己锁起来。他把头埋在被子里，翘出屁股，双手不停在被子里拍打自己的脸。短短2天，完全不敢相信自己到底经历了些什么。一想到那道热烈的吻，他兴奋地在床上蹦跶起来，活像只返祖的大母猴。楼下，白璇静坐在原位，双臂空荡荡环着，眸中失去了所有的光。绵绵跑了，绵绵没有答应他，所以绵绵是不喜欢自己，不会对自己负责吗？白璇缓缓仰头，望着水晶吊灯，嘴角勾起一抹苦涩的笑。是啊，那么美丽的小雌性怎么会喜欢他这么一位卑贱的手？楼上，江绵在床上滚了好几圈，兴奋地直接睡了过去。不知不觉间，他还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他穿着件轻薄的几乎透明的纱衣，被白璇按在冰凉的书桌上，他的兽耳蹭着他的脖颈，尾巴缠上他的脚踝。嗨，枕头上全是不争气流下的口水。再次睁开眼，是第二天早上，他是被饿醒的。要不是肚子不饿，那梦他能做一辈子。当房门被推开的那一刻，江绵傻眼了。白璇跪在他的房门口，背脊挺得笔直，双眼下挂着浓重的乌青，像是一夜未眠。晨光落在他苍白的脸上，竟显得有几分脆弱。你跪在这里干嘛？江绵的声音里带着心疼。梦里那个被他视若珍宝的男人，怎么能这样卑微地跪在自己面前？简直太犯规，太想让人再次蹂躏了吧？对不起。白璇听到声音，猛地抬头，眼里闪过一丝慌乱。他从身侧拿起好几根带着尖刺的金条，双手捧着递到江绵面前。昨天是我冒犯，您惩罚我吧。昨天，白璇一夜没睡，不停在新网上发布惹词主生气了该怎么办的帖子。热心只爱词主的网售，哥们，这我会。我家雌性每次生气都会鞭策我，我越更疼她越开心。宠词狂魔001，楼上的兽兄我挺你。我家雌主也是，荒心老光棍，一群丢兽脸的东西。江绵看着那几根带着倒刺的金条，嘴角狠狠抽了抽，一把将金条扫到地上，伸手拉起白璇。什么跟什么吗？我是这么变态的人吗？他用力拽了拽，发现白璇应该是跪得太久，双腿麻了，站不稳，所以你就在门口跪了一夜。白璇乖乖点头，垂着眼不敢看他，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出一片阴影。江绵看着他这副模样，头疼得厉害。他该怎么解释？昨天自己跑掉不是因为生气，只是单纯的害羞。想了想，江绵反手弹了一下他的脑瓜。我没有生气，以后你也不必跪我，我们是平等的关系，平等的关系。白璇低声重复着这几个字。他道，每一个雌性都是国宝一般的存在，绵绵自然也不例外。在星际从来没有一个兽觉得雄性和雌性是平等的关系，他的绵绵值得更好的。江绵见他这副样子，知道一时半会儿说不清，索性转移话题。我不喜欢喝营养液，带我出去买点食材吧，我自己做。白璇捂住江绵的指尖，轻轻凑到在唇边，落下一个虔诚的吻。知道你不喜欢营养液，所以今天已经安排人送新鲜食材过来，你不必亲自下厨房，我来就好。
老天，这男人也太会了吧！江绵眉开眼笑，在心里兴奋的跺脚，他好喜欢。做饭之前，白璇从口袋拿出一条手链，小心翼翼地给江绵戴上。你的身上的信息素太纯，这个可以帮你掩盖绝大部分气息，对你也是一种保护。江绵抬手看了看，透明水晶手链，具体看不出什么材质，却莫名透着温润的质感，他很喜欢。不过他也很疑惑，报告不是说我没有信息素吗？白璇轻轻在他手背上吻了吻，眼底带着不容置疑的认真。开始我以为是虫族伤害了你，才导致你信息丢失信息素，但按照现在来看，应该是 F973星比较落后，检查不全面，等回到中央星，我重新带你检查。既然白璇都这么说了，江绵也不过多思考，还是填饱肚子要紧，说干就干。白璇套了个白蓝色小老虎围裙就进厨房操作起来，江绵在客厅沙发上坐了没10分钟，就听厨房砰的一声巨响，紧接着冒出滚滚黑烟。江绵，他赶紧跑过去，就见厨房的玻璃门上糊满了黏糊糊的黑色液体，连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焦糊味。白璇真的会做饭吗？对此，江绵严重怀疑。白璇，可以让我进去看看吗？他敲了敲玻璃门，门从里面被拉开，白璇探出头来，好家伙，他整个兽像是刚从煤窑里爬出来，脸上、头发上、衣服上全是黑色的灰，只有牙齿是白的。哈哈，江绵忍不住大笑，指着他的脸打趣。白璇变黑璇，缓缓从嘴里吐出一口黑烟的白璇，将手中的铲子悄悄挪到身后，脸颊不受控制的发烫。抱歉，第一次，不太会。他脸上黑漆漆的，根本看不出脸红，可那低眉的样子，乖得让人想欺负。我来做吧。江绵笑着推开他，打算进去收拾残局。不可，白璇身上脏，不想把绵绵弄脏，往后退了步，挡在他身前。乱，不适合你。江绵浅笑，露出漂亮的小酒窝。一起吧，我是真饿了。不一起，怕他做出来的东西不能吃，没有做出让雌性喜欢的食物。白璇的头垂得更低了，像做错事的孩子一般，乖乖往旁边挪了挪。他一让开，就看到锅里有什么东西炸出来，冲到天花板上。江绵，他眼疾手快地关掉火源，看着锅里那团黑乎乎的东西，眼皮狠狠跳动。锅里是一枚不知道什么品种的蛋，已经炸开，流出来的蛋液被烧得焦黑，牢牢地粘在锅底，冒出黑色气包。抱歉，我不知道会这样。白璇默默拿起锅，将里面的东西倒进垃圾桶，垂着眼眸。没事，你帮我烧点水，剩下的我来就行。江绵抬手摸了摸他的头，安抚道，心里却软乎乎的。这么乖的小老虎，犯点错又有什么问题呢？都是蛋的错罢了。江绵在厨房转了一圈，目光扫过料理台时，眉头狠狠一皱，上面摆着些看着像是时蔬的东西，却和蓝星上所见过的截然不同。比如看着像西红柿的东西外表是黑色的，还有那白菜的叶子竟然是蓝色的，倒是角落里大米还算正常，晶莹剔透。江绵指着那些奇怪蔬菜问，这些东西一直都这样？不。白璇摇头，脸上挂上几分无奈。虫族血液腐蚀性太强，污染大片土地，这些是轻度变异的食材。江绵了然，看来是没办法做炒菜了。好在白璇家里还有面粉和蛋，他利落地做了2碗阳春面。白璇趴在桌子上闻了闻，看着碗被煎得扁扁的蛋，一双琥珀色树瞳瞪得溜圆，好香，从未想过蛋还可以这样做。给。江绵递给白璇一双筷子，笑着道，尝尝我的手艺。白璇双手接过，学着江绵的样子笨拙地搅拌起来。星际的兽人平日里大多靠营养液和营养膏果腹，即便去外面的餐厅，也基本用刀叉或勺子，很少接触筷子。由于不知道绵绵习惯用哪种，白璇把能准备到的东西都准备了一遍。刚出锅的面条还冒着热气，烫得很。江绵低下头，轻轻吹了吹，正准备尝第一口时，余光好像瞥见一头饿虎进食。不过眨眼的功夫，白璇面前的阳春面已经见底。此时的白璇，满足的眼睛舒服地眯成一条缝，活像只被顺毛的大猫。这股子香气简直像长了钩子，勾得白璇的喉咙难受。嗷呜！一声软糯带点奶气的虎啸脱口而出。白璇猛地抬手捂住嘴巴，眼珠在眼眶里转来转去。刚刚那声是自己发出来的。白璇羞得真想找个地缝钻下去。他悄悄抬眼眸瞥了江绵一眼，见他正低头专注地吃着面，暗暗松了一口气，应该没听到吧。而此时的江绵正低着头，肩膀微微颤抖。吃过午饭，白璇换了一身正装，衣料看着颇为特别，整体以蓝色为主，衬得他本就英挺的身姿愈发挺拔。绵绵，我带你去匹配中心。他牵着江绵的手说道。江绵应了2声，转身去换了套干净的浅蓝色裙子。其实他更偏爱穿裤子，只是白璇家里没有。白璇站在门口，从空间戒指里取出一辆小型星轨，星轨同样以蓝白为主，内部空间不算大，除了驾驶舱，只有3个座位。江绵是第一次见这东西，是白璇把他抱上去的。他坐在副驾驶位上，白璇又帮他系好安全带。路程只有半小时，很快的。话音刚落，星轨底部就喷出2团红紫色火焰，腾空而起。星轨行驶的整个过程中，江绵清晰地感受到身体先是失重，随即又恢复重量，刺激得他心脏砰砰直跳，死死拉住安全带。这星轨简直比在蓝星空中360度旋转的过山车还要过瘾，以至于到达目的地后，江绵晕的眼前都冒出了小星星，一闪一闪的。
像是在跟他打招呼。白璇从空间戒指掏出一支恢复液给他，可能速度是有点快，下次我注意。江绵接过恢复液，一饮而下，抬手拒绝：“不用，我就喜欢刺激的。”匹配中心的工作人员难得见有如此漂亮的雌性，眼睛一亮，立刻热情地迎了上来：“尊敬的小姐，请问您是来办理伴侣匹配业务的吗？”白璇朝工作人员点头：“先匹配吧。”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白璇心里很失落，他不想和其他雄性分走到绵绵，但想要正大光明留在绵绵身边，要么获得兽神的匹配，成为匹配者，要么申请成为追随者。只是追随者需要在雌性身边待满1年，才可以获得结旅的机会。江绵了然，匹配中心他之前在新网上看见过，好像是分配老公的。正思忖时，白璇突然半跪下来，像做了某种重大的决心，左手按在右肩，姿态虔诚。那双琥珀树瞳牢牢锁住他。绵绵，我喜欢你，如果这次匹配我没能成功和你绑定，那么请你接受我成为你的追随者吧。白璇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这样的举动，江绵脸红的要死。在蓝星，这和众求婚有什么区别？他手忙脚乱拉起白璇：“好，我答应你。”江绵没在新网上看到过追随者的具体信息，但乔白璇这一脸认真表白的模样，多半也是成为他伴侣的另外一种形式吧。从莫名来到这个世界开始，江绵只和白璇一只兽接触过，也最信任白璇。要说对他没半点好感，肯定是假的。被白璇这样优秀直白的兽喜欢着，他心里很甜。旁边的工作人员已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立马安排过来一名机器人。那机器人约莫1米高，外形做的和人有几分相似，头顶上投射出一块大大的透明屏幕，可以隔空操作。小姐，请您在屏幕上输入姓名和年龄。机器人的电子音平稳无波。信息提交后，新网系统会为您匹配7位匹配者。若您对匹配者不满意，可申请解除匹配，但需等待半年冷静期。另外，每半年您都可选择继续匹配。江绵点点头表示明白，便按照提示在屏幕上依次填入了自己的姓名、身高、年龄和联系方式。他注意到，新网为了保护雌性隐私，需要填写的都是些基础信息，像信息素、精神力这类私密数据，并未要求提供。这倒是为他省去很多需要解释的麻烦。大约半小时后，机器人头顶的屏幕上跳出了匹配成功4个绿色大字。工作人员一脸姨母笑：“美丽的江小姐，您现在可以打开你的光脑查看你匹配者的信息，不过现在只有基本信息，要想了解更多，需要更加深入，多接触才行。”工作人员把更加深入这几个字念得格外冲。江绵嘴角狠狠抽了抽，表示听不懂。接着打开光脑，匹配者信息立马弹了出来。匹配者1号明渊，年龄25；匹配者2号九宇，年龄23；匹配者3号凤九，年龄24；匹配者4号叶七，年龄22；匹配者5号白璇，年龄23；匹配者6号尹泰，年龄24；匹配者7号清浊，年龄24。已自动添加好友，请尽快完成结旅。结旅成功后，对方财产会自动转移您的名下。看到白璇的名字出现在列表里，江绵心头一喜，眼睛弯成月牙：“白璇，有你耶！我知道。”几乎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白璇强压不住的兴奋一把将江绵打横抱起，在原地转了好几个圈。就在江绵查看匹配者信息时，白璇的光脑也弹出了新网通知：“恭喜白璇上校，匹配中心已为您匹配到合适的伴侣，请立即前往其身边，尽快完成结旅。地址……咦，白璇，我好像多了一套房。”江绵盯着地址栏里突然跳出的一行字，满脸疑惑。明明刚才还空着。白璇将他吻在怀中，低头印下一个轻柔的吻。匹配成功后，新网会为雌性分配一套别墅，方便其他匹配者前来寻。江绵懂了，指尖点了点屏幕，意思是我就待在别墅等他们过来找我。白璇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银白色的空间戒指，套在他左手无名指上，里面备了些基础生活用品，还有交通工具，缺什么随时告诉我。银白的戒指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的光。江绵试着用意识探了探，里面竟放着几十套款式各异的漂亮衣服，齐全的生活用品，连之前做过的新轨都备了一辆。这家伙也太贴心了吧。江绵一喜，捧着白璇的脸亲了一大口，眼睛亮晶晶的。白璇，你太棒了，我好喜欢你。白璇的脸颊瞬间红得快要滴血，此主这样也太犯规了，这还在外面呢。旁边的工作人员都明白，往后退了退，将追随者申请名单撕碎丢进垃圾桶。快带我去别墅看看。江绵兴奋地拉着白璇的手，按亮光脑上的定位就往外走。你很想去？白璇跟上他的脚步，轻声问道。江绵疯狂点头，当然，那可是属于我的别墅，能不去吗？白璇看着他雀跃的背影，琥珀色的眸光微微暗了暗，真想把绵绵圈起来，让他完完全全只属于自己啊。别墅坐落在 F973星居民外围，占地广阔，是带着浓郁科技感的小洋楼风格。正中间是3进3出的主房，外围环绕着大片花园，种满了江绵叫不出名字的奇花异草，每一层都有专属机器人负责打扫。1楼的客厅和厨房宽敞的能轻松容纳上百人，2楼和3楼则是一间间雅致的卧房。一进门，白璇就让人把厨房填得满满当当，
又亲自在房子四周布下防护罩，确保安全后，才将江棉抱进卧室。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白璇把江棉抱在自己腿上，头埋在脖梗里，贪婪地吸吮着，屁股还没坐热，光脑就弹出一条消息：九宇，白璇上校。黑森林发现八阶虫族尸体，速来！白璇，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他眼中闪过晦暗的光，指尖紧紧攥了攥。江棉坐在他腿上，心里有点小局促。受尸的节律和他认知里的同房是一回事吗？白璇这么好，他要不要主动一点？正想着，就见白璇手指在眉心揉着。对不起绵绵，他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歉意。这几天可能不能陪你了，你好好待在家里，我会派人过来保护你。一个轻薄的吻落在江棉的额心，带着满满的不舍与留恋。我等你。江棉仰头看着他，眼神清澈而坚定。他知道白璇是上校，是为星际安危奔波的兽，他不能因为这点女情长就成为他的累赘。只要是他需要，他都会支持。琥珀色的眸子动了动，他的绵绵真的好乖。猝不及防的吻一下落下来，将二人的距离无限拉近。白璇走后，偌大的别墅瞬间显得有些冷清，甚至连虫鸣都没有。江棉打开光脑，想着跟其他匹配者打个招呼，除了白璇，他给剩下几人群发了一句：在吗？半天过去，光脑安安静静，没有任何回应。江棉看着那些黑不溜秋的头像，也没了等下去的兴致。洗澡，关灯，睡觉。黑森林外围，临时工作基地。白璇紧赶慢赶，总算在入夜前与指挥官九宇会合。刚一见面，九宇就捕捉到他身上残留的雌性信息素，那味道纯粹得让他心头一跳，忍不住打趣：哪个雌性这么好运，居然把白璇上校拿下了？白璇嘴角挂着藏不住的笑，是一个十分特别的雌性。九宇则被雌性滋润过的兽就是不一样，眼里都快冒出粉色爱心了。他心里暗暗哼了一声，自己也匹配到了雌性。等忙完，定要让他立刻标记自己。兽神匹配的，肯定不比白璇的差。说正事。白璇收敛了笑意。你说发现了八阶虫族的尸体，具体怎么回事？九宇拿出一份报告，上面附着几张照片，照片里有一滩黑绿色的粘稠液体，虫族的躯体早已不成形，完全看不出原貌。旁边的树干上还残留着一个清晰的脚印，看痕迹，竟像是被活活踩死的。一个八阶虫族是被踩死的。白璇盯着照片，满脸难以置信。九宇沉重的点头，虽然不想承认，但这是事实。我们查过了，这只虫族就是之前被大皇子打伤后逃逸的那只。白璇眉头紧锁，声音冷了几分。就算受了重伤，八阶虫族的甲靠硬度也绝非普通攻击能穿透的，怎么可能被一脚踩死？要知道，整个星际能达到八阶实力的不到万人。是啊，到底是多么恐怖的力量啊！九宇心中同样满是疑惑。这事已经上报给了大皇子，说不定可以通过他的势力找出这位隐世强者。丝丝，翌日，明媚的阳光照耀大地。别墅外，一条纯黑色小蛇盘卷在大树干上，黑曜石般的树瞳透过玻璃，落在少女娇俏的脸庞上。床上，少女抱着枕头随意躺着，唇瓣随着呼吸轻轻开合，像颗饱满的樱桃。丝丝，小蛇的性子吐得飞快，黑曜石般的树瞳不停冒出粉色爱心。哈哈，我的雌主好美，穿过这扇门就可以求雌主贴贴安抚了。雌主等我。明渊在内心咆哮，蛇身猛地往前面一缩，竟直直从树干滑落。一只路过的大鸟瞥见，一个俯冲，鸟爪一伸，就把它死死擒住，飞向高空。明渊整个蛇身拼命挣扎，死鸟，放我下去，不然等我身上蛇毒消退，就第一个拿你开刀。屋内，江棉悠悠转醒，就看见一只鸟卖力地震动双翅，越飞越远，忍不住鼓掌惊叹，不愧在星际，就连鸟都这般用力活着。简单洗漱后，新脑出现匹配者九宇的信息。九宇转账131400星币。九宇，抱歉，雌主，这边临时有工作耽误，忙完会尽快赶过去陪您。江棉回复。好。昨夜白璇离开时，已经把他的账户和自己绑定，用钱倒是不愁。眼下其他匹配者还未和自己见面，万一见面后对方对自己不满意，要他退钱可怎么办？想了想，江棉选择退回。一切羁绊的开始的前提都需要先见面。另一边，刚通宵工作完，准备休息一下的九宇，手机一震，弹出雌主的信息。他兴奋打开，看见星币被退回的消息，睡意全无。雌主为什么要退钱？难道是看不上他吗？九宇急得在原地刨出一个大坑。雌性都喜欢星币的，肯定是少了。下一秒，江棉疯狂收到九宇的转账。九宇转账999999星币，备注自愿赠与。九宇转账88888星币，备注自愿赠与。江棉，兽神这是给他匹配了一个暴发户吗？全部退回。江棉快速回复，不急，先见面。九宇，雌主这是要先看看自己是否符合他的口味吗？九宇揣着微死的心，毫无困意。别墅内，江棉看着长长退款记录，叹了一口气，这九宇也太有钱了吧，个十百千万亿，一看就是大佬，完全惹不起。他转身进了厨房，打算做点吃的，可看着那些食材，蒜鸟，吃面也挺好。江棉默默给自己做了一碗阳春面，吃完后，
他在新网上买了一批种子，打算自己种。1小时后，种子送了过来，后院角落的空地也被机器人开垦得整整齐齐。江绵照着说明书播下种子，立马打理起来。他望着翻松的泥土，小声嘀咕：不知道要多久才能长出来，但愿能快点吧，总不能天天靠吃面生活吧。晚上江绵刚躺上床，白璇就打了视频过来。视频里的白璇身着一身蔚蓝色军装，笔挺利落的剪裁衬得她肩宽腰窄。绵绵，白璇的声音低沉有力，带着几分温柔。你是准备睡觉了吗？江绵趴在床，俏皮地晃着双腿。没有，在想你。白璇嘴角样开压不住的笑，耳尖顺红。我也想你。哎呀，江绵羞得把头埋在枕头里，露出2只水汪汪的大眼睛，偷偷瞟着屏幕里的人，顶着这么帅的脸说这种肉麻话，真是，哼，臭男人，下次回来一定把你嘴亲烂。看着词主这般又羞又娇的模样，白璇心都化了。如果可以分身就好了。白璇眼中浮起一丝心疼。绵绵，一个人还习惯吗？会不会害怕？江绵摇头，嘴角扬得老高。住在这么大的别墅里会害怕？简直没死，睡觉都会笑醒的那种。白璇懂了，立马赚了一笔钱给他，柔声嘱咐：这边还有部分虫族需要清理，你缺什么急用的可以先自己买，不够再跟我说。看着光脑冰冷的52万新币转账，江绵嘴角压不住的上扬。有那么一瞬间，他感觉被包养了。受氏的雄性好像蛮喜欢转账的，不过这笔钱江绵并没有收。你的账号已经跟我绑定了，真有需要我会自己买的，别担心。说着，他还抬手轻轻拍了拍屏幕，像是在拍白璇的头一样。绵绵你真好。白璇心里暖洋洋的，他的词主真的很不一样。其他雌性从来不会考虑雄性在外的花销，所以也会导致一部分不受宠的雄性在外饿死或者选择走向流浪兽的结局。他低声道：谢谢绵绵，不过我在这边真花不了多少。白璇没有骗他，他一个糙兽，整天待在荒郊野岭的战场，没有可以买的。再说雄性赚钱给雌主花，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不给雌主花钱的雄兽根本算不上好兽。沉默片刻，白璇忍不住问：绵绵，有其他匹配者来找你吗？这个问题白璇也是有私心的，一是担心绵绵一人在别墅遇到危险，二是怕其他匹配者趁他不在诱哄绵绵提前结旅。身为雄性的他太清楚了，不少雄性最擅长靠着甜言蜜语讨雌性欢心。提前结旅，江绵摇了摇头，我给他们发过消息，不过只有一个人回，他还说他忙完找我。绵绵，可以告诉我那位匹配者名字吗？星际是不允许匹配者提前打听其他匹配者情况，为的是保护匹配者的安全，防止不安好心的兽在雌主耳边吹耳边风，不被雌主喜欢的兽地位是最低的。所以这句话白璇问得格外小心。可以啊。江绵不是星际人，不知道这些弯弯绕绕，他看了一下，随口道：他叫九。话音未落，白璇那边突然响起急促的警报声，虫族来袭，全体戒备。下一秒，视频通话便被强行切断。江绵维持着趴在床上的姿势，看着突然变黑的屏幕，心里五味杂陈。唉，忙啊，忙点好啊。另外一边，终于摆脱傻鸟，摔到肮脏水洼里，狼狈爬上岸的明渊，他发誓这辈子再也不乱咬自己了。3天后，江绵的别墅门铃响起，他透过监控一看，只见门外站着一群红发男人，个个拎着些奇奇怪怪的箱子，几乎把别墅围了起来。领头的老者上前一步，态度恭敬：请问江绵小姐在家吗？有事吗？江绵通过别墅的智能程序回话，不清楚对方的底细，自然不会贸然开门。在下凤青，是您的匹配者凤九派来的。老者解释：我家少主目前暂无结旅的打算，特意让我们来送上些补偿，同时也想请求解除与您的匹配关系。江绵听明白了，怪不得等了这么天都没有一个人来，原来是这里等着他的。他操作系统开门，让他们把东西抬进来。凤青很有分寸，指挥着人把箱子搬进房间后，便带着所有人退到了花园外。这些是给江小姐的补偿，共5000亿新币，您看是否合适？多少？5000亿。听到这个数字，江绵感觉大脑都缺氧了。这凤九到底是什么身份？出手竟如此大方。凤青见他没说话，额头渗出细汗，担心对方嫌少，是探问了句：江小姐不知道这些够了。江绵抬手打断他，语气干脆：解除匹配是吧？现在就办，这么多钱，这事得马上办，可不能让对方有反悔的机会。反正每半年都可以再次匹配，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嘿，看到确认申请的界面，凤青松了口气，那我们就不打扰小姐了，这就离开。说完，空中便驶来一艘巨大的金色战舰，所有人一跃而上，动作干脆利落。江绵还真是不带一点犹豫的。回到屋内，江绵兴高采烈地抱着5000亿送入自己账户。黑色森林，临时军营，一艘金色的战舰缓缓降落，舱门打开，一个红发男人走了出来。男人短发利落如刀裁，衬得金色赤铜像淬血的冰。大皇子殿下。九羽和白璇带领着一众下属上前鞠躬迎接，男人直接掠过他们，径直走进临时会议室。听说有一只8阶虫族被一个兽人一脚踩死了。会议室的主位上，凤九冷冷开口，目光扫过之处带着摄人的寒光。
九宇将相关的照片和报告投影出来，根据现场取样分析，确实如此。看着铁证如山的取样报告，凤九修长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身为10阶强者的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一脚踩死8阶虫族，更何况对方还是带有腐蚀毒液的种类。难道是那位12阶强者出手了？凤九摇了摇头，立马掐断这个想法。星际唯一一位12阶强者，是条懒得连树都不肯下的懒龙。绝不可能是他。这事先不要声张。凤九脸色复杂，在没确定这只兽人是敌是友之前，不能对外泄露半分消息。是强大的兽人并不可怕，怕的是虫族通过非法手段强制提升出的无法控制的强者。白玄和九宇都深知此事的厉害，纷纷点头应是。3个小时后，临时会议结束。离开会议室前，凤九对2人吩咐道：荒星那边也出现了大量虫族，这边的事一忙完，你们就尽快赶过去。九宇想到还没与词主见面，脸色瞬间冷了几分，但还是点头应下。看来见词主的日子又要往后推了。而白玄一想到可爱的绵绵可能会被其他匹配者抢先一步，心里就急得不行，眼眶都快红了。都说小别胜新婚，他怎么一点都没这感觉？凤九看出了白玄的心思。好了，一进来就闻到你身上被标记的气息，你很喜欢你的词主？白玄老实点头，虽有些不好意思，却也大方承认。是的，我很喜欢他。凤九拍了拍他的肩膀，脸上带着一丝玩味。你就不怕我妹妹知道了，找你麻烦？殿下。白玄后退一步，神色认真。我对您的妹妹没有半分意思，我心里只有我的词主。凤九忍不住偷笑，摆摆手道：好了，凤舞那边我会去说的。他倒是有些好奇，到底是哪个雌性有这么大的魅力，能让白玄如此沉沦？有机会真想去见见。白玄松了口气，感激道：多谢殿下。因为无聊，江绵一整天都窝在别墅里刷剧，直到下午，他才看到九宇发来的消息。九宇，抱歉，词主，与您见面的日程得往后推一推了。九宇，转账50万星币。九宇，请您别拒绝我，不然我会伤心的。九宇，纯白小狐狸，可怜 JPG。江绵被那个表情包逗笑了，真好奇对方是一个怎样的手。他问：方便的话，可以视频一下吗？只有视频确认对方对自己是否满意，这笔钱他才好意思收。若是不满意，就当是解除匹配的分手费好了。九宇秒回：当然可以，能被词主邀请，是我的荣幸。江绵看着屏幕，小脸一红。这九宇会说，他选了个不错的角度，发起了视频通话。光脑铃声没响，视频就被接通。视频里的男人身形高挑挺拔，银色的短发垂落在额前，衬得那张脸妖异而夺目。他眼尾微微上挑，鼻梁高挺，唇线清晰分明，明明脸上没什么表情，组合在一起却透着一种介于圣洁与魅惑之间的奇异气质。你好。江绵脸更红了，连声音都带着点发颤。你就是我的匹配者吗？九宇狡黠一笑，他的词主似乎远比他想象中更加可爱。对。男人开口时，笑意温润的像春风拂过湖面。恍惚间，江绵觉得魂都要被勾走了。他慌忙抓过身边的抱枕抱在怀里，指尖抠着布料。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来找我？九宇微微蹙眉，这边的事了结后还要赶往荒星，具体时间实在不好定夺。抱歉，我会尽快的。看来对方对他这位词主还是满意的。江绵松了一口气，要是多么帅的男人要和他解除匹配，他真想找块豆腐撞死自己。九宇不懂自己的词主在乱想什么，可看他没有安全感的样子，十分心疼。九宇，转账999999星币。九宇，词主不必与我见外，乖乖等我来找你。说完，视频被切断。江绵傻傻的捧着自己的脸，然后用力捏了一下，心中的小人在尖叫。这个匹配者实在太妖孽了，在蓝星那张脸，顶级爱豆都不一定能比过吧。浑身燥热的他打算去后院瞧瞧自己种的菜，可不能让这股子兴奋劲儿白白浪费。他种了一排白菜，一排玉米，还有一排土豆。到菜地后，江绵不自信地揉了揉眼睛。星际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就连蔬菜的模样都和蓝星差了10万8千里。才短短3天，白菜竟在树上开了花，玉米在地上长出蓝的果实，就连土豆都长到了黄瓜般大小，真是长见识了。趁着天还没黑透，江绵一口气把长好的蔬菜全搬回了冰箱，装不下的便放进白玄给的储物戒指里。正要回屋时，背后传来奇怪的声音。江绵刚想转头查看，一团雪白毛茸茸的东西直直朝他扑来。砰！就这样，他被一只狐狸按倒在地。江绵倒地的那一刻，九宇慌了神，毛茸茸的小爪子轻轻摸着他的脸。这可是兽神为他单身23年分配的首位雌性，不会一下子被撞坏了吧？好急，舔一舔吧。哈哈，好痒。湿热的舌尖在他脸颊与脖颈间来回游走，痒得江绵哈哈大笑。他抬手将小家伙拎了起来，轻轻弹了一下他的脑袋瓜。你这小家伙怎么看起来小小的，力气这么大？词主你没事时在太好了，来抱抱。小狐狸脸上露出不值钱的笑。江绵的注意力没在狐狸脸上，而是在尾巴上。他拽着狐狸尾巴数了数，居然有9条尾巴。好家伙，稀有品种啊！卖出去一定很值钱吧？他又将小狐狸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
发现除了身上脏了点，并无伤口，问道：“小家伙，你从哪儿来的？这里可是被白玄设了保护罩，按理说，一只小狐狸不该出现在这儿才对。”此刻被此主摸遍全身的小狐狸，整只狐都舒服的四仰八叉仰在地上，双眼迷离。此主的手香香软软的，好舒服呀。只可惜这次是悄悄来，不能随便暴露身份。他提前把后脖的腺体用药水被暂时封闭，不然应该直接被此主标记了。九宇有些后悔，早知道装病请假了。后悔归后悔，但一点都不妨碍他继续翻着肚皮，勾引着此主。问你话呢？江绵用手指在狐狸肚子上戳了戳，别以为卖萌就可以蒙混过关哈。小狐狸不语，一味钻进此主的怀里，此主贴贴。不知道为什么，江绵从见狐狸的第一眼就觉得有一种十分亲近的感觉。他又把白玄教他的方法把防护罩检查了一遍，确保没出现问题，才将小狐狸抱进了屋。或许能进来真的是一种巧合吧。九宇看着防护罩，眉头微皱。这防护罩应该是此主其他匹配者设置的，实在和他差不多都是9阶，倒是困不住他。不过这防护罩的气味怎么感觉在哪里闻到过？尖尖软软的狐狸耳动了动，将气息收集下来，下次闻到一定能第一时间认出此主其他匹配者。回到房间，江绵翻出一件清凉的睡衣，在地里忙活了一整天，身上早就沾满了泥土，他得好好洗洗。他看了一眼小狐狸，他躺在地上在给自己舔毛，身上那么脏，要不然干脆一起洗了吧。怕小狐狸不喜欢洗澡应激，他趁小狐狸没注意到自己的时候，一把他提进浴室，锁门。九宇心里清楚，没得到此主同意，雄兽绝不能上此主的床。作为一只有分寸的兽，他现在睡地上。咦，此主你干嘛？我身上脏，不能上床。小狐狸蹬着小短腿乱叫。江绵叹了一口气，真是怕啥来啥。他把小狐狸放在浴室角落，现在小狐狸已经应激，还是不要强行洗澡为好，让他静静吧。噗！江绵脱下一件脏衣服，随手甩在地上，打算自己先洗。不明所以的九宇被带着此主气息的衣服暴击，一股腥香瞬间让他神魂颠倒，双眼迷离。等他反应过来时，此主已褪去全部衣物，再往身上打沐浴露。江绵洗澡的时候不习惯身上有装饰品，所以把戒指和手链都取了下来，全然没有注意到角落中全身已经变成粉色的小狐狸。要不是浴室的灯光是暖光灯，他还能更粉。冷静，九宇，你要冷静，你可是一直有原则的兽。非礼勿视，非礼勿视。九宇红着脸缩在角落，在心里默念，强制自己闭上眼。越克制，极致的馨香越加浓郁。九宇咽了咽口水，浑身不自觉燥热。此主的信息素浓郁纯洁，最终银白色的狐狸眼还是忍不住睁开。透过氤氲的水汽，此主曼妙的身姿在朦胧中若隐若现。细小的水流顺着发丝滑落，淌过光滑的脊背，流过不盈一握的腰肢。九宇的双眼愈发迷离，9条毛茸茸的尾巴缓缓舒展开来，4条腿迈着小巧的步伐，悄悄向江绵的脚踝走去。见小狐狸主动走过来，江绵拿起花洒，直接对准狐狸头冲了下来。他快速按下沐浴露抹在小狐狸身上，打起泡沫。是你自己靠过来的哟，过来就不能乱动了哈。当水流猛地浇到头顶，九宇顿时一惊，此主只是想给他洗澡。1个小时后，江绵在床榻上铺好软垫，他将小狐狸放在软垫上，自己盘腿坐在后，吸水毛巾将小狐狸裹成一团。床头的智能机器人正扬起暖风给他吹着头发，空气中还带有淡淡的馨香。小狐狸舒服地伸了个懒腰，小狐狸的毛发彻底干后，江绵把它搂进怀里躺好，指尖轻轻抚过那如云似雪的皮毛。少女眼神炽热，一个香吻落在狐狸头。谢谢你来陪我，小白。九宇在他怀里灵活地转了个圈，小脑袋一抬，柔软的鼻尖在他唇上轻轻一点。依依，亲爱的此主，该说谢谢的是我才对，遇见你是我此生最大的幸运。江绵被狐狸毛蹭的唇角发痒，忍不住轻笑，这小家伙通人性又粘人，似乎养在家里也不错。他笑着把不安分的小狐狸按回被窝里，关灯睡觉。深夜，清冷的月光透过纱帘，静静躺在少女娇俏的睡颜上。身侧的小狐狸不知何时已钻出来，化作一具极美的皮囊，静静躺在身侧。九宇眼底盛满温柔，薄茧的指腹轻轻蹭过他下颌线。他的此主真是美得让人心颤。清晨还有会议，今晚他必须离开。他俯身在此主唇角印下一个轻如羽翼的吻，低声呢喃：绵绵，等我。尽管眼底翻涌着不舍，还是轻轻带上门，身影消失在走廊尽头。第二天一早，白玄就收到了江绵的消息。江绵，宝宝，昨天捡的小狐狸不见了。江绵，难过 JPG， 宝宝。白玄指尖微顿，唇角的笑意怎么也压不住。白玄，摸摸头 JPG， 白玄，说不定是出去找吃的了，再等等看。消息刚发出去，视频通话就弹了过来。屏幕里，他的此主正嘟着小嘴，那模样看得白玄心都化了。没事的绵绵，他柔声安慰，我现在就去森林里给你抓一只来。唉，江绵叹了口气，嘟着粉嫩的小嘴，神情失落。可那是一只纯白色九尾狐，哪有那么好抓？白玄琥珀色的瞳孔骤然一缩，单尾的很狐狸常见，九尾的却……他连忙追问：绵绵，你确定是九尾？当然确定。江绵笃定的点头，
我特意把它尾巴提起来数过，就是9条，纯白色的9尾，狐族中只有1人。白玄揉了揉眉心，心头顿时涌上一股不好的预感，看来日后的竞争怕是会很激烈了。你是不是最近太累了，没休息好？江眠见他神色不对，关切地问道。白玄摇摇头，没有。那个，江眠忽然想起昨晚抱着毛茸茸的小家伙时，那种舒服又温暖的感觉，心里冒出个念头，你下次能不能变作小老虎让我抱着睡？嗨嗨！白玄猛地呛了一下，被词主抱着睡，好像也不错。江眠看着他耳尖刷的一下红透，才后知后觉自己说了个多让人害羞的要求，胡乱说了句我还有事，就先挂了，就结束通话。白玄看着按下去的屏幕，眼底的爱意愈发浓烈。不过还是先解决昨晚的事要紧，时间不等人。开完早会后，九羽顾不上休息，立刻就投身到青角虫族的行动中。可清剿到一半，却来了个不速之客。九羽一尾巴卷飞10只虫兽，白玄就用带着雷电的利爪拍死11只。九羽，大清早的，这家伙发什么疯？他懒得理会，转身想换个地方继续杀虫。可恶的家伙，赶半夜自私会绵绵。白玄挑眉跟上，好巧，我也想去那边。九羽，感觉被挑衅到了。白色耳尖动了动，九羽一下子就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原来给词主布置结界的是这家伙。银白的瞳孔微微一竖，9条长尾在身后飞舞。好啊，那就来比比。白玄眉眼一挑，比就比。江眠一个人在别墅里待得无聊，打算用自己种的菜开发几道新菜式。刚把水烧开，门外就来了几个灰青色头发的男人，他们和上次红发男人一样，带了不少宝箱，又是来解除匹配的。他没有贸然打开防护罩，而是走到门口，脸上挂起职业假笑。你们是我那个匹配对象的家属。人群中，一个慈眉善目的大叔把一位少年往人群中藏了藏，自己站了出来，笑着开口：江小姐你好，我叫叶达，是您匹配者叶七的大伯。江眠打开防护罩的一道口子，示意他们进来，同时调出匹配信息，找到叶七的名字，准备随时解除匹配。叶达脸上堆着笑，指挥着手下打开10来个宝箱，这星币看着跟蓝星的黄金似的，闪的人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叶达苦笑：江小姐，在下有个不情之请。江眠悄悄擦了擦嘴角，表示都懂。放心，我都明白。说着就把星币收进自己的小金库，开始在光脑里操作起来。叶达见状，顿时大惊，难道江小姐已经知道少主的情况，所以愿意看在星币的份上接受他？真是太感动了，多好的一位词主啊！这位快100岁的老人眼眶一热，差点掉下小珍珠来。他连忙从人群里把少年拉出来，推到江眠面前。江小姐大恩，我苍狼族必不敢忘，他日若有任何需求，尽管来找老夫。说完就准备带着人离开。你们不是来解除匹配的吗？把他留下干嘛？江眠指着比自己高出一颗脑袋且还在啃手指的少年，一脸懵。听到解除匹配4个字，叶达顿时急得老泪横飞。不能解啊，他就是您的匹配者叶七，我们的少主啊。江眠，他是你们少主？你确定他现在这状态是正常的？见有漂亮姐姐看自己，叶七把啃咬的手指藏在背后，露出傻笑。姐姐，你好漂亮，我喜欢姐姐。江眠，叶达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少主这模样看着确实不太正常。他连忙换上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江小姐，无论如何这匹配都不能解啊，要是解了，我们少主以后怕是要孤独终老了。江眠耸耸肩，放心，我还没按确认键，不过你们得先告诉我，你们少主怎么会变成这样？是这样的，江小姐。叶达长松了口气，连忙解释，我们少主是在冲击10阶进阶时遭到虫族偷袭，才伤了精神海，已经找顶级兽医看过了，说没什么大事，养养就好了。当然，只是没说要养多久而已。你确定？江眠眯眼，指着已经爬在地上找蚂蚁玩的叶七，对着叶达道：这是能养好的样子，不管旁人信不信，反正江眠瞧着叶达那副模样，心里是半点不信，表面装的慈眉善目，肚子里却全是算计的大叔。他在现代剧里见得多了去了，想忽悠他门儿都没有。叶达眼珠在眼眶里飞快打着转，手心不受控制沁出细汗。当然，兽医都这么说了，我们哪敢骗江小姐？要是这小家伙真那么容易养活，能舍得用10来箱星币来托付？江眠不太想做这笔生意。姐姐，这时身旁的少年轻轻拽了拽江眠的衣角，清冷又软萌的声音落在耳畔，好听的让人心里发颤。乖。江眠像哄小孩似的抬手轻拍了拍他的手背，等会儿就给你做好吃的。一听这话，叶达立刻识趣溜了。离开之前他还丢下一句话：江小姐放心，我们少主可乖了，以后就多多麻烦江小姐了。江眠还没等他追出去拦截，厨房里就传来一阵乒乒乓乓的声响，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他刚冲进厨房，就看见叶七把他新买的面粉踩得满地都是，脑袋上还端着个空锅盖，而他正趴在地上打滚。这就是所谓的乖吗？现在退货还来得及吗？一气之下，江眠找了根绳子，把叶七像捆小鸡仔似的捆在沙发上。叶七委屈巴巴瞅着自己小腹，嘴里嘟囔着：姐姐。叶七顶着一头灰白的短发，几缕发丝落在他那冷艳的脸上，加上眼角挂着的几滴泪珠，活像一个祸国殃民的南非。
江棉呼吸一滞，鼻血差点流了下来。想吃东西就老实待着，我打扫完厨房就给你做。江棉是真被气着了，说这话时声音不由得重了些。叶七被这么一吼，几颗小珍珠不知不觉间滑落下来，划过如玉般的脸庞。漂亮姐姐好凶！另一边，砰！一只体型比寻常兽虫大上3倍的家伙从天而降，正好砸在赶路明渊的正前方。那臭虫被砸成肉泥，绿色的腥臭液体流了一地，散发出像烂老鼠般的恶臭。明渊，心计就是对兽人太友好了，如果让他当上统领，一定把这些没有公德心的兽全部加起来做苦力。而且杀兽虫的手法如此粗暴，一看就是没雌主疼的好兽。想着，明渊心情大好，不打算同没有公德心的兽计较。砰！刚拐过弯，又一只恶心的兽虫掉在他的正前方。明渊细小的蛇尾轻轻拍了拍胸脯，某蛇脸上强挤出一抹笑意。不气不气，犯不着和没雌主疼爱的兽计较。他抬头望了望天空，太阳正从头顶缓缓西斜，穿过这片森林，再走个9981天，差不多就能见到可爱的雌主了。光是想想就好开心。于是小蛇挺着胸脯，开心地换了条干净的路。砰！下一秒，一只像是被虎爪劈成2半的兽虫再次从天而降。明渊，没事，我再绕。砰！紧接着，一只沾着白色狐狸毛的兽虫从天落下来，压住他的蛇尾。明渊，没事，蛇尾可以抽出来洗干净，这路再绕绕就好了。砰砰砰砰！明渊，我绕。最后，他发现那些兽虫的尸体居然把他围成了个圈，现在他在圈的最中央，寸步难行。明渊，嘶，谁啊？这么没公德心，还让不让兽好好走路了？小蛇鼓着腮帮子，对着天空愤怒咆哮，刚用尾巴卷起一只兽虫的九羽动作一顿，这声音好像在哪儿听过。他和白玄对视一眼，随手把卷着的兽虫一甩，循着声音找去。没走2步，就在一堆兽虫尸体中央发现一条通体玄黑的小蛇。九羽用爪子捂着嘴，一扑，这不是明渊大人吗？怎么变成这副模样？您是在兽虫堆里找宝贝吗？九尾狐一族向来和幽冥玄蛇不和，九羽一眼就将他认出来，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羞辱他的机会。明渊用蛇尾点了点地上的兽虫尸体，冷冷道：清理掉，快点。九羽似发现了什么，眉梢一挑，不是吧，堂堂玄蛇族首领，难道连几具小小的兽虫尸体都移不开？明渊，这家伙真欠啊！感受到明渊身上悻悻气息，九羽催动精神力甩开几具尸体，让开一条路。毕竟明渊是10阶强者，比他们高出一个等级，没必要真把他得罪死。算你还有点眼力见。明渊满意晃了晃蛇尾，头也不回地走了。一旁的白玄忍不住问：你为什么先嘲笑他一番才帮他？九羽舔了舔自己漂亮的毛发，脸上带着几分玩味。他可是10阶强者，比我们厉害，没必要真得罪。再说他眸光里闪过一丝戏谑，像他那么要强的人，不趁机戏耍一番，以后怕是没机会了。白玄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别墅里，江绵好不容易把厨房打扫干净，做了2碗馄饨，外加一盘清炒小白菜。他解开叶七身上的绳子，把他拉到餐桌旁，转身去厨房拿筷子。早在锅里的馄饨沸腾时，叶七就闻到了一股奇异的香味。他虽然不知道漂亮姐姐在做什么，但肚子已经诚实的咕咕叫起来。就在江绵转身的那一刻，叶七的脑袋唰地变成本体，张开嘴啊，呜一口，直接把整碗馄饨都吞了下去。拿着筷子回来的江绵撞见这一幕，瞬间石化。不是啊，碗不能吃！江绵吓得魂都飞了，3步并作2步冲过去，伸手就去掰叶七的嘴。碗不碗的不重要，万一这玩意儿卡进喉咙里出个好歹，他哭都来不及。这么一张帅的人神共愤的脸，可不能就这么没了啊！哈哈！急得额头直冒冷汗的江绵，恨不能把整只手都伸进他嘴里去掏。结果刚碰到叶七的下巴，他就打了个饱嗝，和脑袋差不多大的碗就被这么被水灵灵的吐了出来。叶七一脸满足的揉着鼓起来的小腹，声音软糯：白白的小东西好吃，就是那个冰冰的大东西不好吃。江绵，他算看明白了，眼前这少年虽然顶着张清冷绝尘的帅脸，智商怕是还不到5岁，这必须得好好教教，不然照这么下去，他这个家迟早得被拆成废墟。江绵深吸一口气，牵起他的手，耐着性子开始给他洗脑。小七啊，你喜不喜欢姐姐做的馄饨啊？原来那白白的小东西叫馄饨。叶七歪着脑袋，努力消化名字，随后重重点头，见可以正常交流。江绵露出一抹清甜的笑，你看，你现在住到我家里，以后是不是该多听姐姐的话？他心里有点没底。叶七又没回应，赶紧补了句，其实姐姐挺喜欢叶七的，要是你能乖乖听话，说不定姐姐会更喜欢你呢。少女唇边的笑意像进了蜜的棉花糖，软软糯糯的甜意落进叶七浅褐色的眸子里。这个姐姐笑起来真好看。见她半天没回应，江绵试探着用指尖轻轻捏了捏她的手心。叶七抿紧唇，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出一小片阴影，头慢慢低了下去，声音细若文瑞：喜欢叶七。江绵歪头看他，没听清他在说什么，指尖还停在他手心里没挪开。小七说什么？是同意姐姐的话了吗？同意。叶七的唇瓣动了动，耳尖红的快要滴血。话音刚落，江绵眼里闪过一丝狡黠，怕他反悔，
他立刻伸出小拇指弯了弯。那我们拉钩盖章，这样小叶七就不能反悔了。叶七不懂什么是拉钩盖章，可只要姐姐开心，他就愿意照做。刚伸出小拇指，就被江棉的指节勾住。他指腹带着点薄茧，蹭过少女软糯的皮肤，心里暖融融的。章盖完后，江棉满意的揉了把叶七的头发，真乖，先去看会儿电视，姐姐再去切点水果给你加餐。叶七坐在原地没动，望着姐姐走进厨房的背影，喉结轻轻滚动，心脏里像揣了只小兔子，砰砰直撞，连呼吸都带着点莫名的躁意。这一刻，他感觉他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他快步逃到一个离自己的最近的一个房间里，反锁房门，点开了和大伯的视频通话。另一边，刚回到苍狼山，屁股还没坐热的叶达看见视频请求，眉头一紧，反手就给挂了。好不容易送走的小祖宗还敢联系？没门！要联系也该是江小姐来联系才对。说到这个，他忽然想起走得太急，居然忘了加江小姐的联系方式。想到这儿，叶达不厚道的笑了。被拒绝的叶七急得不行，反手又打了过去。鸡鸭大伯，要是他再病死在这里，做鬼都要去找他算账。阿嚏！叶达背后莫名一凉，往自己身上加了件衣服，屁颠屁颠朝自己雌主滚过去了。暗影星族长，喵！好消息啊！喵！暗灰色调的大殿上，一只健硕的玄猫竖着长长的尾巴走来，周围横七竖八躺着大小不一的猫，都在低头舔舐自己或伴侣的毛发。它们的毛色多以黑灰为主，细看各有差异，唯有眼睛全是一同。主位上正给自己舔毛的族长尹鹤淡然开口：“什么事啊？”喵！喵是这样的族长。健硕的猫解释道：“少主传来密信，说还没浪够，要去体验一下流浪猫的生活。”尹鹤的尾巴不耐烦地甩了甩：“该死的混小子，定是没做好见他那位雌主的准备，跑去锻炼胆子了。”哈哈，这话惹得大殿里的猫哄堂大笑。也是，这么多年就只有少主一人匹配到了其他星的雌主，不提前练练胆子可不行。最远处躺着的一只漂亮雌猫开口，他话音刚落，不少单身熊猫立刻围上去搔首弄姿。暗影星常年被黑夜笼罩，最适合怕阳光的暗影玄猫一族生存。它们在黑夜中是佼佼者，可到了阳光下，除了身材比普通猫健硕些，再无特别之处。因此，玄猫一族基本与世隔绝，自产自销。像他们少主这样匹配到其他星球雌主的情况，大约300年才遇一次。算了，尹鹤不想在儿子身上多费心思，雄性总得学会自己争宠，而克服对阳光的惧怕是第一步。他看向那只健硕的猫道：“你去安排一下，给尹太的雌主多送些礼物，别坏了我们玄猫一族的好印象。”喵！健硕的猫快速摆了摆尾巴，拍着胸脯保证：“放心，族长，喵早就安排好了。”别墅里，被拒接了上百通电话的叶七彻底心灰意冷。他病了，没有家族兽医的药，会不会突然就死了？要是死了，那是不是就不能看见漂亮姐姐了？一想到要和漂亮姐姐天各一方，他的泪水不自觉地涌了上来。咚咚，房门被敲响，姐姐温柔的声音传来：“叶七，水果切好了，要不要一起吃？”“不要。”少年强压下眼角的泪，声音带着哽咽：“我困了，想睡会儿。”门外，江棉敲门的手顿住，他能感觉到这孩子心里有事，可又不知道怎么安慰。大概这就是孩子想家了吧。也是，一个心智只有5岁左右的小孩，亲眼看着族人离开，怎么会不想家呢？说到家，江棉眸光暗了暗，在蓝星他就是锅，家一直都是他向往的避风港。他叹了口气，下楼把切好的水果放在他门口，轻声安慰：“小七，姐姐把水果分了些放门口，别饿到自己，姐姐会一直陪着你的。”房间里，少年抱着枕头坐在地上，耳边回荡着姐姐温柔的声音，不争气的眼泪又掉了下来。姐姐真好，不像那个大伯。楼梯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也悄悄带走了少年心底的几分委屈。楼下，江棉独自吃着水果，别墅里还是和从前一样安静，安静的让人觉得孤独。他抬头望了眼叶七的房间，眼底划过一抹暗淡。要是叶七是个正常的匹配者，大概此刻正坐在他身边说着话吧。翌日，天微亮，江棉揉着惺忪睡眼缓缓睁开，空气中似有一股肉香。他简单洗漱后踩着拖鞋下楼，便见昨日还在厨房踩得面粉满天飞的少年，此刻正在厨房满地打转。你在干嘛？江棉走到厨房门口，靠着玻璃问道：“姐姐，你醒了？”叶七眼里闪过一抹亮亮的光，把江棉拉到餐桌椅子旁坐下。姐姐乖乖等我一下。说完，叶七摸了摸江棉有些凌乱的头，转身又独自去厨房忙活起来。江棉有些发懵，突然有一种家里面小孩一夜长大的感觉。不一会儿，叶七端了2碗大馄饨来，馄饨被煮得晶莹剔透，颗颗都被裹满浓郁的汤汁，散发诱人的香甜。不错啊，小七都会煮小馄饨了。江棉笑着竖起大拇指表扬。叶七被夸得脸颊发烫，慌乱地解下围裙，抽了双筷子递过去：“我们狼族学东西快，看一遍就会了。”想着姐姐醒了，该就试着煮了些。说着，又拿了个勺子塞进江棉手里，在指尖处碰到姐姐手心的那一刻，少年的耳尖不自觉泛起薄红。姐姐，尝尝看。昨日为防止这小狼崽再和面粉，江棉把剩下的面粉全做成了馄饨皮，倒没想到今早倒先享了他的福。他用筷子夹起一个放在自己嘴里，鲜美的肉馅在舌尖化开，
暖洋洋的溜进胃里。叶七，你这手艺绝了，比我自己做的还好吃。江绵激动捧着叶七的脸猛夸，倒不是他夸张，是煮的真的很好吃，明明材料都一样，昨天他煮的跟今天叶七煮的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少年猛地低下头，手指在桌下悄悄打圈。姐姐喜欢就好，姐姐的手好嫩好软，真想被姐姐一直摸。江绵正笑着，忽然瞥见叶七碗飘着被煮烂的馄饨，活像碗用棍子搅的疙瘩汤。他问，是不是第一锅没掌握好时间，煮散了？叶七把脸埋进碗里，声音闷闷道，小七不知道姐姐喜欢几分熟的肉，就一个一个试，想煮出昨天的味道。江绵轻叹一声，伸手揉了揉他的头，不会可以问我，你看看你那碗疙瘩汤要怎么吃？能吃的。叶七一下子把身体坐得笔直，端起碗把面汤灌进嘴里。姐姐的东西怎么做，叶七都爱吃。有被暖到。江绵挑了颗自己碗里最大的一颗馄饨夹在叶七碗里，小可爱鬼，过2天我打算出去转转，一起。叶七乖乖点头，看着碗里姐姐夹来的馄饨，小心翼翼含进嘴里。那馄饨上有姐姐的气息，香得他连舌头都想吞下去。吃完馄饨，江绵忽然一愣，如果记得不错，昨晚他应该睡在沙发上吧？还没开口问，叶七就开始解释，昨夜怕姐姐着凉，我就把你抱进去房间了。江绵点头，原来如此，真是一头乖巧的小狼崽。时间线拉回昨夜，大伯接啊，快接啊！少年眼角挂着泪，光脑上视频请求挂了一次又一次。他不想离开姐姐，可死在姐姐家会给他添麻烦的。再打一次，不接我就死外面。少年操作光脑再次呼出视频，不出意外，还是被对方毫不留情挂断。他心头一紧，眼泪汹涌而出。对不起姐姐，我好像生病要死了，家里的大伯联系不上，我不能连累你。做好心理建设后，叶七的指尖在门把上顿了又顿，指腹被凉丝丝的金属硌得发僵。他深吸一口气，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才轻轻推开那扇门。门板与门框摩擦发出极轻的吱呀声，在寂静的夜里却格外清晰。少年踮着脚往外走，连一丝声响都未曾留下，绝不能死在姐姐家里给自己添加负担。还未推开客厅那扇门，身后忽然飘来熟悉的呢喃，小七，姐姐会照顾好你的。这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在心间，却让少年好不容易筑起的心理防线瞬间崩塌，像是被投入巨石的冰湖，顷刻间碎裂成无数片，眼泪毫无预兆涌上来，滚烫的砸在冰凉的手背上。他死死咬着下唇，想把哽咽咽回去，可喉咙里像是堵着一团棉花，怎么都压不住那股酸意。少年猛地转过身，望着沙发方向那团模糊的身影，肩膀控制不住地颤抖。姐姐，对不起。他抬手胡乱抹了把脸，泪水却越擦越多。我只是生病了。他吸了吸鼻子，努力想让语气听起来轻松些，可话到嘴边却全变了调。没有想过让姐姐担心的，真的没有。尾音几乎消散在空气里。他垂着眼，长长的睫毛被泪水打湿，粘成一绺一绺的。明明是下定决心要离开的，可姐姐这一句呢喃，却让他所有的倔强都化为乌有，只剩下满心的委屈与不舍。等了片刻没听到回应，他含着泪问道：姐姐，你是不是生小七的气，不想理会小七了？又等待片刻，回应他的只有少女均匀的呼吸声。叶七轻手轻脚绕到沙发前，发现姐姐在沙发上睡着了。少女侧蜷着身，几缕乌黑的发丝从肩头滑落，随着她的呼吸，有一下没一下颤动。叶七的喉结不受控制滚动了一下，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撞，软得一塌糊涂。他怔怔地看着，脑子里所有纷乱的念头都消失了。姐姐真的好美，不能让姐姐这么睡，会感冒的。他犹豫了片刻，才伸出手，小心翼翼将少女搭在沙发边的手臂圈到自己脖子上，接着另一只手轻轻穿过她的膝弯，缓缓环过她的腰，朝3楼走去。怀中一片温软，好像稍一用力就会碰碎。叶七的心脏疯狂跳动，不知怎地，明明1楼到3楼的楼梯只有几十阶，此刻在叶七脚下却漫长的像没有尽头的荒原。他抱着怀中的温软，每一步都走得格外艰难，那股燥热感愈发汹涌，烧得他头晕目眩。乱了，彻底乱了。叶七觉得自己的病情又加重了，浑身的骨头缝里都透着股说不出的痒意，让他恨不得立刻狂奔起来。他咬紧牙关，喉结滚动，心一横，凭着一股蛮力一口气冲上3楼。到了卧室，他的脚步又瞬间放轻，像捧着珍宝般将江棉放在床上。叶七吞了吞口水，目光落在少女恬静的睡颜上，喉间发紧。他伸手替她掖好被角，指尖不小心碰到她的脸颊，又像触电般缩回。做完这一切，才轻手轻脚退出房门。他几乎是踉跄着冲回自己房间，把头捂在被子里，一条毛茸茸的苍白狼尾不受控制地冒了出来，尾尖还带着点颤抖，在床上扫来扫去。少年眼底翻涌着复杂的光，有痴迷，有占有，还有一丝近乎病态的执拗。他的嘴角勾起一抹极浅的笑，那笑容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有些诡异，却又带着众孤注一掷的虔诚。姐姐，既然你自己这么不会照顾自己，那便让小七留下来，永远照顾你吧。黄星，硝烟未尽，地上是大量的虫族残肢。你知道的，我的心思不在节律上。凤九眉头紧锁，抬手又是一剑，精准砍断一只6阶虫兽的螯肢。你这孩子，
光脑那头传来不耐烦声音：“好不容易匹配到一个雌主，既这么不上心，你就不怕被其他雄性抢了去？”母皇，凤九的声音坚定：“守住荒星，消灭虫族才是我现在该做的。”不行，你好不容易匹配了个雌主，皇室的子嗣不能再拖，半年内要是还没结履，就别回中央星了。母皇，嘟嘟，通话已结束。凤九，真叫人头疼啊！半年，刚好是匹配关系自动解除的期限，他有的是耐心等。杀！又一只张牙舞爪的七阶虫兽拦腰砍成2半，墨绿色的浆液喷涌而出，而他却连眼都没眨一下。别墅里，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柔软的地毯上，江眠正对着穿衣镜左看右看，手里拎着2件裙子。小七，你过来瞧瞧。他转过身，把白色蕾丝裙和浅蓝色连衣裙往身前比划，这件白的好看，还是这件蓝的？叶七凑过来，一双清澈的眸子瞪得溜圆，认真对比了半天，实在没看出除了颜色和长短之外的差别，但看着姐姐期待的眼神，他还是老实回答：都好看。哎，江眠把裙子随手甩在沙发上，算了，还是穿裤子吧。直男口中的都好看，往往等于没看出区别，但不想惹你生气的答案。那还是选条舒服的裤子最稳妥。叶七，明明都很好看啊，姐姐为什么要去选择裤子？这是江眠第一次独自带叶七逛 F973星，心里没底，干脆把能想到的东西一股脑全塞进了空间戒指，万一都用得上呢？他从戒指里摸出星轨，转头问道：小七，你会开这玩意儿吗？叶七老实摇头，不会。江眠耸耸肩，好巧，他也不会。可别墅离繁华街区足有上百公里，走路显然不现实。算了，他深吸一口气，认命道：还是我来试试吧。江眠坐竞驾驶位，系好安全带，又扭头嘱咐叶七：你也把安全带系好，别松手。在蓝星上大学时，他是考到过驾照的，只是从没实际开过。星际的星轨应该和蓝星的汽车差不多吧？可看着操控台上密密麻麻，连个提示都没有的按钮，江眠瞬间犯了难。他努力回忆着白玄之前的操作，试探着按下一颗红色按钮。下一秒，2团红紫色的火焰轰地星轨底部燃起，整个星轨开始左右摇晃，缓缓上升。成了！江眠心头一喜，左手握住操纵杆，轻轻一推，星轨竟然真的动了起来。叶七眼睛一亮：姐姐，你真厉害！江眠得意地扬了扬下巴。那当然 ，Go Go Go， 出去玩喽！一路上，他对照着导航慢慢行驶，因为是第一次，速度放得极慢。渐渐摸透了规律后，他们安全抵达目的地。看着星轨在半空中绕来绕去，始终落不下去，叶七忍不住问：姐姐，为什么不落下去？是要在空中看他们玩吗？江眠脸上挤出尴尬的笑：哈哈，我不知道哪个是停车键。车键。叶七歪着头，表示没听懂。江眠没时间解释，手忙脚乱地调出光脑给白玄打视频。接通的瞬间，声音都劈了：白玄，快告诉我怎么停下星轨！白玄看着他慌乱的样子，眉头瞬间皱起，有种不祥的预感。绵绵，星轨可以连接光脑全自动驾驶。江眠一愣，白玄也懵了，这不是所有兽人都知道的常识吗？难道你……江眠哪还顾得上听他说什么，赶紧连接光脑，对着空气喊：星轨，停下！星轨仿佛接收到指令，真的慢慢停了下来。江眠刚松了口气，叶七突然歪头道：姐姐，我怎么感觉下降的速度变快了？江眠仔细一感受，星轨的确在快速下坠。他看向光脑里的白玄，满是疑惑。白玄试探着问：绵绵，你是不是不小心按到求救按钮了？那个按钮会把4个座位单独隔离。然后江眠心里咯噔一下，刚才手忙脚乱，他好像真按了不少按钮，按到会怎么样？会把你们从星轨里弹出去。不等江眠反应过来，座椅下方突然传来一股巨大的弹力，砰的一声将他和叶七狠狠弹了出去。2人的尖叫划破天际，光脑那头的白玄瞬间慌了神，立马开始搜索绵绵的位置。可下1秒，光脑屏幕闪出一片花白，随着刺耳的电流声，通讯被彻底中断。白玄心脏骤停，抓起外套跳上自己的星轨，快速定位。绵绵手链上的定位消失在天空中。咕噜噜，江眠和叶七砸进了海里。江眠根本不会游泳，在水里胡乱挣扎着，窒息感很快包裹了他，让他的身体在海里不断下沉。叶七反应快，一落水就化作一只灰白的巨狼，往姐姐那里赶。死腿，快点蹬啊！看着姐姐的身体在下坠，叶七的狼腿都快断了。狼爪在水里刨出细碎的白浪，终于在靠近姐姐后，叶七用牙齿死死咬住江眠后颈的衣领，将他半拖半踢往岸边拉。所幸叶七赶得及时，江眠呼吸正常，只是四肢有点乏力。到达岸边后，江眠猛咳了几声，便缓了过来。缓过来后，江眠想起落水之前是在和白玄打视频，现在没事了。他打开光脑准备给白玄报平安，却发现光脑屏幕上一片花白，这玩意不防水。江眠嘴角狠狠抽了抽，不死心的他用力拍了好几下光脑，花白的屏幕上才勉强透出小半块正常的区域。现在他狼狈得很，没有选择视频，而是拨通白玄的电话：绵绵，你没事吧？我听到有咕噜声，你是不是落水了？电话几乎是被秒接，
白玄焦急的声音从光脑里传出来。没有。江眠声音放得软软的，不想让白玄担心。我没事，只是新鬼可能没了。新鬼没了，我们再买新的。听到词主没事，白玄的声音瞬间松了些，但又想到词主一个人在外面不安全，立马绷紧。绵绵，你乖乖待。嘟嘟，熟悉的电流声掐断了话音。江眠又拍了好几下，光脑彻底变成了一片花白。江眠，下次高低让白玄准备个防水的。他转头想借叶七的光脑给白玄发消息，叶七却告诉他，在拉他上来的过程中，有几条大鱼撞过来，把他的光脑撞不见了。江眠，行吧。他认命的叹了口气，想着都报过平安了，江眠也没过多纠结。同一时刻，白玄第一时间给九宇发了个消息，白玄，词主出事了，荒星那边你帮忙处理一下。短短一句话，让九宇瞬间皱紧眉头。词主出事，他比谁都想立刻赶过去，可他不能。白玄一旦离开，军营就必须有人坐镇。如今虫族活动频繁，万一高阶虫族趁虚而入，整个防线都会崩掉。九宇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焦躁，飞快回复，这边放心交给我，我的人你随便用，帮我照顾好绵绵。岸上，海风裹着湿冷的潮气往湿衣林里钻，江眠立刻从空间戒指里取出2套干净衣服，打算去前面森林找个隐蔽处换。可刚迈出没几步步，一股冷气从背后袭来，让他停住脚步。明明是白天，森林里却像蒙着层灰雾，阳光连树梢都透不进来。更让人发怵的是，几棵老树枝干的树皮凹凸不平，纹理扭曲的像一张张在哭人脸。江眠咽了口唾沫，握着衣服的手紧了紧，还是没敢踏进去。他转头看向身侧的叶七，想到一个绝妙的想法，小七，你变成本体，用身子把我围起来，反正都叶七早晚都是他的兽，早点用用也没有关系吧。刚换好衣服，还在拧水渍的叶七一愣，一双澄澈的眼睛眨了眨。快点！江眠催了句，已经跨步走到他身边。微风袭来，吹在湿漉漉的衣服上，是真的很冷。叶七虽没完全明白缘由，却还是乖乖照做。白光一闪，灰白相间的巨狼再次出现，乖巧的趴在地上，前爪围成2人高小圈。江眠弯腰钻进去，刚要脱下湿衣，眼角余光就瞥见2道圆溜溜的狼眼正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己。江眠，他深吸一口气，小七，闭上眼睛，不许看。叶七听话，用不大长的耳朵遮住了眼睛，别过头，确保叶七闭眼。江眠才背对着他开始换衣服，因为看不见，叶七无聊地用鼻子在空气中轻轻嗅了嗅，忽然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那香味像雨后青草混着梨花的味道，勾得他想找源头，脑袋微微转动，下意识睁开眼，四周嗅了一圈，却什么都没找到。叶七不开心地低下头，可这一低头，他的狼脸瞬间红透。江眠的后背正对着他，布料滑落处露出的肌肤白皙细腻，看起来滑溜溜的，像极了小时候舔过的冰浴。叶七不自觉地咽了口水，心脏不受控制加速，下一秒，舌头不受控制地伸了出去。啊！奇怪的温湿黏糊的感觉从江眠腰部往上肩一扫而过，吓得他失声大叫，胡乱地抓起地上的干衣服抱在胸口。一转身，2只圆溜溜的狼眼正怔怔地盯着自己。啪！一记重重的巴掌扇到狼脸上，直接把他的脸打成歪。趁这个间隙，江眠赶紧穿好衣服。这时叶七也变成了人形，叶七没感觉脸疼，只觉得脑袋嗡嗡的，耳边似乎莫名多出无数小蜜蜂。江眠没好气地上前一步，一把拽住他的耳朵，不是让你闭上眼睛吗？你看什么看？看就算了，居然还舔。想到刚才那温湿的感觉，让他忍不住浑身冒起鸡皮疙瘩。叶七没觉得自己有错，喜欢姐姐，没忍住就舔了。狼族的天性本就如此，对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是想舔一舔，咬一咬的。江眠被他这话噎得说不出话，气得狠狠把他的耳朵扭了一圈。不知道没节律的雄雌要保持距离吗？疼，姐姐，我错了，别拧了。叶七疼得龇牙咧嘴，眼泪都快出来了。听到叶七痛苦的求饶声，江眠松了手，双手抱胸，正色道：这次我就原谅你，若再有下次，我就把你赶回狼族。不要啊！听到要被赶回狼族这几个字，叶七顾不得耳朵上的疼痛，抱着江眠的大腿，哭哭唧唧地跪了下来。我不要和姐姐分开，我不喜欢狼族，狼族和不接他电话的大伯，有不管他的坏狼，他才不回去。鼻涕混合着眼泪，大把大把擦在江眠刚换好的裤子，气得他满脸黑线。砰！5根手指圈成后式的小拳头，狠狠砸在叶七的额头上。被揍得双眼发晕的叶七，手指还无意识地动了动，好像在数着什么。1、2、3，怎么还没黑天上就有星星了？江眠看着他这副模样，无语的太阳穴突突直跳。现在退货还来得及吗？砰！森林深处，一道惊雷炸响，紫白色的电光劈开白色云层，连带着地面都在微微震颤。叶七瞬间乍起，原本还有些混沌的意识立马清醒。姐姐，待在我身后，别乱动。他本能的将棉护在身后，苍蓝色的狼眼警惕地盯着惊雷传来的方向。江眠的心猛地一沉。白玄说过 F973星危机4伏，刚才的惊雷不像是自然现象，这地方不能久待。他伸手拍了拍叶七紧绷的背，小七，这地方不能久留，我们换条路走。
离森林远些。叶七不怕坏人或异兽，但不能让姐姐受到危险。白光一闪，他重新切换回狼形，俯身让姐姐坐好后，朝着与声音相反的方向狂奔。狼爪踏在淋湿的土地上，留下一串深浅不一的足印，速度快的几乎要掀起风。森林远比想象中辽阔，叶七刚跑出去没多远，前方的路逐渐被诡异的树根取代。更诡异的是，明明刚才还是白天，随着树根的增加，天色慢慢在变暗。叶七是狼族，夜视能力极强，在黑暗中也能视物清晰，但江眠是人类，黑夜中他视力有限。他伸手拍了拍狼背，小七，往边缘走，能不进森林就别进，太黑了我看不清。嗷呜嗷呜，叶七回应2声，像是在安抚。其实不用姐姐提醒，他也不会踏入森林。就在刚刚，他就闻到了一股极其刺鼻的腥臭味，那味道混杂着腐液与血腥，他很不喜欢。他下意识放慢脚步，绕着森林边缘前行，尽量避开那股气味的源头。不知跑了多久，天彻底暗了下来，像一块巨大的黑布盖住一样，透不进一点光。叶七选了一棵相对干净的古树，用锋利的狼爪刨出一个大小适中的树洞，才小心翼翼地将江眠从背上放下来，推进树洞，自己则趴在树洞外，脑袋搭在爪子上，眼睛半眯着，警惕四周。江眠拍了拍身上的灰尘，想起出门时把空间戒指塞得满满当当，正好派上用场。他指尖在戒指上一抹，几样新鲜的蔬菜便落在掌心，本想着干烧2个小菜填填肚子，可刚拿出蔬菜，他就愣住了，光顾着装食材，居然忘了带锅。就在这时，叶七突然起身，转身朝着不远处的草丛甩了甩尾巴，下一秒，好几条鲜活的海鱼就从他嘴里吐出来，啪嗒啪嗒落在江眠面前的地上。他又化作人形，乖巧坐在姐姐身侧。姐姐饿了吗？我这里有鱼，很新鲜的。江眠看着地上还在跳动的海鱼，眼底满是疑惑。你这鱼哪来的？叶七傲娇仰起头，白天救姐姐的时候，这些鱼自己跑到我嘴里的，我想着姐姐可能会就含在嘴里叼着带过来了。鱼撞掉光脑，江眠能理解，但鱼自己跑到狼嘴里，江眠就不能理解了。不等他思考，叶七已经用扒拉来一堆干燥的枯枝，升起一团火焰。来的时候大伯教过我，雌性身体弱，吃不得生冷的东西。他一边说，一边用抓起2条鱼甩进火堆里，所以这海鱼一定要烤熟了才能给姐姐吃，不然会肚子疼的。其实在鱼从叶七嘴里面吐出来的那一刻，他就已经不是很想吃了，而且附近好像没有水源对鱼进行简单的清理。视线落在火堆里被烧焦的海鱼，江眠嘴角抽了抽，现在他更不想吃了。你大伯是不是没教过你怎么烤鱼？姐姐你怎么知道？叶七的眼睛一下亮了，苍蓝色的瞳孔里映着火光，可下一秒又暗了下去。他们发过烤鱼的视频让我学，不过还没来得及看，光脑就被海水冲跑了。果然，他摇了摇头，从旁边的树枝上折下一根细长树枝，又挑了一条还没被叶七霍霍的海鱼，从鱼嘴穿到鱼尾，接着又在火堆周围插了2根外形树枝，将穿好鱼的树枝架在上面，手轻轻转动着树枝。叶七坐在一旁，苍蓝色的狼眼瞪得溜圆。鱼还能这样烤？不是直接扔进去吗？江眠没说话，只是从空间戒指里拿出盐、胡椒粉等调味料，均匀撒上去。很快，鱼肉的鲜香混合着调料的香味弥漫开来。叶七被香味勾住了魂，双手不安分地在地上刨来刨去，把原本平整的地面刨出好几个小坑，到最后实在忍不住，干脆在小坑里打起了滚。姐姐，好香，太香了，尝尝。江眠把烤好的鱼递到叶七面前，他立刻凑上前，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眼睛瞬间亮得像星星。姐姐，好好吃，我还要吃。江眠又接连烤了好几条鱼，一条条丢给叶七。看着他埋头啃鱼，狼尾不停在地上扫来扫去的样子，江眠悄悄叹了口气。他感觉自己又回归了动物饲养员的身份，只不过工作地点从蓝星变成了星际而已，也不知道离开蓝星后是否有人记得或寻找过他。吃完鱼，叶七舔了舔狼爪，心满意足地打了个饱嗝，肚皮都圆了一圈。他坐在姐姐身边，收拾剩下的食材后，心里冒出一个念头。姐姐，他抬头看着姐姐，眼神格外认真。你以后能不能教我做饭？江眠挑眉看他，你确定想学？别跟白玄似的，最后把厨房炸了。叶七重重点头，苍蓝色的眼睛里满是坚定。想学，学会了，他就能在任何地方、任何地点照顾姐姐。有他在，就不会让姐姐饿到一丁点肚子。江眠看着他认真的样子，没再拒绝。一人一狼收拾好残局，把火堆彻底熄灭，才各自歇息。江眠躺在树洞里，叶七则守在洞口，警惕地望着黑暗的森林。半梦半醒间，江眠似乎听到了几声凄惨的猫叫，断断续续的，像是从远处传来。他揉了揉眼睛，以为是错觉，翻了个身又睡了过去。结果第二天一早，江眠刚睁开眼，就看见叶七正叼着一只猫从外面走回来。那猫身形修长，毛发是罕见的黑灰色，尤其是那双眼睛，一蓝一白，像2颗剔透的宝石，一看就是不寻常的异瞳猫。而现在那只高贵的猫正被叶七叼在嘴里，猫的毛发被扯得乱七八糟，东一块西一块，看起来狼狈得很。江眠赶紧爬起来，从叶七嘴里把猫解救出来，
轻轻抱在怀里，给它顺毛。小七，你是狼也不能吃猫啊！小猫这么可爱，你怎么下得去嘴？嗷呜！我没有吃它。叶七急忙解释，耳朵都耷拉下来了。嗷呜！它是坏猫，昨天晚上偷偷吃姐姐剩下的鱼，我早上发现了，就把它抓来了。由于现在叶七是狼的形态，江绵听不懂他在表达什么，但从耷拉下来的耳朵和凄惨的狼嚎，他大概知道是自己冤枉叶七了。这时，江绵转头看了眼昨晚剩下的2条鱼，现在只剩下一堆光秃秃的鱼骨，散落在地上。他明白了，但毫不在意。他摸了摸怀里小猫的脑袋，2条鱼已经隔夜，就算不吃也会被丢掉，被小猫吃掉正好，也没有浪费食物。喵！怀里的小猫似乎被什么刺激到了，突然挣扎起来，后腿一蹬，跳到旁边的树墩上，对着江绵叫个不停。喵！雌性别以为你长得好看就能随便碰我。喵！我可是有雌主的猫。还有，雄雌授受不亲，不知道吗？我可是一只极其注重清白的猫。被误解找不到气撒的叶七根本没不想听到一声猫叫，抬起狼爪，毫不留情重重地拍了他一下的脑袋。死猫，害我被姐姐冤枉，看我不打死你！还有，姐姐抱你是上得看你，没品位的兽。尹太也不是好欺负的，露出尖锐的牙齿警告叶七别乱动手。现在是白天，他不是这臭狼的对手，等到晚上一定会让这臭狼好看。江绵不知道小猫在表达什么，以为是饿了，转头对叶七说道：小七，吐2条海鱼出来。叶七虽不情不愿，但还是乖乖从嘴巴里吐出2条小海鱼。江绵用树枝把海鱼推到小猫面前，吃吧吃吧。叶七嘴里还有很多，不够再给你拿。尹太，不是这鱼怎么是从狼嘴里吐出来的？难道？尹太似乎想到什么，胃里面一阵翻涌，瞬间那可爱的猫脸比人吃了蟑螂还难看。切，假正经。叶七毫不留情地用尾巴卷起1条海鱼塞到尹太嘴里，吃吧吃吧，吃死你！姐姐给的，不喜欢也得受着。鱼进嘴里的第一反应，尹太很想吐，可还没吐出来，海鱼的香味已经彻底占据了他的大脑。他下意识地嚼了嚼，眼睛瞬间亮了。这海鱼太好吃了，是暗影星从来没有过的味道。最后也不知道尹太抱着什么样的心情把2条海鱼吃完了。鱼被吃完后，江绵就看见一只猫在用头撞树，树叶被撞得掉了好几片，力气应该不小。江绵和叶七不理解，但尊重，直到小猫把自己撞得站不直身子，才被江绵重新抱回怀里。这猫好看是好看，就是脑子傻了点，也不知道带回去好不好养。江绵看着怀中小猫，眼里浮现一丝担忧。江绵抱着小猫，跟在重新变回人形的叶七身后，没走几步，前方的灌木丛突然传来异动，5道撞树的身影猛地窜出，拦在他们前方。站住！这猫被我们小姐看上了，你不能带走。为首的牛角兽人粗声开口，青黑牛角在树影下泛着冷光。江绵把怀中的小猫一紧，对方人多，正面刚显然不合适，一会儿听我指挥，我说跑，你就马上带我跑。他退到叶七身侧，压低声音道。叶七歪头，银色的眸子里满是疑惑。他们这么弱，姐姐为什么要跑？江绵一怔，他们有4、5个人，你一个人打得过？叶七将他拉到身后，指尖泛起辉光。能啊，我只是脑子不好，实力又没退化。话音未落，他抬手一挥，1道半米长的灰白月牙状能量凭空凝聚，直直劈向围堵的兽人。5名兽人中，只有为首的牛兽人躲了过去，其余几人瞬间被劈成2半。江绵第一次见到这么血腥的场景，忙用怀里的小猫挡住眼睛。已经被惊醒的尹太，算鸟算鸟，他只是一个小雌性。叶七冷眸锁定树后的牛兽人，说吧，你想怎么死？好兽饶命！牛兽扑地跪了下来，双腿发颤。我是无望森林的流浪兽，只是拿钱办事，求您饶我。叶七冷冷一瞥，流浪兽是什么？这么难听的名字，一看就不是好东西。牛兽见他没松口，跪着爬了出来。您不能杀我，森林里有虫族布下的毒物，没我带路，你们走不出去。虫族？他有我强吗？叶七挑眉，牛兽眼珠乱转，肯定没您强，可您还有雌主啊，总不能让毒物伤了他吧？我的雌主。叶七瞳孔骤缩，不知道为什么，雌主这个词和姐姐挂在一起，叶七心跳得更厉害了。明明都不太理解雌主是什么意思，但还是心甘情愿成为姐姐的奴隶。这牛兽一看就心眼贼坏。江绵没想留着他，他指着牛兽道：这兽没安好心，杀了他。叶七点头，抬手就要挥出灰白月牙取下那兽人的脑袋。刹那间，滚滚黑雾以极快的速度从森林深处蔓延而来，带着刺鼻的腐臭味，瞬间将他们笼罩。牛兽人也被黑暗吞噬，不见踪影。黑雾浓得掐得出墨。江绵伸手不见五指，慌乱中指尖突然触到一只怪手，那手冰凉刺骨，皮肤表面满是凸起的小疙瘩，腻滑又粗糙。尹太看见那手，瞬间炸毛，锋利的爪子狠狠挠向那手，却只在黢黑的皮肤上留下一道浅痕。黑雾中，粗哑的声音突然贴近江绵耳边，带着腐臭味裹着湿热气息扑来。好香的小雌性，乖乖成为我的养料吧。砰！危急时刻，叶七化作巨狼，从雾中猛扑而来，将江绵护在身下。恶心的臭虫，有本事别躲在暗处，我们来光明正大一架啊！
叶七仰天长啸，震得大地都在颤抖。哈哈，粗哑笑声混着更浓的黑雾涌来。你实力强，我为何要出来？叶七眉头紧锁，这恶臭似曾相识，却想不起来。他呲出狼牙，急躁低吼。黑雾中闪过一抹黑影，他立刻凝出冰刺，直刺过去。可黑影却化作雾气，融入黑雾中。呵，太慢了！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叶七怒极，数根冰刺朝四周炸开。哦，恶心的虫子，出来光明正大和我打！他释放十阶威压，震得大地发颤。威压释放的压力让尹泰浑身紧绷，拼命抵抗。江绵感觉到怀中小猫呼吸声加重，摸了摸他的脑袋，以示安抚。被小雌性一摸，尹泰很疑惑，是我的错觉吗？怎么感觉小雌性完全没感受到威压？难道他的精神力强到可以硬抗十阶雄兽散发的威压？还是说他的精神力已经被损坏到没有感受到精神力的地步了？介于小雌性一脸不明所以的样子，尹泰更相信后者。劝你别费力气了。黑雾中画出高大身影，你异能消耗越大，中毒越快，异能消耗太多。叶七头脑发晕，视线也开始变模糊，却在身影凝聚时掷出巨大冰刺。去死吧，该死的臭虫！呵，冰刺被黑雾吞噬，黑影瞬移到他身后，伸手一推，蠢狼，我目标不是你。说罢，那只带着黑壳的手穿过黑雾，直扑江绵。不要！叶七视线里满是姐姐的身影，他挥着狼尾一个个扫过，身影皆成浮沫，找不到姐姐的身影。叶七更急了，尹泰本想求救那头臭狼，可见他不能自保样子，就急得心痒痒。那手快触碰到小雌性的那一刻，他咬牙蹦出，想替江绵挡下攻击，却被江绵一把拉回。别乱跑，里面有坏人。尹泰，有时候做个没有异能兽也挺难的。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高空突然传来一声锐利的虎啸，带电子球砸开在黑影身上，快得只剩一道残影。啧！黑影吃痛，粗哑的声音里满是不甘。小雌性，运气倒是不错。说完，他的身形消散在黑雾里，只留下一句余音：下次可就没这么好运了。黑影消散，浓稠的黑雾也开始快速褪去，原本被遮蔽的树木渐渐清晰，空气中的腐臭味也淡了许多。白玄没有去追，对他而言，没有任何事比江绵的安危更重要。他金色眸光一收，眨眼间便化作人形。不等江绵反应，他上前一步，伸手就将他紧紧抱在怀里。他甚至来不及开口问一句有没有受伤，喉间翻涌的后怕与失而复得的狂喜已让他低头，不由分说地吻了上去。那吻来的激烈又急切，带着几分失控的颤抖。江绵能感受到他扣在自己后腰的手有多用力，仿佛要将他揉进骨血里，连呼吸都带着灼热的温度。怀里的尹泰想走，可二人抱得太紧，他连爪子都伸不出来。最后他认命了。许久，白玄才缓缓松开他，指腹轻轻摩挲着他被吻得泛红的唇角。白玄的眼底还带着未褪去的慌乱。绵绵，没事吧？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他的目光扫过他的脖颈、手臂，连衣角的褶皱都仔细检查了一遍，生怕漏过一丝伤痕。江绵摇摇头，刚要说话，就见白玄的视线落在他怀里的尹泰身上，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皱。尹泰，我开始想走的，是你俩抱得太紧，我走不掉。我们快去看看叶气，他刚才为了护我，好像中了毒物的招。江绵攥了攥白玄的衣袖，把白玄的视角拉了回来。话音刚落，不远处传来一阵重物落地的声响，两人转头看去，只见叶七化作的灰白巨狼摇摇晃晃地倒在树旁，狼眼半眯着，似乎还没从幻境里挣脱出来，嘴里时不时发出低低的呜咽。姐姐，姐姐，别怕。白玄扶着江绵往叶七那边走，一边走一边解释，虫族的毒物不仅能催生幻象，还会缓慢侵蚀兽人的异能核心。叶七刚才为了护你，强行释放十阶威压，异能消耗太大，中毒更快。他蹲下身，指尖凝聚起一缕蓝白色的光，轻轻点在叶七的额头。我先帮他压制毒素，等离开这里，再找药剂彻底解毒。蓝白色的光顺着叶七的额头渗入，他原本紧绷的身体渐渐放松，呜咽声也小了下去，只是依旧没睁开眼睛。江绵看着叶七疲惫的模样，心里一阵愧疚，早知道就不出来了。F973星最大市医院的特护病房，淡蓝色的营养液顺着透明导管缓缓滴落，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消毒水味。叶七睫毛轻颤，缓缓睁开眼，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姐姐凑得极近的脸庞。你醒了？现在感觉怎么样？身上疼不疼？江绵眨着大眼睛问道。叶七还没回应，江绵的手便轻轻附上他的额头，又往下探了探他的胸口。正常的体温，心跳也正常，看来恢复得不错。江绵内心松了一口气，指尖带着他独有的温软触感，让叶七瞬间僵住。他耳尖飞快泛红，连忙偏过头，不敢对上他的目光。姐姐，不疼的，醒了就好。白玄的声音从一旁传来，他跨步上前，自然地将江绵的手拉了回来。绵绵，你已经守了2天，该去休息了，这里交给我。2天？叶七心里猛地一震，悄悄放在胸口，原本准备装疼博同情的手瞬间收了回去。他转头望着姐姐略显疲惫的侧脸，扯出一个浅浅的笑。姐姐，我真的不疼，你快去休息吧。不行，江绵立马拒绝，再怎么说你都是因为我才受伤的，
照顾你是应该的。叶七内心一阵感动，她的姐姐真好，但她做不到让姐姐担心。她笑着撑坐起来，已经好了，姐姐先回家，等我再养2天就回去。白璇把叶七忍疼的表情尽收眼底，没有说话。行吧。见叶七坚持，江绵仔细叮嘱了几句，便操控着星轨离开了。白璇怕他再出意外，把星轨提前连接过他的新买的光脑，现在可以用意识操作。江绵走后，病房里，叶七没好气扯过白色被子蒙住头，半点不想和白璇讲话的样子。这时候身上一大股姐姐的气息，难闻得很，他才不要闻。白璇主动朝被子里的人鞠了躬，多谢你替我照顾绵绵，往后我们公平竞争。公平竞争什么意思？公平竞争是不是代表我也能像你一样身上沾有姐姐式气息？叶七猛地掀开被子，清澈的眼睛瞪得溜圆。白璇很不情愿点头，可叶七也是绵绵的匹配者，又冒死救绵绵，他做不到欺骗他，哪怕现在的他脑子不好。你的情况绵绵都跟我说了，你和我一样都是他的匹配者，而且你的精神海受了污染和损坏，需要绵绵的安抚才能修复。安抚这个词已经完全占据了叶七的大脑，一想到以后身上沾满姐姐的气息，他激动地想现在对着太阳嚎叫，最好让全世界知道。他的眼睛瞬间亮了，而且亮得像坠了心子。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去找姐姐给我安抚啊！说着就要掀被子下床。白璇眸色微沉，琥珀色的眼底漫开无形威压，将他止住。你先好好养伤，等身体好了，绵绵自然会给你安抚。但我希望你别做出出格的事。放心，我只要姐姐安抚，其他没有都不会做。叶七拍着胸脯保证，喜欢姐姐都来不及，怎么可能做出格的事？放心，这辈子都不会。白璇满意点头，希望这小子能一辈子记住他的话。那你好好休息，等伤口全好，我会派人接你去别墅。叶七重重点头，满脑子都在畅想自己身上沾满姐姐气息的日子，以至于白璇什么时候走的他都不知道。白璇来到医院大厅，反手给叶七办了1个月的住院手续。伤得那么重，多养养总归是好的。等白璇回到别墅时，江绵已经在自己房间熟睡，他把尹泰单独叫到一旁，语气冷淡，他已经回来了，你可以走了。尹泰一惊一白的瞳孔骤然紧缩，忍不住回头望了眼别墅最高层的房间。是啊，他回来了，他的确也该走了。白璇暗自松了口气，这猫兽还算懂分寸。尹泰走到门口时，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明明只是萍水相逢，怎么要离开时，心脏像被针扎一样疼。他明白自己有此主，绝不能和江绵多做纠缠，此刻离开是最好的选择。尹泰纵身跳出别墅大门，心口的闷痛却越来越重。一个大胆的念头突然冒了出来，他要解除兽神给他的匹配，做江绵的追随者。想着，他拿出光脑，准备求此主解除匹配。可点开界面的瞬间，江绵2个字赫然映入眼帘。怎么会？尹泰喃喃自语，指尖都在发颤。我此主的名字怎么和小雌星一模一样？当初在玄影星收到兽神匹配通知时，他激动的立刻离开族群，拼命锻炼胆子，就怕在此主面前露怯，更怕此主不接受他白天是只普通猫的模样，所以一直忍着没敢看此主的详细信息。这一刻，尹泰心中的失落瞬间被狂喜取代，提步返回别墅。客厅里，白璇正坐在沙发上和九宇通电话，告知此主的情况。见尹泰去而复返，他眼神瞬间冷了下来。你还回来做什么？尹泰直接调出光脑上的匹配信息，投影在他面前。巧了，我也是绵绵的匹配者。白璇。电话那头没挂的九宇也听到了这话，同样陷入了沉默。怎么又有一个匹配者抢先他一步？看来在荒星的计划又要重新规划了。白璇皱眉，现在想赶走尹泰显然是不可能的，就看绵绵醒来怎么说了。医院里，自白璇离开后，叶七的病房里断断续续来了好几波医生，轮流检查他的伤口。叶七配合得很积极，甚至趁医生不注意，偷偷把药量加大了好几倍。这是被主治医师发现后，直接把他转移到特殊病房，关起来盯着。深夜，别墅里的江绵慢慢睁开眼睛，睡了大半天，他嘴巴好干，他需要下楼喝水。刚走到楼下，就看见客厅沙发上坐着2个帅哥，一个是白璇，另一个他没见过，但他长得也很帅，黑色短发，眉眼俊朗，一双一金一白的异瞳格外惹眼，就连腰都要比普通女孩子细一点。江绵总感觉这人很像他的猫，没来得及细想，一条白色的大尾巴突然缠上他的腰，轻轻一拉，就把他送进了白璇怀里。绵绵，白璇的声音带着几分沙哑，低头在他唇上印下一个亲吻，语气认真。我可以做第一个和你结侣的人吗？对匹配者而言，安抚的顺序无关紧要，但结侣的顺序却直接关系到在此主心中的分量，所以很多匹配者都会为第一的位置争得不可开交。江绵的小脸瞬间红透，今晚白璇怎么回事？在一个外人面前说这些，也不觉得害臊？真想结侣，晚上直接来他房间啊！一旁的尹泰翻了个大大的白眼，这臭老虎分明是明目张胆下战书，他也不甘示弱，身后画出一条黑灰色的猫尾，轻轻圈住江绵的大腿，声音带着几分委屈：此主，这几日我的精神海一直躁动不安，今晚能不能去我房间帮我安抚一下？江绵一脸茫然，
他自然地靠在白玄怀里，指着尹泰问道：“白玄，他是谁啊？”白玄差点笑出声，现在绵绵都不知道他的身份，这家伙居然还想求安抚，真是笑死兽了。他淡淡道：“他一个不重要的兽而已。”才不是！尹泰急了，连忙反驳，尾巴缠得更紧了些。“死主，我是你的匹配者尹泰啊，难道你打算不要我了吗？”细长的猫尾在江绵腿上轻轻摩擦，惹得他浑身不自在。他立刻打开星光脑，调出兽神匹配列表，里面还真有尹泰这号人。看见一次次询问无果的界面，江绵气不打一处来，鼓着腮帮子追问：“既然你是我的匹配者，为什么连条消息都不发？知不知道我在家等的都快发霉了？”“对不起。”尹泰立刻低下头，同尾巴一起冒出来的猫耳朵也耷拉下来。“我怕此主嫌弃，所以不敢看，也不敢回。”“所以什么？”江绵追问。“喜不喜欢另说，至少得发个消息让他知道大概情况吧。”连回应都没有，他这个此主算什么？见此主动了气，尹泰的腿不受控制一软，一下子跪在地上。“此主别生气，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江绵见他还是不肯说实话，心里已经动了解除匹配的念头。这时白玄低头在他脸颊印下一个亲吻，轻声解释：“绵绵别生气，他是暗影星玄猫一族，天生没法在阳光下正常活动。我想他是在担心这个。”“猫！”江绵立马反应过来，“所以我之前在森林里遇到的那只猫是你？怪不到觉得这兽像他猫呢，现在一切都说得通了。”尹泰点头，眼角泛起红意。“我们暗影玄猫生活的暗影星常年都是黑夜，我短时间根本没法适应其他星有阳光的环境，所以就提前跑来适应一下。以前族里就算有匹配到其他星球此主的，也没猫敢贸然联系，都是悄悄溜到此主的星球，勉强适应了环境，才敢露面。”他的声音越说越小，却还是被江绵听到了。这一下他彻底明白了，语气也软了些。“所以你是怕我嫌弃你，才先悄悄来 F973 星适应环境的？”“尹泰重重点头。可江绵还有个疑问，阳光对你们族来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能让你这么害怕？”尹泰不好意思低下头：“此主，不是我不想说，只是这是我们族的秘密，如果您想知道，我只想单独告诉您一个人。”江绵点头，既然尹泰愿意坦诚，他也愿意给彼此一个机会，但要想组成一个安稳的大家庭，规矩必须先立好。那我现在就先在这里立个规矩，想要在这个家待下去，就必须和睦相处。要是有兽敢伤害家里的任何一个，我会毫无犹豫解除匹配。还有，若再有无缘无故失联的情况，也一样按解除匹配处理。他说完，立刻操作光脑，把规矩发给了其他匹配者。当然，已经申请解除匹配的凤九除外。尹泰听得吓一哆嗦，缠在江绵腰上的尾巴立刻收了回去，缩着身子不敢再说话。只要此主愿意留下他，就算现在被狠狠打一顿，他也是愿意的。白玄温柔地摸了摸江绵的头：“乖，别气了，天快亮了，我陪你再睡会儿。”江绵点点头，这几天发生的事太多，他确实累了，让尹泰在楼下反省反省也好，免得以后再出现联系不上的情况，让他担心。白玄手臂微微用力，直接把他打横抱起来，转身往楼上走。可没过1分钟，他就又下了楼。尹泰刚被教训完，不敢上楼打扰，心里却又放不下绵绵。见白玄下来，他忍不住问：“你不是陪此主了吗？怎么又下来了？”白玄冷冷勾唇，径直去接了杯温水，转身时才看向他，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我做什么？不需要你管。”见尹泰没反嘴，他顿了顿，又补充道：“放心，绵绵现在接受你了，我不会对你动手，但我明天要离开，这段时间你要是敢让绵绵受一点伤，我一定会杀了你。”琥珀色的眸子里闪过一缕寒光，看得尹泰背后一凉。他和白玄都是9阶强者，实力本就不相上下，可现在他真的被白玄看怕了。再过不久，第一缕阳光就要出来了，他的实力会大幅减退，变回猫形。白天的他只是一只很普通的猫，谁也打不过。叮嘱完，白玄转身上楼，坐在床上的江绵终于喝到了水，干燥的嗓子终于舒服了些。他重新躺回床上，白玄也侧身躺了过来，在他额上印下一个吻。江绵在他怀里找了个舒服的位置，乖乖睡好。刚才白玄才说要和他结侣，会不会今晚就……想到后面的画面，江绵耳朵红了。等了一会儿，就见白玄身体轻轻一缩，竟变成了一只的小老虎，乖乖窝进他怀里。江绵，该说他记性太好还是太差？摸着掌心毛茸茸的触感，江绵原本失望的心瞬间被萌化，软乎乎的，手感实在舒服。他低头在小老虎的额头上重重亲了一下，然后伸手环住他的脖子，把他往自己怀里拉了拉，闭眼补觉。另一边，已经赶路赶到不知今夕是何年，正对着光脑发呆的明渊，看见此主发的家规，蛇魂都被吓飞了出去。他赶紧点开和此主的聊天界面，心里直打鼓，千万别漏回此主的消息啊！这一查，天塌了，此主什么时候发这么多消息的？他怎么一条提示都没收到啊？他仔细检查了一下，差点被自己气笑。静音、勿扰全给开了。大半个月前，他被虫族骗下，不小心咬了一口自己的尾巴，没想到还被自己的蛇毒给毒到了。身为幽冥玄蛇的首领，这是很不光彩，所以他趁没毒发之前，把光脑开了静音和勿扰，
只要其他兽联系不到，找不到他，就没有兽知道。然后也完完全全忘记还有词主的消息要回复。明渊赶紧把声音调到最大，手指飞快的在光脑上敲打，一条接一条的给江眠回消息，连之前漏掉的都逐条补了回去，直到确认没有一点遗漏，他悬着的心才总算放了下来。都回复了，词主应该就不会被解除匹配吧？防止被单方面解除匹配，他重新打开光脑，又给词主补充了一下自己的态度，才安了心。次日，江眠悠悠转醒，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心里有些落空。昨天白玄说过今天要走，只是没说会走这么急。哎，他正常打开光脑，密密麻麻的消息便争先恐后的弹了出来。江眠，看来昨天的家规威慑挺大，都挺自觉。江眠简单扫了一眼，发消息最频繁的3个就是还未谋面的明渊、九羽，加上昨日才见过的尹泰，其次就是白玄和叶七，唯独清浊。聊天界面一片沉寂，他干脆将清浊的名字发给白玄，让他有空查查这个兽到底是什么情况。都匹配快到1个月了，居然一条消息都没有，离谱，离大谱。随后他点开明渊的对话框，明渊，引用在吗？在的。词主，明渊，引用家规放心，能做到。明渊，词主，真的，我不是故意不回你消息的。明渊，哭哭蛇 JPG， 明渊，求你别解除匹配，我会尽快赶来见您。江眠，这到底是个什么兽？怎么给人的感觉一会儿高冷的要死，一会儿又可怜的要死的感觉？江眠对着屏幕沉默片刻，礼貌回复好。接着他点开九羽的聊天界面，九羽，转账88888新币。九羽，转账。九羽，抱歉词主，你说的我都会注意。九羽之前视频见过，妖媚美男一个。江眠对他印象很不错，乖巧回应，摸摸 JPG。 下一个，尹泰聊天界面，尹泰，罚跪 JPG。 尹泰，认错 JPG。 尹泰，认错。尹泰，词主求晚上来我的房间听我解释，白天虽然我只是一只普通的猫，但也会时时刻刻守护词主的，还有家规也是，我绝不会再犯。尹泰，保证 JPG。 看着一连串急切的表态，江眠也不忍心再冷着他了，随手回复好。最后是在医院养伤的叶七，叶七，姐姐说什么小七听什么。江眠满意点头，回复道好好养病，姐姐等你。这个家就属于白玄和小七最乖了，不对，还有九羽。全部回复完后，白玄的消息就弹了过来。白玄，绵绵，对于清浊这个兽，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江眠心头一紧，连忙追问，他是一个坏兽吗？白玄很快解释，不，他是目前星际最强大的龙兽，因为天赋异禀，常年受到精神海暴乱的影响，所以他们家族就给他催生了一棵半生树，让他常年沉睡，来缓解精神海的痛苦。江眠懂了，怪不得一直没回复，原来一直在沉睡。他表示理解。白玄，我已经发消息给青龙族大长老了，那边表示会尽快把清浊送过来，你耐心等一下。看着秒回的聊天框，江眠嘴角挂上笑意。白玄真的给人一种很安心靠谱的感觉。江眠辛苦。青青 JPD。 其他匹配者得到江眠的回复后，也都客气的回应了回来，对此江眠很满意。关闭光脑后，江眠对清浊愈加好奇，星际最强龙兽，真的很想见一见啊。看了一眼时间，快到中午了，便踩着拖鞋便准备下楼找些吃的。一开门，尹泰正懒洋洋的舔着爪子，四仰八叉的翻着肚皮。喵，词主您醒了，请过。紧接着飞快调整坐姿，乖乖往旁边挪了挪，给他让出一条路。光脑里尹泰说过，就算他变成猫也会主动保护词主安危，想必这就是独属于猫猫的保护了吧。江眠蹲下身子，轻轻摸了摸尹泰的头，声音温和，辛苦了，和我一起下去吧。温润的掌心抚过毛发，尹泰瞬间心头一喜，词主不生气了，词主还愿意摸他。他克制不住地蹭了蹭江眠的掌心，又顺着力道往他的小腿上靠了靠，真是个会撒娇的家伙。江眠笑着摇摇头，干脆将他抱了起来，一步步走下楼。做饭时，江眠特意多做了2道清蒸海鱼，单独给尹泰留着。他的手艺本就不错，尹泰吃的肚皮滚圆，直到走不动路才停下嘴。与此同时，白玄已连夜赶至荒星，刚加入大部队，九羽便给了他一个清理战场的任务。你身上词主信息素太浓，不适合去前线。白玄了然，凤九现在一门心思扑在剿灭虫族上，若是知道他为了私事擅自离开军队，必定会重罚。九羽这是在帮他，谢谢。白玄拿出一颗8阶兽核递过去，同为江眠的匹配者，他不想欠这份人情。九羽脸上露出淡淡的笑意，将兽核推了回去。以后都是一家人，不必这么见外。狐狸最是狡猾的，白玄不想欠人情，又将兽核塞了过去，语气认真，亲兄弟斗明算账，一家人更该分清才好。九羽嘴角抽了抽，把兽核放进空间戒指里。不就是之前悄悄看了眼词主，还不小心跟词主正常的睡过吗？这家伙这么提防他，真是只小气的兽。可他心里清楚，词主出事第一反应都是找他，这说明白悬在词主心里的位置确实不一样。但先来者可未必能一直居上，别收敛，
最后一缕阳光沉入地平线，尹泰周身光芒一闪，立马化作半人兽形态。他单膝跪在江绵面前，脑袋微微凑近他的膝盖。你干什么？江绵被突然变成半兽人形的尹泰吓了一跳，屁股连忙往沙发后面挪了挪。好好的跪什么？变身他可以接受，但下跪却没有。他又没有 S 属性。尹泰的脸颊泛起一层薄红，声音带着几分羞涩和认真。在我们暗影星，雄兽都要跪着伺候雌主的。江绵嘴角抽了抽，现在的尹泰真的很难让人抗拒。他别过头，你先站起来，我没被人跪着伺候的习惯。黑灰色的猫抖了抖，一金一白的眼眸蒙上一层水汽。他没有立刻起身，反而用尾巴小心翼翼地圈住了江绵的小拇指。那雌主今晚能来我的房间吗？深黑色的尾尖轻轻在他指腹上点了点，恳求回应。忽然想起之前的确答应过要去他房间听解释，江绵便没多犹豫，轻轻点了点头。尹泰的房间在2楼，恰好挨着白玄的房间，因为这里是除白玄外第2个离雌主最近的房间。一路上尹泰走得格外慢，1步3回头，目光总粘在自己圈着江绵小拇指的尾巴上，生怕稍不留意就松了尾。直到进了房间，他才松开尾尖，轻轻一甩，立刻将房门反锁。房间是普通的套房，没什么特别的装饰。江绵刚要拉过单人沙发坐下，一条细长的尾巴突然缠上他的腰，带着轻轻的力道将他往床上带。下一秒，尹泰直接扑了过来，把脸埋进他的颈窝，鼻尖轻轻蹭着他的肌肤。雌主，你好香啊，今晚可以安抚我一下吗？看着他眼底亮晶晶的星星，江绵没拒绝，只是提了条件。可以，但你得告诉我你的秘密。尹泰叹了口气，雌主你也发现了吧，我白天只能是只平平无奇的猫，根本没法保护你。江绵回想了一下，确实如此，白天的尹泰除了粘人些，和普通宠物猫没什么两样，所以我没法和雌主的其他匹配者比。尹泰的眸光暗了暗，我只能在夜里护着你，白天我就是个废物。才不是。江绵抬手摸了摸他耳后柔软的绒毛，你能主动来 F973 星找我已经很勇敢了，这么乖的猫猫怎么会是废物？尹泰的眼眶瞬间红了，哽咽着，可我真的好怕，怕雌主不要我。没有雌性会喜欢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雄性，就连刚才求的安抚，尹泰都做好被拒绝的准备。放心，我不会不要你。江绵轻轻翻了个身，把尹泰圈进怀里，手掌轻轻拍着他的背。我们是双向选择的，你愿意来我就已经很开心了。真的吗？尹泰的声音轻轻的，生怕自己听错了。江绵没说话，只是低头在他的额头上印下一个亲吻。他想，没有比这个回应更加真实。有时江绵真觉得自己好像只是换了个地方工作，不过照顾的对象从以前的小动物变成了这些会化形的星际雄兽。突如其来的吻让尹泰僵住了，他愣愣地感受着额头上的温度。雌主的嘴唇软软的，要是能再亲一次就好了，别想太多，我先给你做安抚吧。江绵柔声道，将他的思绪拉了回来。尹泰轻轻嗯了一声，伸手环住他的腰。雌主的腰好软，比他想象中还要软。一想到接下来的安抚，他眼底的笑意藏都藏不住。下一秒，冰凉软糯的指尖处碰到他脖后的腺体，尹泰浑身瞬间绷紧，像被按了开关似的。这个力度可以吗？江绵问道。还没等他说什么，一阵酥麻感顺着尹泰腺体蔓延开来，他忍不住低吟出声，手臂下意识的收紧，把江绵抱得更紧了。雌主，尹泰的声音染上了几分缠绵，双眼渐渐迷离，缠在江绵腰上的尾巴也随着他指尖的动作不受控制的松了又紧，紧了又松，惹得江绵腰腹一阵发痒。江绵本想腾出另外一只手按住不安分的尾巴，可指尖刚碰到尾尖，就感觉到那节尾巴在发颤。你还好吗？他连忙停下动作，捧着尹泰的脸问。雌主。尹泰的双眼蒙着一层水雾，脸颊泛着不正常的红晕，声音都带上了点喘。你的信息素太纯了，我有点把持不住。江绵，把持不住是什么鬼？他愣了愣，安抚不就是让雄兽身体愉悦的事吗？为什么要把持？他虽不理解，却很担心尹泰的状况，毕竟是自己把他弄成这样的。不用把持，放开就好。真的可以吗？尹泰浑身一颤，迷离的眼神里满是难以置信，看上去又软又可怜。江绵点了点头，匹配者本就是他的人，有什么不可以的？尹泰的呼吸瞬间粗重起来，江绵刚想让他先调整呼吸，话还没说出口，就被一个带着急切的吻堵住了嘴唇。他猛地瞪大双眼，还没反应过来，双手已被牢牢钳在头顶。尹泰也顺势跨坐在了他的腰上。放开我！尹泰！江绵偏过头躲开吻，他看出来了，尹泰说的把持可能是劫旅，可他现在还没做劫旅的打算。若是真要走到那一步，他想第一个给白玄。感受到雌主的抗拒，尹泰的动作顿住了，缓缓松开他的手。他俯身凑近江绵耳边，没关系的，雌主，我知道白玄在你心里的位置不一样，今晚我只想亲亲你，好不好？说着，一个轻柔的吻再次落了下来。这次江绵没有拒绝，轻轻迎了上去。等江绵醒来时，尹泰已经变回了小猫咪的模样，蜷在他的枕边。见他睁眼，尹泰立刻起身，用小脑袋蹭着他的鼻子，喉咙里发出好听的咕噜声。喵！雌主，你醒了？贴贴。现在尹泰就是一只普通的猫，江绵可不像昨晚一样怕他。他笑着把他按在床上，
把头埋软乎乎的肚皮上吸了好一会儿，才起身离开房间。床上已经被雌主性激素迷得分不清东南西北的尹泰，此刻正醉仰般仰在床上。简单吃过早餐后，江眠的光脑突然响了，是明渊发来的消息。明渊，雌主，我的毒已经解了，最晚明天下午到达。听到毒解了，江眠反问，身体要不要紧？要不要先去一趟医院复查一遍？明渊秒回，不打紧。江眠忽然想起，自从和匹配者面对面见过面后，他们的头像都换成了自己的本体。比如尹泰头像是指一头小灰猫，叶七是头银白的狼，那明渊呢？他忍不住问，你的本体是什么？光脑上对方正在输入的字样闪了又闪，却迟迟没有消息发过来。江眠倒也不介意，每个人都有秘密，既然他不愿说，自己也不会追问，反正等见面了，头像会自动显示本体，他早晚会知道。正准备关掉光脑时，明渊的消息弹了过来。明渊，幽冥玄蛇，蛇是很多小说和漫画里面重点说过有2个的蛇吗？他眼里瞬间闪过一丝好奇。江眠自己对着聊天信息框微微脑补了会，回复道，期待见面。另一边，刚清完毒素化为人形的明渊，等了半天没收到雌主回复，慌得差点又要咬自己一口。雌主该不会嫌弃他是冷血动物，想解除匹配吧？他急忙找到一潭水，看清水里自己暗沉的模样，黑色头发，黑色眼睛，啊，他也觉得好丑啊，不忍直视的他，尾巴一甩就把水潭扫得平平整整。他好想给雌主打个电话，可又觉得自己现在样子难看，始终没敢拨出去。就在他反复犹豫时，江眠的视频通话突然弹了过来。明渊慌的立刻从储物戒指里翻出一套黑色战服穿上，才敢点下接通键。可指尖刚还未碰到屏幕，叮的一声，视频通话就被撤回。明渊，他连忙问，雌主为什么挂了？他还没接通呢。江眠秒回，下次吧，家里来客人了。他没骗他，门口确实来客人了，但不是真正上的人，而是一群猫，一群黑灰色的猫围着别墅喵喵叫。江眠刚想抬脚出去，尹泰突然蹦到他面前，用小身体死死挡住门，不让他出去。江眠蹲下身摸了摸他的头，你不想让我出去，对吗？尹泰用力点头，喵。对，他们赶了很久的路，身上臭得很，喵，让他们待在外面就行。尹泰解释，默认江眠能听懂。江眠见他点头，就大概明白了，外面的猫和尹泰毛发都很相似，大概是他一族的吧。虽然他很想出去撸猫，但尹泰都开口了，还是先忍一忍吧，毕竟野猫哪有家猫香呢。大约1小时后，尹泰嘴里叼着一枚空间戒指，昂首挺胸走了过来。他将戒指含在江眠的手心，这是给我的吗？江眠问。喵。尹泰点头，雌主收好，这是我的嫁过来的嫁妆。江眠试着用意识探入戒指，下一秒眼睛瞪得溜圆，里面不仅堆着好几座星币山，还有数不清的奇花异草。真的给我了，他得再确认一遍。喵。雌主都说了是我的嫁妆，就别问了。尹泰娇羞的用头蹭着江眠的手腕，江眠被他可爱到了，抱起来就是猛亲。这样的小猫请来一打好吧。晚上洗完澡后，江眠去尹泰房间做了一次安抚就离开了，倒不是不想撸猫，而是怕自己控制不住，怕把他撸干了。刚躺到床上，他就给九宇发了消息，江眠，你的本体是什么？现在其他匹配者的本体差不多都知道了，就剩九宇。他很好奇。半晌，九宇回复，九尾白狐。发消息的时候，九宇在心里悄悄琢磨，他都说这么直白了，雌主会不会想到之前一起洗澡的小白狐？他现在很好奇雌主的表情。江眠盯着九尾白狐4个字，脸颊瞬间涨得通红。这个世上应该不会这要巧的是吧？如果那晚真的是他，那岂不是？他不敢再继续想下去，按捺住心跳，试探着问，现实生活中我们见过吗？指我和你的本体。九宇，雌主真棒，答错了哟。江眠松了一口气，刚缓过来，对方让人面红耳赤的消息又弹了出来。九宇，我们见过的不止本体，那晚离开的时候，他可是变成了人。从某种意义来说，应该是本体和人形都见过。看到九宇的回答，江眠的脸更红了。他算看出来了，这些匹配者里，就九宇最会撩，最会耍小手段。他不想和九宇讲话了，关灯，睡觉。第二天一早，明渊提前赶了过来，看见江眠的瞬间，他收好的蛇尾忍不住悄悄圈成小爱心。雌主，我终于见到你了。江眠没想到和明渊的第一次见，他就这么主动。刚把他放进别墅，他就将他按在沙发上，低头就吻了下来，而且这个吻热情又激烈，江眠完全反抗不了。江眠被吻得浑身发热，脑袋阵阵发昏，自己的手都控制不住在对方身上乱摸。喵喵，臭蛇，敢欺负雌主，看我不挠死你！见雌主被欺负，尹泰也扑了过来，亮出爪子往他身上抓。可白天的尹泰就是一只普通小猫，对于明渊这种高阶异能者，他的抓和挠痒痒没什么两样。明渊尾巴轻轻一甩，就把尹泰按进了沙发缝里。敢打扰他和雌主，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吧。喵喵喵，雌主，救命！这臭蛇欺负我！尹泰在缝里挣扎，快把自己的小短腿蹬断了。听见这凄厉的猫叫，江眠才回过神，一把推开明渊。尹泰，
你怎么跑沙发缝里面去了？是在玩躲猫猫吗？看到尹泰被夹在沙发缝了，江绵不厚道的笑了。还真别说，尹泰只有个小尾巴露出来，其他全夹在缝了，扑腾扑腾的，怪可爱的。喵！不是，是那条坏蛇。尹泰好不容易被拉出来，全身的毛都腻了个方稀，看起来狼狈得很。江绵本想抱起来安慰一下，明渊先一步开口：“绵绵，他也是你的匹配者吗？”明渊是10阶强者，一眼就看出这猫不简单，表面没有异能波动，可很通灵性，这绝对不是一只普通的猫。江绵大方承认：“对，他叫尹泰，只不过他比较特殊，只有晚上才能变成人，你多照顾他一点。”明渊伸手摸了摸尹泰的头，语气温和：“放心，都是绵绵的匹配者，我自然不会难为他。”明渊的手反着摸的，把尹泰摸得更难看了。尹泰，臭蛇！他不想被明渊摸了，他要去词主怀里，后腿刚一蹦跶，就被明渊拉住。尹泰，嘶哈，放手啊！腹黑蛇！江绵笑着摸了摸他俩的脑袋，你们先玩，我去弄点吃的。他刚站起来，明渊就放下尹泰，跟着起身。身为匹配者，怎么能让词主下厨？他拉住江绵，把他按回沙发。词主，让我来，你可以吗？江绵不是不相信他，只是上次白玄做饭的阴影还在，实在不敢把厨房单独交给他们。明渊先点头，又很快摇头，眼神中带着点不确定。做饭应该不难吧？要不然我跟着新网视频来。新网的做饭教程江绵之前给看过，很多视频连最基础的肉类去腥都没有，尤其是水产类，好多教学视频都是直接煮或烧的，连最基础的海鱼鱼鳞、内脏啥的都没有处理的那种。想到视频里面的内容，江绵已经开始反胃了。还是一起吧，他不想吃没处理干净的食物。进了厨房，明渊抢先一步抓过围裙系上，不容拒绝道：“词主，你指挥就好，动手的是我来。”那围裙是白玄之前准备的，印着圆滚滚的小白虎图案。这围裙穿在身形挺拔、气质冷冽的明渊身上，活像猛男套了条小裙子。江绵没忍住，嘴角悄悄弯了弯。词主，很奇怪吗？明渊下意识转了个圈，想看看自己的样子。没有。江绵踮起脚尖，指尖轻轻刮了下他的鼻尖，眼底带着笑意，很可爱。明渊耳尖瞬间红透，他活这么大，从没和雌性这么亲近过，更别说被这样刮鼻子了。词主的手软软的，刮起来也好舒服。他喉结滚了滚，声音都轻了些。词主，那我们开始吧。江绵打开冰箱，拿出机器人采摘的新鲜蔬菜。你先把菜洗了，我去淘米煮饭。等你洗完，我教你炒菜。看到冰箱里水灵灵、毫无污染的蔬菜，明渊一愣，在星际，这种纯天然蔬菜比新币还稀罕。词主，居然有这么大一冰箱！腾龙山脉，封印密地，领主大人啊，求您抬起一下爪子吧，让我们把半生树的根挖起来啊！不挖起来，怎么送您去您的词主边呢？青龙族大长老青木急得把龙脑袋悬挂在大树的藤蔓上打转，他真想一下子把自己吊死。他在这里已经劝了大半个月，他家领主那个眼睛啊，没有睁开一下。半生枯树上，清浊慵懒地翻了个身，听到外界的声音，他不耐烦地用鼻子喷出一团白雾。青木，得了，嫌他话多了呗。他转头指向旁边的小兵，你去把族里的秘药拿来。小兵慌了，结巴道：大长老，您说的是那个秘药？青木指挥着一根藤蔓将它卷出密地。难道我青龙族还有第二种秘药？小兵秒懂，委屈地从地上爬起来，再次确认：大长老，领主大人要是知道我们给他下秘药，他真的不会杀了我们吗？青木，他也不知道。别墅里，明渊已经按照江绵的指挥做了3菜1汤，就连尹泰爱吃的鱼都没有忘记。尹泰不想输给明渊，所以在江绵教明渊做菜的每一步都悄悄地录了下来。等他那天适应白天的日子了，他天天做饭给词主吃，羡慕死那些不会做饭的兽。这真的是我做出来的吗？看着奇怪的菜式，明渊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眼睛。词主教的步骤，他之前听都没听过，可炒出来的菜，香味直往鼻子里钻，勾得他咽了好几下口水。江绵夹了块肉放进他碗里，尝尝自己的手艺。明渊吹了吹，小心咬了一口，有点烫，但好吃的他眼睛都亮了。他没忍住，一下子吃了比平时好几倍的量。尹泰睨了眼狼吞虎咽的明渊，然后优雅地舔了舔爪子，慢悠悠吃起鱼。没见过世面的臭蛇，连吃饭都这么难看。见两人吃得开心，江绵笑了起来：你们慢慢吃，冰箱里还有，不够再做。明渊突然放下筷子，眼中闪着光，激动地握住他的手：绵绵，我有个请求。怎么了？江绵疑惑地看着他：我是你的词主，有话直接说就好。明渊憋了半天，终于说出心里话：我家在域外，族人们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我想多学几道，回去教他们做，可以吗？就这？江绵忍不住笑了，他还以为是什么大事，结果就这？当然可以啊，我后花园种了好多蔬菜，你等下多采点带回去，等你学会了，交给族人也没问题。啊！明渊和尹泰同时瞪大了眼睛，对上一人一兽奇怪的目光。江绵很疑惑，这有什么不可以的？难道星际有法律规定不能随便送菜？倒也不是。明渊握着他的手，解释道：虫族的血液和毒液污染太强，
大部分蔬菜都被污染了。像你冰箱里这种纯天然的，在星际根本是千金难求。而且绵绵你的做菜手法和古书记载的一样，古书上的一道菜单独拿出来都能买下一座5进5出的别墅。前半句话江绵懂，之前白玄跟他说过，可后半句他直接懵了。一道菜能买5进5出的别墅，蓝星的家常菜在星际居然这么值钱。要知道他现在住的也才是3进3出的房子啊。尹泰在旁边跟着点头。之前他把成山的星币给词主时，还以为他是个小穷鬼，现在看来是自己眼拙了。词主这是富而不自知啊。明渊轻轻抬起江绵的手，在他手背上印了个亲吻。他没想要词主的东西，他只是想简单改善一下族人的生活。幽冥玄蛇血统高贵，却一直属于流浪兽，常年居住在域外战场，很少会到星际购买营养液或者营养膏，倒也不是没有钱或者什么的。明渊很有钱，身上全是宝石，只是域外太远，没有族人愿意出来，而且域外空间有很多黑洞，稍不注意就不知道被传送到那个地方去了。他越想越感激，忍不住伸手环住他的后脑勺，在他额头印下一个轻柔的吻。饭后收拾厨房的活权交给了机器人。明渊挨着江绵坐下，有些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绵绵，今晚你能去我房间帮我做个安抚吗？话音刚落，尹泰噌地跳出来，没好气地对着他的方向翘了翘屁股，放了个屁。臭蛇，才来第1天就想霸占词主，太可恶了，看我不臭死你。噗一，明渊皱眉，把词主退远了些。他是蛇，身体里有很多毒素，不怕臭。小猫的屁不是一般的臭。江绵被推远了些，还是能闻见。他没好气地拍了一下尹泰的屁股。尹泰，你是不是吃坏肚子了？居然这么臭。被拍的尹泰舒服地叫了一声，然后扭着屁股去道歉。喵，对不起词主，我不是故意误伤你的。喵，是那臭蛇，不安好心。尹泰在告状。江绵听不懂，但猜到大概在表达什么，大概就是道歉求原谅什么的。一想到第一次去尹泰房间安抚，最后被他按在床上的场景，江绵至今还有点发懵。看来要和匹配者真正结旅，他得先做好心理建设才行。同为匹配者，明渊自然看得出尹泰是想诅咒他，但结旅这种事本就是谁抢赢算谁的。他往江绵身边凑了凑，小心问道：可以吗？江绵转过身，对上明渊黑曜石般的眼睛，耳尖泛红。明渊的脸可以说是禁欲系范本，他眉骨锋利，眼尾微微下垂，却不显柔和，透着古圣人物境的冷感。可偏偏这种冷感却将他眼底的温柔彰显得淋漓尽致。他淡淡道：可以。好。明渊立刻点头。词主不但没有嫌弃他是流浪兽，还答应给他安抚。他激动坏了，他得意的伸手点了点尹泰的头。瞧见没，今晚词主是我的。尹泰翻了个白眼，亮出尖尖的爪子。臭蛇，莫挨劳资。江绵弹了下他的脑袋。尹泰，不许打架，咱们都是一家人。尹泰立马收回爪子，露出水汪汪的大眼睛。喵！叮！同一时刻，江绵的光脑突然弹出一封邀请函。他打开看了一下，是一位名叫凤舞的雌性。邀请函上写着：3日后，格莫尔餐厅不见不散。凤舞。邀请函后还印着一根火红的羽毛。简单看了一眼后，江绵反手把邀请函拖进垃圾桶。不认识的邀请，一律不参加。在这个世界，目前他只相信自己的匹配者。闲来无事，江绵又在新网上买了批蔬菜种子。他在明渊的陪同下种完，才上楼洗澡，为晚上的安抚做准备。明渊早就选好了房间，他要趁词主洗澡时，先把房间布置好。只有让词主喜欢，才能多几次安抚。尹泰见明渊上了楼，悄悄了上去，他倒要看看这臭蛇耍什么花样勾引词主。明渊选的房间是2楼中间，房间不算大，但也能凑合。他之前在新网上查过，说雌性都喜欢亮闪闪的东西，这次来特意带了不少。域外战场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星币和亮闪闪的东西。宝石嘛，他有的是。明渊指尖划过空间戒指，打了个响指，一堆五彩斑斓的宝石瞬间铺满床铺。他点点头，觉得还不够，又打了个响指，把宝石摆成了爱心形状。躲在门口偷看的尹泰心里一紧，这臭蛇手段还挺多啊。没一会儿，明渊又把宝石铺满了地面，还特意用黑色玫瑰花瓣铺了条从门口到床边的小路，方便词主落脚。尹泰在门口都看呆了，他比明渊早到词主身边，可不能被比下去。他赶紧摸出光脑，搜起了讨词主欢心小妙招。明渊早就发现了他，布置完后走过去一把把他拎起来。今天是词主给我安抚的日子，你老实点。尹泰白了他一眼，心里不服，切，谁还没被词主安抚过？就在这时，一股极致纯净的信息素从楼上传来。明渊瞬间晃了晃，赶紧把尹泰放在地上，靠在门框上催动异能稳住心神。尹泰现在是猫形态，没有异能，一闻到香味就站不稳了，刚被放下就控制不住地往房间里走。别！明渊想拉，却已经晚了。那傻猫已经跳上床，抱着宝石乐呵呵地啃了起来。明渊硬了，拳头很硬，你给我下来。他3步并作2步冲过去，把尹泰拎起来，刚想丢出门，那股香味又猛地袭来，他腿一软，一屁股坐在了床上。他死死拧着尹泰，拼命催动异能克制，可越克制
香味就越往鼻子里钻。砰！最后一抹夕阳落下，尹泰瞬间化为人形，眼神迷离的抱着明渊的手就舔，好香啊！此主贴贴，明渊，好恶心，这手他不想要了。楼上，江眠吹完头发，开始下楼了。明渊还有几分清醒，见状赶紧用被子把尹泰裹起来，按在床上。尹泰现在控制不住自己，化形时没穿衣服，可不能让此主看见。尹泰被裹得难受，反手抱住明渊，迷迷糊糊道：“你这臭蛇，裹什么裹？我又没勾引你。”咔！动不！乐得尹泰气不过，直接咬了明渊一口。明渊虎口一疼，再也顶不住那股性激素，眸子瞬间暗了，和尹泰扭打在一起。吱呀！房门没有锁，半掩着。江眠还没用力，门就开了。他站在门口，吃惊地望着床上扭在一起的两个男人。这是他一个侄女能看的吗？床上，明渊把尹泰按在身下，死死禁锢着他的腰。尹泰好像没有穿裤子，两条光溜溜的腿搭在床沿上，若不是明渊用被子压着坐在上面，早就走光了。再看看满床的宝石，满地的玫瑰花瓣，没想到明渊这么腹黑，居然玩得这么滑。打扰了。江眠觉得这场景不是自己该看的，识趣地关上了门。不是，此主你听我解释。明渊急得喊，可门已经被关上了。明渊，他不用脑袋想，都知道此主误会了，而且是一个特别大的误会。嘉哥，求添加一个书架，爱你们。明渊立马从尹泰身体上弹开，刚抬腿，手腕就被尹泰死死攥住，他的手心很烫，捏着明渊难受。你跑什么？尹泰的声音哑得厉害，有点不服。再来啊！明渊忍不了了，再不解释真来不及了。他反手挣开尹泰的手，狠狠在他胸口上捶了一拳。尹泰也是此主的匹配者，不能打脸，快醒醒啊！明渊真的很急，再不去解释，误会就非常大了。说完，也不管尹泰有没有听进去，转身就往楼下冲。胸口的钝痛让尹泰的脑袋清醒了几分，他目光扫过身上凌乱的被子，又摸到自己光裸的皮肤，脑袋里好像反应出了什么。他立马从空间戒指里摸出一套衣服穿上，冲向楼下。客厅里，江眠坐在沙发上，耳尖还泛着未退的红。明渊跪在沙发旁的地毯上，埋着头。尹泰见状，一个滑跪冲到沙发边，抱住了江眠的小腿，就开始解释：“此主，你听我解释，我和明渊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刚刚……完蛋！”他也记不得具体发生了什么，那该怎么解释？救！尹泰疯狂向明渊求救。对，明渊赶紧圆场：“此主，这都是意外，那些宝石和玫瑰花都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不是用来……”后面的话他自己都说不出口。打住！江眠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看着突然跪下来的两个兽，无奈的笑了。只要他们不提，他是可以假装看不见的。你们先起来吧。江眠看着二兽道：“我什么都没看见，刚才跑下楼就是口渴了，想下来喝口水。”这话出口，他心虚的别过头，不敢看他们。此主，明渊一下子就听出了他话里的破绽，急得舌头都快打了结，更不敢站起来。他跪着往前挪了挪，真是误会，我们刚刚只是闻到一股香味，尹泰控制不住才突然化成人形，我用被子裹着他，只是防止他走光而已。尹泰也跟着疯狂点头：“是啊，此主身上太香了，我是猫的时候没有异能，控制不住才被迷惑了。”尹泰的猫耳还没来得及收回去，此刻正耷拉着，看起来很委屈。此主单独给他安抚过，他记得那股香味。香？江眠愣了一下，之前白玄也说过他身上很香。他下意识抬手往自己身上闻了闻，除了正常沐浴露的味道，什么都没有。你们是不是闻错了？我身上就是正常的沐浴露的味道啊。说着，他分别把两只手腕凑到尹泰和明渊的鼻子前。你们再闻闻。尹泰先凑过去，鼻尖轻轻蹭过江眠的手腕，先是点了点头，随即又摇了摇头。不对，现在淡了很多。刚才此主在楼上洗澡的时候，那香味特别浓，浓得让我控制不住想往你身边凑，甚至想在地上疯狂打滚，求安抚。尹泰不知不觉脸红了，那种纯净的性激素香味，他之前被此主单独安抚时闻到过，绝不会认错。尹泰说的对。明渊也仔细闻过了江眠的手腕，语气肯定，此主身上的味道确实香，但和刚才我们在房间里闻到的比起来，淡了太多，完全不是一个程度。江眠皱着眉，心里突然有了个猜测。他抬手把白玄送的手链取下来，那是之前白玄送给他的，说是可以隔绝身上的香味，他只有在洗澡的时候才会取下。现在他想试一试，手链被解下来，一股清冽又带着甜意的香气就像被解开了束缚，瞬间在客厅里弥漫开来。江眠的手腕还没碰到尹泰，他的眼神就开始变得迷离，原本耷拉着的猫耳也竖了起来，尾巴不自觉地从身后绕出来，轻轻蹭着江眠的脚踝。好香啊！此主，今天晚上能不能去我房间啊？就一小会儿。尹泰的声音很软，软得让人全身发麻。江眠，他抽回手，又把手腕凑向明渊，刚靠近，明渊原本绷直的脊背就松了下来，他的呼吸变得急促，一条小腿般粗的黑色蛇尾悄无声息地从身后探出来，一下子就圈住了江眠的腰，然后慢慢收紧，将他往自己身边带。江眠瞳孔微缩，他不是被蛇尾吓到，
而是被明渊那双和尹泰如出一辙的、变得迷离又灼热的眼神吓到了。明渊，你醒醒！他伸出2根手指，在明渊眼前晃了晃，告诉我这是恕自己。明渊根本没看他的手指，他跪直身体，往前一挺，伸手抓住江眠的手腕，将他的手拉到自己嘴边，低头就吻了上去。死主，今晚我也想你来我房间。唇瓣贴上手腕皮肤时，还带着滚烫的温度。江眠咽了咽口水，心里面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他感觉他们这种样子更像发情。为了让自己劫掠的时候不怯场，江眠单独查过，发情的雄兽就和现在的明渊和尹泰差不多。尹泰见明渊抢了先，也不甘示弱，猫尾缠得更紧了，一点点把江眠往自己这边拽。死主今天晚上是我的。江眠，眼前的2个大男人真的好可怕。现在的他更像是猎物，被疯抢。怪不得白玄又要布置结界，又要送手链的。现在他都懂了。他深吸一口气，抬手对着2人的脸颊分别扇了一巴掌。清脆的响声在客厅里响起，倒是让空气安静了一瞬。死主，你力气再大一点也没关系，要是觉得手疼，下次用鞭子也可以。尹泰捂着被打的左脸，眼神非但没清醒，反而更炙热了。江眠，死主，这边还没打，也给我来一下好不好？另一边，明渊已经主动把另外一张没有打的脸主动靠在了江眠的手心里。江眠，他感觉眼前的2个男人真的疯了，看看说的都是什么虎狼之词啊！没忍住，他抬脚对着2人的胸口分别踹了一下，趁着间隙，他飞快将手链重新扣回手腕。手链一戴上，那股浓郁的香气就像被按下了开关，瞬间淡了下去。明渊最先从迷醉的状态里挣脱出来，他摸了摸自己被打的右脸，感觉到淡淡的痛，他没顾上自己，反而牵起刚才打他的那只手，问道：死主，你手疼不疼？能把他打疼，死主的手也一定好疼。江眠看着他清醒的眼神，又伸出2根手指在他眼前晃了晃。这是几？明渊愣了一下，眼神里带着困惑，却还是老实回答：2啊。死主，怎么了？没什么。江眠松了一口气，看来这位已经正常了。他又抬脚踢了踢还跪在地上傻笑的尹泰，同样伸出2根手指。这是几？尹泰扶着脑袋晃了晃，本能地跪直身体。死主，你比个耶诞吗？是有什么开心的事吗？江眠看着他眼底的清明，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这个也正常了。低头看了看手腕间的手链，他发誓以后洗澡也不摘下来了。发情的兽人太可怕，他受不住。不过他还是有些疑惑，为什么明渊他们能闻到那股特别的香，自己却一点感觉都没有？明渊，你们方才闻到的就是我身上的信息素吧？明渊回忆了下，肯定点头。是。江眠，我感觉我现在无法控制我的信息素，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快速控制吗？明渊浅浅思考了下，摇了摇头。信息素和精神力都是用意念操控的，像此主出现这样无法控制的，我也不知道。好吧。江眠也摇了摇头，反正有手链在，他可以暂时不纠结这个问题。恢复正常了就别跪着了，都起来吧。还有，把缠在我身上的尾巴收回去。明渊和尹泰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的尾巴不知何时停留在此主身上，2人同时红了脸，飞快地将尾巴收了回去。江眠看着他们的样子，无奈地叹了口气，又看向明渊：你先回房间洗个澡，晚点我去你房间给你做安抚。至于你的房间，想起房间扎眼样子，补充道：等你洗完澡也记得重新收拾一下。明渊赶紧点头：好，我马上就去。一旁的尹泰见江眠安排好了明渊，也站起身：那此主，我先回自己房间了，不打扰你了。等2人都离开后，江眠才靠在沙发上彻底松了口气，指尖轻轻碰了碰手腕间的手链，他的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一抹浅淡的笑意。尹泰回到自己的房间，洗漱时抬头看向镜子，突然发现自己的左脸有些不对称。他凑近镜子仔细看了看，只见左脸颊上印着5个鲜红的手指印，指节纤细，一看就不是雄兽的手。他伸手摸了摸那处皮肤，还能感觉到淡淡的痛感，脑海里却一片空白。难道刚才我被此主打了？他对着镜子喃喃，头有点晕，完全想不起怎么被打的。回到房间后的明渊看见满地的宝石和黑色玫瑰花瓣，瞳孔猛缩，想到刚才把尹泰压在身下的画面，胃里泛起一阵生理不适，再也不想看见黑色玫瑰花了。他快速把宝石收入一个单独的空间戒指，然后把玫瑰花全部销毁，冲了个冷水澡。等一切收拾妥当，明渊才打开光脑给此主发消息：明渊，此主，我好了。江眠看到消息内容，起身往楼上走，走到房门口，他抬手敲了敲，进。他的房间没有锁，轻轻一推就开了。看着已经打扫干净的房间，江眠才迈步走进去。明渊坐在床中央，盘腿坐着，穿着黑色睡衣，领口有些垮，露出一点精致的锁骨。江眠在床边坐下，侧过头看他：你今晚想怎么做安抚？明渊没说话，从侧面轻轻抱住他的腰，下巴顶在肩膀上。此主对不起，今天是我没有控制好自己，如果再有下次，您不用心软，直接打死我吧，只要别因为这个嫌弃他，别把他推开就行。他不想再当孤独的流浪兽了。感受到后腰那双手越收越紧，江眠的心先软了半截。他抬手，指尖轻轻落在明渊乌黑的发顶，顺着发丝的方向慢慢往下摸。你又没伤害我，我打你干嘛？指尖蹭过他后颈时，
能明显感觉到他的紧绷。江绵又补充了一句：“我不会打死你的，除非伤害了其他匹配者，破坏一家人的和睦。”这话像一颗石子投进温水里，瞬间让明渊紧绷的身体软了下来。他把脸往江绵的脖子蹭了蹭，他的词主真的好好啊。不过江绵稍微侧了侧身，目光落在他垂着的眼睫上。我今晚不会在这里留宿，等给你做完安抚，我就回房间。你不会介意吧？明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不介意的，一点都不介意。他往前凑了凑，声音放得又轻又软。只要词主心里有我，偶尔来看看我就已经很满足了。现在词主愿意留下来给他做安抚，本就是天大的恩赐。他们来日方长，毕竟才闹过那样的失控，又怎么过多敢奢求？江绵看着他这副乖顺模样，眼底掠过一丝笑意。这小蛇倒比他预想中更懂事些。躺好。他拍了拍身侧的床铺，明渊立刻躺下，脑袋侧着枕在江绵的腿上。江绵的手指缓缓落下，先是搭在他的颈侧。有了前2次的经验，他已经摸出了些规律。力道轻些时，他们会发出像小兽般舒服的呢喃；若稍稍加重力道，他们就会忍不住唤出兽形。由于每个匹配者的精神力各有不同，江绵没敢一开始就用重劲，他的指尖悬在明渊后脖子片刻，才轻轻落下，像羽毛拂过般顺着他的颈线慢慢划过。这个力度还可以吗？明渊眼尾泛起一点浅红，他往江绵手边又蹭了蹭，很舒服。词主的手好软。江绵听他这么说，指尖微微收力，力道比刚才重了半分。明渊的瞳孔骤然一缩，随即又缓缓放松，彻底闭上了眼睛。他下意识地往江绵身前凑了凑，贪婪地吸着他身上的性激素，那气息纯净又温暖，一点点漫过他之前因精神力暴乱而翻涌的精神海。江绵的动作没停，直到看见明渊的下半身渐渐透出玄黑色蛇尾，彻底放松下来，才小心翼翼离开他的房间。深夜的星光照亮别墅回廊，江绵简单洗漱后便躺上床，沉沉睡去。第二天中午，喵，词主你醒了。喵，我现在就发消息给明渊，让他把菜摆好。一声声轻软的猫叫在耳边响起。江绵刚睁开眼，就看见尹泰一金一白的眼睛亮晶晶地盯着他。他抬手轻轻摸了摸尹泰的背，毛茸茸的，舒服极了。尹泰刚给明渊发完消息，明渊反手就给江绵发了消息。明渊，词主，我试着做了很多菜。明渊，照片 JPG。明渊，看看有喜欢的吗？我给你送上来。江绵点开照片，屏幕上全是之前教他的蓝心菜系。他刚醒，不想吃的油腻，想了想回复道：我暂时不饿，你先吃吧，给我留完粥就行。明渊秒回：好，粥我会一直温着的。江绵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才慢悠悠地起身下楼。刚走到楼梯口，他就愣住了。这些都是你打扫的？江绵指着正在发光的地板。楼梯问：明渊把落地窗最后一块玻璃擦完，转身洗了个手，端粥。词主快下来喝粥。平常家里面的机器人只是处理大面积垃圾，像那种死角处理不到的，基本都落灰了。现在明渊居然全部都打扫干净了。看着正在厨房忙碌的明渊，他满意点点头。这家伙人夫感越来越强了。刚坐到餐旁，明渊贴心地递上一把勺子。我试过了，粥的温度刚刚好，不烫。江绵接过勺子尝了一口，的确不烫，而且温度刚刚好。不错啊，明渊，这手艺都快超过我了。明渊害羞地笑了笑。若词主喜欢，我可以天天做。江绵冲着他笑了一下，只不过他真的不饿，天天在家里面躺着，热量都消散不出去。明渊见他吃得很慢，一副没有胃口的模样，问道：词主，2天后 F973 星会有一场1年1度的交换会，是拾荒者自发组织的，你想去看看吗？交换会？江绵眼睛瞬间亮了，他这几天在别墅里快憋坏了，正想出去走走。听到这话立刻点头：有，当然有。不过交换会具体是做什么的？就是拾荒者们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换自己需要的东西的临时场地。明渊耐心解释，指尖轻轻拂过他落在耳边的碎发。除了中央星，几乎每个星球都会定期举办，里面能看到不少平时少见的星际特产。可以用星币交换吗？江绵追问。他现在最不缺的就是星币，特产他真没有。明渊点头，用什么交换都可以，主要看双方需求。不过拾荒者常年在各个星球奔波，一般不缺星币，他们更偏爱未变异的新鲜蔬菜和星际宝石，这2样东西他们刚好都有。明渊把昨天忘记送出来的戒指拿了出来，这里面有很多宝石，足够你买下好个几个 F973 星。江绵眼睛瞪得更大了，他的匹配者都是什么隐藏大佬，一出手就这么好。一旁的尹泰很酸，但他除了星币好像什么也拿不出来。暗影星什么都缺，就是不求冰玉和星币。等等，冰玉？尹泰似乎想到了什么，叼着一枚戒指歪着屁股走了过来。喵，词主我有好东西。江绵用精神力探了一下，里面堆满了大小不一的淡蓝色晶石，晶石表面正冒着丝丝寒气。这是什么？他拿出一块晶石，对着光看了看，晶石里似乎有细碎的光点在流动，这是暗影星的特产，叫冰玉。明渊抢先解释，他曾在星际拍卖会上见过这东西，把冰玉碾碎了加水敷在脸上，能滋养皮肤，延缓衰老，特殊时候还可以疗伤，是星际雌性很喜欢的东西。喵，
对的，词主。尹泰连忙附和，尾巴翘得高高的。只不过为什么都给词主说了是冰玉，他却还要问一遍？他不理解，美容养颜的东西可是好东西啊。江棉抱起尹泰，在他毛茸茸的头顶亲了一口。谢谢尹泰，不过这东西我想自己用，不想去交换。喵，都是词主的，词主怎么用都行。被亲的尹泰开心舞动着爪子。2天后，江棉在明渊和尹泰的陪同下，第一次来到了 F973星最繁华的街道。为了避免上次那种情况，江棉提前给白玄汇报了平安。白玄知道有其他匹配者的陪同下，爽快地答应了。只是还在荒心加班的白玄表示，不能陪词主逛街，命好苦。QAQ。当然，白玄毫不吝啬地把明渊是匹配者的消息告诉了九宇。九宇先是一惊，随后猛灌了好几口水，才勉强接受这个现实。街上，两旁的店铺里摆满了江棉从未见过的稀奇玩意，会发光的星际藤蔓，能自动导航的金属飞鸟，还有装在透明罐子里的彩色虫子。江棉看的眼睛都乱了。绵绵，前面有家一直店，要不要进去看看？明渊抱着尹泰，手指了指前方一家挂着新植物的小店。江棉点头，好啊，去看看，正好多看看绿色洋洋眼睛。外面看，这家一直店确实不大，门口窄的只能一次性并过2个人，可一推开门，店里的空间远比外面看起来大得多。四周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一植，有的藤蔓缠绕着金属架向上生长，有的花朵大的能容人坐下，简直就是人为养殖的小型森林。江棉看呆了，以为自己走错了，然后又退出去，确定是一直店，又走了进来。一旁的明渊看着他这副模样，眼底泛起温柔的笑意。他感觉他的词主有时候就像仙女一点，不食星际烟火，但这份笑意里又隐隐藏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明渊牵着江棉的手，走到一株粉色的小花面前蹲下。绵绵，这叫粉珠花，夏天的时候会自动捕捉小虫子，你喜欢吗？江棉看了一下这花，它的大小和蓝星的百合差不多，花瓣却不是常见的细长形，而是圆润的椭圆形，层层叠叠的围成了一个猪鼻子的形状，看起来又漂亮又丑的。他想伸手摸一摸花瓣的质感，手指刚要碰到，就被明渊一把拉了回来。小心！明渊的声音带着几分紧张。他抓过江棉的手，仔细检查着他的指尖，指腹轻轻摩挲过他的指甲。绵绵，这花瓣边缘有很细的倒刺，你没伤着吧？江棉摇了摇头，指尖还残留着明渊掌心的温度。我没事。对了，这粉珠花除了能捉虫子，还有别的特点吗？明渊仔细想了一下，还能让人受伤。江棉，他默默收回了想摸花的手。别墅里常年开着恒温空调，他从来没感受到虫子。这花长得不算好看，又容易误伤人。江棉不想要。明渊担心词主一个人在家无聊，耐心地给他介绍各种一植，能发光的夜光蕨，还有触碰后会变色的感应花。最后，江棉选中了一根紫灵藤，因为明渊告诉他会唱歌，他好奇，想听。离开一植店后，江棉忽然被路边玻璃里的东西吸引，那是一只通体赤红的蚂蚁，正慢悠悠地在玻璃上爬。明渊，这是什么品种的蚂蚁？居然这么大！江棉指着蚂蚁，用手比了比，和他的脑袋一般大。明渊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眼底泛起笑意，伸手轻轻摸了摸他的头。他家词主连看蚂蚁都这么认真，实在太可爱了。这叫红石蚁，现在只是幼年时期。幼年时期？江棉眼睛瞬间瞪大了，那成年之后得多大？与此同时，对面库木尔餐厅顶楼落地窗前，一位红发雌性正漫不经心地看着窗外，目光无意间扫过江棉时，突然顿住了。他眯起眼睛，对着身后的仆从抬了抬下巴，命令道：你去把楼下那个雌性请上来。下面，明渊看着江棉震惊的模样，眼底的笑意更浓。他抬手对着他的身高比划了一下，故意拖长了语调：成年之后啊，大概和词主一般大。你江棉听出了他话里的调侃，脸颊微微发烫，伸手就往明渊腰上挠去。臭明渊，居然拿我和蚂蚁比，看我不挠到你求饶！哈哈，别挠了，痒。明渊没有半分反抗的意思，任由江棉的指尖在他腰间作乱，甚至还故意弯下腰。怀里的尹泰见状，也立刻加入战场，敢取笑词主，就得尝尝他无敌猫猫爪的厉害。明渊身拎起尹泰的后颈，随意把他放在地上，然后将江棉揽进怀里。他收紧手臂，下巴抵在他的肩头，温热的气息拂过他的耳间。词主，江棉的动作顿住，耳间泛起淡淡的红晕。我好喜欢你啊！明渊的声音又轻又柔。今晚能不能？请问是江棉江小姐吗？一道突兀的声音打断了明渊未说完的话。江棉和明渊同时转头，只见一个红发兽人站在不远处，身上穿着黑色的侍从制服。明渊脸上的温柔瞬间褪去，冰冷的目光扫向红发兽人，居然敢在这个时候打断他！该死！要不是顾忌在公共场合，他真想直接把这人扫飞出去。红发兽人被明渊的目光吓得往后退了3步，但还是硬着头皮指了指对面的库木尔餐厅顶楼。抱歉打扰了，我们家凤小姐想见您一面，您看方便吗？江棉从明渊怀里退出来，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向对面的高楼。库木尔餐厅的招牌在阳光下格外显眼，这个名字总觉得有些耳熟，可他仔细想了想，又记不起在哪里听过。至于那位凤小姐，他更是毫无印象。抱歉，江棉下意识地拉住明渊的手，
我和你家小姐并不认识，就不上去打扰了。话音刚落，尹泰就很自觉地跳上明渊的肩膀，一金一白色的眼睛警惕地盯着红发兽人。红发兽人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他看得出来，江小姐身边的黑发兽人实力强横，自己根本不是对手，可完不成小姐的命令，后果只会更糟。他咬了咬牙，想再努力一下，还未开口，余光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餐厅里走了出来，正是他家小姐凤舞。凤舞穿着一条紫色的丝绸长裙，裙摆上绣着金色的凤凰图案，行走间裙摆摇曳，尽显华贵。她径直朝着江眠的方向走来。红发兽人见状，识趣地往后退了几步，混进路边的兽人群中，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站住！你就是江眠？凤舞几步走到江眠面前，伸手拦住了他的去路，目光更是毫不客气地上下打量着他，像是在评估一件物品。江眠不想惹麻烦，扯出职业是假笑。这位小姐，有事吗？不等凤舞开口，明渊就往前站了一步，将江眠护在身后。他肩上的尹泰也立刻弓起身子，对着凤舞龇牙哈气。凤舞没看他们，全程目光都落在江眠身上。别紧张，我叫凤舞。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金色的戒指，放在指尖转了转。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相反，我是来和你做一笔交易的。江眠挑了挑眉，眼神冷了几分。他这还是来到星际后第一次出门，既没惹过人，也没和谁结过怨，能有什么交易可做？他刚想开口拒绝，凤舞却抢先一步。这里人多眼杂，我不喜欢在这种地方谈事。你要是敢，就跟我上楼；要是怕了，现在走也来得及。这激将法虽然老套，江眠却偏偏吃这一套。他轻啧了一声，拉上明渊的手，随后抬眼看向凤舞，带路吧。明渊担心江眠的安全，寸步不离地跟在他身边。尹泰也一直警惕地盯着凤舞的一举一动，视线全程没有离开江眠半分。几人来到库木尔餐厅顶楼，凤舞选了一间全透明的包间，玻璃自带隔音效果，外面听不到里面任何声音。他对着侍卫点了一桌子昂贵的菜肴，等菜上齐，让所有人离开后，凤舞便收起了脸上的客套，开门见山地将那枚金色戒指推到江眠面前。我就不跟你绕圈子了，这戒指里有3000万星币，只要你同意和白玄解除匹配关系，这些就全都是你的。江眠拿起戒指，用精神力探了一下，里面确实堆放着满满的星币。他轻哼一声，将戒指放在桌上，身体往后靠在椅背上。原来你是冲着白玄来的，不过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把它让给你？凤舞拿起刀叉，漫不经心地切着盘中的深海鱼。白玄可是星际的2级上校，年纪轻轻就达到了9阶强者的水平，前途无量。你呢？一个没有任何背景，没有半点实力的普通雌性，又能拿什么支持他？在约江眠见面之前，凤舞就已经派人查过他的底细。可奇怪的是，江眠的资料就像是凭空冒出来的一样，要不是一直关注白玄，还真查不到他任何信息。在凤舞看来，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雌性，根本配不上白玄。江眠看着凤舞那副志在必得的模样，忽然觉得有些好笑。他拿起金色戒指，在指尖转了转，语气平淡：3000万星币确实不少，很难让兽人拒绝。凤舞听到这话，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他就知道，像江眠这样的普通雌性，根本抵挡不住星币的诱惑。他放下刀叉，拿起热手帕擦了擦手。既然你收下了，那我们的合作就算达成了。这桌菜的单我已经买过了，我还有事，就先走了。慢着！凤舞刚站起身，就被江眠叫住了。他回头看向江眠，眼里满是疑惑，却见江眠将那枚金色戒指重新推了回去。谁说我同意和你合作了？我有说过要把白玄让给你吗？江眠想起来了，上次光脑发邀请函约他见面的人就是凤舞，原来这他一早就调查过他了。他向来不喜迂回的试探，抬眸直视凤舞紧绷的脸。我和白玄见面的第2天，就已经为他做了安抚。这件事，你似乎还不知道吧？什么？凤舞猛地攥紧桌布，指节泛白。他暗恋白玄这么久，居然被一个普通雌性捷足先登，可恶！他突然又想到了什么，不在乎道：没关系，只要没结履，我就还有机会。江眠听得头疼，都这样说了，他居然还不打算放弃。江眠，你很喜欢他？当然。凤舞眼中燃起炽热的光，我喜欢他很久了，只是他一直拒绝我，所以我才一直拒绝。原来他一直都是单相思啊！江眠懂了，立刻追问：这么说，他根本不喜欢你，从头到尾都是你的一厢情愿？才不是！凤舞咬牙反驳，声音不自觉弱了几分。他只是现在对我没感觉而已。等我们结履了，他肯定能发现我的好。江眠忍不住笑了，没想到在这星际时代，还能看见先婚后爱的戏码。不过他并不感兴趣，白玄是我的，请你放弃对白玄的执念，别打扰我们。见江眠态度如此坚决，凤舞慌了。哎呀，江小姐，我没有恶意，我是真的很喜欢他。说着，他抬手拍了拍，餐厅外立刻走进9名兽人，个个身材挺拔，肩宽腰细，8块腹肌在紧身衣下若隐若现。江眠，这是要闹哪出？凤舞指着他们道：我平时就爱收集些好看的兽人，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只要你把白玄让给我，这些我都可以送给你。江眠嘴角狠狠抽了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凤舞的脑回路实在离谱，他懒得再废话，转身推门而出。江眠，
你站住！凤舞怒吼了声，然后拉着江眠的衣角哀求：江姐姐，你就把白玄让给我吧，我真的很喜欢他。江眠，他不想听。明渊，尹太，我们回家。明渊收到指令，立马上前一步护住江眠。明渊，凤小姐，若再纠缠，休怪我不客气。男人好听的声音落入凤舞耳朵里，让他忍不住多看他2眼。男人利落的黑发垂在额前，黑曜石般的眼眸深邃，这是也是一枚帅哥啊！凤舞的眼睛瞬间亮了。江姐姐，其实白玄留给你也没关系。他伸手指向明渊，脸上满是痴迷。你把他留给我，怎么样？啊！江眠被这突如其来的提议气笑了。抱歉，我的匹配者一个也不分。明渊也没料到凤舞会突然将目标转向自己，愣了一瞬后，立刻环住江眠的腰，将他带了出去。尹太趴在明渊肩头，忍不住发出低低的笑声。这明渊好福气啊！江眠走后，凤舞失望的随意抽了一张椅子坐下，完全没了胃口。妒忌，他好妒忌。江眠的匹配者怎么都这么帅啊？新网规定，不能私自调查雌性的匹配者，不然凤舞高低要将江眠的匹配者查得明明白白。出了库木尔餐厅，江眠也没了逛街的兴致。他靠在新轨的座椅上，直接摸着怀里尹太，突然想起了什么。尹太，叶七还没回来，我们去医院看看他吧。喵！好啊，此主。尹太也反应了过来，按道理叶七已经在医院住好几天了，就算有内伤也该出院了才对，难道伤得比想象中还重？绵绵，叶七是谁？明渊注意到江眠和尹太的担忧，轻声问道。看绵绵这副紧张的模样，难道叶七也是他的匹配者？江眠点头，指尖轻轻划过尹太的耳朵。他也是我的匹配者，上次出门为了保护我受了伤，这都好几天了，他还没出院，我觉得不放心，想去看看。明渊了然点头，为了保护此主而受伤，单凭这一点他就认可了叶七。他立刻调整新轨的航线。好，我们现在就去医院。在明渊的操控下，原本需要3小时的路程被压缩到了2小时。新轨停稳，江眠就抱着尹太快步冲进医院，直奔上次叶七住的病房。叶七，我来看你。他推开门，话音戛然而止，病房里空荡荡的，连一丝有人居住过的痕迹都没有。怎么会？上次明明就是这个房间的。江眠有点怀疑自己的记忆了。喵！此主别担心，这里的确残留叶七的气息，要不要问问医院的工作人员？尹太立刻从江眠怀里跳下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鼻尖不停嗅着。明渊察觉到不对劲，上前扶住江眠的肩膀。绵绵别着急，我去大厅问问工作人员，说不定是转病房了。江眠点点头，只能先这样。明渊很快来到大厅。你好，麻烦查一下，有位叫叶七的患者，是不是已经出院了？明渊对着工作人员问道。抱歉，患者信息属于隐私，无权随意查询。兔子兽人推了推眼镜，没有感情的回答。就算是家属也不行。明渊皱眉，家属可以查，但需要出示亲属证明或匹配者证明。兔子兽人操作着透明面板解释。明渊，他没办法直接证明，只能让江眠过来。江眠立刻调出叶七匹配者面板，麻烦查一查，尽快。好的，请稍等。看到匹配证明，兔子兽人的动作快了许多，很快就查到了信息。找到了，他没有出院，只是被转到5楼的特殊病房。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银色钥匙，递给江眠。这是特殊病房的钥匙，您可以直接开门，不过要注意，现在病人的情况不太好，千万不要刺激到他，免得他情绪激动，激动的又偷吃大量药物。最后一句话，兔兽人没说，病人的隐私还是需要注意的。情况不好。江眠接过钥匙的手猛地一紧，几天前不还好好的吗？怎么现在又不好了？难道病情恶化了？江眠赶紧拿着钥匙坐电梯去到5楼，钥匙上刻着512。尹太先找到，对着房门喵喵叫，此主在这里。确认一番后，江眠用钥匙打开房门，靠窗的病床上，一道清瘦的身影正坐着看书。听到动静，那张清冷俊俏的脸骤然转了过来，与前些天苍白模样不同，此刻的叶七面色红润了许多。姐姐！叶七看清来人的瞬间，也管不得手上的书，整个人连滚带爬的冲下床，不等江眠反应，直接将他紧紧抱住，原地转起了圈。尹太见叶七没事，高兴，也跟着转。慢点！江眠被转得头晕，推了推叶七，再转我就要吐了。叶七不舍得松开手，紧紧搂着他的腰。江眠推他在床边坐下，目光落在他的脸上。医生说你现在情况不好，是不是伤口又恶化了？啊，恶化？他没感觉啊。叶七愣了一下，抬起胳膊嗅了嗅手臂上肱二头肌。没有啊，我感觉早就好利索了，就是医院总派人盯着我，不让我多吃药，有人盯着才好，说明医生负责，你得乖乖听话。江眠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指尖触到柔软的发丝时，明显感觉到叶七的身体僵了一下，随即又放松下来。一旁的明渊将这一幕看在眼里，心里了然，长久没见到此主的思念，他比谁都懂。他弯腰抱起脚边的尹太，绵绵，你和叶七好好聊聊，我带尹太出去等你们。喵！我也同意。尹太没闹，他也懂叶七想粘着此主的心情。在门被带上的一瞬间，叶七立刻往江眠腿上一躺，像只撒娇的小狼。姐姐，刚刚那个黑发哥哥是谁啊？
长得那么帅，待在姐姐身边真是危险。江绵指尖轻轻刮了刮他的鼻尖，他和你一样，都是我的匹配者。匹配者这3个字像颗小石子，在叶七的心湖里激起层层涟漪。他微微抬眼，睫毛在眼下投出浅浅的阴影。那是不是也能沾到姐姐的气息？你说的是精神安抚吧？江绵愣了一下，他并不知道给雄性兽人做安抚后，对方会短暂沾染自己的气息，但想到目前与匹配者最亲密的接触就是安抚，便顺着他的话往下说：对，就是安抚。叶七来了精神，眼睛亮得像藏了星星，可下一秒又蔫了下去。可是姐姐，你还没给我做过安抚呢，明明我比他们更先遇到你。他垂着脑袋，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江绵的衣角。江绵感觉到他快哭了，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别难过，白玄跟我说了，等你伤好了回家，姐姐就给你做安抚。在医院做安抚的确不太方便，万一安抚到一半，叶七控制不住变成狼形对着月亮直嚎怎么办？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匹配者，他可是悄悄做过功课的，其中就有一篇帖子写道：苍狼族十分兴奋施救，喜欢挖坑和嚎叫。哼！叶七敲别过脸，抬手飞快擦去眼角的小泪珠。姐姐可不能骗我，我最近可乖了，药都是按时吃的。他没说的是，为了早点好起来，他曾偷偷把药量加到10倍，可还没等他吃下，就被主治医师抓了个正着，药也被没收了。这事他不敢告诉江绵。江绵看着他泛红的眼角，心里软得一塌糊涂。他低头，在叶七的脸颊上轻轻落下一个吻。知道了，好好养伤，姐姐等你回家。突如其来的亲吻让叶七的脸颊瞬间涨得通红，他猛地把脸埋进江绵的肚子里，耳朵间都透着粉色，鼻尖萦绕着江绵身上淡淡的清香。姐姐的嘴唇软软的，不知道咬起来会是什么味道。江绵又陪叶七聊了许久，从日常琐事说到鸣冤，直到夕阳透过窗户洒进病房，才依依不舍地起身告别。房门关上的瞬间，叶七立刻扑到床上，兴奋地在床上扭成麻花，脸颊上的红晕久久不散。刚刚姐姐亲他了，还亲了不止一下，他一定要好好养病，早点出院，早点回到姐姐身边。走出医院时，暮色已经漫过天际。江绵望着远处的星空，眼角突然泛起一层薄雾。鸣冤，我困了，我们直接回家吧。鸣冤立刻应下，将星轨的速度调到最快。江绵回到房间后，简单洗了个澡，倒头就睡。今天的情绪起伏太大，他是真的累了。现在客厅里只剩下鸣冤和尹泰。尹泰从鸣冤怀里跳下来，甩了甩尾巴，开门见山：上次词主给你做了安抚，这次总该轮到我了吧？仔细算下来，他已经快3天没被词主安抚了。他心里像有只小爪子在挠，痒得难受。鸣冤挑眉：不行，现在家里就我们2个兽人，不分先后。他心里还憋着一股气，这猫都被词主抱着睡过了，怎么还这么贪心？他连和词主同床的机会都没有，他也想要安抚。尹泰龇牙，想咬他，但他忍住了。一是怕被绵绵惩罚，二是这臭蛇10阶，他9阶，他打不过。行啊，尹泰甩了甩尾巴，那以后就凭本事竞争，谁赢了谁就有安抚。说完，他转身就往自己房间走，确认房间门被关上。尹泰心都碎了，白天他是只普通的猫，根本没法和鸣冤抢。这么一想，他感觉自己好委屈。刚准备睡，尹泰突然想起一件事，他隐隐觉得词主好像听不懂他的授语，肯定是上次的虫兽害的。他立刻调出光脑，给老爹尹鹤打了个视频。老爹，家里的冰莲还有吗？找人给我送点过来。视频刚接通，尹泰直接开口，连客套话都省了。屏幕那头，尹鹤靠在奢华的座椅上。哟，你这死崽子，终于想起你老爹了，平时怎么不见你主动联系？别废话，快点找人送来。尹泰没时间跟他叙旧，这是给我词主的，不是我要的。他心里清楚，冰莲和冰玉同为暗影星的特殊产物，可冰莲等级比冰玉高得多，产量更是稀少。要是说给自己用，老爹肯定不会给，但说是给词主，情况就不一样了。好小子，你已经和词主见面了。尹鹤的语气瞬间严肃起来，坐直了身体。尹泰点头，眼神暗了暗。是啊，可一见面就遇到虫族偷袭，我没保护好他，让词主受伤了。他其实怀疑词主的精神海早在更早之前就受过伤，只是不愿多说。什么？尹鹤的声音陡然拔高，你个没用的死小子，连自己的词主都护不住。他顿了顿，又道：我手里只剩3根冰莲，已经让咪送过去了，你好好照顾你的词主，要是再让他受一点伤，老子饶不了你。知道了。尹泰说完，直接挂断了视频，生怕老爹再絮叨。屏幕那头的尹鹤看着黑掉的界面，气得吹胡子瞪眼。臭小子，等他需要进阶回来时，一定要先揍他一顿。警报警报！11阶虫兽突然出现在东南方向，阿尔法小队遭遇突袭，请求支援。啊！救！荒星的临时军营里，通讯器里的嘶吼戛然而止，只剩黏腻的液体滴落声，那声音就像毒蛇的性子，缠得荒星临时军营里每个人心头发紧。下一秒，尖锐的警铃炸响，东南方向是禁区、毒区，怎么会藏着这种级别的虫兽？指挥室里，九宇死死盯着栏目上那个不断扩大的红点，他只结压的桌子发白，额角也浸出冷汗。要知道，东南方向之所以会被列为禁区，不单单是因为那里藏匿着未知的危险，
还是因为那里的毒物会让8阶以下的兽人出现幻境，自相残杀？现在情况如何？那只该死的虫子，目标是不是咱们军营？冷冽的声音从门口传来。九宇转头看去，只见凤九握着柄长剑走了进来，他身上的金色铠甲沾着黑色的虫血，铠甲缝隙里还嵌着几节虫汁，显然是刚从别处的战场赶来。目前按照红点的路径来看，是的。九宇眉头凝成了结。11阶虫兽不仅速度比情报里快3成，还长着魔翼，能低空飞行。按这个速度算，最快明天下午，他就能突破外围防线，屠杀整个军营。凤九的眉头瞬间皱紧，金色瞳孔寒光骤现。你留在这里坐镇，顾全大局。若明日清晨我还没回来，就带全体将士撤离，返回中央星。不可！九宇猛地上前一步，他跟着凤九多年，这位大皇子的性子他最清楚，看似冷静，实则比谁都重情义。这话里的意思，分明是要独自去拦那只11阶虫兽。殿下，白玄已经带第3军团赶过去了，你是军营的主心骨，你不能出事。对付11阶虫兽的从长计议，咱们再等等支援。凤九的目光落回栏目上，红点旁又多了几个移动的小绿点，那是白玄的行动轨迹。没有支援了，凤九心意已决，把手中的剑握得更紧。星际唯一的12阶，清浊在沉睡，我们等不了。他心一沉，又道：你不该派白玄去。九宇的银色眸子暗了暗，嘴角勾起一抹苦涩的冷笑。他没有派白玄去，他劝过，可现在别无他法。白玄是除凤九和他以外的最强战力，其实如果可以，九宇也想跟着一起去。凤九沉默了。11阶虫兽的威慑力太大，一旦让他靠近军营，那些低阶士兵根本没有反抗之力。这里交给你了，好好替我照顾军营里的将士。九宇看着他决绝的背影，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没再劝阻。他瘫坐在指挥椅上，目光重新落回栏目，眼神变得冰冷而坚定。作为指挥官，他必须保下更多人，不管明日情况如何，他都得守住这座军营。全体将士注意，立即进入1级戒备状态，检查武器装备，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东南方向出现高阶虫兽，不排除其他方向有虫群突袭的可能，各防线务必死守，不得擅离职守。他按下通话键，向整个军营传达指令。与此同时，东南方向的毒区边缘，白玄望着前方被黑雾笼罩的毒区，眉头紧锁。他身后的士兵们正忙着分发防毒面具，可箱子打开，面具的数量还不到总人数的一半。上将，防毒面具不够，最多只能让1半人进去。负责后勤的士兵急得满头大汗，要不要联系九宇指挥官，让他再派一批过来？来不及了。白玄抬手打断他，目光扫过身后的士兵，他们身上还带着之前战斗的伤痕，却个个眼神坚毅。他深吸一口气，高声下令：7阶以下兽人全部返回军营，协助防守。8阶及8阶以上兽人戴上防毒面具，随我冲进去。命令刚下，一声清亮的凤鸣突然划破天空，震得空气都在微微颤抖。士兵们纷纷抬头，只见远处的天际线上，一只体长几十米的火红凤凰正展开双翼，金色的尾羽在阳光下泛着耀眼的光芒，像一团燃烧的火焰，直直朝着毒区飞去。是大皇子，殿下亲自来了！队伍里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瞬间点燃了所有人的士气。原本因防毒面具不足而低落的情绪一扫而空，士兵们纷纷举起武器，眼中燃起了斗志。白玄眼中闪过一丝振奋，他拔出腰间的长刀，刀尖指向毒区，随殿下一起杀进去！杀！杀！杀！呐喊声冲破天际，震得周围的草木都在晃动。白玄一马当先，身后的高阶兽人紧随其后，刀刃和利爪在黑雾中划出一道道寒光。刚踏入毒区，无数中高阶虫兽就从黑雾里扑了出来，它们有的长着镰刀般的前肢，有的口气里喷吐着毒液，密密麻麻的朝着队伍袭来，砍断他们的关节，别给他们近身的机会。白玄高声指挥，长刀一挥，就将一只8阶虫兽的头颅斩落。他带来的都是军中精锐，对付这些中高阶虫兽本不在话下。短短几分钟，地上就堆满了虫兽的尸体。可就在这时，诡异的一幕发生了，那些被砍掉肢体的虫兽尸体竟然开始蠕动起来，断掉的虫腿、躯干、口气像有了生命般在地上翻滚着，拼接着，很快就重组出几只新的虫兽。它们虽然体型小了些，却依旧带着嗜血的凶性，朝着士兵们扑来。怎么回事？这些虫子怎么还能重组？有士兵惊呼出声。他很慌，杀过那么多虫兽，从来没有出现这么离谱的事。高空之上，凤九正用精神力扫视着下方的战场，看到这一幕，心头突然涌上一股强烈的不安。他曾在禁书里看到过，虫族在资源匮乏时，会通过吞噬同类进行变异重组，一旦成功，就会拥有肢体再生和快速繁衍的能力。难道毒区里的那只11阶虫兽也是这么来的？以后有条件就3更，求个书架和免费催更。爱宝子们，凤九心中一紧，不敢多想，加快速度朝毒区深处飞去。轰隆！就在这时，前方的峡谷突然传来一声剧烈的震荡，黑雾被震得四散开来。峡谷中央有一只堪比小山的虫兽，它的身体粗壮如树干，身上覆盖着厚重的黑壳，下半身却有着16条长短不一的腿，有的腿是深蓝色，有的是暗紫色，甚至还有2条带着金属光泽的节肢。
一看就是由不同虫兽的肢体重组而成。此刻，他正趴在地上，啃食着身边的虫兽尸体，墨绿色的汁液顺着嘴角滴落，在地上腐蚀出一个个小坑，看上去恶心极了。凤九释放出精神力探查，这只虫兽确实迈入了11阶，但精神海极其不稳定，能量波动也时强时弱，满打满算只有10阶中上的水平，这个实力和他不相上下。看着白玄吃力的战斗，他眉头紧锁，看来得速战速决了。去死吧，恶心的家伙！凤九嘴里凝聚起一团赤金色巨大的火球，直直朝着那只虫兽砸去。那只虫兽正忙着啃食尸体，根本没来得及反应，用背上的黑壳硬接下这一击。轰！火球砸在黑壳上，爆发出刺眼的光芒。凤九扇动着翅膀，悬浮在半空中，紧盯着下方的虫兽。虫兽把头从土里伸出来，背上的黑壳已经裂开了好几道口子，墨绿色的汁液从裂缝里渗出。他猩红的复眼死死锁定凤九。可恶的飞虫，今日定要将你生吞活剥！说着，虫兽背部黑壳开始展开，露出一对半透明的黑翼，翅膀每扇动一次，周围的空气便泛起涟漪，带着令人作呕的腥气朝凤九猛扑而去。凤九凤眼微眯，金色的瞳孔中闪过一丝冷冽。他没有应剑，而是借着气扇动羽翼，让自己不断升高，待虫兽停止振翅，他一个俯冲，用爪子精准地划过虫兽的脊背。哧啦，撕裂般的声响刺耳至极，虫兽背部裂开6道深可见骨的口子，绿黑色的血液喷涌而出，将本就不平整的地面腐蚀得更加严重。就在这时，郑白玄一行缠斗的虫兽动作一致，原本被击碎后能迅速重组的躯体，此刻却像是断了线的木偶，重组速度慢了足足1倍。白玄眼中金光一闪，看向空中的凤九，看来凤九已经找到了突破口。就是现在！白玄掌心凝聚起的淡蓝色雷电，把周围的虫兽炸得粉碎。这一次，虫兽躯体再也没有重组，只有墨绿色的汁液在地上慢慢凝固。白玄松了口气，现在只剩凤九那边了。凤九悬浮在半空中，居高临下的看着地上龇牙咧嘴的虫兽，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放弃吧，恶心的外来者！呵！虫兽发出一声不屑的嗤笑，墨绿色的血液还在从伤口渗出。现在就觉得我输了，会不会太早了一点？下一秒，虫兽开始大口吸食周围的黑雾，那些原本弥漫在空气中的黑色雾气，像是有了生命般，疯狂朝着他的身体涌去，渐渐将他包裹成一个黑色的茧。凤九眉头微蹙，立马化作人形，紧握着腰间的剑柄，警惕地盯着那团黑雾。他能感觉到茧中传来的能量正在飞速攀升。片刻后，黑雾散去，原本伤痕累累的虫兽背部的伤口已完全消失，连气息都比之前强上了数倍。这家伙居然还藏着自愈能力！凤九的心沉了沉，下一瞬就把这个念头掐断。禁书明确说过，重组者无自愈能力。小虫子，让你见识一下11阶的真正实力。虫兽说完，天地间的颜色骤然变化，原本还算晴朗的天空，现在被一股灰色的雾气笼罩。这雾气不同于之前的黑雾，而是一种带着强烈腥味的雾气。毒雾、尖刺，那些灰雾开始凝聚成无数根细如牛毛的尖刺，密密麻麻地朝着凤九射去。凤九不敢大意，拔出长剑挡住了第一波尖刺。11阶的实力，就只有这点本事。他一边说着，一边挥着长剑，将袭来的尖刺一一劈开。呵！虫兽发出一声冷笑，这点本事，当然是远远不够的。话音刚落，周围另外安静的灰雾突然躁动起来，开始聚成一只指断手。这些断手指甲尖锐，不断朝着凤九抓去。凤九挥剑砍下一只，可下一秒，又有好几只断手从雾中袭来。更棘手的是，那些被砍下的断手能在原地重新组合，再次发起攻击。凤九，该死！断手越来越多，应接不暇，他的手臂不慎被抓伤，扭头看了一眼，伤口在迅速溃烂。凤九眉头皱了皱，小东西，分神可是战斗中的大忌。凤九回过神来，就见数只断手朝他涌来，缠住他的四肢。就这样，他死死按在灰白的天幕上，动弹不得。虫兽扇动黑翼，飞到凤九面前，他张开嘴，一股腐烂的腥臭扑面而来，口中还挂着粘稠的粘液。渺小的虫子，只要吃了你，我就能突破瓶颈，成为真正的11阶强者。说着，他便朝着凤九的脖子咬去。放开殿下！危急关头，白玄掌心凝聚起一道蓝白色的光球，直直朝着虫兽砸去。砰！光球在碰到虫兽皮肤的瞬间炸开，无数道细密的电流如蛛网般蔓延，流遍虫兽的全身。9阶！虫兽斜睨了白玄一眼，冷冷一笑，太弱。还未等白玄再次出手，周围的灰雾凝聚一根细长的针，直逼他的额前，避无可避。翌日清晨 ，F973星的别墅里，江眠骤然惊醒，额角还沾着冷汗。他下意识打开光脑，给白玄打视频。1秒、2秒，无人接听。他不死心，再打1遍、2遍、3遍，N 遍，依旧无人接听。看着无人回复的界面，脑中浮现梦里白玄被雾刺死的场景，瞬间，巨大的恐惧感涌上他的心头。江眠不敢再耽误，随便换了套方便的衣服走了下去。明渊，快带上尹太，跟我一起去荒星。明渊刚种好紫灵藤，身上有点脏，
本想换件衣服再去，刚脱下，就看见绵绵已经从空间戒指里照出新轨，一副蓄势待发的模样。他只能默默重新把衣服穿好，抱上尹泰，坐上驾驶位。明渊操作着新轨飞向高空，余光瞥到他的词主，似乎在发抖。绵绵，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他关切地问。第一次见词主这样，他很担心。喵！对啊，词主，怎么了？尹泰也感受到江绵的不对劲，跳在他的怀里，试图安慰。白玄，江绵声音发紧，满脑子都是雾刺穿过白玄脑门的场景。我梦到白玄出事了，我必须去见他。明渊，绵绵别着急，或许那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梦。不，江绵肯定的否定，那种心悸的感觉绝对不像一场梦那般简单。一旦回忆起早上那梦，江绵就全身发冷。今天早上我给他打过很多电话，他都没接。江绵把早上拨打电话的界面投屏出来，以前白玄从来不会这样，肯定是出事了。看着一遍遍未接电话，江绵心急如焚，头一次觉得这新轨慢得要死。明渊明白他的担忧，立即给九宇打去视频。之前来找词主的时候见过白玄和九宇在一起，现在白玄联系不上，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九宇身上了。数秒后，九宇接通视频，情况很不乐观。视频里，九宇的指挥符满是血渍，脸上有着深浅不一的伤口，唇色也很惨白。九宇，现在白玄是什么情况？接通的第一秒，明渊急声问，也顾不得九宇自身情况，旁边的江绵也急得不行。虽不知道明渊为何会打电话给九宇，可他既然打了，自然有自己的门路。九宇长舒一口气，脸上没有血色，也没有任何表情。他和大皇子现在被隔离在荒星禁区，情况很不乐观。现在整个荒星才结束战斗，需要受清理战场。要不是之前白玄告诉他明渊也是绵绵的匹配者，不然这个视频他根本不会接。禁区隔离，江绵心一沉，立马入境。九宇，你们那边到底出什么事了？视频里的九宇用力咬住下唇，眼底翻涌复杂的情绪。绵绵，你别先慌，他们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只是现在他们的情况很不乐观，需要先隔离起来。听到没有生命危险这几个字，江绵暗松了口气，还好情况和梦里面不一样，现在至少能确定白玄还活着。江绵，九宇，那你现在先把定位发来，我和明渊在赶来的路上。九宇眉头一锁，很不情愿地发送定位，他没办法拒绝绵绵。荒星的战争已经接近尾声，绵绵过来也行，只是绵绵这边挺乱的，要不然你等我处理好这边的事情，去接你。九宇试探问。不，江绵一口回绝，语气认真，你们都是我的匹配者，一家人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整整齐齐的在一起，一个也不能少。听到这话，九宇心头一颤，有种安心又带着糟乱的感觉。兽神能匹配给他这样一位词主，现在就算让他去死也值了。想了想，他又问绵绵，你怎么知道白玄出事的？现在白玄和凤九已经快完全失去意识，沦为野兽，消息也被他及时封锁，按理来说不应该泄露半分才对。他抬头看了一眼正在驾驶的明渊，然后摇了摇头，也不可能是明渊，上次见明渊还是在 F973 星，是条小蛇。我梦见的。江绵直言道，今早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白玄有生命危险，我担心，就拉着明渊和尹泰来了。九宇，梦见，原来如此。都说深爱一个兽会潜意识知道他的一切，现在的白玄在绵绵心里面大概就是这样吧。突然间，他好羡慕白玄，如果在第一次见词主他就表明身份，那现在被偏爱的兽会不会是他呢？想到这里，九宇眼底满是对白玄的羡慕。我先去安排清理战场，等你来了，我就第一时间带你见他。江绵用力点头，光闭光脑后，江绵才算真正意义上松一口气。一想到九宇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他扭头看向明渊。明渊，你身上有带治疗伤口的药吗？明渊摇头，他是石阶，放眼整个星际没几只兽能伤他，他不需要那玩意。说到这个，尹泰急了。喵，词主我有。喵，冰玉，冰玉可以疗伤啊，词主我之前跟你说过，你是不是忘记了？尹泰扒拉着江绵手上装冰玉的那枚戒指，看到尹泰这般着急，江绵突然想起来之前尹泰给他说过，冰玉可以疗伤，只是不知道效果如何。算了，死马当活马医吧，至少比没有好。江绵捏着那枚戒指窃喜，戒指里面的冰玉很多，这下不光九宇，连战场的战士都可以一起治疗了。另外一边，关掉光脑的九宇立马吐出一大口鲜血，他的身上的伤很疼，但精神海的暴乱让他更疼。他虚弱地趴在桌子上，眼中渐渐没了之前明亮的光。词主，他的目光停留到光脑江绵的界面。如果再选一次，我那天晚上一定会告诉你我的身份。说完，他虚弱地闭上双眼。由于出门匆忙，明渊驾驶的是家庭版新轨，速度比较慢，第3天下午才到达九宇发送的定位位置。刚下新轨，江绵第一眼就看见了早就等待的九宇，他五官依旧妖孽，脸色却比视频里更差，嘴唇毫无血色。九宇，你没事吧？江绵快步上前扶住他。没事。九宇努力挺直脊背，不让自己看起来很颓。现在天快暗了，我先安排你们去休息，等明天一早我再带你找白玄，好吗？江绵点头，反正九宇说了白玄暂时没有生命危险，晚一天去找他也行。
现在的他更担心的是九羽，所以这一路上，表面上是九羽领着江眠，实则是江眠扶着九羽。而明渊和尹泰知道九羽现在最需要此主，很识趣的没有去打扰。同时，这也让明渊意识到一个问题：九羽居然也是绵绵的匹配者。九羽脸色极其苍白，连呼吸都带着微颤。为了避免绵绵发现他身上的伤口，他单独给他准备了一个帐篷。此主，你先好好休息，明天一早我就……没等他把话说完，江绵便踮起脚尖，双手捧着他的脸颊，亲了上去。告诉我，这几日你们都发生了什么？现在江绵的眼神柔情似水，九羽根本无法拒绝，他的身体瞬间僵住，可身体本能却比理智更快。他手臂一收，将江绵紧紧圈进怀里，力道大的像是要把他揉进骨血里。一转身，他抵着他的额头加深这个吻。此主，九羽的气息不稳，在极力克制自己本能的欲望。几番温柔辗转后，九羽抱着江绵坐在床边，开始解释这几日发生的事情。几天前，禁区突然出现一只11阶虫兽，大皇子和白玄先带队去围剿，而我留在军队守营。可……九羽垂着眼，声音沉了下去。可我在军营里守了整整1天，等来的却是大皇子和白玄即将沦为野兽的消息。我收到消息后，就带上特制药物往禁区赶。可我还没有赶到，军营就有9阶虫兽偷袭。他攥住江绵的手，眼神里满是无措。绵绵，你相信我，我真的不是故意不去救他们的。军营受袭，我必须赶回来。可等我赶回来时，军营的将士已经死伤一半。偷袭军营的是一只9阶虫兽，我和他大战了1个晚上，才勉强把他杀死。最近九羽异能耗尽，撑着最后一口气接通明渊的电话，直到撑到了现在。后面的话，九羽没法说出口。现在的他，只感觉眼皮好沉好沉，身边雌竹软软香香的，他好想靠着好好睡一觉，真的，一觉就好。不知不觉中，九羽靠着江绵肩头睡着了。听到九羽的话，江绵的心像被针扎着疼，他小心翼翼地把九羽放平在床上，低头在他眉心落下一个吻。你也辛苦了，好好休息。说着，江绵便看看他纯白色指挥服下隐隐进出的血迹，他小心翼翼解开他的指挥服，一道道黑色的伤口赫然显露，边缘还冒着细微的黑烟。江绵赶紧把提前磨好的冰玉粉抹在他的伤口上，冰玉粉触到皮肤的瞬间，九羽的眉头轻轻皱了下，又很快舒展开。冰玉效果不错，至少黑烟不见了。江绵仔细检查完每一处伤口，确认都敷上了药，才起身离开房间，脚步匆匆地往明渊的住处去。此时刚入夜，森林尽头泛着深黄的光，尹泰已经化为人形，和明渊一起。江绵长话短说，九羽现在伤得很重，军营需要一个兽守着。明渊转身看了眼尹泰，自觉往后退了一步。此主，我知道你的想法，但白玄的精神海已经暴乱，尹泰实力太低，无法保护你，我得和你一起。尹泰狠狠瞪了明渊一眼，却没法反驳。精神海暴乱的雄性，他们族也出现过，破坏力简直惊人。现在他9阶，明渊10阶，的确更适合保护此主。江绵望着窗外，月光下能看见将士们互相搀扶着清理战场的身影。他深吸一口气，眼神变得坚定。明渊，军营的将士需要你，九羽也需要你。我今晚就和尹泰去禁区把白玄带回来，而你必须守好九羽用命保下的军营。九羽就是遭受虫兽偷袭才受伤的，他不能重蹈覆辙。白天尹泰没有战斗力，明渊留下是最好的。可是明渊还想劝阻，江绵却直接打断他，把装有冰玉的空间戒指塞进他手里。这些冰玉你让他们磨碎分下去，敷在伤口上能缓解疼痛，还能抑制虫毒。我和尹泰的速度快，不会出事。明渊看着掌心的冰玉粉，不情愿地点了点头。如果天亮之前你和尹泰没有回来，那么我会杀到禁区。对上明渊眼神里的认真，江绵信他这是他能做出来的事情。他上前一步，在他唇角落下一个亲吻。放心，信我。说完，他就骑着尹泰直奔禁区。尹泰是黑夜中的佼佼者，也恢复了异能，所以他能把本体变大，跑得也快。不过半炷香的时间，禁区的轮廓便出现在眼前。这里的空气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和焦糊味，地上还散落着兽人的残肢和虫族的甲壳碎片，就连头顶的月光都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暗红色。江绵皱紧眉头，拍了拍尹泰的后背，再往深处走走。尹泰轻嗯一声，加快速度往禁区深处跑。又走了约莫半里地，前方突然传来震天的嘶吼声。江绵抬眼望去，只见一头人高的白虎正和一只浑身焦黑的火鸟缠斗。白虎的皮毛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左前肢的伤口深可见骨，而火鸟的翅膀也断了一只，却依旧用尖喙疯狂啄向白虎。他们脚下躺着一只早已流干血的虫兽尸体，体型比寻常虫兽大上3倍。江绵认得，和上次在无望森林袭击江绵的黑影极为相似。白玄，江绵一眼就认出了白虎的本体，那是他曾在黑色森林见过的模样，此刻却失了神智，只剩下本能的攻击欲。他顾不上危险，从尹泰背上跳下来，大步朝白虎跑去。白玄刚被火鸟的尖喙划开一道伤口，痛得朝天发出一声虎啸，全然没注意到靠近的江绵。他蓄力纵身，朝火鸟反扑过去，尾巴带着劲风一扫，江绵躲闪不及，眼看就要被扫中。
尹泰立刻变成人形，把他接到自己身边。死主，他们现在已经没有了基本的兽食，只会本能的攻击对方。你这样盲目靠近，只会让自己受伤。江眠看着白玄身上又添了一道新伤，心焦如焚。现在是晚上，你能不能用异能困住他们，把他们带回去？江眠握着尹泰的手问。不行。尹泰无奈的摇了摇头。白玄和大皇子已经把对方当成死敌，精神海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我若贸然用异能压制，只会刺激他们的精神海。一旦精神海爆炸，他们就会当场死亡。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江眠的心沉到了谷底。现在白玄和这个所谓的大皇子已经失去了交流的意识，也不能强制去异能去压，难道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把对方打死吗？尹泰无奈点头，尾巴将他护得更紧，开始分析白玄和大皇子的情况。现在他们大脑已经失去自主意识，要么等他们打得精疲力尽自己倒下，要么被其他什么东西吸引失去抗争手段。没有时间了。看到白玄肩胛深深的伤口，江眠心疼的厉害。再等下去，不一定会等到他们精疲力尽倒下，倒是很有可能得到2具动物的尸体。江眠眼珠转得飞快，视线落在白玄送的手链上。尹泰，你退远些。江眠把手腕上的手链晃了晃，我想试一试用我的信息素能不能吸引到他们。在第一次到白玄家的时候，白玄明确和他说过他们的信息素很匹配，既然不能让白玄主动停手，那就试一试被动停手吧。尹泰挑眉，他懂了，死主身上的信息素他是闻到过的，实在是太纯净了，完全让兽受不了。只要回忆起那股极致的信息素，他就本能的想情不自禁的臣服。靠近，战友，或许用信息素真的能把白玄和大皇子拉回来也说不定。好，尹泰应下，向后退了几步，但他并未退太远，他怕退太远不能第一时间保护此主。江眠取下手链，开始用上次明渊说的方法催动体内的信息素。这一次在催动的过程中，江眠自己也闻到自己身上信息素的气息，那是一种初春清晨带着阳光和露水的极致生命力的气息。江眠身上的信息素刚展开，那只火鸟猛地朝白虎扑去，突然间一股强大信息素涌入他的鼻腔，火鸟的动作一顿，眼中的凶恶也褪去了几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沌的迷茫。他的动作来不及停止，眼看就要再一次抓到白玄身上时，江眠心头一紧，也顾不上控制力度，周身的气场骤然展开。给我跪下！一股无形的压迫感凝聚成实质，狠狠朝火鸟压了下去。身后的尹泰也没好到哪里去，他刚被信息素勾得心绪起伏，又被这股精神力扫中，膝盖一软就跪在了地上。还好绵绵的精神压迫不是针对他，不然他现在撑都撑不起来。这精神力也太强了吧！尹泰喃喃自语，看向江眠的眼神里多了几分敬畏。他早就觉得绵绵精神力不一般，可没想到他的精神力竟能压制住大皇子级别的雄兽，这根本不是普通雌兽能做到的。大皇子可是10阶啊，整个星际可有多少个10阶？同时白玄的动作也停了下来，他的精神力和异能早已耗尽，被江眠的精神力一压，只觉得脑袋像要炸开一样疼，浑身上下的伤口也开始灼烧般的痛。他想反抗，却连抬起爪子的力气都没有，只能趴在地上发出痛苦的低吼。白玄，别反抗，是我。江眠感受到他的痛苦，立刻减弱了精神力，转而用意念轻轻包裹住他，像安抚一只受伤的幼兽。我来接你回去了，你看看我。他慢慢走近，蹲在白玄面前。白玄浑浊的双眼费力地眨了眨，视线里的身影全是模糊的重影。他想看清他的脸，可脑袋里的剧痛让他连眼睛都睁不开，只能含糊地低吼：好疼，头好疼。你是谁？为什么我看不清你脸？为什么？看着白玄痛苦的样子，江眠的眼泪瞬间涌了上来。他伸手抱住白玄的脖颈，脸颊贴在他满是血污的皮毛上，泪水不停往下淌。白玄，我是绵绵啊，你醒醒，别吓我，好不好？滴答，眼泪滴在白虎的带着血迹的白毛上。滴答，眼泪滴在白虎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滴答，眼泪在慢慢融入白虎身体里。泪水滴在白玄的伤口上时，他身体慢慢放松下来，淡淡的蓝光拂过白玄身上的伤口。刹那间，白玄换成人形倒在江眠怀里。绵绵，白玄虚弱开口，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清。他想抬手擦去他脸上的眼泪，可刚抬起手臂，就疼得倒吸一口凉气，手臂重重落下。我在。江眠连忙握住他的手，将脸颊贴在他的掌心。你别说话，我让尹泰送你回军营疗伤。白玄的嘴唇干裂的起皮，他费力的眨了眨眼，表示回应。尹泰早已快步走了过来，俯下身子，尾巴轻轻缠住白玄的腰。死主，我来。江眠点点头，在尹泰的帮助下，小心翼翼地将白玄扶到他背上。白玄趴在尹泰的背上，疼得闷哼了一声，却还是死死攥着江眠的衣角。刚准备离开时，江眠瞥见了一边奄奄一息的火鸟，此刻他还趴在地上，翅膀耷拉着，胸口微弱的起伏着，看起来也快死了。江眠想起尹泰说过，这是大皇子，同为保家卫国的勇士，江眠不能放任他在这里不管。他从尹泰背上跳下来，走到火鸟身边，伸手探了探他的鼻息，还有气，没死透就还有救。尹泰，你先带白玄回军营，我在这等你。尹泰看着江眠，又看了眼奄奄一息的大皇子，还是放心不下此主。可是
别可是了。江绵打断尹泰的话，他明白他的担忧。天就亮了，如果还想我天亮之前赶回去的话，就快点听我的话。尹泰无奈的点点头，他知道此主的脾气，一旦决定的事，绝不会轻易改变。走之前，尹泰围着江绵和大皇子的位置设置了一个直径5米的结界。他嘱咐道：此主，无论出外面有什么东西，你都不要出这个结界，等我来接你。江绵站在火鸟身边，认真点头。放心，你不回来接我，我肯定不会出去。外面黑漆漆脏兮兮的，他又不认识回去的路，他才不会出去。尹泰的头点了2下，飞速朝着军营的方向奔去。江绵望着他消失的方向，没好气的踹了一下趴在地上的火鸟，叫你欺负我家白玄，叫你欺负我家白玄，看我不打。话还没说完，地上的火鸟忽然有了动静，斜长凤眼缓缓睁开，金色的眸子像淬了冰，一动不动地盯着他。江绵，这家伙早不醒晚不醒，偏偏这时候醒，该不会是被自己那2脚踹醒的吧？他立刻停下动作，心虚伸手在大鸟眼前晃了晃，还好眼珠子没动，应该没看见他欺负他。江绵暗松了一口气，凤九金色的瞳孔一动不动望着他，脑海里全是问号。这里怎么会有个小雌性？是他救了我吗？他想张开嘴说些什么，可喉咙却像被堵住般发不出任何的声音，耳朵也嗡嗡作响，什么都听不见。江绵没理会这只火鸟，把手链重新戴回手腕上，坐靠在火鸟身上，等待尹泰来接他。他望着灰蒙蒙的天，不由得全身战栗。被江绵靠着的凤九却忽然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清香，那香味就像是雨后的兰草，又带着点阳光的暖意。香味顺着呼吸钻进鼻腔，缓缓渗入他早已裂开的精神海。原本刺痛的精神海像是被温水浸泡，渐渐消散。他舒服的甚至生出一种想被这小雌性一直靠着的念头。就在这时，江绵的目光突然顿住，他在灰蒙蒙的雾霭中隐约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尹泰。他连忙站起身，朝着前方向挥了挥手。尹泰，回来了就快过来，这鸟快不行了，我们得早点把它带回去。黑雾中的身影顿了顿，开口时带着一丝诡异的沙哑。此主，白玄从我背上摔下来了，我一个手扶不起来，你能不能过来帮我一下？江绵挑了挑眉，一下子就听出这个声音不是尹泰。这声音虽然模仿得像，但少了尹泰平日里的憨厚，多了几分刻意的引诱。江绵眼底闪过一丝狡黠，反正待在原地也无聊，索性想斗一斗这藏头露尾的黑影。他故意迈开脚步往黑影那边走。好你个尹泰，居然连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你快把白玄拖过来，我来帮你。快了快了。黑影没察觉到异样，邪魅的笑了一声。此主，你再靠近一点，就能看到我们了。自小雌性站起来的那一刻，凤九注意力全在他身上，直到他看见那抹纤细的身影，正一步步朝着自己先前，拼死消灭的11阶重兽残留的气息。混沌的脑子瞬间清醒，小雌性精神力薄弱，定是中了黑雾的幻术。结，小雌性，危险，别去！他急得扑腾起翅膀，想阻止他，可翅膀刚抬起，就传来一阵剧痛，怎么也飞不起来。看着离危险越来越近的小雌性，他的心脏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捏碎般疼。尹泰，江绵走到结界边境，故意停下脚步，脸上露出一副无辜又茫然的表情。你在哪里啊？雾气太大了，我怎么看不见你啊？此主，再往前一点，就一点，过了这里就能看见了。眼看就要上钩了，前面的黑影催促着。江绵歪了歪头，故意在结界边缘来回踱步。好可惜哦，我已经发现你是假的了。话没说完，一声尖锐的鸣叫突然撕破长空，震得周围的雾气都散了几分。江绵一转头，只见方才还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大鸟，此刻体型竟硬生生大了1倍。它羽毛根根竖起，像一团燃烧的火焰，正以极快的速度朝他冲过来。不等他反应过来，火鸟已经俯身叼住他的衣领，轻轻一甩就把他甩到了自己的背上，然后振翅冲向黑影，直直往高空飞去。等江绵回过神时，脚下已是数米高的高空。哈啊！他吓得尖叫起来，双手死死抓住凤九的脖子。别飞了，别飞了，快放我下去啊！高空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他的眼睛被吹得只能眯成一条缝，眼泪不受控制的往下流。太高了，我恐高啊！江绵望着脚下模糊的地面，双腿软得像面条。姐，小雌性别怕，我飞得很稳。稳！火鸟在天上歪歪扭扭的飞着，时而猛地往下坠，时而一股劲往上冲。方才见小雌性有危险，凤九顾不上身上的伤，拼尽最后一丝刚恢复的力气，加大体型，冲破了幻境。可此刻，那股力气被瞬间抽干，他真的燃尽了。现在江绵的心也跟着火鸟的身体一上一下，他是真的恐高啊！他死死抱住他的脖子，只敢透过眼缝看火鸟的飞行轨迹。你快转弯，快转弯啊！哦，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火鸟带着他冲向一座断壁山峰。江绵抱着凤九的脖子大喊，手拼命往左边掰。大哥，前面是断壁，你快转弯啊！正前面，一座光秃秃的断壁山峰正横在前方，若再不转弯，他们必定会直直撞上去。撞上后，就算侥幸不死，也得落个重伤的下场。可此时的凤九脑袋昏昏沉沉的，根本控制不住方向。江绵急的眼泪都掉下来了，看着越来越近的山峰，他心一横，低头对着火鸟的脖子狠狠咬了一口。这一口用了十足的力气，嘴里瞬间尝到了淡淡的血腥味。大皇子，
快清醒一点啊！江绵急疯了，他现在还不想死。结，剧痛传来的瞬间，一股纯净的精神力突然从凤九的后颈涌入体内，像是一道暖流，瞬间冲散了他脑中的混沌，全身的细胞仿佛都在膨胀，力气一点点回笼。等他回过神时，那座断壁山峰已经近在眼前，避无可避。凤九眼神一凛，立刻调动启方才从小雌性那里得到的全部精神力，将其汇聚在胸腔。下一秒，一个巨大的火球从他口中喷出，狠狠砸向山峰。砰！一声巨响震耳欲聋，整个东南地区都随之震颤，山上的石块簌簌往下掉，烟尘弥漫了半边天。另一边，刚把白玄送回军营的尹泰，远远就看到了爆炸的方向，心里顿时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他来不及跟明渊细说，一把将白玄放在明渊面前，只说了句此主有危险，就转身朝着结界的方向狂奔而去。可等他赶到结界时，那里早已空无一兽。此主！尹泰急得团团转，想起刚才左侧山峰的爆炸，他立刻朝着爆炸点赶去。明渊简单安顿好白玄后，见尹泰火急火燎地返回禁地，大概也猜到了情况，他没有犹豫，周身光芒一闪，瞬间化作一条巨大的黑蛇，朝着爆炸的方向快速游去。剧烈的震荡让江绵眼前一白，他全身的骨头像是被拆开重组了一般，每动一下都疼得钻心，而且他的视线也越来越模糊。背后的森林已经燃起了大火，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江绵咬着牙，扶着一块滚烫的岩石才站了起来。绵绵，此主！耳边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熟悉的声音，他想伸手去抓，可怎么也抓不住那声音的来源，头越来越晕，视线模糊的厉害，眼前的火光已经与黑雾渐渐重叠在了一起，最后眼皮一翻，视线彻底陷入一片雪白，他什么都看不见，也什么都听不见了，身体一软，便朝着滚烫的地面倒了下去。明天三更信，再次睁眼时，刺目的阳光顺着眼缝钻进来，这是哪？江绵下意识抬手挡在额前，声音干涩又沙哑，他感觉他的嘴巴苦涩的厉害，像生吃了黄连一样难受。喵！此主，你终于醒了，你吓死我了！见到此主醒过来，尹泰激动的都快哭了，他还以为喵！此主，你吓死我了！尹泰激动的跳上床头，对着江绵的脸就是一顿狂舔。别舔了！江绵抬手摸了摸他，能听见，两只耳朵都能听见，他还没死呢。不过江绵还是感觉自己的头还是好晕，嘴巴也苦得要死。此主，你终于醒了！睡在沙发上的明渊听到了动静也赶了过来。此主沉睡的这些天里，明渊担心死了。此主出事的当天，要不是九羽拦着他，他差点就把大皇子的鸟头拧下来了。江绵望着明渊乌黑的眼袋，无力的点了点头。他的明渊也辛苦了。简单环视房间一圈后，江绵问道：怎么只有你俩在这里？白玄呢？九羽呢？他们都没事吧？没事，都没事。明渊连忙摇头，在他眼里最有事的只有此主，都睡好几天了。听到白玄和九羽无事，江绵悬着的心稍稍落下，一转念，他的脑海里面想到了另外一个手。你们那个大皇子他没事吧？江绵是探问，他可记得在晕倒之前，那大皇子可是带他撞山来着。一想到凤九干的坏事，明渊的眼神暗了暗，不满道：他比你早醒2天，现在就在门外跪着，此主是想见他吗？不要！江绵连忙摆手，他不想见他，只是好奇，他跪在门口干嘛？因为他害你昏迷了7天。明渊的声音十分冷淡，斜眼看着紧闭的大门，他觉得他跪下都算轻的，依他看就应该拧断脑袋。7天？江绵彻底愣住，他居然睡了7天。你确定我昏迷了7天？江绵不敢相信，又问了一遍。明渊肯定的点头，是7天。这7天里，我们都用不同营养液喂你，怪不到一醒来嘴巴苦涩的要死，原来是喝了营养液啊！现在总算找到原因了。江绵撑着枕头慢慢坐起身，看向紧闭的大门。你让大皇子走吧，他应该也不是故意拉我去撞山的，估计那会儿他看见他一个劲往黑营走，急的。明渊点头应下，刚转身要去传话，就被江绵叫住。明渊，我肚子饿了，随便带点吃的回来。现在的他饿得能感觉吞下一头牛，一下子睡了7天，他得好好补补。江绵醒的第一时间，明渊已经发消息给九羽了，算算时间，九羽应该到了。明渊点头应下后，快步走到门口，一把推开了房门。明渊冷冷看着跪在地上的凤九，大皇子殿下，此主叫你起来。此主叫他起来，是原谅他了吗？凤九心一喜，跌跌撞撞就往去见江绵，却被明渊一把拦住。大皇子请自重，此主不想见你，而且你不是自己要求解除匹配的吗？自己要求解除匹配这个几个字，像一把冰锥狠狠扎进凤九的心脏。是啊，解除匹配的他，伤害绵绵的也是他，他现在还有什么脸面再见他？他推开明渊，一言不语的重新跪了下来。明渊无奈的皱了皱眉，真是一个固执的家伙。这时九羽推着一辆餐车走了过来，他看见跪在门口的凤九，脚步没有丝毫停顿，也没有劝阻，有些错，既然犯了，就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九羽，你来了。房间里，江绵正抱着尹泰蹭了蹭，他的视角明渊正好把凤九挡住，看不见他，但可以看见九羽。看见九羽进来，他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还以为要饿上一会儿，没想到吃得来的这么快。九宇的脸上露出一抹浅淡的笑意，将餐车推到床边。他打开保温罩，里面的饭菜还冒着热气，餐车上全是江绵喜欢的蓝心家常菜。他拿起筷子递给江绵，死主，你看看有没有忌口的，我帮你挑掉。由于不知道死主什么时候醒，白天他就和明渊轮流守，每隔3小时做一下菜，尹太就单独负责晚上。江绵低头一看，红烧肉、番茄炒蛋、清炒时蔬，完全没有忌口。他摇摇头，夹起一筷子肉炒白菜放进嘴里，不错嘛，九宇，你怎么也会做这些菜了？九宇伸手轻轻将他垂落在脸颊旁的碎发拨到耳后。明渊说死主喜欢吃他做的菜，我就跟着学了。喵！死主他骗人，明明是从我这里要过去视频自己学的。尹太不满地叫了一声，异色的眼睛瞪着九宇，这家伙当着死主的面不表扬他，他不开心。亏他还分享视频给他看泥，真是没有义气的手。趁着死主的关注力全在吃饭上面，九宇把尹太抱了过来。死主，你先吃饭，尹太现在掉毛，我先带他出去。去吧去吧。江绵毫不犹豫地答应，他也不希望吃饭的时候吃到猫毛。尹太黑着脸看着九宇，这家伙和明月一样腹黑，等着吧，等他能成功适应这里的环境，成功升阶，他就能在白天自由变成人的形态，那样谁也无法把他抱走。吃完饭后，江绵感觉身上的力气恢复了不少，便对九宇说，九宇，带我去看看白玄吧，现在就差白玄没见面了，他不放心。九宇转身把尹太交给明渊后，抱着江绵就往门外走。刚走到门口，江绵就看见地跪着的红发男人，他的头发有些凌乱，金色的制服上沾了灰尘，却依旧难掩周身高贵冷冽的气质，尤其是那张俊美的五官，连白都白得那么好看。想必这就是他们口中的大皇子了吧？江绵扫了他一眼，淡淡道，大皇子，你起来吧，我身上已经不疼了，毕竟是星际皇子，这样跪在他门口让他心里有些不自在，更何况他现在确实没什么不舒服的。吃完饭后，他感觉他身体充满力量。抱歉，死主。凤九低声开口，抬头时眼里的愧疚几乎要溢出来。等等，大皇子叫他什么？死主？他没听错吧？江绵下意识看着九宇，满是不解。死主，听听他怎么说吧。九宇看了凤九一眼，没有解释。凤九深吸一口气，语气带着几分小心翼翼，抱歉，死主，之前把你置身于危险之中，是我的错，我不敢奢求你取消解除匹配，只求你愿意收下我，让我做你的追随者，弥补我的过错。听他这么一说，江绵一下子就知道他是谁了。他的匹配者里面只有一位要求取消匹配，那就是凤九。江绵也没想到自己的匹配者居然是星际的大皇子，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沉默半晌，江绵平淡开口，九宇，先带我去看白玄吧。九宇点头，抱着他绕过凤九，往走廊深处走去。凤九看着他的背影，手指紧紧攥成拳。绵绵没有答应他，绵绵没有原谅他。走了约10分钟，九宇才停下脚步，推开了一扇紧闭的大门。这里是荒星最先进的治疗室。江绵被抱着刚走进房间，就看见白玄躺在一扇治疗舱里。白玄静静躺在里面，双目紧闭，脸色苍白的要死，身上还连接着好几根细细的管子。江绵的心瞬间揪紧，从九宇身上跳了下来，快步走到治疗舱前。为什么白玄躺在里面？你不是说他没事吗？九宇站在他身后，眸光暗了暗，原本温润的语气里多了几分自责与懊悔。对不起，绵绵。他顿了顿，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对不起，我当时就不该放白玄去禁区，是我没看好他。你是不是还有事瞒着我？江绵转过身看着九宇，眼眶已经开始泛红。告诉我，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不是已经带回来了吗？为什么他还躺在里面？医疗舱的冷光映在江绵脸上，将他眼底的红血丝照得格外清晰。九宇站在他身后，喉结滚动了好几次，终于把话说了出来。当时尹太把他送过来的时候，白玄的精神海已经开始塌陷了。星际医疗联盟的最新报告我看过了。九宇的声音压得很低，目前所有设备和药剂都只能暂时稳住精神海塌陷的速度，根本没办法逆转。你沉睡的这7天，我们一直用特级营养剂吊着他的生命体征，但什么？江绵哭泣着开口，眼泪不停滴在地上。他看着沉睡的白玄，心脏突突的疼。我只想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能醒。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能醒，甚至没人能保证他还能不能醒过来。九宇缓缓低下头，现在的他根本不敢看此主，此主哭成那样，他也很心疼，但他又没有办法让白玄醒过来。你的意思是他会一直这样睡下去？九宇无力的点了点头。目前医疗团队给出的结论是这样，除非什么？江绵转身抓住九宇的手腕追问。只要能让白玄醒，让我做什么都可以。九宇犹豫了几秒，还是咬着牙说出了那个办法，在5天之内去中央星的凤凰宫，在那里的圣泉里和他成功完成劫旅。好。江绵没有半分迟疑，九宇却急了，伸手按住他的肩膀，眼底满是担忧。绵绵，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白玄现在精神海已经开始塌陷崩，劫旅时你们的精神力会完全交融，一旦他的精神海彻底塌陷，你的也会跟着崩塌，到时候
到时候你也会像他一样，永远睡过去。他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他去冒险？在他沉睡的日子里，他早就心疼的不行，更别说让他拿命去赌。我知道。江眠轻轻挣开他的手，重新看向医疗舱。从我来到这个世界开始，白玄一直照顾着我，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出事，就算我的精神还会崩塌，我也要试一试。眼泪又一次涌了上来，他却笑着擦了擦。现在他出事了，我不能不管，就算只有1/1000的机会，就算会付出代价，我也要试。久宇看着他眼底的坚定，终于明白白玄在他心里的分量，那是刻在骨血里的情分，不是谁能劝得动的。他轻轻叹了口气，伸手擦掉他脸颊的泪痕，指尖带着小心翼翼的温柔。好，我不劝你了，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陪着你。他微微俯身，在他的发顶落下一个轻的像羽毛的吻。你先回房休息，你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不能再熬了。我现在就去找凤九，跟他商量借圣泉的事。江眠点了点头，目光却还是粘在医疗舱上，直到久宇半扶半劝的把他送回房间，才恋恋不舍地躺下。夜色渐深，医疗中心的会议室里却亮着灯。久宇坐在主位，面前坐着凤九、明渊和尹泰，气氛格外凝重。此主已经决定了，要通过劫掠唤醒白玄。久宇开门见山，指尖在桌沿轻轻敲击着。时间只有5天，我们得尽快准备。明渊靠在椅背上，语气认真。既然是此主决定的，那我们就提前准备一下，让劫掠失败的概率降到最小化。尹泰也立刻接话，我同意，我还有很多兵玉，到时候此主累了，就含一小块在嘴里，就当恢复体力。久宇点了点头，看向凤九，所以我才跟此主说，要去凤凰宫的圣泉劫掠，那里的温泉灵力最纯净，能最大程度护住他的精神海。这地方好。尹泰眼睛一亮，我听我爷爷说过，凤凰宫的圣泉是兽神留下的，以前有兽不小心断了腿，在里面泡了1天就长好了，此主在那里劫掠，肯定能安全不少。明渊也跟着点头，他虽没亲眼见过圣泉的神奇，但也听过不少传说。说到凤凰宫的圣泉，凤九一直皱着眉。明渊挑眉看他，怎么，凤大殿下是舍不得借圣泉？你可别忘了，你还欠绵绵一条命呢。不是。凤九摇了摇头，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我不是不借，是圣泉的灵力快枯竭了。上个月我回去的时候，温泉的水位已经降了1半，灵力也比以前弱了很多，我怕不够护住此主。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下来。久宇叹了口气，手指敲了敲桌子，现在没有比圣泉更合适的地方了。兽神留下的灵力是最温和的，至少能帮此主缓冲一部分冲击，我们只能赌一把。其他3人沉默了几秒，纷纷点头，眼下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会议快结束时，凤九忽然开口，目光扫过3人，你们有没有觉得绵绵身上的信息素有点不一样？久宇点头，上次偷偷见此主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只是当时时间太短，他来不及细想。明渊和尹泰相互看了一眼，也跟着点头。不久前他们俩还因为绵绵的信息素闹了乌龙，至今不敢忘。凤九抬手摸了摸后颈，指尖还能清晰触到那圈淡淡的牙印。他垂眸，当时我被绵绵完全标记安抚的时候，有股纯粹的精神力顺着印记蔓延全身，我敢断定，那股纯粹的精神力目前在整个星际史上都找不出第2例。久宇、明渊与尹泰3兽闻言均未反驳，他们早有察觉，但真正听到有兽说出来还是很吃惊。毕竟绵绵可是安抚了好个9阶兽人，而不被精神力反弹的雌性啊。在星际只有凤舞殿下这样是 SS 雌性才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你意思是你觉得绵绵的精神力在 SSS 或者以上？久宇最先回神，试探着追问。凤九指尖顿了顿，不太确定的点头，语气却比刚才坚定。我的情况你们清楚，10阶兽人一旦精神海失控，要么沦为只知杀戮的野兽，要么像白玄那样精神海崩塌陷入沉睡。可我如今好好站在这里，身体上的伤也好了大半，现在唯一的解释就是在我即将失去意识的瞬间，是绵绵的永久安抚硬生生把我从崩溃边缘拉了回来。这话像颗惊雷砸在几个兽人之间，让在场的氛围又安静了下来。能稳住10阶兽人暴走的精神海，这样的雌性精神力绝对是星际顶尖的。尹泰，你没发现白天很多时候此主都听不懂你的兽语？明渊突然开口，打破了这份沉寂。对啊。尹泰猛地抬头，终于想通了一直以来的违和感，怪不得明渊当着此主的面都敢欺负我，原来是此主听不懂我在告状啊。难道不是上次的虫兽害的吗？久宇、凤九、明渊3兽一阵无语，现在的重点可不是他和明渊的私事上。凤九揉了揉眉心，没工夫纠正尹泰的抓重点能力，他的指尖在光脑上快速操作，把在场几兽和沉睡的白玄丹独拉了个群，群名为此主万事第一大。绵绵身上有太多秘密，以后我们得更用心护着他。凤九指尖点了点光脑屏幕，语气严肃，不管发现什么关于他的异常，第一时间在群里说。久宇立刻点头，我没意见。明渊也跟着应，我也同意。唯独尹泰歪着脑袋凑了过来，凤九，你不是早就申请解除和此主的匹配了吗？怎么还叫此主？凤九，他深吸一口气，狠狠地瞪了眼尹泰，这猫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已经被绵绵永久标记，精神海都刻着他的气息，让他接受自己不过是时间问题，就算真的被拒绝，
他也要以追随者的身份留在绵绵身边，哪怕是比其他匹配者晚1年转正的机会。对上凤九幽怨的眼神，九宇和明渊忍不住悄悄笑了。凤九没有理这两个看戏的，清了清嗓子转移话题，散会吧。荒星的战事差不多已经结束，我会尽快带绵绵回凤凰宫。只是他话锋一转，冷冷扫了眼尹泰，重寿可能还有残余，这里需要留个兽在这里清理一下战场，确保无虞。尹泰打着哈欠，伸了个懒腰。荒星的事跟他可没什么关系，他只要守着词主就行。我同意留兽驻守。九宇明白凤九暗指的谁，十分配合。我也同意。明渊也附和了起来。两兽突然的不谋而合，让尹泰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你们同意什么？难不成你们要留在这里吗？凤九勾了勾唇角，露出一抹邪魅的笑。那就辛苦尹上校，清理完最后的战场了。说完，他转身离开了会议室。九宇快步走到尹泰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尹泰，你这福气可真好，一下就升到上校，跟白玄平急了。明渊也凑过来，忍着笑腔，就是，要是词主知道尹上校为了让他和白玄安心结侣，主动留下来清理最后的战场，肯定会特别开心的。词主会开心？尹泰眼睛一下亮了，他傲娇地抬了抬下巴，那是自然，由我清理最后的战场，词主尽管放心。次日清晨，晨光刚漫过荒星的废墟，星轨间的引擎就发出了低沉的轰鸣。九宇、明渊跟着凤九护着载有江绵和白玄治疗舱的舱室登上星轨，唯独尹泰被留在了地面上。此刻一只异瞳猫蹲在碎石堆上，眼巴巴地望着天上的星轨。喵！替我好好照顾词主，等我清理完我就来找你们。软乎乎的猫叫飘向天空，没有兽听得见，直到星轨变成天边的一个小点，再也看不见。尹泰才慢悠悠转身，踩过碎石，朝着废墟走去。星轨的休息室里，江绵趴在白玄的治疗舱边，忍不住问：尹泰真的愿意一个兽留在荒星清理战场？他总感觉尹泰被坑了。凤九、九宇、明渊对视一眼，整齐划一的点了点头。江绵皱了皱眉，感受到这三兽没说实话，他没再多问，悄悄点开光脑，给尹泰发了条消息：江绵、尹泰，你当真愿意一个人留在荒星？只要现在尹泰回复一个不愿意，他都要倒回去把尹泰接回来。可看见尹泰回复的消息，江绵嘴角狠狠地抽了抽。尹泰，是的，我愿意。江绵看着屏幕上的几个字，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尹泰居然真的愿意。他犹豫了一下，又发了条消息：辛苦了，等你打扫完，直接回 F973星吧，我给你准备了礼物，词主要单独奖励他。尹泰的尾巴摇得飞快，他可太激动了。尹泰，谢谢词主，保证完成任务。他就知道凤九他们没骗他。3日后，凤凰宫的宫殿里，凤舞急匆匆地冲进凤凰的书房，他眼眶微红，语气带着委屈和不满：母皇，您快去看看啊，哥哥他居然带了个来路不明的野雌性，去了兽神的圣泉。而此刻圣泉边，凤九刚把白玄泡在水里，光脑就弹出母皇要见他的消息。他眉头微蹙，抬手在温泉周围布下一层不透明的精神力结界，这结界不仅能隔绝视线，还能阻断气味，防止旁人打扰。凤九蹲下身，试了下圣泉的温度，语气放得极柔：你安心在这里和白玄结侣，没有兽会打扰到你们。江绵乖乖点头。凤九看着他乖巧的模样，喉结动了动，他的词主好乖，他真亲一口啊。可他现在还没资格。最后凤九忍不住揉了揉他的头顶，转身快步离开，来到母皇的寝殿外。凤九停下脚步，他没有贸然进去，只是微微躬身，清朗的嗓音隔着门板传进去：母皇，您有事找我，进来吧。凤凰的声音从殿内传来，不高，却透着皇室与生俱来的威严。这里没有外人。凤九应下，抬手推开殿门，他抬步走入，目光第一时间落在殿中主位的母皇身上，而他的边上正站着他的妹妹凤舞。凤舞本就不开心，现在又闻到他哥哥身上有雌性的性激素的味道，眉头瞬间拧成了疙瘩。哥，你身上怎么会有雌性的性激素？他什么时候被标记的？他上前一步，眼里满是不解。面对凤舞的质疑，凤九眉头微皱，并未回应，而是安静地等待母皇开口。凤凰早已闻到了凤九身上那股浓郁的性激素，那性激素纯度极高，一闻便知是等级不低的雌性。原本因凤九擅自带外人入宫而产生的不悦，瞬间被这惊喜冲得烟消云散。他看了一眼凤九，问道：所以你今日带来的雌性是你的词主？是。凤凰眼中的笑意更浓，他拉过身边凤舞的手，轻轻拍了拍：误会，都是误会，既是你哥的词主，那就是自家人。自家人哪来什么野雌性的说法？完全没有的事。凤舞依旧无法理解，他挣开母皇的手，皱着眉反驳：母皇，圣泉的规矩您忘了吗？前任兽神留下的圣泉，那是何等神圣的地方，就算是哥哥的词主也不能随意进入啊。对啊。母皇被凤舞一提醒，也反应了过来，脸上的笑意淡了下去。凤九，母皇不是反对你对词主好，可规矩就是规矩，得分场合，圣泉太过特殊，实在不适合随意使用。凤九闻言轻轻叹了口气，头垂得更低了些。他知道母皇和妹妹是出于对凤凰族规矩的考量，可现在没有比圣泉更适合绵绵和白玄结侣的地方。他抬起头，
开始将在荒星发生的事一一道来。圣泉里，白玄半靠在池沿的白玉台上，他身上那件薄如蝉翼的纱衣早已被温泉水浸透，紧紧贴在身上，长长的睫毛垂落，在眼睑下投下一片浅浅的阴影。现在的他安静的仿佛一尊雕像。江眠站在池边，取下手腕上的手链，放在脚边，随后他慢慢褪去身上的衣物，一步步走下圣泉池。此时江眠身上的信息素正在缓慢散开，与圣泉的暖意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味道。他走到白玄面前，停下脚步，目光紧紧落在他垂落的眼睫上。白玄的睫毛很长，根根分明，却毫无颤动。白玄，江眠轻轻唤他，声音被水汽裹着，软得像一根轻轻搔刮心间的羽毛。他缓缓伸出手，指尖停在离他脸颊1寸的地方。他怕白玄永远也醒不过来。片刻后，他才鼓起勇气，将指尖轻轻贴了上去。指腹触及他皮肤的瞬间，江眠的心一紧，他的脸比他的指尖还要凉。江眠俯身，将额头轻轻抵在他的额头上，同时催动体内的信息素，清冽甜美的气息围绕着两人。他能清晰地感觉到白玄身上极其微弱的呼吸。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醒来啊？江眠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他抬手，小心将他垂落在额前的一缕蓝白发撕别到耳后，指尖顺着他的脖颈往下滑，最终停在他心口的位置。那里隔着薄薄的湿纱，能隐约感觉到他微弱的几乎要消失的心跳。他抬眸对上白玄紧张闭的眼，你不是说要和我第一个结旅吗？说着，江眠将脸埋在他的颈窝，鼻尖蹭到他微凉的肌肤，压抑许久的眼泪终于忍不住落了下来。现在我来了，你能不能睁开眼睛看看我，哪怕就看一眼？说完，他抬起头，带着满脸的泪痕，轻轻吻了上去。唇瓣刚触到他的唇，一股刺骨的凉意就顺着唇瓣传到了心底，让他忍不住颤了颤。但他没有退，反而更用力地贴着他的唇，舌尖轻轻舔过他微凉的下唇，试图将自己身上的暖意一点点传递给他。江眠的吻很轻，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也带着孤注一掷的决心。舌尖慢慢撬开他的牙关，探进他的口腔，勾起他同样冰凉的舌尖。他知道这是唤醒白玄最后的希望。就在这时，他感觉到白玄的舌尖微微动了一下，这个细微的动作让江眠心头一喜，眼泪流得更凶了。他更加用力地吻着他，双手紧紧抱住他的脖颈，将自己的额头抵在他的额头上，精神海里的精神力也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与他的精神力慢慢交融。白玄，醒醒！他一边吻着他，一边轻声呢喃：我在这儿，我一直在等你，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你快醒醒啊！他的吻越来越深，越来越急切，眼泪落在两人交缠的唇上，混着唾液滑进喉咙，带着一丝咸涩的味道。不知过了多久，他忽然感觉到白玄的身体似乎有了微弱的暖意，紧接着白玄的手指轻动了一下，指尖碰到了他的腰。那突如其来的触碰让江眠浑身一颤，他立刻停下动作，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他。白玄，他继续轻声唤着。过了片刻，白玄的眼睫开始颤动了几下，然后缓缓睁开了眼睛。他的眼眸依旧是平日里那般清澈，却带着刚睡醒的迷茫，还有一丝虚弱。他的目光落在眼前的江眠身上，停留了许久，才缓缓眨了眨眼。他嘴唇动了动，发出一道沙哑的几乎听不清的声音：绵绵。听到这两个字，江眠再也忍不住，扑进白玄的怀里，紧紧抱住他。我在，白玄，我在，你终于醒了。白玄被他抱得微微一怔，随后抬起手，用尽全力环住他的腰，将脸埋在他的颈窝。我没事了，别怕。圣泉池的水汽氤氲，模糊了两人的脸，两人相拥在池水中，仿佛要将这许久未见的思念都融入这温暖的时光里。伴随极致的信息素，白玄控制不住把江眠搂在怀里，手握着他不盈一握的腰，然后慢慢往上再往下，直至身体交融，彼此的灵魂死死纠缠在一起。圣泉结界外，暮色渐浓，天边染着一层淡淡的橘粉霞光。九羽抬头往圣泉中心看去，嘴角勾起一抹喜悦，看来绵绵成功了。明渊站在一旁，眼眸始终落在圣泉中心方向，他就静静地站在那里，无言地守护着。哼，开门开门，我来给嫂子送吃的了。凤舞端着一碗燕窝在江眠房间门口嚎叫，九羽从里面出来，抬手拦住了他，小声一点，你嫂子还没醒。还没醒。凤舞快哭了。自从江眠和白玄结旅成功后，江眠就连睡了5天，这5天里，他每天早上和晚上母皇都要让他送一碗燕窝来，他都烦死了。这时凤九从房间里面走了出来，他看着凤舞道：凤舞，你先下去吧，别吵着你嫂子。凤舞看着哥哥护着江眠的模样，无语的翻了个白眼，直接将手里面的燕窝仰头喝了个干净。这江眠真好运，白玄是他的也就算了，居然连他哥也是他的。对了，还有指挥官九羽。想到这些，他更想哭了。时间线拉回凤九向母皇解释完的时间，所以江眠是救了你，并且意外将你永久的标记了，而那白玄才是真真实实因精神海塌陷而失控昏迷的兽。寝殿内灯光明亮，凤凰坐在主位上，手指敲击着扶手，一字一句问着。凤九垂首：是的，母皇，而且我已经决定此生永远追随绵绵，无论他想去哪里，我都会陪在他身边。哥。凤舞一听，立刻急了：你要考虑清楚，他就是个很普通的雌性，根本配不上你啊。
凤舞，凤凰不留情地瞪了他一眼。能在那种精神海崩塌情况下，将凤九拉回来的可不是普通雌性。以后你不许再对她无礼，她是你哥认定的雌主，也是你未来的嫂子。可是，凤舞还想反驳，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母皇说的是事实，她找不到理由反驳。可一想到自己喜欢了好多年的白玄，就这么成了江眠的伴侣，她心里就像堵了一块大石头一样难受。更何况抢走自己喜欢的雄兽的雌性，居然还是哥哥的雌主，他的嫂子，这让他以后怎么面对江眠啊？凤舞越想越委屈，眼眶瞬间红了。我不想理你们了。凤九看着妹妹跑远的方向，眼里带着几分愧疚。母皇，妹妹那里我去跟她解释，您别担心。只不过等绵绵醒了，我想请您单独为她测一下精神等级，她的精神力很特殊，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凤凰点点头，觉得凤九说的有理。他沉吟片刻，开口道：那就等她和白玄节旅事宜彻底结束后，你带她来兽神殿见我，我亲自为她测试。啊，疼！傍晚时分，极致的腰疼让江眠悠悠转醒。他感觉他的腰、他的腿、他的胳膊，他是手全部都断了一般。白玄一直守在床边，见他醒了，立刻伸手想扶他坐起来，可他的手刚碰到江眠的背，就被他强力打断。停！你先别忙着碰我。江眠皱着眉，缓了好一会儿，才用胳膊撑着床铺，慢慢坐了起来。他靠在床头，大口喘着气，疼，实在是太疼了，怎么结个缕，身体像散架了一样。我睡多久了？他抬手按着太阳穴问道。五天。白玄心虚地回答着。他也没想到自己第一次节旅会失控到这种地步，让绵绵受了这么大的苦，全都是他的错。他凑到江绵面前，眼神里满是愧疚和心疼。对不起绵绵，都是我的错，第一次没控制住，害你受苦了。放心，下次我绝对轻。停！江绵连忙伸出手捂住了白玄的嘴，动作幅度稍微大了点，腰又传来一阵酸痛，让他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九宇听着两人的对话，忍不住悄悄笑了起来。他端着一杯温水走出来，将杯子递到江绵面前，先喝口水润润嗓子。江绵红着脸接过水杯，这才发现九宇一直在屋里。要是早知道他在，他可不止捂住白玄的嘴这么简单，说不定直接给白玄一脚了。现在好了，这么私密的话全被九宇听去了，真是丢死人了。九宇看着他通红的耳朵，轻笑一声，抬手摸了摸他的头。你们先聊，我去和凤九碰面，跟他说一下你的情况，让他不用太担心。江绵不敢对上九宇的眼睛，只是轻轻点了点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九宇走后，江绵立刻拿起身边的枕头，毫不客气地砸向白玄。你说那么快干吗？也不知道羞，可在雄性兽人眼里，羞这个词几乎不存在。对他们来说，勇敢向自己的雌主表达爱意，承认自己的心意，是最光荣的事。白玄没有躲，任由枕头砸在自己身上，然后起身坐到床边，俯身在江绵的额头上落下一个轻柔的吻。他的眼神炙热又专注，像盛满了星光。绵绵，谢谢你，谢谢你没有放弃我，谢谢你愿意和我节旅。不知道为什么，自从和白玄完成节旅后，江绵只要一看见他，就会不自觉的脸红。尤其是此刻，白玄凑得这么近，他觉得白玄似乎比尤其更帅了。他连忙移开视线，岔开话题。白玄，你身体现在感觉怎样？精神海还难受吗？白玄拉住他的手，轻轻按在自己的胸口，温热的掌心贴着他的手背，能清晰地感受到他平稳有力的心跳。我感觉很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他的声音低沉而温柔，眼底满是缱绻。尤其是这里，满满的都是你。谢谢宝子追更，爱你们哦。最近看苍原图有点上头，2章先看着，明天继续3更，求个书架。江绵对上白玄的目光脸更红了，心跳也快了几分。这家伙什么时候也学会这么撩人的？他连忙抽回手，故作傲娇的哼了一声。我饿了，快做饭给我吃。白玄早就想到他醒了会饿，提前就和明渊打好了招呼。他点开光脑给明渊发了个消息，下一秒明渊就推着餐车走了进来，里面装满了江绵爱吃的菜。江绵的眼睛瞬间亮了，5天没好好吃东西，他是真的饿了。他拿起筷子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脸颊鼓鼓的，像只贪吃的小松鼠。白玄坐在一旁，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模样，眼底的温柔几乎要溢出来。等江绵吃的差不多了，白玄才开口：绵绵，吃完洗个澡，好好休息，明天我们一起去见一见凤凰。江绵点点头，他知道凤凰就是凤九的母亲，在凤凰宫叨扰了这么多天，去拜见一下这里的主人是应该的。见江绵没有反对，白玄的眼睛亮了亮。今晚我还能照顾你吗？绵绵。站在一旁的明渊，他理解白玄刚接完旅的战友，这次他默默退了下去。听到白玄说今晚要照顾他，江绵刚喝下去的一口汤差点喷出来。他瞪了白玄一眼，脸颊又红了。他揉了揉依旧酸痛的腰，没有拒绝。可以，但是只能单纯的照顾我，我腰疼，做不了别的。好，都听你的。白玄连忙点头。他拿起手帕擦拭着江绵的嘴角，眼里满是宠溺。他的绵绵说什么都好，只要能永远留在他身边，让他做什么都愿意。早在江绵吃饭的时候，白玄就已经去浴室放好了温水，还在水里加了些能舒缓肌肉的药液。等江绵吃完饭后，他帮他脱下身上的衣物，
然后一个公主抱将她放进了浴缸。在入水的那一刻，江绵看见她腰上有一只凶猛小老虎的图案。不等她反应过来，白玄就俯下身，不由分说的在她的腰侧吻了一下。温热的触感让江绵一阵痒痒，忍不住缩了缩身子。这是绵绵身上独属于我的印记。白玄的声音带着几分沙哑，眼神里满是占有欲。有了它，所有人都会知道我们已经结侣了。江绵伸出双手，轻轻抚摸着腰侧的兽印，指尖刚触碰到图案，一股强大的生命力就从指尖涌来，顺着血液传遍全身。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和白玄之间多了一种奇妙的联系。只要他心念一动，似乎随时都能感知到白玄的状态，甚至可以操控他的生命。此刻，白玄像是感受到了他的触碰，眼里翻涌出燥热。他没有犹豫，直接翻进浴缸里，将江绵紧紧抱在怀里，低头吻上她的唇。绵绵，让我好好照顾你吧。翌日，在凤九的带领下，白玄和江绵来到了兽神殿。兽神殿在凤凰宫最高处，殿门两侧立着展翅的凤凰石雕。白玄刚踏进去，一股无形的威压扑面而来，他下意识把江绵护在怀里，却发现绵绵似乎感受不到这股威压。而他现在正在打量着兽神殿。江绵进来的第一眼，就看见最中央矗立着一尊巨大的五手雕像，雕像身躯挺拔，背后有一双巨大的羽翼，哪怕没有头颅，也依旧能人感受到威严。江绵望着那雕像，顿了顿，似乎有点眼熟，但他没印象。你们来了。站在雕像旁的凤凰开口了，她穿着火色长裙，周身萦绕着淡淡的暖香，高贵又圣洁。她的目光第一时间落在江绵身上，眼底漾起真切的喜爱。作为凤凰族女皇，她对信息素的感知极为敏锐。江绵身上的气息纯净的不含一丝杂质，像初生的晨光，是她许久未曾见过的纯粹。就连她年轻时，信息素也不及这般干净。白玄，江绵与凤九同时朝他鞠了个躬。凤凰不太看重繁文缛节，笑着摆了摆手，径直走到江绵面前，又转头打趣的看了凤九一眼。凤九这小子倒是好福气，竟能让兽神匹配到这么好的雌主。凤九的耳尖刷得红了，他何尝不觉得幸运呢？能遇见绵绵，本是他此生最大幸运，但这份幸运却被他亲手推开。一想到自己让绵绵解除匹配申请，他就想多了当初的自己。听到凤凰这般说，江绵一下子就看出来凤凰不知道凤九已经让他申请解除匹配的事，他并没有拆穿。若不是凤九借出圣权，他也不会和白玄成功结侣。这份情分，他得还。于是他上前一步，微微欠身，转移话题。不知凤凰找我们何事？凤凰拉过江绵的手，他轻轻拍了拍江绵的手背，又给凤九递了个眼神。凤九心领神会，立刻带着白玄退了下去。白玄了然，不舍得看了眼江绵，便走了出去。殿门外，晨风卷着草木的清香掠过。凤九靠在墙上，眉头紧锁，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转头看向白玄。他嘴唇动了几次，却迟迟没能开口。殿下有话不妨直说。白玄率先打破沉默。在白玄眼里，凤九是有大义之兽。当初若不是凤九拼尽全力挣脱虫兽的束缚，在雾刺即将刺穿他脑袋的瞬间救下他，他早就死了。如今看凤九表情，应是有事求他。凤九深吸一口气，避开白玄的目光。白玄，你知道的，我已经被绵绵永久标记了，我不想为从前的过错找任何借口。可我……他顿了顿，声音逐渐软了下去。可我真的不想离开他，能不能有时间在绵绵面前多替我说几句好话，让他同意我以追随者的身份留在他身边。当初解除匹配是他提的，他没脸让江绵取消，但他又不想离开他，只能出此下策。白玄闻言，眼底没有意外，只有了然。早凤九跪在绵绵店门口的时候，他就看出来他也喜欢绵绵了。只是我会和绵绵商量这个事，但最终的决定权在他手里，我不能保证。凤九明白，一个家庭里，雌主是最大的。白玄又是绵绵第一个结侣的兽，他愿意这么帮他，他已经很感激了。不过他还有关于绵绵更重要的事和白玄说。兽神殿里，凤凰越看江绵越欢喜，这么乖的孩子，居然是他家那个木头儿子的雌主。喜欢。绵绵，你觉得我家凤九怎样？江绵闻言一怔，耳间瞬间漫上薄红。他压根没料到凤凰会突然问起凤九，脑子里像塞进了团乱麻。他顿了顿，有些结巴道：挺好的，爸。凤凰半点不介意，笑着点头。我也觉得他挺好的，你别看他平时木讷了一点，其实我看得出来，他是很喜欢你的。你看只是被你永久标记了一下，那个残留下来的信息素他藏都不藏的，这么明目张胆的宣告自己有雌主了，真不愧是他的儿子。越想凤凰越满意。啊！江绵猛地抬头，瞳孔里满是震惊。永久标记，他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他大脑瓜飞快运转着，突然定格到了某个画面。当时凤九一个劲往山壁撞，慌乱中他似乎好像咬了他一口。该不会……看着凤凰愈发炽热的眼神，江绵再也瞒不下去了。凤凰，其实大概1个月前，凤九已经派人来说要和我解除匹配了。什么？凤凰脸上的笑意瞬间僵住，他盯着江绵，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逆子他居然敢！江绵垂着头，心里七上八下的。换作是他，要是自己的儿子先提解除匹配，
结果还被对方永久标记，怕是早就发火了。他悄悄往后退了半步，做好了受罚的准备。结果下一秒听到的话，却让江绵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这个该死的逆子，居然敢瞒着我，偷偷搞这些！绵绵，你等着，我现在就把他喊回来，给你主持公道。说着，凤凰就要抬手传唤侍从，江绵连忙上前一步拦住他。等等，凤凰，或许是凤九真的对我没感觉呢。要是他真心想解除匹配，我愿意成全他的。成全？凤凰听到这话，气得胸口起伏，差点没背过气去。他指着殿外，一脸恨铁不成钢道：逆子啊，这么好的雌主他不珍惜，还妄想解除匹配，我现在就想把他一脚踹出中央宫，让他去边境军营好好反省。骂完后，凤凰深吸一口气，努力压下心头的火气。罢了，转身看向江绵时，眼中已没了方才的怒火。他自己做的孽，后果该他自己承担。你是个好孩子，单说敢闯毒区冲军营这一点，族里多少雄性都比不上你。凤九的事，你自己看着来，我不干涉。江绵狐疑的眨了眨眼，还是有些不敢相信，毕竟他都把人家儿子永久标记了，凤凰居然一点都不怪他。星际雄性可是对这些很敏感的。凤凰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思，笑着解释：雄性就得敢做敢当，这是他既然选择瞒着我要是插手了，反倒显得他没担当。江绵明白了。这时，凤凰转身走向殿中央那座无头的兽神雕像，指尖划过雕像冰冷的纹路，随即虔诚地闭上眼，口中念起一段晦涩难懂的古老咒语。殿内的空气仿佛都跟着凝滞。片刻后，凤凰摊开的掌心凭空出现了一枚水晶球，水晶球只有巴掌大小，通体澄澈，流转着淡淡的光。凤凰现在不想听到凤九这个名字，赶紧改了口：有人担心你在毒区受了伤，怕你的精神海受损，让我用这个帮你测精神海信息素的浓度，要是有什么意外，也好第一时间修复一下。江绵盯着那枚水晶球，心里莫名升起一股熟悉感。等凤凰把水晶球递过来时，他几乎是下意识地伸出手，轻轻放了上去。1秒、2秒、1分钟过去了，水晶球依旧静悄悄的，没有半点反应。这是坏了。江绵嘴角抽了抽，心里直打鼓，他可什么也没不干啊。凤凰也愣住了，脸上闪过一丝尴尬，这可是兽神留下的宝物，怎么会没用？他清了清嗓子，强装镇定，可能是太久没使用，有点失灵了。你稍等一下。说着，凤凰又念起了方才的咒语。为了保险起见，他先将自己的手放在了水晶球上，指尖刚触到球面，水晶球内部就缓缓散出柔和的白光，光芒逐渐扩散，将整个水晶球都包裹其中，连殿内的光线都亮了几分。见水晶球没问题，凤凰松了口气，把球重新推向江绵。你再试试，这次肯定行。江绵点点头，学着凤凰的样子，再次将手放了上去。1秒、2秒，又是1分钟过去，水晶球还是毫无动静，依旧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江绵，他该不会是被兽神嫌弃了吧？凤凰也彻底惊了，活了这么多年，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难道江绵雌性的精神海浓度已经强到连兽神水晶球都测不出来了？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凤凰看向江绵的眼神瞬间变了，那眼神炽热又崇拜。江绵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连忙收回手，心虚的把水晶球推了回去。凤凰，我其实感觉身体挺好的，精神也没什么不舒服的，要不就别测了吧。他真怕再测下去，就被凤凰发现自己的精神力等级低到连医院最基础仪器都测不出的地步，到时候低精神力被公布出来，该多丢脸啊！算了，不测也罢。听到江绵雌性也不打算测试了，凤凰一口答应。现在他也确实没别的其他办法为他测试，眼看时间也不早了，凤凰说道：时间不早了，一起用膳吧。什么？你们也怀疑绵绵有问题？会议室大门紧闭，空气中弥漫着凝重的气息。白玄惊讶地望着一众兽，九羽没有多言，只是将光脑投屏转向他，把之前拉的群给他看，里面的成员暂时有凤九、白玄、九羽、明渊和尹泰。白玄醒来的时候，光脑就弹出一推消息，完全没注意到凤九拉了这个群。我单独问过尹泰，坐在最远角落的明渊开口，已经确认过绵绵听不懂他的授语了。我知道。白玄默默坐在凤九和九羽中间，原本明亮的眼神瞬间暗淡下来。从我第一次遇到他那天起，就知道了。什么？四兽同时愣住，连呼吸都顿了半拍。凤九和九羽的眉峰紧拧，完全没料到白玄竟藏着这样的秘密。白玄垂下眼眸，他本想把这个秘密永远藏在心底，可现在看来根本瞒不住了。我第一次遇到绵绵，是在 F973 星的黑色森林，他的声音轻缓，说起了那段往事。半小时后，明渊率先开口问：所以你早就知道他身上有异常，只是以为他是被虫兽所伤，才失去了与兽人沟通的能力，还有失去控制自身信息素的能力。是。白玄点头。当时绵绵用信息素安抚了我之后，我就带他去了匹配者中心。我想着，就算不能成为他的匹配者，能申请做他的追随者也好。也就是在那时候，我悄悄查过他的档案，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九羽也惊了，匹配中心怎么会给一个没有档案的兽做匹配？星际可从未见过这样的先例。难道绵绵身上还有其他秘密？记得绵绵给他说过，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
九宇眼中闪过狡黠，把这个秘密咽了下去。白玄摇摇头，眼底满是困惑。细细想来，他们的词主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没有过去，没有痕迹，凭空出现在了他们的世界里。还有星鬼也是，他似乎也从来没见过星鬼。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凤九忽然开口：“你们还记得关于前任兽神的传闻吗？”此话一出，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下来。关于前任兽神的身份传说太过神秘，没有兽敢深度思考下去。咚咚，急促的敲门声突然响起，打破了凝滞的气氛。众兽深吸一口气，迅速收敛神色，稳稳坐在原位。凤九起身走向门后，指尖按在门把上，语气冰冷：“何事？”门外的士兵行了个标准的军礼，快速回答：“凤凰备了家宴，特意宴请江绵辞性，让各位匹配者一同过去。”说完，他不等凤九回应，头也不回地转身跑了。打扰上级开会是大忌，他可不想听到不该听的掉脑袋。会议室里的众兽交换了一个眼神，瞬间了然。凤九和明渊是这里面等级最高的，他俩同时站起身道：“关于绵绵的秘密，不得向外泄露半分。若让此主因为身份陷入危险，凤九，我将动用帝国身份力量进行围剿；明渊，我就动用明渊玄蛇一族进行围剿。”白玄和九宇则诚恳地半跪在地，定，以身作则。家宴的氛围还算融洽。宴会结束后，白玄借着消食的名义，单独把江绵约到了后花园。他答应了凤九要帮着劝绵绵留下他，总得拿出点实际行动。绵绵，白玄上校。白玄刚开口，还没来得及说正事，一道清脆的女声就从身后传来。听到这声音，白玄心里咯噔一下，下意识就想拉着江绵往后退，可凤舞几乎是跑过来的，他拉着绵绵没走2步，凤舞就追上来了。好巧啊，白玄上校，你也来逛后花园？凤舞笑着开口，一双凤眼直直粘在白玄身上。白玄，他抿紧嘴唇，一言不发。他不动声色地往江绵身边靠了靠，无声地宣告着自己的归属。他可不想再被凤舞缠上，更不想让绵绵误会。凤舞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脸上的笑容淡了几分。以前白玄就对他冷淡就算了，现在好了，有了江绵，更是连话都不愿跟他说了。江绵感受到他的敌意，主动上前一步，挡在白玄身前。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凤舞一扑，笑出声来。不是吧，这里是我家，我怎么不能来这里？江绵，他回头看了眼白玄，白玄连忙凑到他耳边解释，凤九是他的哥哥。你是公主？江绵吃惊地看着他。江绵猜到凤舞和凤九是同族，没猜到居然是兄妹，真是草率了。凤舞得意地抬了抬头，像只骄傲的小孔雀。下一秒，他却突然拉起江绵的手，把他往旁边带。嫂子，这一声突如其来的嫂子，把江绵给整不会了。他还清晰记得上次在库木尔餐厅，凤舞抢白玄的样子。有事好好说，别动手动脚的，事出反常必有妖。江绵立刻抽回手，白玄也觉得不对劲，悄悄用光脑拍下凤舞拉江绵的画面，私发给了凤九，并配文：本来想劝绵绵留下你的，结果还没开口就微笑 JPD。 一个简单的微笑表情足以表达他此刻的心情。他是真不想跟凤舞扯上关系，万一被绵绵误会了，以他的嘴笨，可哄不好。嫂子，你可别误会我。凤舞见江绵防备，连忙放缓了语气，我知道我哥早就认定你了，今天不是来跟你抢白玄的。他是喜欢白玄没错，但还没刁蛮到去抢嫂子的匹配者。更何况他母皇对他的喜欢都快写在脸上了，他要是还像之前那样无理取闹，回头少不了被母皇教训。凤舞拉着江绵的手晃了晃，撒娇道：今天来是特意找你道歉的。江绵闻言，嘴角机不可察地挑了挑，哪有人来道歉？那眼睛死死粘在别人的匹配者身上。凤舞感受到江绵不信任的目光，脸颊微微泛红，没急着辩解。他在白玄看不到的地方掏出了一个不透明的小瓶子，塞到江绵手里。我知道你已经和白玄结侣了。凤舞的声音压低了些，你放心，我以后不会再跟你抢他了。他说着，还特意朝白玄的方向瞥了一眼，见他没注意这边，又往前凑了凑。你手里这东西是个宝贝，能让你下次结侣的时候没那么累。什么叫让他结侣的时候没那么累？江绵大脑闪过一些不堪的画面，是他想的那种东西吗？凤舞望着江绵精致的眉头皱了皱，这傻嫂子怎么就不懂结侣的快乐呢？在他眼里，这位嫂子不仅毫无背景，连体力都差得惊人，不过是和白玄第一次结侣，竟昏睡了整整5天。毕竟他们凤族天生体魄强悍，他必须提前为哥哥做打算。江绵看懂凤舞的心思，脸颊染上绯红。先不论凤舞塞过来的东西是真是假，单说这用途，他就半点兴趣都没有。他迅速将瓶子塞回凤舞手中，你留着自己用吧，我不需要。本公主送出去的东西，哪有收回的道理？凤舞不肯接，下巴微抬，你不喜欢可以丢掉，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以后和我哥结侣时候体力不支。我们凤族的体力可是出了名的好。江绵嘴角狠狠抽了抽，难怪凤舞会送这种东西，原来在这儿等着他。现在的他还没取消和凤九的解除匹配，怎么就突然跳到结侣的话题上了？这逻辑让他不理解。或许凤九不仅瞒了凤凰，也瞒了凤舞吧。江绵没有解释，直接将瓶子塞进凤舞手里。对别人的事过度操心并不好，我还有事，就不陪你闹了。唉，不是。凤舞还想再说些什么，
可江绵已经拉着白璇越走越远。他望着两人的背影，小声吐槽：“真是好心当做驴肝肺。”凤舞，熟悉的男声从后方传来。凤舞心头一紧，慌忙将手中的瓶子丢进旁边的花丛，转身道：“哥哥，你也来后花园赏花吗？你确定这里是来赏花的？”凤九的目光扫过满地绿植，没看到一朵花。凤舞见哥哥有备而来，索性不再装了。好了好了，我的确是来找嫂子的，但你放心，这次我不是来跟他找麻烦的，也没有抢白璇的想法。他说着，伸出3根手指对天保证，凤舞的目标不是白璇。凤九有些不信，你要是不信，可以去问嫂子，我已经跟他讲清楚了，以后不会再和他抢人。刚才你应该也看到他拉着白璇往前走，不信的话，你追上去问问呗。凤舞指着前面快消失的背影道，如今的他哪有追上去的资格？凤九看着逐渐远离的背影，眸光暗了暗，回去吧，今天是你申请匹配的日子，别耽误了。听到申请匹配这几个字，凤舞瞬间两眼放光，他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等匹配成功，他一定要左边睡2个，右边睡2个。另一边，白璇被江绵拉着一路往前走，心里满是忐忑。方才忙着给凤九发消息，都没注意绵绵和凤舞说什么。该不会凤舞找绵绵麻烦了吧？词主，我和凤舞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白璇不敢再往下想下去，连忙解释：“我知道啊。”江绵停下脚步，转头静静看着他。知道？白璇愣住了，知道才是最恐怖的。难道绵绵之前和凤舞见过？上次出门逛街的时候，凤舞甩了3000万新币给我，让我和你解除匹配，不过我舍不得，就拒绝了。听到这句话，白璇的脸上浮现很多情绪，有惊讶、错愕，最后全都化作了难以掩饰的欣喜。他开心地抱住江绵：“词主，你简直太好了！”他的绵绵居然为了他敢得罪星际的公主，以凤舞的身份，放眼整个星际也是没有兽敢招惹他的存在。即使白璇对他没感觉，也会表现得很尊重。要是换做其他雌性，早就被他关起来了。江绵本就腰疼，现在又被白璇抱得这么紧，他感觉他的腰真的快断了。他连忙推了推他，转移话题：“你先放开我，我腰真的疼。还有，你刚刚是不是有事和我说？”白璇点点头，神色认真起来：“凤九来找过我，他说他不敢奢望你取消解除匹配的申请，只求你能同意他做你的追随者。”江绵真的不觉得凤九是真的喜欢自己。现在凤九想取消解除匹配或者申请成为追随者，或许只是因为当初不小心被永久标记。他思考片刻，说道：“这件事我再考虑考虑吧。”白璇尊重江绵的任何选择，没有再多说什么。就在这时，江绵的光脑突然弹出了视频通话请求。江绵点开看了看，是叶七。他想也没想接通光脑。视频里，叶七已经回到了别墅，眼角通红，显然是刚哭过。那副委屈的模样让江绵瞬间心疼起来。叶七，你的伤都好了吗？怎么还哭了？叶七委屈的嗯了一声，坐在沙发上，把头埋进膝盖里。姐姐，你什么时候回来？他已经一个人在家里待了3天了。姐姐不在的日子里，每一分都是煎熬。他好想姐姐，可是姐姐走的时候居然都不给他说一下。江绵听着，心里泛起一阵酸楚。仔细算下来，的确该回去了。他转头看向身边的白璇，要不我们后天就回 F973星吧？白璇温柔的在江绵的额头落下一个吻。都听你的。得到白璇的肯定，江绵又看向视频里的叶七。叶七，我们后天就启程回去，你乖乖待在别墅里，不要乱跑，好不好？叶七的眼角悄悄扫了一眼白璇，然后乖巧地点点头。好，我等姐姐回来。挂掉视频通话后，江绵给一同前来的明渊发了条消息，告知他自己后天回 F973星的决定。很快，明渊就回复了一个好字。江绵关掉光脑，转头看向白璇：“这次你要和我一起回去吗？”白璇的眼底闪过一丝晦暗。这件事他其实也不知道答案，最近没有突然跳出虫族入侵的消息，他想应该是可以请假的吧。他抬手轻轻揉了揉江绵的头发。这件事我得问问凤九，可能要明天才能给你答复了。江绵点了点头。自从遇到白璇，他一直都在为各种事情忙碌，他非常理解。接下来的时间里，白璇一直陪着江绵在后花园闲逛，直到傍晚才依依不舍地分开。毕竟白璇想请假陪江绵回去，这件事越早和凤九说，越好安排。和白璇分开后，江绵突然想起自己还没问过九宇的意思，于是他朝着九宇的房间走去，打算亲自问问有没有和自己一起回 F973星的打算。九宇，你在里面吗？九宇的房间门口，江绵抬手敲了敲问道。过了好一会儿，房门才被打开。词主，门刚开，九宇的双腿就不受控制地软了下来，身体顺势靠在江绵的肩头，声音微弱的像一阵风。江绵连忙扶住他，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又冷又热的。他心里一紧，关切地问道：“九宇，你怎么了？是不是就伤复发了？”九宇不着痕迹地在江绵耳边吐了一口温热的气息。词主，我身体好疼，你扶我进去好不好？听到九宇说疼，江绵再也顾不上其他，连忙扶着他走到床边，小心地让他躺了下来。九宇穿着白色的里衣，非常单薄，还能隐隐约约看了里面的肉色。江绵也顾不上害羞，快速给他做了个全身检查，确定没有大碍后，又摸了摸他的额头。刚才的凉意已经消失，
现在只剩下滚烫。江棉立刻从空间里取出一块冰玉，你应该是发烧了，我这里有冰玉，能帮你降温。说着，他就想强制性把九宇按在床上，用冰玉给他降温。还没等冰玉碰到九宇的身体，江棉就被九宇反身按在了床上。九宇，江棉瞪大眼睛，一本正经地看着他。此刻，九宇压在他的身上，身上的薄衣滑落了几分，露出了线条流畅的腹肌。江棉下意识咽了咽口水，但看到九宇额角渗出的细汗，理智瞬间回笼。他皱着眉看着九宇，九宇，你都冒汗了，还是让我在上面帮你降温吧。九宇的眼角勾起一抹浅浅的笑意，身体缓缓俯下身，在江棉的耳边轻声问道：此主，你确定想在上面？对上九宇那双魅惑的狐狸眼，江棉的小脸瞬间红透，下意识咬紧了下唇。有时候这臭嘴就是比脑子快，可他不是这个意思啊。九宇低低的笑了起来，伸手拿过江棉手中的冰玉，直接放进了自己嘴里。他的精神还此刻已经有些紊乱，必须用冰玉暂时压制，才能避免不小心伤到江棉。此主，你今天晚上来找我，是不是有事情要跟我说？九宇侧身躺在江棉身边，语气温柔的能滴出水来。九宇的衣服实在太薄，几乎和没穿一样。江棉不敢看他的脸，更不敢看他的身子，只能往被子里缩了缩，把脑袋埋进被子里。我是想来问问你，后天要不要和我一起回 F973星？不知道为什么，说完这句话，江棉的耳朵也跟着红了起来。九宇的目光落在他泛红的耳根上，唇角轻轻贴了上去。那此主，你想不想我跟你一起回去呢？这九宇也太会撩了。江棉紧紧捂着被子，没有说话。要是不想让他一起回去，他又何必特意跑过来问呢？明知故问。江棉在被子里小声嘟囔了一句。九宇侧躺着，看着怀里裹成粽子的小人，眼底满是温柔。他不自觉地露出了几条雪白的尾巴，分别从上方和下方探进被子里，轻轻缠上江棉的身体。此主，今晚能不能先给我安抚一下？九宇低沉着嗓子问道。他的精神海真的越来越乱了。江棉刚从被子里出来，一条狐狸尾巴就迅速圈住了他的腰，另外2条则缠住他的大腿，将他往九宇的怀里带。一靠近九宇，他的9条尾巴瞬间全部显现，几乎占据了大半个床。江棉一抬头，正好对上九宇那双好看的眼睛，呼吸瞬间变得急促起来。好不好吗？九宇低下头，用自己的额头轻轻抵着江棉的额头。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太久，可以久无得到江棉的同意。九宇立刻用尾巴将他紧紧搂在怀里，低头吻了下去。这个吻极具占有欲和侵略性，吻得又深又狠，很快就把江棉的脑子吻得一片空白。此主，搂着我的脖子，摸我。九宇轻轻咬了咬江棉的舌尖，声音沙哑地说道。江棉的手不受控制地抬起，顺着九宇的腰间一路向上，指尖拂过他滚烫的胸膛，传来丝丝灼热的温度。就在他的指尖即将碰到九宇的后颈时，九宇突然一个转身，再次将他压在了身下。8条漂亮的狐狸尾巴在房间里肆意摇摆，最后1条尾巴则缠着江棉的手，慢慢往自己后脖子上送。九宇等等一下。江棉感觉自己快要缺氧了，你先停一会儿。可九宇却像是没有听到一样，依旧专注地吻着他，咬着他。他的左手抬在江棉的大腿下，右手撑在床榻上，避免压到他。片刻后，他才缓缓松开这个绵长的吻，从空间里取出上次明渊给的还没用完的冰玉。此主，你身体受不得累，应该比我更适合用这个。说着，他将冰玉轻轻含在嘴里，俯身送进了江棉的口中，口腔里瞬间传来一阵冰凉的凉意。江棉下意识地往九宇的怀里缩了缩，九宇满意地笑了笑，左手轻轻抬高，将江棉的腿搭在自己的肩上，又取出一块冰玉，俯身再次喂了下去，一块又一块。今夜似乎格外漫长。江棉不知自己被九宇投喂了多少块冰玉，也不知道最后自己是怎么睡着的。他只知道现在的他是被热醒的。房间里明明有恒温空调，根本抵不住九宇9条尾巴的包围。你在干嘛？江棉揉了揉眼睛，迷迷糊糊地问道。他无意间看到九宇正在给凤九发消息，只是不知道具体内容。九宇低头，在他的额头落下一个轻柔的吻。再安排我们一起回 F973星的行程。江棉心里微微一动，故意转了个身不看他。在他所有的匹配者里，九宇绝对是最会撩的一个。九宇低低地笑了起来，也跟着侧身躺下，伸手从身后搂住他的腰。绵绵，等我们回到家后，我能不能成为你第2个节旅的兽？昨天被江棉安抚过后，他的精神海已经平稳了很多，今天更是感觉身体好了不少。加上昨晚2人用了那么多冰玉，从体能上来说，他们节旅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听到九宇的话，江棉又把脸埋进了被子里，昨晚的场景一幕幕在脑海中回放。九宇几乎把能做的都做了，若不是他念着自己腰疼，恐怕自己早就被他吃得干干净净。绵绵，可以吗？九宇又靠近了几分，把自己的脸贴在他的脸上。江棉脑中一片混乱，往前挪了挪，塞给九宇一个枕头。看你运气。看着江棉慌乱逃跑的模样，九宇低笑出声，他的此主昨天真是格外香甜啊。书房里，凤九看着九宇发来的请假申请，只觉得太阳穴突突直跳。昨晚是白玄刚来，今天早上又是九宇来。凤九，这俩兽是约好的吗？那他怎么办？他现在连追随者的身份都没有啊。
凤九对着光脑沉默良久，指尖无意识地敲着桌面。要是都给他们批了，他就得必须再去一趟荒星，以后想在绵绵面前刷存在感就难了。真叫受急啊！哥，熟悉的女声打断了凤九的思绪。他抬头，就见凤舞端着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走了进来。凤舞刚走近，凤九就闻到一缕熟悉的雄性气息。他挑眉，接过咖啡抿了一口。你的匹配者里有一位是黑千？黑千他知道，星际2级上校，本体是战斗力极强的黑豹，实力为9阶，长得也不错。哎呀，谁要跟你说这个啊？凤舞脸颊瞬间泛起浅粉，他很自然地挽住凤九的胳膊。我是想让你帮个忙，给黑千讨几天假期。你看吗？我和他昨晚刚结旅，他常年待在边境星，难得来一趟中央星，我想跟他多待几天。凤九心里一动，原本紧锁的眉头悄悄舒展了些。他顺着凤舞的话往下接，所以你是想让我给他批假，让他留在中央星陪你？对对对，还是哥哥最懂我。凤舞用力点头，亮晶晶的眼睛里满是期待。凤九指尖在桌沿轻轻摩擦着，突然冒出一个绝妙的念头，他故意露出一副为难的样子，摊了摊手，批假也不是不行，只是什么？凤舞立刻追问，抓着他胳膊的手又紧了几分。你也知道，荒星刚结束与一支11阶重兽的战斗，虽然大部队撤了，但还需要兽去仔细巡视一遍。凤九故意放缓了语速，带着几分公事公办的认真。若黑千能去荒星把这事办妥当，确保万无一失，这个假我自然会批。凤舞眼睛一亮，瞬间明白了凤九的意思。哥哥是说，只要黑千能确认荒星的虫兽都被清理干净，防御也没问题，你就给批假，对吧？凤九笑着点头。现在全星际都没传出新的虫兽异动，只有荒星刚经历过大战，确实需要兽留守巡查。只要能保证荒星没有大问题，那他也能找理由同绵绵一起回 F973星了，简直完美。那正好让黑千去啊，他实力那么强，肯定能很快去处理完，到时候你就给批假呗。凤舞满不在乎地说，在他看来，巡查荒星不过是件小事，比起能和黑千相处的假期，根本不值一提。更何况他的伴侣又不止黑千一个，到时候黑千忙不过来，他可以喊其他伴侣一起帮忙。凤九看着凤舞毫不犹豫的样子，心里又惊又喜，连忙拿起桌上的笔，写上若黑千完成荒星全域巡视，确认无虫兽踪迹及安全隐患，即批假半个月。半个月？凤舞凑过去一看，眼睛瞬间瞪圆了，脸上的笑意止都止不住。他太清楚星际军队的规矩了，雄兽一旦入伍，除非有特殊任务或重大变故，基本很难有长假。哥哥一下子就开半个月，他爱死哥哥了。他抱住凤九的胳膊晃了晃，满脸雀跃。谢谢哥哥，你也太好了吧，我这就去找黑千说，不打扰你了，拜拜。说完，凤舞像只轻快的小鸟跑出了书房。书房里重新安静下来。凤九看着光屏上久雨的请假申请，嘴角勾起一抹得逞的笑。他靠在椅背上，指尖轻轻敲了敲桌面，心里的焦虑一扫而空。荒星的巡查进度，假期到底能放多久，还不是他和久雨说了算。到时候他就有时间陪绵绵一起回 F973星了。5天后 ，F973星，一艘通体银白的战舰缓缓驶入江绵别墅的上空。这是久雨特意安排的。江绵原本的星舰只能载4兽，可这次跟着回来的兽太多，一次性坐不下，所有兽都不想和绵绵分开，他就找来了一艘战舰。当然，他也是有私心的，他想让其他匹配者清清楚楚闻到，昨晚他是被绵绵安抚过了。舱门一打开，江绵就被白玄抱了下来。姐姐，你终于回来了。知道姐姐这几天要回来，叶七可是从白天到黑夜都等着呢。看到姐姐的第一眼，他身后的尾巴摇得像朵绽放的花。可当他看见姐姐身后陆续走出几个不认识的兽时，他尾巴瞬间僵住，眉头也狠狠皱了起来。这些兽身上都沾着姐姐的气息，有的浅淡，有的浓烈，这让他心里的占有欲瞬间翻涌。那股属于姐姐的气息几乎裹住了其他兽的气息，真是让兽讨厌啊。江绵拍了拍白玄的手臂，示意他把自己放下。他站稳后，拉过叶七的手，先指着久雨介绍：叶七，这位是久雨，我的匹配者。此刻的久雨早已没了前些天的忧郁，经过昨晚江绵的安抚，他精神海的躁动被抚平，原本微垂的眼尾扬起，狐狸眼亮的惊人。听到江绵的介绍，他朝着叶七友好的笑了笑。叶七没回应，只是鼻尖动了动，他清楚地闻到了久雨身上有姐姐的气息，还很浓。他抿着唇，手指悄悄攥紧了衣角。接着江绵指向凤九，这位是凤九，是星际的大皇子。他不知道凤九为什么要跟过来，也没想好自己到底和凤九是怎样的关系，所以略过了匹配者的身份。凤九感受到江绵的疏离，金色的眼眸暗了暗，眼底掠过一丝失落，真的非常后悔在没有和绵绵见面的情况下申请解除匹配啊。他也朝着叶七扯出一个友好的笑，可那个笑比哭还难看，把叶七都看懵了。叶七，这时候怎么看起来高贵，笑起来这么丑？难道姐姐喜欢这样的？叶七一样没理他，同样鼻尖朝他嗅了嗅。他闻到了那股气息浓烈又独特，像是和姐姐有什么东西绑定在了一起的气息。那气息比久雨的还要特殊。他不懂为什么凤九和久雨的信息素会有差别，可妒忌的情绪却越来越重，尤其是清楚地闻到姐姐身上居然有独属于白玄的气息。
他病态的占有就愈发强烈。看来姐姐出去的这些天里，姐姐很不乖啊，他得找个机会，好好帮姐姐洗一洗了。叶七危险地看了眼江眠，而江眠却完全没注意。介绍完凤九和九宇，江眠又转头对两人说：“他叫叶七，也是我的匹配者，只是他精神还有伤，性格像小孩子，你们多让着他点。”九宇和凤九同时点头，眼底的情绪却不同。白玄和明渊，叶七见过，江眠便没多介绍。他伸了个懒腰，大口呼吸着别墅里的空气，还是家里好啊，自由自在的，想干嘛就干嘛。叶七上前一步，拉住他的手，往别墅里拽。姐姐，我研究了好多好吃的，你先在沙发上坐一会儿，我去给你做。话音刚落，白玄和明渊同时动了，两兽像两道风似的往厨房冲。九宇看着这阵仗，无奈的笑了笑，转头对凤九说道：“要不然我们就别添乱了，我们先去收拾一下房间，现在跟白玄、明渊抢着照顾绵绵，他们再进去只会让他为难。”凤九点头表示同意，明着抢他肯定抢不赢，还不如先退一步，说不定绵绵看到他真心实意，会同意他成为追随者呢。别墅客厅里，江绵笑着摸了摸叶七的脑袋，心里暖暖的，他的小狼崽真是越来越乖了。可手刚搭在叶七头上，厨房就传来了争吵声。这条围裙是我的。明渊很不服气地拽着围裙。你放屁！白玄也拽着，上面印的是我本体的白虎图案，明明是我的。明渊，我戴这条围裙最久，眼珠子长在头上不会看吗？这分明是我的。白玄拽着围裙丝毫不让。江绵走过去，一进厨房就看见两人正拽着一条印着白虎图案的围裙互相拉扯，脸都快贴到一起了。他无语地看着他们，你们俩幼不幼稚？叶七也跟了过来，看着僵持的两人，小声说：“姐姐，让他们出去吧，我可以不用围裙的。”说着，他已经撸起袖子，开始洗手了。明渊、白玄则遇到对手了。明渊和白玄同时僵住，手上的力气也松了。他们对视一眼，立刻松开围裙，异口同声道：“绵绵，我们不幼稚。”江绵头痛地拍了拍自己的脑瓜，这根本不是他想看见的样子。明渊很快反应过来，拉着他的手转移话题：“绵绵，厨房油烟大，我陪你去看看紫灵藤怎么样？”江绵想了一下，那玩意买回来到现在他都没有看过，是该去看看了。他转头看向白玄，要不要一起？不了。绵绵，白玄摇了摇头，我感觉身体里有股没消化的能量，可能要升阶了，我先去修炼吧。其实他心里更想陪着绵绵，可他清楚自己已经是绵绵第一个结侣的对象了，总得给其他匹配者一点机会，不然会弱中受怒的。好吧，江绵叮嘱道，那你注意点身体，有不舒服的及时说。白玄上前一步，轻轻抱住他，在他额头落下一个温柔的吻。放心。说完，他转身上了楼。这确定是我当初买的小苗吗？别墅墙边，紫灵藤的长势把江绵惊呆了。不过小半月没见，他已经从10厘米的小苗爬满了整整一面墙，翠绿的叶子层层叠叠。他伸手碰了碰叶片，明渊，他这生长速度也太惊人了吧！你说他会不会把我的别墅都围满啊？一想到自己的别墅被藤蔓裹得严严实实，连阳光都透不进来的那种，江绵就有点后悔买它了。也没有人告诉他，紫灵藤这么能长啊！更让他郁闷的是，满墙的绿叶看着热闹，却连一朵花苞都没有。他撇着嘴看向明渊，明渊挠了挠头，他没养过植物，确实不知道植物会长这么快。再说，正常植物应该也不会长这么疯狂吧？应该不会吧？我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渊回答得很心虚，没遇到过。江绵心里一紧，指着满墙的绿叶，我们该不会是买错品种了吧？不排除这种可能。明渊立刻摘下一片叶子，打开光脑拍照查询，几秒后，查询结果跳了出来，的确是紫灵藤。他连忙安慰江绵，可能是不小心买到变异的了。江绵，变异不变异他不在乎，他只希望这藤蔓别真把他的屋子围起来。就在这时，几只彩色的蝴蝶从花园里飞了过来，其中一只粉色的蝴蝶扑扇着翅膀，落在了江绵的发间。明渊看着这一幕，眼底泛起温柔的笑意，悄悄打开光脑，拍下了下来，并设成了光脑壁纸。绵绵配粉色蝴蝶，简直太好看了。明渊，你看什么呢？江绵见他盯着自己发呆，踮起脚，挥手在他眼前晃了晃。明渊立刻关掉光脑，指着他的头发道：“你头上有只粉色蝴蝶，很好看。”江绵点开光脑的自拍看了看，的确飞来一只粉色蝴蝶，还真别说，他的这张清秀的脸配上这只粉色蝴蝶还真挺好看的。于是他对着光脑的镜头美美拍了张自拍，转发给了其他匹配者。当然，除了凤九和清浊，明渊看着光脑里弹出的照片，手指飞快地保存下来。绵绵也太真可爱吧，居然自己拍了一张发给他。另一边，同时收到照片的九宇、叶七和尹泰也都默默点了保存，并设置成为光脑壁纸。白玄还在修炼，没有看见。发完照片，江绵的肚子咕噜叫了一声，他拉着明渊的手往厨房走。走，我们去给叶七打下手。两人刚离开，墙边的紫灵藤突然有了动静，一根粗壮的藤蔓悄悄从土里钻出来，伸长到屋顶，然后轻轻打了下那些快要超出墙面的枝叶。
被打了的枝叶像是受了委屈，瑟瑟发抖的垂着。接着，那根藤蔓指了指地面，自己率先钻回了土里。屋顶的枝叶见状，也纷纷乖乖地缩回土里。很快，墙面又恢复了整齐的样子，仿佛刚才的异动从未发生过。没过多久，饭菜就做好了。九宇和凤九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刚进餐厅，两兽就被桌上的菜香得流口水。满满一桌子菜，几乎全是没有变异过的蔬菜。在星际，这种未变异的蔬菜可是稀缺品。绵绵，这些都是你种的？九宇忍不住问道。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好像看到绵绵在收菜，可当时注意力全在他身上，没仔细看。现在看着满桌的新鲜蔬菜，他只想确认一下。对啊，江绵夹了一筷子清炒青菜，放进九宇碗里。在战场上辛苦了，你多吃点。得到江绵的单独照顾，九宇开心地换出一条毛茸茸的狐狸尾巴，缠上他的脚踝，无声地宣告自己的领域。江绵知道是他的尾巴，没在意，自己先埋头吃了起来。他一动快，其他匹配者也跟着动了起来。凤九看着九宇碗里的菜，心里泛起一丝苦涩。他也想绵绵给他夹菜，虽然桌上的闻起来很香，但他的味蕾却感觉苦得要死。可当他夹起一筷子青菜放进嘴里时，眼睛瞬间亮了。他从来没吃过这么鲜美的东西，比他吃过的任何珍馐都美味。凤九一下子就没顾不上别的，全身心投入到吃饭中。姐姐，叶七吃了2口饭，就往江绵碗里夹了一大块肉。今晚该给我安抚了。明渊握着筷子的手顿了顿，眸光一闪，停下了吃饭的动作。九宇和凤九也同时看了过来。江绵温柔地揉了揉叶七的脑袋，笑着说：好好好，一会儿你在房间乖乖等我，我去给你安抚。其实就算叶七不说，他也会主动去给叶七安抚的。先不说叶七的精神海还没好全，单排班就该排到叶七了。所有的匹配者里，就叶七没被安抚过了。那明晚，明渊见缝插针地问道。江绵的嘴角狠狠抽了抽，他不是不想给他们安抚，只是每个兽的安抚方式和需求都不一样，他只有一个人，总不能同时安抚好几只吧。同时，江绵突然想到了些什么，嘴角扬起一抹坏笑，同时好像也不是不可以。绵绵，你可别忘记答应我的事哦。九宇看向江绵，狐狸眼里满是深情。江绵没理他，继续吃饭。九宇想第二个节律，他可没答应。明渊看出了江绵的为难，握住他的手，没事绵绵，不用急，根据你的时间来就好。九宇也收敛了情绪，点了点头。对，绵绵，你别为难，我们都听你的。凤九坐在一旁，默默吃着饭，没有插话。他现在连追随者的身份都没被承认，根本没资格争这个，只能在心里暗暗祈祷，在不久的将来，绵绵看到他的诚意，能重新接受他。晚餐的热闹渐渐散去，江绵便在沙发上坐着休息了一下。客厅里，原本在收拾碗筷的九宇停下动作，目光看向正擦餐桌的明渊。明渊，你过来一下，我有件事想跟你聊聊。闻言，明渊放下抹布走了过去。两兽走到别墅后院的露台上，晚风带着草木的清香吹过，刚好能避开客厅里的叶七和凤九。我们以后别再当着绵绵的面让他选了。九宇率先开口。狐狸眼沉了沉，你也看出来了，绵绵总想着平等对待我们每一个，每次抢着安抚他都很为难，不如我们私下商量着安排好，省得让他烦心。明渊认同，我也是这么想的。绵绵心细，总怕委屈了我们，我们要是总在他面前争，反而会让他有负担。他顿了顿，补充道：现在我们几个里，你、凤九还有白玄都被安抚过了，就剩叶七还没，今晚让绵绵先去安抚他，我没意见。九宇闻言，眼底闪过一丝满意，他点开光脑，悄悄拉了一个除了江绵之外的匹配者群，群里有白玄、明渊、叶七、尹泰还有凤九。刚建完群，九宇就发了第一条消息：以后绵绵的安抚，我们私下商量着轮流来，别再让他为难。消息刚发出去，其他兽立马回复起来。白玄同意。自从和绵绵结侣后，他感觉他的体内就多了一股纯净的力量。现在的他暂时不需要安抚，就不抢安抚的机会让绵绵辛苦了。尹泰，可尹泰现在在外面，根本抢不过家里面的其他兽，就算待在绵绵身边，绵绵听不懂他的话，白天也没机会跟其他兽抢绵绵。现在有轮流的机会，他举双手赞成。此时的叶七正在房间里给浴缸放水，难得姐姐来他房间，他可得好好准备准备。他看到群消息时，银色的眼眸暗了暗。叶七，一群可恶的兽，老想和自己抢姐姐，要不是都是姐姐的匹配者，他早就把他们赶出去了。凤九看着群里的消息，指尖动了动，始终没说话。他也好想参加啊，得到大家的同意。九宇率先投出一个骰子，5，他的眉角挑了挑，接着道：从大到下，依次来。白玄，我感觉要升阶了，先不参加了。尹泰，等我回来，重心算。凤九，看不见。明渊接着投4点。明渊看着屏幕上的点数，他无奈地勾了勾唇。他看得出九宇是故意的，在给自己争取机会。不过没关系，他有的是耐心，也不信九宇的运气能一直这么好。叶七看着光脑，犹豫了几秒，也点了只骰子。下一秒，光脑屏幕上跳出一个鲜红的6。九宇看着那个6，嘴角的笑意瞬间僵住。这小狼崽的运气怎么这么好？明渊也愣了一下，
不禁笑了起来。看来在绝对运气面前，有些狐狸的把戏完全不顶用啊。这时，白玄又发了一条消息：我近期不需要安抚，等这轮结束后，有需要我会参加。尹泰也跟着发了条，我也是，等我回到家，要求重新排。九宇，有时候竞争对手太多也是一种苦恼。这时，叶七又发了一条消息：叶七，加上今晚，那我是不是明天晚上还有一次？九宇头疼的看着最大的六。九宇，下不为例。结束之前，九宇补充了句：做饭也轮流来，不能再出现今天这样的吵架情况，还有不能让词主进厨房。其他兽同意。露台这边，九宇收起光脑，对明渊道：这样一来，绵绵就不用再为安抚的事烦心了。明渊点头，望着一楼客厅江绵的方向，眼底满是温柔。只要他能开心，怎么安排都好。当晚，凤九看到了群里面消息，立马找九宇学了许多绵绵经常吃的饭菜。坐在沙发上的江绵看了会电视后，先给叶七发了条消息，确定他准备好后，就上楼去他的房间给他安抚。刚推开叶七房间的门，一道黄色的身影一下子就冲了过来，直接将他抱着往床上带。等江绵反应过来时，叶七已经蹲坐在床上，两只圆溜溜的狼眼直勾勾地盯着他。江绵望着他咽了咽口水，脸颊染上红晕。小七，你自己在房间里都是不穿衣服的吗？不是呀。叶七摇了摇头，眼神清澈的没有一点杂质。他往前凑了凑，鼻尖蹭了蹭江绵的手腕。姐姐身上全是白玄的味道，我在等姐姐一起去洗澡，我想帮姐姐洗。这小狼崽一下子这么直白，让江绵有些受不住。他嘴角抽了抽，要不然你等一小会儿，我自己洗干净再来。可已经晚了。叶七根本不给他离开房间的机会，他的手紧紧攥着他的衣角，一个劲把江绵往浴室的方向拉。姐姐，水早就放好了。不凉的。每个房间的浴室都有淋浴和浴缸两种选择，江绵其实更喜欢淋浴，但对上叶七灼热的眼神，还是慢慢脱下衣服躺进叶七早放好水的浴缸。浴缸里飘满了白色的泡沫，还撒了些新鲜的花瓣，只要速度快一点，应该就看不见吧。其实看得见也没关系，等叶七精神还稳定变正常后，也是要和他结旅的。浴缸很大，叶七看见姐姐躺在泡沫里，只露出白皙的脖颈和脑袋，喉结不自觉地上下滚了滚，他好像被什么控制了一番，自己也钻了进去。江绵被叶七突然钻进浴缸的动作吓了一跳，脸颊瞬间红得能滴出血，忙往浴缸角落缩了缩。小七你干嘛啊？叶七没应声，只是顶着一头还在往下滴泡沫的银发，从旁边拿起一块搓澡巾道：姐姐，你别动，我给你洗，保证洗得干干净净的。话音刚落，他身后那条蓬松的银色狼尾就缠了上来，轻轻一卷，就把江绵圈在了他怀里，不让他再往后躲。江绵，这小狼崽似乎比较霸道，温热的水流混着沐浴露的香气漫开。叶七的动作算不上熟练，却格外轻，从肩膀到手臂，再到后背，一点一点仔细擦拭着。江绵没动，他很配合，小狼崽的技术很赞，他很舒服。洗到腰间时，叶七的动作顿住了，他盯着江绵腰侧的小老虎图案，鼻尖凑过去嗅了嗅，眉头瞬间皱了起来，一股臭老虎的味道，洗半天也没洗掉。更让他不开心的是，姐姐身上怎么只有小老虎，没有她的小狼图案？姐姐，这是……叶七伸出指尖碰了碰那个图案，江绵被他指尖的温度烫得一颤，连忙解释：这是我和白玄的结旅标记。叶七听完更不乐意了，他用指腹轻轻抠了抠那枚图案，又刮了刮，还是没有弄下来。哈哈，叶七，别挠！腰腹的痒意让江绵忍不住扭了扭，笑出了声。他随手捧起一盆水就往叶七脸上泼。哈哈，好痒啊，别闹了！水珠顺着叶七银色的发丝一滴一滴滑落，让他本就清冷精致的脸看起来格外勾人。叶七看着笑得眉眼弯弯的姐姐，乖乖停下动作。姐姐，那我要是和你结旅了，你身上是不是也会有我的小狼图案？江绵浅浅的思考了一下，按照正常情况来说，是的。江绵刚回答完，叶七就伸手将他从浴缸里捞了起来，直接甩在床上。那姐姐还等什么？我们快结旅吧。江绵，不是你先等会。江绵像只受惊的小鹿，一把将自己裹进被子里，只露出一双泛着水光的眼睛。他望着叶七，你知道结旅是什么意思吗？你知道过程吗？叶七歪了歪头，他不知道意思，也不知道过程，但他可以学。姐姐别怕，我现在就上新网找结旅的教学视频，我可以边学边结。说着，叶七已经打开光脑，开始在新网上搜索结旅过程了。别！江绵慌忙伸手拉住他的手腕，脸颊瞬间烧了起来。他可没有这种爱好啊！江绵连忙干咳两声，转移话题：你先帮我把头发吹干，我好给你做安抚。叶七盯着姐姐湿漉漉的头发看了2秒，转身走向浴室，举着吹风机走了出来。他坐在江绵背后，动作轻柔地撩起她的一缕长发。当吹风机的风扫过江绵发丝时，叶七鼻尖萦绕着一股清甜的香气，那是江绵身上独有的味道，像清晨沾着露水的花蜜，又像夜晚沁人心脾的晚风。他握着吹风机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了几分，好想永远和姐姐这样啊！直到头发完全吹干，叶七紧张的心依然没有放松下来。他在背后悄悄地、贪婪地吸吮着江绵身上的味道。头发吹干后，江绵简单用梳子打理了一下，转身抬手准备给叶七做安抚。姐姐，
叶七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目光紧紧锁在江绵粉色唇瓣上，犹豫了片刻，还是把藏在心里的话说了出来。白玄说，只要姐姐给我安抚，我的病就会慢慢好，所以今晚你能不能多安抚我一会儿？傻孩子。江绵看着他眼底的期待，忍不住轻笑一声，抬手环住他的脖子，轻轻一拉，姐姐今晚一定会好好安抚你的。指尖刚触碰到叶七颈间的皮肤，他的双眸猛地睁大，像是被什么刺激到了。下一秒，一股温和的力量从脖颈开始向四肢百骸散开，瞬间包裹住他的全身。他望着江绵干净澄澈的眸子，声音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试探：姐姐，我可以亲你吗？轻轻的那种。江绵笑着点了点头，抬手将灯关了。房间陷入一片昏暗后，他才俯身凑到叶七耳边道：正常情况下或许不可以，但现在完全可以。说完，他主动吻上了叶七的唇，温柔的气息从耳廓到唇角，叶七的脸瞬间红透。幸好关了灯，不然让姐姐看到他这个样子，他高低要找个地缝钻进去。一闪，他头顶突然冒出一对毛茸茸的狼耳，身后的尾巴也开始躁动起来。江绵是压着他的，也相当于压住了叶七的尾巴，所以这让叶七的尾巴没法自由舒展。叶七索性翻身一用力，反客为主。狼的夜视能力极好，即使在黑暗中，他也能清晰地看见江绵白皙如玉的身子，喉咙瞬间更干了，盯着他精致的锁骨，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可力气刚加上，叶七就俯身压了下来，贪婪地亲吻着他的嘴唇、脖颈，然后慢慢往下。这一夜似乎很长，再次睁眼时，天已经亮了。他身上不知何时被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叶七则坐在床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姐姐，不。见他醒来，叶七立刻凑上前，眼底亮晶晶的。江绵无力地摇了摇头，他的手软的连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根本没心思吃饭。刚闭上眼，困意就再次袭来，他又沉沉睡了过去。荒星禁区外围，尹泰瘫在一棵大树的枝桠上，晒着太阳。战场已经清理了一半，他实在没力气了。突然，一阵轰鸣声从头顶传来，尹泰猛地睁开眼，收敛了身上的气息，抬头一看，一艘金色战舰正悬在他头顶。战舰舱门打开，一道身影率先走了下来。尹泰眯起眼睛，一眼就认出了对方，凤舞。他怎么会在这里？尹泰眼里满是疑惑。荒星很偏，凤舞身份尊贵，按理说没必要来这种地方。他不想和凤舞有多余的接触，刚准备起身悄悄离开时，就看见凤舞身后还跟着一个兽人。那兽人有着黑色的短发，橙色的瞳孔，一看等级就不低。凤舞回头，踮起脚尖亲了一下黑色兽人的嘴唇，语气带着几分娇嗔：这里就是我哥让我们巡视的地方，我们快点弄完，争取早点去度假。黑千点了点头，没多说什么，身形一晃，化作一头巨大的黑豹，纵身跃入森林。尹泰看着这一幕，无聊地伸了伸懒腰，重新躺回树枝上。既然这破地方由凤舞他们接手了，他正好趁机补觉，等晚上有了异能，他就赶紧回到 F973星。下午，别墅里，江绵终于睡醒了，他撑着身子坐起来，只觉得浑身酸软，尤其是手，连握杯子的力气都没有。他真没想到，叶七看着体瘦，体力居然这么好，也不知道他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住。酒雨端来一碗清淡的粥，江绵勉强喝了几口，实在没胃口再吃别的。刚放下碗，别墅外就传来了一阵动静，隐约还能听到有兽说话的声音。凤九和明渊已经先一步去了门口，酒雨和叶七则守在江绵身边，陪着他慢慢走了出去。刚到门口，江绵就看见一群灰青色头发的兽战在院子里。为首的一位兽人一看见江绵，立刻激动地走上前。江绵辞姓：您好，我是青卓龙主的下属青木。江绵看了一眼身边的明渊，见他点头示意没问题，便侧身让他们进来。一群人刚走进客厅，白玄也停止修炼走了下来。白玄见过青木，私下也有联系，一下子就猜到他们的来意。江绵辞姓：实在抱歉，这段时间青卓龙主没能亲自来看您。青木弓着身子，语气满是歉意，随即抬手从空间戒指里取出几十只精致的金属箱子。箱子打开的瞬间，满屋都被耀眼的金光笼罩，箱子里面装满了漂亮的宝石和数不清楚的星币，这是青卓龙主特意准备的补偿，希望您能收下。青木说着，悄悄观察江绵的神色，见他盯着宝石，半天没说话，青木心里顿时慌了，偷偷疯狂给白玄使眼色。他家领主大人的情况白玄是知道的，这次好不容易把青卓弄过来，可得让白玄说说好话，让江绵辞姓留下他。白玄扫了一眼江绵，又冲青木比了个虚的手势，他一眼就看出来了，不是江绵不想搭理青木，而是他的注意力全被那些亮闪闪的宝石勾走了。九宇在一旁看得清楚，忍不住低笑一声，悄悄用胳膊肘碰了碰江绵。江绵这才回过神，脸颊微微发烫，连忙轻咳两声掩饰尴尬。没事没事，你别太见外，青卓的情况白玄大概和我说了，我其实挺理解的。他早就让白玄查过青卓的情况，知道青卓因为精神海暴乱痛苦而沉睡，他有这份心意，他已经很满足了。青木听到他说的话，悬着的心稍稍放下，连忙附和：不见外不见外，这都是青卓龙主的心意，您能理解就好。只要江绵辞姓不怪罪，愿意收下这份心意，愿意留下他们龙主比什么都好。
江绵目光扫过满屋的宝石，没有立刻收下，而是问道：清浊呢？既然家里面都来寿了，为什么不见正主？提到正主，青木的眼神瞬间闪躲起来，他该怎么和江绵雌性解释现在清浊的情况？他正思考着如何开口，背后突然被另外一兽轻轻推了一下。你快把龙主交出来啊！跟来的二长老青稞在他背后小声道。好不容易把清浊领主带来，可不能出岔子。青木深吸一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拇指大小的珠子，他双手捧着递到江绵面前。江绵雌性，我们家龙主就在这颗珠子里。这话一出，满是皆惊。江绵盯着那颗平平无奇的透明珠子，不由瞪大了眼睛。他甚至看不清里面有什么。你说清浊在这颗珠子里？白玄的眉头紧紧皱起，快步上前打量珠子。星际唯一的12阶强者，就算精神海再暴乱，也不至于会变成这副模样吧？凤九、九羽和明渊也围了过来，脸上满是疑惑。只有叶七站在一旁，盯着珠子的眼睛亮晶晶的。太好了，这个匹配者一看就不会和自己抢姐姐，他喜欢。青木尴尬的挠了挠头，把珠子往江绵手里递了递。您再仔细看看，里面真的是我们龙主。江绵接过珠子，凑到眼前仔细看着，可他看了半天，只见珠子里有一片白茫茫的雾气，他只好把珠子递给离得最近的明渊。你帮我看看，里面真的有清浊吗？明渊接过珠子，指尖传来一丝微凉的触感，他盯着珠子看了片刻，肯定的点了点头，目光却始终没离开珠子。确实有，但很奇怪，他居然闻不到他身上的强者气息。兽人向来靠气息分辨等级和身份，明渊知道清浊是12阶强者，可此刻从珠子里，他连一丝一毫的气息都察觉不到，仿佛里面的东西就是普通的小生命一样。江绵的心沉了沉，重新把珠子拿回来，可无论他怎么看，里面还是一片空白。他强压下心里的疑惑，对着青木笑道：这位龙大人，关于珠子的事，我需要和我的匹配者们商量一下，您看可以吗？别！青木一听他喊龙大人，吓得连忙后退2步，连连摆手。您叫我青木就好，我哪是什么大人？清浊才是我们青龙族唯一的大人。被江绵雌性这么称呼，他浑身都不自在，连忙给江绵和他的匹配者们腾出空间。您尽管商量，我们在旁边等就好。江绵拿着珠子示意白玄、叶七几兽围过来，他把珠子放在掌心。你们能从这珠子里看到什么？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叶七凑上前，指着珠子兴奋地说：里面有一条小蚯蚓在睡觉，还蜷成一团呢。凤九无奈地摇了摇头，哪有蚯蚓长脚的？那应该是龙，只是体型太小了。九羽也点头附和，我也觉得是龙。你们看，那小家伙的身体是淡绿色的，还绕在一棵枯树上，哪有蚯蚓会睡在树上？几个兽你一言我一语，都能清晰描述出珠子里的景象。只有江绵站在原地，彻底懵了，合着就他一个人看不见呗？白玄看出了他的窘迫，轻声解释，这颗珠子叫空间珠，外面看起来是颗普通珠子，其实里面别有洞天。我之前查过清浊的资料，他常年沉睡在自己的半生树上，青木应该不敢骗我们。至于你看不见，或许是因为你们之间还没有建立联系。白玄摊了摊手，他也无法解释这个疑问，毕竟绵绵身上的秘密太多，他也没问。江绵捧着珠子，抬头看向几兽，那我们要不要把清浊留下来？话音刚落，所有兽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江绵身上。九羽、绵绵做决定就好，我们都听你的。身为匹配者，他们还没有权利为此主做决定，更何况清浊不仅仅是星际目前唯一一位12阶的兽，更是绵绵的匹配者，他们是真没权利左右啊。其他几兽也纷纷点头。江绵简单思考了一下，这清浊吧，虽说匹配了快1个月，一句话没理他，但也情有可原。而且他可龙啊，在蓝星，龙这种生物只存在在故事里，他真的很想见见清浊。江绵决定留下他。思考好后，江绵拿着珠子走到青木面前，这颗珠子我就留下了。青木听到这话，激动的差点跳起来。尊敬的江绵雌性，以后龙主就拜托您多照顾了。既然东西送到了，我们就不打扰您了。说完，他带着身后的人快步离开，甚至没再多看珠子一眼。江绵，他无意识地看了眼叶七，多么似曾相识的画面啊！江绵看着战舰远去的方向，嘴角狠狠抽了抽，他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可又说不上来具体是哪里。青木走后，白玄便回房继续修炼了。叶七却有了新的心思，他对上江绵的眼睛，心里全是劫旅的事。他真的好想在姐姐身上也有一只属于他的小狼图案啊！今晚上姐姐还会来他的房间，他可得好好恶补一下劫旅的知识。所以兽散去后，江绵捏着那枚珠子把玩了一会儿，他终于发现哪里不对了。方才青木只说珠子里有清浊，但没说怎么把它放出来。他想了一下，既然里面有一棵半生树，那应该是可以把它当植物种起来的吧。说干就干，江绵当即找了个花盆，从后花园挖了2铲子土，把珠子种在里面。他特意把花盆放在1楼客厅窗边，这里朝南，午后阳光能斜斜照进来，而且兽来兽往的，谁都能多留一2眼。放好后，江绵又在里面浇上了水。他小声道：珠子啊，珠子，你可得快点长大，我还等着见清浊呢。做好一切后，江绵的光脑就弹出来了尹泰的消息。尹泰，此主，荒星的事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我最多还有1个星期就回来了。江绵立刻回复：好。
看到尹泰的消息，江绵这才想起差他一个礼物，他赶紧在光脑上采购起来。而此刻2楼的房间里，叶七正把自己裹在被子里，只露出一双泛红的眼睛。他看着光脑上播放的节旅视频，让他耳尖红得快要滴血，手指紧紧攥着被子，居然还可以这样。他声音压得极低，他觉得他昨晚挺放肆的，没想到视频里面的受居然比他的做法还要放肆。他默默把视频的进度条拉到最前方，重新学习起来。今晚他一定要和姐姐试试视频里的方法。吃晚饭时，江绵准备早点吃完，早点回房间睡觉，可刚放下碗筷，手腕就被叶七攥住了。少年的掌心滚烫，脸颊红得像熟透的浆果。姐姐，今晚你还是我的。江绵一下子就想到昨天晚上刺激的场景，耳尖瞬间红了。他刚想开口拒绝，眼角余光就瞥见九宇和明渊默默起身离开。江绵，他懂了，看来他们这事是他们私下商量好的。江绵张了张嘴，想拒绝，可看着叶七眼里满是期待的光，拒绝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最后只能咬牙答应。明晚他一定要自己睡。进了叶七的房间，江绵才发现不对劲。以往叶七都会乖乖坐在床边等他安抚，可今天却直直躺在床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天花板，像个等待指令的小兽一样。他走过去，在床边坐下，轻声问：小七，今晚想要什么样的安抚？什么样的安抚？叶七重复着这句话，脑子里瞬间闪过视频里的画面，脸颊刷得又红了。他猛地闭上眼睛，大声喊道：姐姐，我准备好了，你来吧。江绵，这声音大的，江绵吓得差点跳起来。江绵敢肯定，别墅里其他兽肯定都听见了。不是，叶七说这话真的对吗？他下意识想去检查门有没有锁好，刚起身，一条毛茸茸的狼尾就缠上了他的腰，将他往床上带。叶七伸手把他紧紧抱在怀里，下巴抵在他的颈窝，呼吸扫过他的耳后，带着灼热的温度。姐姐，你跑什么？你不是说喜欢小七吗？江绵的身体瞬间僵住，耳后的碎发被他的呼吸吹动，痒得他想缩脖子。更让他心慌的是，他能清晰地感受到叶七的身体某处正硬邦邦地顶着他的后腰，这发现让他脸红得快要滴血，下意识想往前挪一挪。他刚动了一下，叶七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姐姐，昨天我们的方法不对，今天我想试试别的，可以吗？江绵的脑子嗡的一声，连忙道：你怎么知道方法不对？难不成有人教他？我自己看的。叶七把脸埋得更深，声音闷闷的：其他兽人节旅都不是用手，而是……停！别说了。江绵赶紧捂住他的嘴，心跳得像要蹦出来。他真没想到叶七的行动力这么强，昨天才好奇，今天就把教程看完了。他定了定神，红着脸问：今晚先给你做安抚，好不好？叶七乖乖点头，松开手，翻过身侧躺在床上。江绵松了口气，坐在床边，准备给他做安抚。其实他也不是不想和叶七节旅，只是才和白玄节旅完不到1个星期，如今又来，一想到白玄的生猛，江绵觉得腰疼。他得想个好办法，让自己有主动的权利，不然天天被他们撩，他真的受不了啊。做好思想准备后，江绵的手刚打算放在叶七脖颈后，就看见了叶七光秃秃的背，上面甚至还有昨天他留下的淡淡指痕。江绵目光下意识往下挪了挪，又赶紧收回来，耳尖烫得厉害，这孩子似乎很喜欢裸。姐姐，你怎么还不安抚啊？叶七的声音带着点疑惑，刚想转身，后颈就被江绵轻轻掐住了。江绵，别乱动，马上就来。叶七没反抗，乖乖侧躺在那里，姐姐的手软软糯糯的，摸着她的好舒服。现在江绵大概已经能掌握一点自己的精神力了，他想试一试能不能直接把叶七安抚睡着。他是真的累了，于是安抚的开始，江绵指尖凝聚的精神力就大了些。一股说不清楚的暖意从叶七的脖子慢慢蔓延身体的全身百骸，让他忍不住蹭了蹭枕头，轻声呢喃：姐姐。江绵没回应，满脑子都是怎么把他安抚睡着。半晌，他声音越来越轻，眼皮越来越沉。小七困了。话音未落，他呼吸就变得轻起来。江绵没有立刻动作，而是确认叶七真的睡着了，才慢慢停下动作，起身踮着脚溜出了房间。翌日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帘缝隙洒进房间，江绵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光脑，把他所有的匹配者都拉了一个群。当然除凤九和清浊外，不是故意冷落，而且对于凤九，江绵还不知道怎么接纳他，而清浊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暂时就不考虑节旅的事了。他快速在光脑上操作发送，有需要安抚的，提前1天在群里面我下，晚上我会到对应的房间进行安抚。他深吸一口气，静静等待匹配者的回复。除了他想对他的匹配者都公平一点之外，他更想做不被动的那个。每天被美男环绕太多，也是一种苦恼啊。停顿片刻，他又发了条：还有节旅的事，大家先别急，这是需要个顺序。一说到节旅顺序，除白玄外，所有匹配者都冒出来了。九宇、绵绵，都听你的。明渊，可以。尹泰，好。叶七，我可以是第2吗？江绵看着叶七的消息，忍不住弯了弯嘴角。这小家伙倒是一点都不掩饰自己的急切，他没直接答应，而是卖了个关子。江绵，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会让大家自己抽顺序。江绵，
不管排名如何，大家都是一家兽，千万不能伤了和气。5名匹配者都应了声后，江绵就没再讲话了。他知道这样做或许有些刻板，但只有这样，他才能在平等对待每个兽的同时，给自己留一点喘息的私人空间。天天被他们围着撩，再好的身体也扛不住。午饭刚结束，客厅里的兽非但没散，反而都做得更整齐了。除白玄和凤九外，其他匹配者都在眼睛粘在江绵身上了。白玄不走的原因是因为他也好奇绵绵下一位劫旅的匹配者是谁。凤九不知道江绵的打算，他不走的原因单纯是想收拾碗筷，争取留在绵绵身边的机会。沉默在客厅里蔓延，最终还是明渊先开口：绵绵，劫旅的顺序打算怎么定？江绵抬眼扫过众人，从身后拿出一个提前准备好的小竹筒，桶里放着5根竹签，这里面的竹签都标了数字，我会按照抽到的顺序安排和你们劫旅的时间。说完，几兽的目光亮了，目光齐刷刷地落在小竹筒上。不过江绵话锋一转，面露难色：尹泰还没回来，要不还是等他回来了再一起抽。提到尹泰，九宇和明渊下意识对视一眼，又飞快地扫过一旁的凤九。早知道当初就不坑尹泰了。九宇反应最快，不用等，让白玄替尹泰抽就好。这不好吧？江绵摇摇头，每个人的运气不一样，还是让尹泰自己抽更合适。叶七急的当即点开光脑，拨通了尹泰的视频电话，他可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光脑响起的瞬间，尹泰就接了起来。尹泰早早就等待了，他也很好奇自己会是第几个。喵喵喵！死主，我排第几？我是不是排第2？尹泰一连叫了好几声，江绵看得出他很急切，但他听不懂。九宇赶紧解释：尹泰别嚎叫了，死主说你没在身边，想等你回来再抽顺序。喵！死主，不能等我，你帮我抽就行。尹泰着急的解释：第几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心里面有个大概，不然死主天天在他们之间徘徊，没有顺序劫旅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九宇听懂了解释道：绵绵。尹泰说不用等他，你可以帮他抽一个。江绵看了眼大家，得到肯定后，从左往右让大家依次抽取。九宇第一个先抽，他指尖捏起一根竹签，深吸一口气，然后将竹签压在桌上。他没敢看，这紧张感比重组打在自己面前了还要刺激。接着是叶七，他几乎是抢着抽了一根，然后是明渊，江绵则替尹泰留了最后一根。小竹筒递到凤九面前时，他抬起头，眼神里带着一丝期待，直直地看着江绵。江绵的指尖顿了顿，最终还是越过了他，将竹筒收了起来。凤九握着抹布的手猛地收紧，心里一阵苦涩。他没说什么，只是默默转身，一步一步走回了自己的房间。江绵看着他的落寞的背影，心里突然揪了一下，或许他真的该找个时间好好理一理自己和凤九的关系了，这样消耗着双方，对谁也不好。快看看我抽到的是几？叶七的声音打断了江绵的思绪，他早就按捺不住，一把将手里的竹签展开，黑色的数字一映入眼帘。我是第一，我是第一！叶七激动地跳了起来，冲到江绵面前，在他脸颊上吧唧亲了2下，然后得意地扬起下巴，看向九宇和明渊。江绵被他亲得一愣，无奈地笑了。他也没想到运气最好的居然是叶七。第一的顺序公开后，九宇和明渊似乎也没那么紧张了，将手里面的竹签同时亮了出来。九宇第2，明渊第3，江绵手里面的正好是第4。九宇看到数字2的时候，苦涩地笑了一下，他想要的2好像和手里面的这个2有点区别，但是没关系，他等得起。尹泰的光脑还没挂，得知自己是第4的时候，他心里面其实挺难过的，但没事，至少有了个盼头。顺序定下来后，九宇突然上前一步，拉住江绵的手：死主，今晚能不能来我的房间？江绵想了一下，悄悄看了眼明渊，明渊很淡定，没有要抢的模样。江绵猜到了，他之间商量的顺序是：昨晚是叶七，今天的九宇，而明天就是明渊。他看着明渊一眼道：今晚你们2个同时来我房间吧，反正只做安抚，不劫旅，那应该是安全的吧。说完，他拉着一旁的白玄走了出去，他现在有事和白玄说。他们走出客厅，留下九宇和明渊在原地对视。明渊、九宇俩兽各自冷哼了一声，转身去忙自己的事了。而叶七还沉浸在第一的喜悦里，他满脑子都是光脑里那些劫旅视频的画面。白玄被江绵拽着衣袖往后花园走，他的目光里，少女垂着的眼睫在眼下投出细碎的阴影，美的不可方物。他顺势握住江绵拽着他衣袖的手，声音放得柔缓：绵绵，你是在思考凤九的事情吗？江绵一下子停住脚步，眼里满是诧异。他下意识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颊，他还什么都没说，白玄就看出来了。有这么明显吗？绵绵，白玄的声音在头顶响起，下一秒他便被一个温暖的怀抱裹住，他的胸膛宽阔又坚实，将他的脸严严实实地埋了进去。我看出来了，你想对每个匹配者都公平，可感情这回事从来没有绝对的公平。江绵的睫毛轻轻颤了颤，可他的心却越发纷乱。是啊，感情本就是自私的，哪里来的公平？可一想到凤九，他就满心困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白玄低头，在他额头上落下一个轻柔的吻，他抱着他轻轻晃了晃。其实对于凤九，绵绵心里面已经有了答案，不是吗？江绵把脸贴得更紧，
呼吸都变得闷闷的，连心也是。他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他不讨厌凤九，甚至在他提出解除匹配时，心里还有过一丝失落。他不知道当初凤九解除匹配是不喜欢他还是其他原因，也不知道现在凤九想留下是不是因为被标记的原因。他的心真的好乱啊！他就这么安安静静地埋在白玄怀里，像只寻求庇护的小兽。白玄看着怀中人毛茸茸的发顶，心都要被萌化了。他多希望自己能成为他唯一的伴侣，能独占他所有的温柔与依赖。但他清楚地知道，在这个雌性稀缺的星际时代，这份奢望永远不可能实现。他又在他额头上吻了一下，别想那么多，遵循自己的内心就好。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支持你。江眠闷闷地嗯了一声，依旧没说话，就这么赖在他怀里，心里的思绪像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就在这时，别墅的地面突然抖动了一下。绵绵，青，凤九的声音从别墅门口传来。他本是想出来告诉江眠关于清浊的异常，可刚走到花园，就看见江眠被白玄紧紧抱在怀里，两人相偎相依的模样，看得他心里苦涩。到了嘴边的话顿了下，继续道：清浊变大了，我们快去看看。听到是关于清浊，江眠拉着白玄就跑了进去。刚冲进客厅，江眠就发现原先埋在土里面的珠子不知何时滚到了隔壁客房。此刻那颗空间珠子已经裂开一道缝隙，淡金色的光芒从缝隙中溢出，在普通的客房里撑起了一个半透明的空间。空间内部是纯粹的金色，像是被阳光填满的秘境。秘境中央矗立着一棵10几米高的树，这树光秃秃的，没有一片叶子。而在那枯树的枝干缠绕间，有一条青色的龙正蜷缩着睡觉。江眠站在空间外，眼睛都看直了。这还是他有生之年第一次看见龙。虽然这龙只有1米长，可那挺拔的龙角、轻颤的龙须，还有覆盖在身上的鳞片，都好看的让他移不开眼睛。这清浊的本体真的好漂亮，就像上好的翡翠一般。与江眠的惊叹不同，其他几位匹配者站在空间旁，脸色都凝重起来，尤其是明渊和凤九，两兽周身的气息都冷了几分。他们隐隐能感觉到，从清浊身上散发出的不仅有12阶强者的威压，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危险气息。客房里安静的只剩下呼吸声。江眠看着众兽紧绷的脸色，忍不住问：就任由他这样睡着吗？我们要不要做点什么？他也没遇到这种情况，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明渊皱着眉，目光紧紧锁在青龙身上。绵绵，我能感觉到清浊的精神海很不稳定，随时都可能失控，一旦爆发，后果不堪设想。九羽也点了点头，脸色同样凝重。他虽是9阶强者，对精神力的感知不如10阶的明渊敏锐，可也能察觉到清浊精神海里翻腾的狂暴能量。他太清楚12阶强者精神海失控的恐怖。绵绵，我同意明渊的说法，必须尽快想办法压制。江眠心里一紧，清浊居然这么危险吗？他怎么完全感受不到？他顺着两兽的话点头。好，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明渊和凤九对视一眼，两兽同时上前一步，抬手结印。明渊，我和凤九先布下结界，万一清浊失控，至少能撑一会儿。凤九点头，指尖的金色能量加重了几分，将结界又加厚了几分。可就在这时，结界内的青龙突然动了，他的鼻子轻轻一哼，喷出一团白色的雾气，紧接着龙身微微扭动了一下，不过是极其细微的动作。刚刚明渊和凤九弄的结界就裂开了一道巨大的缝隙。明渊、凤九、白玄和叶七反应最快，立刻将江眠挡在身后。九羽也警惕地盯着结界内的青龙，这就是12阶强者的力量吗？仅仅是无意识的动作，就有如此大的力量。他只是盯着看了几眼，就感觉到一股无形的精神压力压在心头，让他呼吸都有些不畅。你们没事吧？看到众兽脸色凝重的表情，江眠开口问道。他能从大家的反应来看，清浊很危险，但这份危险他是真的一点也感受不到。难道这是就精神力强和精神力弱的原因？看来他都找机会好好修炼一下精神力了。他的匹配者都这样强，自己也不能拖后腿啊。看到江眠一脸茫然的样子，九羽倒吸一口冷气，此主真厉害，精神力强到都不受12阶强者的影响了。看来他得更加努力修炼了，不然都跟不上此主的脚步了。站在江眠面前的白玄摇了摇头道：绵绵，现在清浊的状态很危险，你先出去等一会儿，等我们把他的精神力压制下来。江眠轻哦了声，叶七就带着他走出去了。他在坐沙发上看见清浊的那间客房里，一会儿闪出一道紫色的光，一会儿出一道金色的光，都快到晚上了，他们才从来清浊的房间里出来。看着众兽力竭的样子，江眠都看傻了。你们没事吧？清浊这么厉害的吗？4v1都不行？明渊靠在墙上缓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道：已经暂时把清浊暴躁的精神海压下去了，但他的精神海还在紊乱，要是用强硬的手段压制，只会让他的精神海彻底崩溃，到时候他只有死路一条。被明渊这么一说，江眠就大概知道是什么情况了。他知道清浊危险，没想到这么危险，他感觉被青木坑了。就在他微微走神之际，清浊房间里突然传来一阵异动，众兽还没反应过来，一条粗壮的青色龙尾就从房门里钻了出来，直接缠住了江眠的腰，将他卷了进去。绵绵，此主！白玄和凤九率先反应过来，就往客房赶。白玄刚跨进房内，脑海深处的精神海突然翻涌，让他不受控制的跪在地上。你快突破了！
凤九一眼就看出来白玄的情况，只是他没想到白玄突破的居然这么快。正常兽人从9阶突破到10阶一般需要半年，而白玄好像不到1个月。白玄紧咬牙关，强忍着精神海的翻涌，扶着门框站起来，先看看绵绵，他自己的身体他清楚，绵绵才是他心间大事。说完，九羽、明渊与叶七也赶了过来，看见姐姐被龙尾卷走的那一刻，叶七急得想把那臭龙撕成2半。一踏入房门，叶七就冲了上去，可他的手还没触碰到那棵枯树的枝干，就被一层看不见的屏障弹了回来，重重摔在地上。该死的！叶七气发抖，开始爬起来，蹲在地上徒手刨坑，上面进不去，下面总可以的吧？明渊并没有在意他们，而是把目光落在枯树上的青卓身上。青卓依旧维持着龙身盘旋在树枝上，双眼紧闭，可他那条青色龙尾已然将江绵稳稳卷住，再慢慢移动靠近龙脸的位置。明渊心中一紧，当即纵身跃起，想趁青卓未醒时将江绵接过来。当他的手正要触碰到树干时，同样被那层无形的力量狠狠弹开，他踉跄着后退了几步才稳住身形。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他抬手摸向空气，指尖触到一层无色壁垒，眼看着青卓快将江绵递到嘴边，明渊瞳孔骤缩，掌心凝聚起浓郁的异能。不可！他的手刚抬起，就被九羽和凤九同时拦住。明渊猛地转头，没好气地瞪着他们，难道要眼睁睁看着词主待在里面？你能保证现在的青卓不会伤害绵绵吗？在明渊心里面，词主才是第一大。这时白玄也已缓过劲来，走到他们身旁。凤九扶着白玄急忙解释，这是青龙族半生术自带的结界，与青卓的精神力相连，你若强行破开，极有可能刺激到他本就混乱的精神力，到时候不仅绵绵会有危险，以12阶兽人的破坏力，整个 F973星都有危险。要知道12阶兽人的力量本就不容小觑，更何况青卓从小天赋异禀，是青龙族唯一的12阶。12阶的兽需要精神力强大的词主持续安抚，稍有不慎便会精神暴乱，这也是星际至今为止只出现一位12阶强者的关键原因。而青卓却是实打实靠自己修炼上去的，这份痛苦没有兽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明渊紧咬着牙，难道就眼睁睁看着词主在不能确定安全的条件下待在里面吗？就在几兽僵持之际，客房内的场景让众兽的心再次提到了嗓子眼。青卓的鼻子在江绵身上轻轻嗅了嗅，随即喷出一团带着暖意的白气，紧接着他紧闭的龙嘴缓缓张开一条缝隙，一根细长的舌头探了出来，直直朝着江绵的脖子袭去。都给我让开！明渊彻底按捺不住，掌心的异能愈发浓郁，几乎要溢散开来。白玄与凤九、九羽也同样紧绷着神经，手心凝聚起异能，眼神决绝。只要江绵感受一点伤害，就算同归于尽，他们也要废了这条龙。哈哈哈，好痒啊！就在所有兽的异能即将轰向结界时，结界内突然传来江绵的嬉笑声。青卓别舔了，脖子好痒！众兽一愣，纷纷停下动作，朝结界内望去。只见树上的青龙始终没有睁开眼睛，长尾依旧稳稳卷着江绵的腰。他将绵绵小心翼翼地护在身前，只是时不时用鼻子蹭蹭他，再用舌头轻轻舔舐他的脖颈。看到这一幕，众兽都倒吸一口凉气，默默收回了异能。睡梦中的青卓似乎感受到舌尖触到的柔软，舒服地低吟了一声。下一秒，他身下的枯树开始自行生长，枝干缠绕交织，渐渐形成了一个精致的吊篮。青卓轻轻一甩尾，就将江绵稳稳放在了吊篮里，长长的龙尾还在一旁轻轻摇晃着吊篮。其他兽见此情景，除了还在刨坑的叶七，其余几兽的嘴角都狠狠抽了抽。叶七听到姐姐的声音，停下手中的动作，抬头朝着结界内大喊：姐姐，你在跟这条龙玩什么？我也要进去。明渊他默默收回了还在凝聚异能的手，一时竟不知道该作何反应。我也不知道呀。江绵趴在吊篮边缘，朝着外面的众兽挥了挥手，你们放心，青卓没有伤害我，他好像只是想跟我玩。他回头看了眼青卓，他的眼睛还是没有睁开，不过江绵能清晰地感受到青卓身上没有丝毫敌意。他也不明白青卓为何会突然把他带到树上。吊篮离地面不高，江绵翻身一跳，便稳稳落在了地上。刚走出结界，白雪与九羽就立刻围了上来，满脸担忧：绵绵，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白玄伸手想去碰他的胳膊，又怕弄疼他。九羽也急忙说道：快转个圈，让我们好好检查检查。江绵笑着推开两兽的手：我真没事，就这么点高度，怎么可能受伤？小时候比这个还高的坎他都跳过呢。看到江绵真的没事，白玄这才松了口气，他的目光依旧落在沉睡的青卓身上，眼眸微沉。如果这条龙敢伤绵绵分毫，他定要一把火烧了这半生树，让青卓付出代价。江绵从结界出来后，青卓便没再有其他动作，只是安静地趴在树上沉睡。等到夜幕降临，江绵才想起白天答应明渊与九羽要安抚的事，便直接让他俩来了自己的房间。既然答应了，就不能说话不算话。能被词主主动邀请进房间，对雄性兽人们来说是莫大的荣幸。明渊与九羽收到消息后，特意将自己仔细清洗了好几遍，换上干净的衣服，才来到江绵的房间。江绵的房间由专门的机器人打扫，干净整洁。白玄送的手链并不能完全隔绝，属于江绵的信息素，所以那股极致的
淡淡性激素弥漫了整个房间。房间里，江眠早已坐在床中央等候。见两兽进来，他朝着他们勾了勾手指，笑着说道：“你们两个一起过来吧。”明渊与九羽本就不对付，此刻对视一眼，又相互嫌弃的哼了一声，才一前一后朝着江眠走去。江眠拍了拍自己左右两侧的床榻，语气带着几分俏皮：“一兽一边，不许抢。”其实他知道，或许明渊与九羽并不喜欢同时一起，可他就是想逗逗他们。让江眠没想到的是，听到他的话，明渊与九羽却突然停住了脚步，站在原地不动了。此主这般主动，反倒让他们有些手足无措了。见两兽迟迟不肯上前，江眠朝着他们露出一个友好的笑容：“你们两个不是说需要安抚吗？怎么现在又不敢躺过来了？是怕了？”九羽和明渊同时摇了摇头，相互嫌弃的看了一眼，然后分别躺了上去。九羽在左侧，明渊在右侧。躺上去的一瞬间，明渊抢先亮出那条覆盖着细密黑鳞的蛇尾，动作迅速又轻柔地缠上江眠的腰肢，宣示自己的主权。此主，今晚真的要三个一起吗？后面的话明渊不敢问出口，他倒不是介意三个同处，他只是单纯不想和九羽共享此主。尤其是想到上次成为没有异能小蛇，被这只狐狸笑话的事。九羽见明渊先一步霸占此主，一点也不肯示弱，当即展开9条蓬松柔软的狐尾。他侧过身，一双好看的狐狸眼向上挑了挑。此主，九羽的声音娇得不像样，你是喜欢我这毛茸茸的狐狸尾巴，还是喜欢他那冰冷的蛇尾？明渊，好家伙，这是对他明目张胆的挑衅啊！房间里的氛围瞬间变得微妙，两兽4只眼睛在江眠面前大眼瞪小眼，谁也不肯先服软。江眠无奈地看着他们，你们先别瞪了。说着，他坐直身体，拍了拍被子下自己的2条大腿，一人枕一边，侧头压上。九羽没好气地瞪了明渊一眼，心里虽不情愿，却还是先一步躺了下去。他的脑袋轻轻枕在江眠的左腿上，手指隔着薄薄的被子，无意识地打着圈。此主，为什么非要一起啊？让我单独陪你不好吗？我还藏了好些有趣的小玩意儿，想单独和此主分享呢。明渊也闷哼一声，跟着躺到江眠右腿上。这狐狸真够骚的。江眠望着他俩，淡淡笑了笑。昨夜给叶七做安抚时，他明显感觉到自己对精神力的掌控力变强了，不过试了一次，就成功让叶七睡了过去。这次同时让明渊和九羽过来，是想趁机多练练手，看看自己的控制精神力和性激素的能力到底进步了多少。他抬手轻轻抚摸九羽的脸颊，指尖蹭过他细腻的皮肤，诱惑道：“乖，一会儿你就知道好处了。现在，你们先把眼睛闭上。”九羽乖乖嗯了一声，立刻闭上了眼睛。他也很好奇，此主到底想做什么？难道有什么特别的玩法？明渊也配合地闭上了眼，呼吸渐渐放缓。对他来说，只要是此主的要求，他都会无条件服从，哪怕他心里在偷偷期待更亲密的接触，哪怕他更想在这段关系里占据主导。可面对江眠，他所有的强势都会化作柔软。江眠清了清嗓子，双手分别附上九羽和明渊的后颈。他深吸一口气，集中注意力，调动起身体深处的精神力。那股奇异的力量如同溪流般缓缓蔓延，顺着手臂流淌到指腹，再慢慢渗入两兽的身体里。这次他卯足了劲，上次夜七睡得快，这次他想让明渊和九羽也尽快入睡，只有这样，他自己才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啊！几乎是同一时间，九羽和明渊都轻唤出声。九羽原本在被子上打转的手指，瞬间攥紧了被子。他能清晰地感觉到，此主的精神力比上次更强，也更直接，没有以往的轻柔，反而带着一股霸道的掌控力，仿佛要将他的身体与灵魂都彻底包裹，让他心甘情愿地臣服。此主，九羽的声音带着几分颤抖，心里竟莫名有些发虚。难道是上次用冰玉喂的此主喂得太狠，所以此主现在才故意用这种方式在精神海里宣示主权？怎么了？江眠被他的声音打断，低头看向他，却见九羽眼神迷离，嘴唇微张。他心里咯噔一下，是自己用力太猛，还是太轻？见九羽不回答，江眠又转头看向明渊。相比之下，明渊显得安静许多。他双目紧闭，原本缠在他腰上的蛇尾也垂到了床边，一动不动。江眠能感觉到他的精神海完全没有反抗，反而在主动接纳他的力量，就像干涸的土地遇到雨水，贪婪地吸收着每一丝暖意。甚至在精神壁垒深处，他还在悄悄调整姿态，心甘情愿地将主导权完全交给他。等了片刻，还是没等到九羽的回应，江眠便继续催动精神力，只是悄悄减了些力道。后半夜的困意渐渐涌上来，他眼皮都开始打架了。现在他满脑子只剩赶紧让他们睡着，自己也能睡个好觉的念头。随着精神力缓缓注入，九羽和明渊原本紧绷的身体渐渐放松，精神海里的躁动被彻底抚平，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舒适。江眠的信息素如同温柔的浪潮，将两兽紧紧包裹。不知不觉中，他们的呼吸变得平稳，睡了下去。而江眠自己也抵不住困意，双手轻轻搭在两兽肩上，脑袋一点一点，最终也歪倒在枕头上，沉沉睡去。此时，另一间房间里的叶七却还在废寝忘食地盯着光脑屏幕。上次准备和姐姐结旅时，他居然莫名其妙睡了过去，不应该啊！思来想去，他认定是自己漏学了关键知识，于是他在光脑上翻找了大半夜，
终于找到一篇解缕时犯困应对指南，他看得格外认真。帖子里写着，解缕犯困分2种情况：雌性犯困，多为劳累所致，只需好好休息即可；雄性犯困又分2类，一类是血气亏损，需要大补；另一类则是解缕时玩得不够刺激。叶七皱着眉头，他身强力壮，肯定不需要补，难道是缺少刺激？他在嘴里反复读了好几遍“不够刺激”4个字，还是没弄明白是什么意思。他咬着牙，把要这4个字记在心里，只要是能和姐姐好好解缕的知识，他都要学会。深夜，整栋别墅的兽都睡了后，沉睡在半生树上的清浊忽然动了动。吼，怎么闻不到那股香甜的气息了？清浊的双眸依旧紧闭，龙眉微微皱起。他抬起头，龙鼻往空中嗅了嗅，确认了那股令自己沉迷的气息不见了。可他似乎还能闻到那股香甜的气息，在自己距离自己不远的位置。清浊长长的尾巴一甩，庞大的身躯瞬间缩小，变成一条只有几厘米长的小青龙。他依旧没有睁开眼睛，鼻子在空中嗅了嗅，确定气息的方向后，便朝着3楼江眠的房间飞去。第2天清晨，江眠一睁眼就对上明渊和九羽直勾勾的眼神，他们的眼神里带着惊讶、疑惑，还有几分说不清的怪异，看得江眠十分不自在。你们盯着我看什么？怎么感觉睡了一觉，身体变重了？江眠揉着发沉的脑袋坐起来，只觉得脑袋重重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了一晚上。死主，你头上长虫了！明渊伸手指了指他的头顶。长虫？我的脑袋怎么可能长虫？江眠不可置信地盯着明渊，他可是很爱卫生的。说完，他看见一旁的九羽也正点头。现在，九羽那双总是带笑的眸子里写满了认真。江眠不信，抬手摸了摸，指尖刚触到发丝，就被一种怪异的触感攫住，软乎乎的，凉凉的，又硬又软的，这手感，该不会真的是虫吧？这念头刚冒出来，江眠瞬间炸毛，光着脚就往厕所冲。厕所的镜子里，在他的发丝间盘旋着一条几厘米长的青虫，圆滚滚的身子裹着细碎的鳞片，蠕动时还泛着淡淡的光泽。江眠，这好像是缩小版清浊。为了确定自己的猜想，江眠又光着脚跑到清浊的客房，果然，昨天还在半生枯树上的青龙不见。好啊你，清浊！江眠又气又笑，伸手戳了戳头上的小青虫。半夜不睡觉，居然跑我头发里打地铺。他轻轻拍了拍青虫，想把它弄下来，可清浊像是粘在了发丝上，非但没动，反而蜷得更紧，连带着周围的头发都缠成了一团。江眠找了块镜子对着扯了扯，疼得龇牙咧嘴，还是没能把它弄下来。无奈，江眠只能采取另外一种措施了。他去厨房找了把剪刀，对着头发比划半天，终究还是下不了手。清浊缠住的头发少说也有1/5，他养了许久的长发，舍不得啊。他摸着头上的清浊，欲哭无泪，只能让大家帮忙了。这次白玄在忙修炼，没有参与，叶七也不知道昨晚干嘛了，现在也还在睡。现在坐在江眠面前的只有凤九、九羽和明渊。九羽，你试试用精神力把它弄下来。江眠刚说完，九羽就凝出一缕白色的异能，朝着清浊探去。异能刚碰到清浊的身子，就像一道清风拂过清浊的身子，没有半点反应。不行，九羽摇了摇头，眉头微蹙。清浊的等级比我高太多，我的异能根本碰不到他。明渊，你有办法吗？江眠把目光投向明渊，明渊也无奈地摇了摇头，他只比九羽高一阶，情况和九羽是一样的。江眠无奈地叹了口气，对着镜子又摸了头上的小青虫。他不下去，他怎么打理头发？怎么健寿啊？1天2天他可以忍受，那1个月2个月呢？要是弄不下来，以后该不会要顶着清浊洗澡吧？这绝对不行。或许我能试一试。一直沉默的凤九坐直了身子，开口道。江眠抬头看他，无奈地趴在桌子上。对，最不想麻烦的手，始终需要麻烦一下。他看着凤九道，我需要怎么配合你，能帮助到绵绵？凤九开心的要死，立马站了起来。绵绵，你只需要站在清浊的半生树下就行。江眠嗯了声，不管能不能成，总得需要试一试的。他走到清浊半生树的结界下，对着凤九道，我准备好了，开始吧。凤九闭上双眼，双手合十，周身渐渐泛起金色的光晕，再次睁眼，他的凤眸里盛满了细碎的金光，指尖朝着江眠的额头一点，轻声道，聚。一抹淡绿色的光团从他指尖凝聚，缓缓朝着清浊飘去。可就在这时，明渊突然上前一步，怒道，凤九，你疯了！强行剥离雌性信息素是禁术，你想害死绵绵吗？他周身的气压瞬间低了下来，黑色的瞳孔里闪过一丝危险的红光，只要江眠有半点不适，他立马就会对凤九出手。不一样，九羽及时开口拦住了明渊。凤九的性子我了解，他绝不会伤害绵绵，那你解释解释，这是什么？明渊指着凤九指尖那团淡绿色的光团道，这分明是绵绵的信息素。九羽凑近细看，得确闻到了江绵信息素的味道，可再仔细闻，又觉得淡了很多。这股信息素不是属于雌性本身的气息。九羽也不懂，明渊也察觉到了这并不是禁术，目光紧紧锁在江绵身上。此刻的江绵双目紧闭，脸色平静的像睡着了一样。凤九的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指尖的淡绿色光团从米粒大小渐渐凝聚成了核桃模样，他的身子控制不住的晃了晃，
他感觉这次异能消耗的特别快。绵绵，就在凤九停止使用异能的瞬间，江绵的身体就软下来。明渊快步上前扶住他，用精神力仔细检查他的精神海和信息素，确认没有异常后，才松了口气。绵绵，你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江绵缓缓睁开眼，揉了揉太阳穴，我好像不小心睡着了。对了，清浊下来了吗？凤九被九羽扶着，指尖还护着那团淡绿色光团，这是凤族的聚合秘术，只会收集兽人周围的气息。我没碰绵绵的精神海和信息素，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诱引清浊下来。他顿了顿，眼底闪过一丝后怕。这种秘术对使用者的精神力消耗不是很大，凤九以前只会用来收集对方残留气息，随着他实力的增长，他也用得越来越少。如今他也只是想收集一下绵绵身上的信息素，把清浊吸引下来而已。没想到绵绵信息素像有特殊保护机制一般，他费了半天劲才收集和核桃大小。换做其他兽人，凤九已经收集到西瓜般大小的信息素了。哎，现在的他越来越对绵绵产生敬畏之心了，同时暗暗保护绵绵的心也愈加浓烈。只要绵绵身上极致信息素的秘密一旦泄露，不知道会引来多少兽人的疯抢，说不定还会沦为某些恐怖实验的实验品。听到凤九这般说，明渊这才放下心来。他扶着江绵走到凤九面前，尽快把清浊弄下来吧。嘉哥，看得后台催更多了，感动硬，扛起键盘就是马。凤九拧着眉，操控着那团淡绿色光团在江绵头上转了好一会儿，清浊才慢慢动了一下。见清浊有了松动，凤九立刻将指尖的淡绿色光团缓缓推向一旁的半生树上。光团落在树上的那一刻，清浊像是受到了某些感应一般，从江绵头上剥离下来，随着光团重新回到树上沉睡。成了，头顶变轻的感觉让江绵激动的直接跳了起来。他抬手摸了摸头发，那团被清浊缠过的头发已经微微打结。江绵没好气的看了眼沉睡的清浊，等他醒后，他也要用他的龙须玩玩。江绵刚放松，凤九就撑不住了，他身体一软，直接朝身旁的九羽倒去。要不是九羽一直悄悄输送精神力给他，他早就晕了。他身体有没有事？江绵看见凤九晕了，走了过来问九羽。没事。九羽摇了摇头，把凤九抱了起来，只是精神力消耗有点大，睡一下就好了。江绵点点头，那你先送他回房。看着凤九倒在九羽怀里面，江绵心里不是滋味。凤九会变成这样，说到底还是因为帮他。他咬了咬唇，看来得找个时间单独和凤九聊聊他们之间的关系了，不能再这样拖着了。江绵回房间简单整理了一下，就去到了凤九的房间。凤九房间里的东西很少，除了日常的生活用品什么也没有。绵绵，你怎么来了？九羽见江绵进来，立刻起身向他走近。江绵朝他比了个虚的手势，随后指了指床上的凤九，又指了指门外，小声道：你先出去吧，这里交给我。他和凤九之间的关系怎么着也得说清楚，不能再这么好着了，不然对彼此都是个伤害。九羽愣了一下，立马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心里虽不情愿，可再怎么说，凤九也是兽神给绵绵的匹配者，纵然不喜多一个竞争对手，也无权干预绵绵的决定。凤九是他兄弟，他也不会在背后给对方穿小鞋。于是九羽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出去，并带上了门。见九羽从凤九的房间里出来，明渊问道：你觉得凤九能成功留下来吗？九羽望着已经关上了的房门，轻轻叹了口气：我不知道，绵绵有自己的想法和主意，我干涉不了。明渊默默闭上眼，他倒是同意九羽的说法，很多雌性在有匹配者之后都第一时间结旅，但是绵绵却没有。他能感受到江绵对他们没有排斥，甚至偶尔会流露出亲近，可他就是迟迟不点头，或许是没有准备好吧。沉默了片刻，明渊忽然睁开眼：你有没有觉得绵绵或许并不属于这个世界？九羽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难道绵绵把自己的秘密也告诉了明渊？他刚想追问，就见明渊摇了摇头：你别多想，我只是猜测，同为绵绵的匹配者，与其私下计较，不如先把保护他的安全放在第一位。九羽了然，他其实早就怀疑江绵的来历，可江绵没说，他便从不多问。他靠在墙上，望着远处渐渐落下的夕阳。每个兽都有自己的秘密，绵绵不愿意自己说，那我们就当做不知情比较好。明渊点点头，没再说话。对他来说，只要江绵能安全健康的待在身边，其他的都不重要。房间里，凤九安静的躺在床上，他的一头红发是那么的张扬，如今却安安静静的躺在这里。这位星际的大皇子，真的甘心成为他的追随者吗？太阳逐渐落下，江绵盯着床上的凤九看了很久。该说不说，凤九的五官是真的很精致啊，眉骨高挺，鼻梁笔直，连睡着时唇线都带着几分傲气。江绵忍不住用指尖摸了摸他的鼻子，可就在这时，一只温热的大手突然伸了出来，牢牢握住了他的手腕。江绵吓了一跳，下意识想把手抽回来，可凤九的力气大得惊人，他挣了好几下，手腕还是被攥得紧紧的。绵绵，凤九的眼睫轻轻颤了颤，睁开了眼睛，撑着床坐了起来。他没松开江绵的手，反而轻轻一拉，将他的手送到自己嘴边，低头在他的掌心印下一个亲吻。温热的触感从掌心蔓延开来，顺着手臂爬到脸颊。江绵的脸瞬间红透了。绵绵，你别总推开我好不好？这句话再加上凤九掌心的温度，烫得江绵心慌。你讲话就讲话，亲我的手干嘛？江绵慌忙别开脸，
不敢看凤九的眼睛，声音越说越小。从第一次见到凤九起，他就觉得凤九身上总有种生人勿近的傲气。可就是这样的凤九，现在却拉着他的手，对他说这样的话。犹豫了片刻，江绵还是抬起头，问出心中的疑惑：那你之前为什么想解除匹配？现在是因为我把你永久标记了，才不得不改变主意吗？不是。凤九松开他的手，目光转向天花板，缓缓摇了摇头。其实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从第一次在禁区遇见他开始，他就控制不住地想靠近他。那是什么？江绵追问。他是真的想知道。凤九沉默了片刻，转头看向他：绵绵，你能理解白玄第一次见你就想申请成为你追随者的感觉吗？江绵愣了愣，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白玄说过，是因为我和他的信息素很匹配。凤九应了一声，又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道：或许我现在就和当初的白玄一样吧。他说谎了，他骗了江绵，也骗了自己。吸引他的从来不只是绵绵身上信息素，还有绵绵身上那股纯粹的不掺任何杂质对待白玄的感情。这份真挚而纯粹的情感是现在很多雌性缺少的。他凤九真的非常非常想待在江绵身边，哪怕永远没有名分。江绵没察觉他的异样，只是看着他认真的眼神，心里渐渐软了下来。他从来都不讨厌凤九，只是一直不清楚对方对自己的感情。而且在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江绵觉得凤九很有领导者风范。他深吸一口气，把藏在心里很久的话问了出来：如果我取消解除匹配的申请，你以后会不会后悔？听到这个问题，凤九忽然愣住了，像是没听清一样，怔怔地看着江绵。他原本以为江绵找他是想彻底说清解除匹配的事，却没料到他会提到取消申请。他激动的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绵绵，你当真愿意？江绵见他反应这么大，忍不住笑了笑，抬手打开光脑，调出取消匹配者申请的界面。他没有立刻点击取消，而是认真的看着他：我可以取消，但你得先告诉我，当初你为什么要提出解除匹配？江绵盯着凤九，心里早有定数。如果凤九敢回答当初看不上他，那这个取消申请就永远不取消了，还有申请成为他的追随者的事也免谈。其实在取消申请匹配之前，我根本没调查过你。说到这个问题，凤九局促地低下头。那时候我满脑子都是清理虫族的事，每天都在斩杀兽虫。当时收到兽神匹配通知的时候，我还在和一头高阶兽虫缠斗，连你的基本信息都没来得及看。他怕江绵误会，声音又抬高了几分：绵绵，你信我？我之前提解除匹配，真不是嫌你身份或者别的什么，只是那时候觉得星际安危更要紧，我没资格耽误你。我是真的很喜欢你啊。上面句话他卡在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口。骄傲了这么多年，在喜欢的人面前低头，还是会觉得有些窘迫。江绵看着他微微泛红的眼眶，心里的最后一点芥蒂也散了。他指了指光脑投影上取消申请的按钮，最后说道：你想清楚，这个申请一旦取消，以后就再也没法申请了。想清楚了，而且想得很清楚。凤九肯定的点头：行吧。江绵说着，指尖就往按钮上靠，可就在快要碰到的瞬间，他又顿住了。他抬眼看向凤九，嘴角勾起浅浅的笑意：还有个条件，你的解缕顺序得排在最后。谁让他当初先提解除匹配的，这就是代价。好好好。凤九连想都没想就答应，眼里的喜悦快溢出来了。只要能得到正宫匹配者的名分，晚多久都没有关系。江绵震惊地看着凤九，这星际大皇子甘愿把解缕顺序排到最后，是他不清楚自己的地位，还是凤九不清楚自己的地位？他呆呆地看了凤九几秒，道：解除申请已经取消了，你先好好休息，要是需要安抚，提前在群里说一声。说着，他把凤九拉进了之前创建的匹配者解缕群。做好一切后，他起身想走，手腕却突然被凤九拉住。在申请取消的那一刻，压在凤九心底苦涩的情绪终于爆发出来。他猛地用力，将江绵拉到床上，紧紧抱在怀里，力道大的像要把他揉进自己的骨血里。绵绵，他的声音沙哑又低沉，又带着一丝苦涩的惊喜。他在他的耳边低声呢喃：太好了，真的太好了，你终于愿意接受我了。这些天在别墅里，他经常看见绵绵对其他匹配者的特殊照顾，或者去他们房间安抚的时候，他真的是快把自己嫉妒疯了。现在他终于苦尽甘来，他越想越激动，手臂又收紧了几分。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松开江绵，眼里满是深情：绵绵，我知道错了，以前是我太傻，总想着心计，忽略了你的存在。你放心，以后我再也不会把你弄丢了。说着，他微微俯身，眼神落在江绵的唇上。这个吻，他也想太久太久了。可就在两人距离只剩1寸时，江绵突然抬手推开了他：你先好好休息，我先走了。说完，江绵几乎是逃一般的出了房门。看着江绵慌乱的背影，凤九躺在床上，忍不住笑了起来，那眼底的温柔像是能盛下整个星空。他立马打开光脑，点开和凤青的聊天框，噼里啪啦发了一大段话。从凤九房间里出来后，江绵觉得应该和叶七商量一下解缕的事。之前本来想等叶七身体好点，再和他商量解缕的事，可叶七运气好，抽到了第2个。要是不早点安排，九宇和明渊怕是要憋坏了。毕竟这两人平日里看着沉稳，眼神里的期待却藏不住。他走到叶七房门口，
抬手敲了敲门：“小七，你在吗？姐姐有事想和你说。”自从闹乌龙后，江眠每次进匹配者的房间都会敲门，就算以后会成为伴侣，该有的隐私还是要有的。在门口等了片刻，里面没传来动静，江眠以为叶七睡着了，正准备转身离开，房门里却传来了叶七虚弱的声音：“姐，进来吧。”叶七的声音怎么这么无力？难道是出什么事了？他推开门就往里冲，一眼就看到叶七半裸着上身躺在床上，脖子和胸膛上满是深浅不一的抓痕，有的地方还渗着血珠。小七，江眠快步跑过去，指着叶七的伤口道：“你怎么会伤得这么重？”边说着，他边从空间里拿出冰浴，小心翼翼地敷在叶七的伤口上。可嗨，叶七虚弱地咳嗽了2声，偷偷抬眼瞄了江眠一眼。之前在光脑上刷到把自己弄残点，此主就会心疼的说法，原来不是骗瘦的。他顺势往江眠怀里靠了靠：“姐姐，没事的事我自己弄的，最近总觉得脑袋晕晕的，实在受不了，舅舅忍不住抓了自己。”他说的半真半假，脑袋晕是真的，但更多的是嗜睡。可这些伤口却是他故意掐出来的，只为了找个借口让江眠多关心自己。说完，他心虚的移开眼神，不敢和江眠对视。江眠哪里知道他的小心思，只当他是脑袋是真的不舒服，才受不了才自残。他心疼的摸了摸叶七的头发：“小七，我先给你做安抚，要是有用，明天我再过来；要是没用，咱们明天就去医院。”说着，江眠抬手伸向他后脖子上。江眠觉得安抚应该缓解不了多大疼痛，于是他试着把精神力直接拉到最大，只要能与疼痛相抵1分也是好的。叶七为了装可怜，特意把自己弄得狼狈了些，可在江眠极致的信息素包裹下，他的大脑像是被清水冲刷过一般，瞬间清醒了，精神海里。江眠的信息素带着霸道又细腻的力量，包裹着他的精神体，那种被强制呵护的感觉让他浑身都软了下来。他靠在江眠怀里蹭了蹭：“姐姐，你今晚怎么突然来找我？是不是有事和我说？最近姐姐匹配者越来越多，分给每个兽的时间都好少，如今姐姐主动来找他想应该是有事的吧。”江眠直接开口：“我打算和你商量一下节旅的事，可你看这个样子，我觉得还得再推一推。”“什么？是商量节旅的事？”叶七瞬间感觉安抚不香了，他赶忙扯过姐姐正在安抚的手道：“姐姐，我们商量吧，我一点都不疼的。”江眠望着叶七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原本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小七，他在床边坐下，指尖停在他的伤口上方。“你这样。”叶七身上的伤有大有小，更多的是伤口边缘还红肿着，这一看就是他在难受时自己抓的。江眠望着他的伤叹了口气，他小时候也总爱咬自己的手指，偶尔没控制好力度，指尖便会渗出血珠，那种疼不仅钻心，伤口还会肿起一大圈，连碰都碰不得。如今叶七这样，他怎么可能这么快和他节旅？见到姐姐犹豫，叶七彻底坐不住了，他连忙撑起身子来：“姐姐，我不疼，这些伤。”说到伤，叶七卡住了，他看着姐姐眼里面的心疼，心里愧疚的要死，他真想抽自己一巴掌，早知道就弄轻一点了。小七，江眠把叶七脸上的微表情尽收眼底，好像发现了些什么。小七反应不太对劲，难不成这伤是他故意弄的？江眠打算测试一下叶七，他的指尖轻轻触碰叶七的伤口，泪眼朦胧地望着他：“姐姐不能拿小七的身体开玩笑，节旅的事咱先放放，等你伤好再说，不着急的哈。”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江眠看到叶七眼底翻涌的无奈的着急，一时间没忍住，讲话都翘声了。现在的他更能确信，这家伙就是故意的了。“不是的，姐姐，我……”听到姐姐要把节旅的事情放一下，叶七急的都差点跳舞了。该死，怎么偏偏是现在把自己抓这么严重啊？“姐姐，我身体真没事，不影响。”“小七啊！”叶七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江眠打断：“你先好好养伤，我就不打扰你了。”江眠自然懂叶七想表达什么，但是他并不打算给他表达的机会。他的指尖从叶七受伤的胸口慢慢往上，然后落在他的嘴唇上。他深情地望着他的眼睛，一滴泪水悄然滴落在叶七的手背上。他倒要看看叶七会作何反应。做完这一切，江眠便转身缓缓朝门口走去，可没走2步，身后便传来叶七虚弱的近乎气若游丝的声音：“姐姐不要走。”江眠打算再装一下，手刚触碰到门把手，就听到身后砰的一声，他一转头，发现叶七已经直直晕在了床上，脸色也变得苍白起来。“小七！”江眠快步冲过去，一把抱住叶七，摇晃着他的身体：“小七，你醒醒，别吓我啊！”江眠晃了半天，叶七都没有任何反应。这一刻，江眠真的急了，他立刻在群里发了消息：“叶七晕倒了，你们快来叶七的房间。”消息发出的瞬间，凤九就赶来了。叶七的房间没有经过精心挑选，可以说是离江眠房间最远的，而这个位置恰好离凤九很近，所以他来得最快。“凤九，你快看看叶七！”江眠急的眼泪都落下来了，他以为叶七是故意骗他的，结果错了，都错了。叶七的身体是真的出问题了。“绵绵，你先别急，我来看看。”凤九一边安抚着江眠，一边释放出精神力，小心探入叶七的精神识海。没过多久，明渊、九羽和白玄也先后赶到，看到叶七满身的伤和江眠脸上的泪痕，
三兽的眉头都紧紧皱了起来。好好的，叶七房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片刻后，凤九收回精神力，没事的绵绵。他原本受损的精神识海正在慢慢修复，应该是修复过程中消耗过大，才晕倒的。可是，江绵指着叶七身上的伤，不解地问道：“那这些伤怎么解释？修复的过程应该是比较舒服的，那他为什么还要让自残来抵制这份痛苦？”这，凤九也噎住了。正常情况下，精神识海修复时确实会让兽感到放松，或者产生些许困意，但现在叶七这情况，他也不知道啊。他挠了挠头，看了眼明渊，要不然让明渊也试一试。江绵嗯了一声，多一个兽试一试也好。凤九往后退了一步，明渊走了上来。明渊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释放出自己的精神力，缓缓探入叶七的精神识海。片刻后，明渊收回精神力，认真道：“凤九说的没错，他晕倒的确是因为精神识海在修复，只是他的修复速度远超常人，身体一时无法承受才会陷入昏迷。”看着叶七昏迷不醒的样子，明渊觉得好气又好笑。得了此主这么极致的信息素滋润，居然不会主动去吸收，真的是暴殄天物。晕倒也是活该。江绵彻底懵了，他看着叶七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他轻轻拍了拍叶七的脸颊，带着哭腔：“小七，你醒醒啊！”滴答，一滴滚烫的泪水从江绵的眼角滑落，恰好落在叶七的伤口上。突然间，叶七身上的伤口突然泛起一层淡淡的绿光，原本大大小小还红肿的伤口，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愈合了。这一幕把在场的所有兽人都看呆了，他们纷纷震惊地看着对方，然后若无其事地咬紧牙关。就在这时，叶七的眼睛睁开了。姐姐。睁开眼睛的第一眼，叶七就看到姐姐为自己流泪的样子，立马意识到自己完蛋了。他连忙挣扎着坐起来：“对不起姐姐，我不该骗你，身上的伤都是我自己故意抓的，我只想让姐姐多关注我一点，还有我头晕只是觉得困而已，没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江绵呆呆地听着叶七，眼泪都停了，他哭笑不得地望着他道：“所以你真的是故意的？”现在的叶七就像犯错的小孩，低着头不敢讲话。他知道这次自己是真的让姐姐担心了，是他做错了。他赶忙指着身上的伤口道：“姐姐，我真的不疼，你看我的伤，我抓的时候都控制好力度的。”他身上的伤呢？现在该叶七懵了，这伤是他昨天晚上特意抓的，不可能今天就好了吧？江绵，在场的兽人，江绵，你们先出去一下，我要清理清理门风。他们交换了下眼神，又瞥了眼一脸懵的叶七，识趣的退了出去。九宇走在最后，还贴心的带上了房门。门刚关上，屋里就传来叶七撕心裂肺的哭声：“啊，姐姐，我真的错了。”门外，白玄听得倒吸一口凉气，小声道：“看来绵绵身上的秘密比我们想的还多。”九宇点头，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精神力强的问题了。绵绵她的眼泪，居然有让伤口快速愈合的能力，她的词主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啊？大家先冷静。凤九站出来稳住他们，这事我们全当没看见，不能让绵绵因为这份特殊打乱她正常的生活。我们要做的是时时刻刻护好她。明渊率先点头，他很认可凤九的提议。九宇和白玄也点头，他们也很认可凤九的提议。见凤九主动牵头，九宇问：“绵绵是不是已经取消解除你匹配者的申请了？”凤九凤眸一弯，没说话，却用眼神给出了答案。其他兽人了然的挑眉，转身就要走。不是你们就不好奇为什么吗？见大家都走，凤九愣住，他还以为大家会多问两句，哪怕是表现出点惊喜也好。九宇回头挥了挥手，早猜到了，自从你跟过来，绵绵就没主动赶过你，取消申请只是时间问题。凤九，行吧，这份失而复得的雀跃，看来只有他自己懂了。房间里，叶七还在不停求饶，他跪坐在床上，泪眼汪汪地望着江绵：“姐姐，我真的错了，真知道错了。”江绵伸手凝住他的耳朵：“这小崽子学什么不好，偏学自残博关注的把戏，还好没出大事，不然最心疼的还不是他。”叶七连忙点头：“我保证下次再也不敢了。”江绵手上的力气加了几分：“你还敢有下次？”“不敢了，不敢了。”叶七是真怕了。姐姐生气时，连信息素都变了，没了往日的温和，只剩强势的碾压，让他根本不敢反抗。教训的差不多了，江绵松开手，警告道：“再敢有下次，就不只是捏耳朵这么简单了。”现在的叶七被训得连头都不敢抬。江绵看着他这副模样，又忍不住心疼。算鸟算鸟，自己家自己哄吧。他揉了揉叶七的脑袋：“精神海现在怎么样？疼吗？”“有一点点。”叶七怕姐姐误会，立马解释：“但是没那么严重，只是单纯觉得困而已。”现在叶七一点也不敢欺骗姐姐，如实回答。江绵叹了口气：“你趴在床上吧，我再给你安抚一下。”姐姐还要给他安抚？叶七不敢置信地望着江绵的眼睛，眼泪哗的一下就流下来了。他更爱姐姐了。好好的，你哭什么？叶七突然的落泪让江绵懵了，他好像也没有惩罚的很过分吧？姐姐，叶七哽咽着摇头，乖乖趴在了床上。我只是太激动了。江绵这次的安抚格外顺利，不过10几分钟，叶七就沉沉睡了过去。等叶七睡熟，江绵才想起眼泪治愈伤口的事，他回忆了下，
来到星际之后，还没有听说雌性有这种能力，这让他的心里有点发慌。现在只有白璇和他结侣，他决定问问。他走到白璇房门口，敲了敲。白璇，我能进来吗？手指刚碰到门板，门就开了。白璇穿着一身白色浴袍，半场的衣襟露出好看的腹肌，蓝白色的头发还挂着水珠，活脱脱一副出水美男的模样。他瞥见江绵泛红的耳尖，嘴角勾起一抹坏笑，故意侧身倚在门边，压低了声音：绵绵，这是想我了。白璇这副勾人的模样，让江绵不只是耳尖红了，脸也红了。他一把推开白璇，自然地坐在床上，抱过一个枕头挡在身前。你先把衣服穿好，我今天是有事来找你。白璇轻笑一声，快速擦干头发，挨着他坐了下来。一坐下，他就把下巴轻轻抵在他的肩膀上，小声问：你是不是想问你眼泪的事？白璇怎么知道？江绵一脸震惊地看着他。当时他发现自己眼泪有这个特殊功能的时候，可是装得很自然的样子。难道自己的演技这么差的？白璇从他眼里读出了疑惑，双手轻轻环住他的腰，柔声解释：其实从你不会用星轨开始，我就怀疑你不是这个世界的雌性了，怀疑自己。江绵抱枕头的手不自觉收紧。绵绵，别怕。白璇收紧怀抱，给足他安全感。就算你有很多秘密，我也会好好保护你。那你就不好奇我来自哪里吗？这句话，江绵问得很僵硬，他很害怕。他在赌，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外来者，真的会被允许存在吗？白璇轻轻将他转过来，双手捧着他的脸，低头深深吻了下去。半晌后，他感受到绵绵身体的抗拒与颤抖，认真地望着他的眼睛。这不重要，绵绵，你只要知道，我永远会护着你。这句看似说得很轻，却彻底击溃了江绵心底的防线。一滴眼泪不受控制地从他眼角落了下来。白璇舍不得他哭，抬手轻轻擦掉，哄道：别哭，这不是什么大事。江绵再也忍不住，伸手紧紧抱住了他。白璇轻轻拍着他的后背，犹豫了一下，还是问出了藏在心里的话：那你有想过回到原来的星球吗？如果他想，他愿意放弃一切，陪他回去。江绵平复了情绪，小声回答：我也不知道。江绵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若真有选择，江绵大抵是不愿意的吧。在蓝星，他是无父无母的孤儿，在垃圾堆靠着百家饭长大，好不容易成长起来，又遇到周扒皮。现在这个世界虽然陌生，但他有很爱他的手。江绵的指尖轻轻蹭过白璇温热的手背，眸子里满是认真。如果可以选择，我想我是会留下来的。这话像颗火星落进干柴堆，让白璇的心熊熊燃烧起来。真的吗？绵绵。他伸手将江绵稳定在身前，琥珀色的眼眸直直望着他，里面翻涌的激动几乎要溢出来了。真的。江绵被他这副模样逗笑，嘴角弯起甜美的笑容，这抹笑像揉了碎光的暖阳，瞬间驱散了白璇心底所有的不安。白璇再也按捺不住，俯身轻轻捧着他的脸吻了下去。之前他总怕江绵某天会突然离开，连他的秘密都不敢多问。可此刻，这份坦诚终于让他放下了所有顾虑。或许他真的可以永永远远和绵绵在一起了。热烈的吻过后，两人依偎着躺在床上。江绵枕着白璇的手臂，指尖轻轻划过他流畅的下颌线，轻声问：只有你发现我的特别吗？那其他匹配者呢？白璇早料到他会这么问，抬手调出光脑。但是当光脑打开的一瞬间，江绵的注意全在壁纸上。他红着脸问：你的壁纸什么时候设置成我的？白璇的壁纸是之前江绵顶着粉色蝴蝶的自拍，当时江绵觉得也挺好看的，就美美的拍了一张，没想到居然被设置成为了壁纸。白璇故意对着光脑亲了一下：怎么，绵绵既然发给我了，这照片的归属权自然是我的，我就是要让所有兽都知道我的雌主长什么样子。讲真的，白璇这话是真的土，但也最真挚。江绵红着脸揪了一下他的鼻子，才同意用他照片当壁纸。等江绵的脸没那么红了，白璇才把雌主万事第一大的群头引出来。看到群里面的成员，江绵瞬间愣了。白璇和九宇在群里他能理解，白璇是因为星轨问题，而九宇是之前自己说漏嘴。可明渊和尹泰怎么也在。最让他震惊的是，群主竟然是凤九。他懵了好一会儿，都不知道该先问哪个。白璇一个一个解释：九宇那边我不清楚，但明渊和尹泰怀疑你，是因为你听不懂尹泰的授语。江绵，他已经在明渊和尹泰面前很努力假装能听懂了好吧。这段时间他甚至连听不懂的表情都没做出来。江绵为自己的演技差受到了伤害。可是你之前不也以为我是因为被虫兽攻击才听不懂授语的吗？江绵皱着眉问：为什么明渊和尹泰不怀疑虫兽，反而会怀疑我？白璇指尖顿了顿，指着凤九的名字道：这就要说到凤九了啊。江绵更懵了，这和凤九有什么关系？因为你在凤九精神海破溃时用信息素永久标记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白璇声音放轻了些，有这样的精神力的雌性怎么可能精神力有亏，听不懂授语？江绵听完彻底没了声音，只能愣愣地看着群聊界面。合着他一直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结果所有匹配者都早就看出了破绽，就他一个人被蒙在鼓里。这些家伙真的是一个比一个细心，一个比一个腹黑。白璇看出他的不开心，凑过去在他脸颊亲了一下。没事，我们已经商量好了，你不主动说，我们也不会主动问，你负责开开心心正常生活，
身后的危险就交给我们好了。江绵没好气地哼了一声，却没躲开他的触碰。他不是不想依赖，只是清楚没人能永远陪着自己。万一哪天他们不在，他总不能一直躲在别人身后。他握着白璇的手，认真道：“白璇，你们总觉得我精神力很强，可上次凤凰给我测精神力没测出来，你能不能教我修炼精神力啊？”他想变得更强，就算不能变得更强，能多控制自己的精神力和信息素也是好的啊。这……白璇眉头微蹙，满是为难。雌性的精神力从出生起就固定，从未有过修炼提升的先例，而且绵绵的精神力和信息素都那么强，好像也不需要修炼吧？好不好吗？见白璇不说话，没办法，江绵只能拿出必杀技装可怜了。对上他无辜又期待的眼神，白璇真的拒绝不了。他嗯了半天道：“凤凰没有测出你的精神力，会不会是你的精神力太高了？”尽管这个理由没有实际依据，但也有这样的可能。江绵无奈地叹了口气，裹着被子转了个身。看来白璇也没有办法。白璇看出他眼底的低落，连忙缩进被子，从身后轻轻抱住他。如果你不清楚自己的精神力等级，有时间可以拿清浊练练手。清浊？江绵闻言转头，疑惑地看着他。白璇，之前我看清浊情况不稳定，于是就私下问了下青木。他说为了让清浊安全待在你身边，特意用青龙族秘术封印了他体内的异能，这样你给清浊做精神安抚时，他就不会因为力量暴乱伤到你。江绵瞬间懂了，眼睛亮了亮。你的意思是，我要是能安抚好清浊精神海里的暴乱，就能证明我的精神力很强？对。白璇重重点头。清浊是星际唯一的12阶兽，你若能稳住他体内暴乱的力量，那你精神海的强度根本不用怀疑。这话瞬间点燃了江绵的兴致，他连忙裹紧被子往白璇身边凑了凑。那我们快睡觉，明天一早就去找清浊试试。此时，在1楼客房半生树上盘旋的沉睡的清浊，紧紧护着那团浅绿色光团，轻声呢喃：“好香的味道，要抱着睡。”翌日一早，江绵吃过早饭，径直往清浊的房间走，还特意反手锁了门。九宇刚放下餐具就起身要跟过去，明渊也皱着眉站起身，却被白玄一把拦住。放心，清浊现在伤不到绵绵。白玄看向清浊的房门，眼眸暗了暗，这是绵绵自己的决定，我们尊重就好。九宇和明渊没再多说，转身回了各自房间。九宇身为指挥官，早就把部分日常事务移到了这里。他的房间如今像个小型书房，桌上堆满了很多待处理的文件。明渊则不同，他本是流浪兽，没那么多琐事，见不到江绵，便安静的在自己房间修炼。他始终坚信，只有自己足够强，才能真正护好绵绵。至于叶七，他还在睡，不过凤九和白玄给他检查过了，并没有什么大事，说不定过几天精神海的伤好了，就能恢复正常。而凤九，自从江绵接纳他后，就让凤青把自己的东西搬了过来，这里以后就是他的家了。他花了1天时间才整理好他的房间，刚整理完房间，光脑就响了，是凤舞的视频通话。他刚接通，屏幕里就出现了一个直径3米的虫洞，黑漆漆在朝外冒着黑气。你们在哪里发现的？凤九瞬间坐直身体，语气凝重。虫洞的出现绝非小事，这意味着凤舞很可能找到了虫兽的巢穴。凤舞立刻分享了定位，哥，这应该是刚形成的虫兽巢，你快来，我让黑千盯着了。说完便匆匆挂了电话。他发现的远不止这一个巢穴，虫兽的巢穴就像蟑螂一样，表面看到一个，暗处往往藏着更多。凤九知道此事的严重性，立马把事情同步给九宇和白玄，让他们自行安排。虫族必须清除，绵绵的安全也要守住。此时的1楼客房里，江绵正对着光脑翻找资料，白玄给不了答案，他就自己找。他从不是只会依赖别人的人，哪怕星际对雌性有诸多优待，他也想靠自己成长，不想成为伴侣们的负担。不管自己的精神力到底有多强，至少要学会随意掌控。翻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教雌性控制精神力的帖子，标题却让他嘴角一抽：麻瓜信息素精神力控制入门。江绵感觉有被内涵到，他点开后看见的全是雌性与雄性精神力的发展差异、精神力的主要分类等概念讲解。翻了半天，就是没提一句具体怎么控制，这不跟大学生就业指导似的？说了半天没说怎么找工作吗？江绵无奈地关掉帖子，指尖滑动时，忽然瞥见一条评论，评论者没有网名，头像只是简单的白色，内容却让他心头一紧。雌性精神力提升最快的方式是吞噬其他雌性的精神力。看到这句话，江绵深吸了一口气，原来表面平静的星际，暗地里藏着这样的危险。江绵点开那个白色头像的主页，里面空空如也，只有一句简介：意念是控制身体一切的根本。意念。江绵盯着这句话，脑海中闪过当时在禁区满脑子都是让凤九清醒时的场景，还有现在他给叶七和明渊、九宇睡着的场景。难道这一切都是靠意念控制的？只要他想，这一切就能掌控。带着好奇，江绵关掉光脑，抬头看向树上的清浊，不知道自己想法对不对，那就试一试吧。半生树上的清浊依旧闭着眼，江绵爬上半生树的吊篮，指尖刚碰到清浊的脸颊，就感觉到一阵微凉。清浊，清浊。江绵放轻声音，指尖轻轻划过他微凉的龙脸，一遍遍地喊着他的名字。喊了2声后，
闭着眼睛的清浊竟主动把龙脑袋往他手心里蹭了蹭，好香的信息素，蹭蹭就蹭蹭。见他没醒，江绵的手顺着龙脸滑到后颈，在触碰到清浊后脖上鳞片的一瞬间，江绵指尖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连忙收回来。这就是12阶的精神力吗？江绵握着指尖缓了几秒，尝试着先把指尖凝聚着信息素，然后将指尖放在清浊后脖子上。这次烫的感觉没有了，只剩一股温温的热意，顺着指尖慢慢渗进去。之前听他们说清浊的精神海暴乱的厉害，江绵一开始用的力气就比较大，指腹在他后颈重重按压着。现在的他满脑子都清浊稳定精神海，可清浊现在的反应和安抚其他匹配者不同，他按了半天，清浊还是没半点反应。难道自己的方法又不对了？江绵第一次遇到这些情况，自己都懵了。不知过了多久，清浊的眼睛忽然睁开一条缝，他看清是个陌生小雌性在给自己做安抚，瞬间绷起身子，卷着尾巴低吼起来：吼！哪里来的小雌性，竟敢给我做安抚？你就不怕被反噬吗？江绵见他醒了，逃离掉他的手掌，直接伸手把他捞进怀里。现在的清浊巴掌大，软乎乎的，完全没杀伤力，更何况白玄早就说过，他的异能被封印了，伤不到人。江绵勾起嘴角，带着点坏笑：小龙别调皮，让我再试试。清浊在他怀里扑腾，爪子划着空气，可这点力气对江绵来说跟蚂蚁跳舞没两样。挣扎了半天，他才后知后觉发现自己不仅体型变小了，连异能都没了。堂堂青龙族首领居然被一个小雌性拿捏，天塌了！肯定是青木那老家伙搞的鬼。等他恢复了，非要把那老头大卸8块不可。可青木为什么要把他送到这里？清浊歪着脑袋，尾巴不耐烦地敲了敲半生树的枝干，又朝着江绵低吼2声：吼！小雌性，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吼！青木那家伙呢？你别乱动呀，我还没安抚完呢。江绵听不懂兽语，还以为是自己弄疼了他，赶紧把他稳住，指尖重新贴了上去。这次清浊是清醒的，当那带着暖意的指尖触到皮肤时，一股舒服的力量瞬间裹住他，慢慢渗进精神海，把那些翻涌的暴乱气息一点点抚平。多年来反复折磨他的头疼，竟真的缓解了。而且这气息和梦里闻到的一模一样，集着信息素的安抚，让清浊彻底放松下来，乖乖缩在他掌心，享受着这股暖意。可没一会儿，他突然反应过来，难道之前闻到的气息不是梦？他抬眼望向江绵，脸颊瞬间烧了起来。虽然一直没睁眼，但他清楚记得，这几日他都是抱着这股信息素入睡的。难道这几日抱的都是眼前这个小雌性？想到自己一直不停蹭小雌性的画面，清浊的脸更红了，原本青涩的皮肤竟慢慢透出粉来。江绵见清浊的肤色变得不太正常，立刻停下手中的动作，问道：我是不是弄疼你了？咋皮肤都变色了？难得清浊还是条变色龙。江绵疑惑。清浊见被雌主发现了，慌忙的把头埋进尾巴里，不敢看他。他不是疼，是害羞，但他说不出口，毕竟梦里那些和雌主贴贴的画面，此刻还在满脑子打转。江绵没猜透他的心思，只当这次安抚算成功了。他把清浊放回吊篮，轻轻拍了拍他的小脑袋道：你先好好休息，我下次再来。直到房门关上，清浊才从尾巴里探出头来，打开光脑，他倒要好好问问青木，到底发生了什么。腾龙山脉正挂在枝桠间，蜷着龙身美滋滋的捕绝的青木，百年不振的光脑突然震了，他不耐烦地点击了接听。喂，哪位？好不容易把龙主送走，到底是哪个挨千刀的？居然在他睡觉的时候打视频过来。视频那头，清浊看着他眼睛都没睁的散漫模样，喉间当即滚出一阵刺耳的龙吟。青木，解释，到底是什么情况？听见是龙主的声音，青木浑身一个机灵，爪子一滑，差点从树上摔下去。还好他活了大半辈子，腰力还算扎实，尾巴一缠就牢牢勾住了树干。看清视频里清浊冷沉的脸色，青木立刻换上谄媚的笑：哈哈，原来是龙主大人啊，我的异能去哪里了？还有，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清浊眉头紧蹙，直奔主题。青木苦着脸，轻声解释：龙主大人，您可千万别生气啊，兽神给您匹配了雌主，可您常年沉睡不醒，我也是没办法，才用秘术封印了您的力量送过来的。他心里只想哭，龙主都特意打视频过来了，难道就没看见光脑里那匹配雌性的消息吗？我的雌主是不是叫江绵？清浊开口问道。对啊，自己家龙主知道还问。青木更无语了，经青木这么一提醒，清浊才后知后觉，怪光脑里莫名多了个叫江绵的小雌性，还发了好些消息。他先前在沉睡，一条都没点开，知道江绵是兽神匹配的雌主，他飞快扫了眼那些未读消息，指尖微顿，他突然心虚起来。我没及时回复雌主的这些天，雌主没生气吧？青木没好气的哼了一声，现在才想起问，早干嘛去了？不过他早有准备，他笑着道：放心，我提前跟江绵雌性和他其他伴侣说过您的情况了，他没生气。我把您送到他家之后，还补偿。听到雌主没生气，清浊一下子就把视频挂了，幸好没生气，不然他就没老婆了。至于青木做了什么，他没有兴趣知道。他伸了个懒腰，重新蜷回树枝上闭眼。如今精神海没那么暴乱了，可得好好补个安稳觉。话没说完就被挂断的青木，对，又嫌他烦了呗。
此时，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那棵与清浊半生的枯树上，有一节枝干正悄悄生长出新的嫩芽。另一边，江绵刚从清浊的房间出来，除叶期外的所有伴侣都围了过来，他们个个神色凝重，像是有话要说。最急的是凤九，江绵见他急得直攥拳，让他先说。凤九伸手想抱他，又克制地收了回来，道：荒星出现了虫族巢穴，我得立刻赶过去。他既担心前线的战局，也放心不下江绵。江绵听了，脸上没有半分怨怼，反而轻轻点头，一切以国家大事为重，下次情况紧急，你直接发光脑告诉我就行，不用特意跑一趟。其实他也想跟着去出份力，可他清楚，以自己现在的能力根本杀不了虫族，还是乖乖待在家里面，不要给他们添麻烦了。白玄在一旁叹了口气，绵绵，这次九宇会留下来陪你，我和凤九去。江绵摇了摇头，伸手拉住站在一旁的九宇，再将凤九和白玄的手也抓过来，把3只手叠在一起。我知道你们责任重，你们3个一起去，我这边还有明渊、叶七，加上刚醒的清浊，安全的很。他看得出来，他们3个特意找过来，就是担心他的安全，可他不想成为他们的拖累。他也在成长，不是需要时刻被保护的小雌性。3兽对视一眼，纷纷低下头。上战场是他们的职责，可把绵绵一个人留下，他们也放心不下。江绵见他们还在顾虑，故意板起脸，假装生气道：大丈夫就得干大丈夫的事，你们不信任叶七，难道还不信任明渊吗？不是。3兽立刻齐声反驳。九宇抬手轻轻摸了摸江绵的头发，眼神里满是不舍。家里有明渊在，我们自然放心，只是以后你不管去什么地方，都记得带上他，别一个人乱跑。江绵无奈的点头，知道了知道了。其实他心里也有底气的，现在他都能安抚12阶的强者了，对自己的能力多多少少是有点信心的。他不想做个只能被保护的花瓶，就算身边没一个伴侣在，他也能把自己照顾好。江绵叹了一口气，你们3个现在担心了。江绵见他们垂着头不说话，抬手拍了拍他们的脑袋，好了好了，别耷拉着脑袋了。白玄不是说我精神力很强吗？难道你们还不相信我的能力？3兽依旧没吭声，他们哪里是不相信他的能力，只是他的信息素太过特殊，能让任何兽臣服，他们怕有新兽会盯上他。江绵见他们还是不松口，便主动转身拉住明渊的手，晃了晃。好了，明渊还在这儿呢，别担心了。对了，明渊，你刚才跟着过来，是不是有事找我？明渊点头，抬手指了指不远处堆放的一堆快递，声音平静。这些东西不知道是谁买的，已经放了3天没受认领，我正打算处理掉。他怀疑是哪个兽填错了地址。江绵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看见那些熟悉的包装，猛地拍了下自己的脑袋。这是我给尹泰准备的礼物，怎么把这事忘了？给尹泰的礼物？4兽除白玄外，同时愣住，眼神里满是震惊。为什么绵绵会单独给尹泰准备礼物？在他们的震惊中，江绵已经跑向那堆快递，蹲下身开始拆起来。尹泰在外面忙得辛苦，当然得给他备些礼物了。江绵故意放慢了拆快递的动作，当指尖划过包装和边缘时，他的眼神却悄悄扫了一下他们几个。他还是怀疑他的小猫被坑了。快递拆开，里面全是小猫的玩具，逗猫棒、毛绒球堆了半箱，最惹眼的是个3米高的猫爬架，木质支架缠着奶白色的剑麻绳，一看就精心挑选过。4兽看得眼睛发直，羡慕的尾巴尖都在悄悄晃。江绵心里暗笑，他倒要看看单独给尹泰准备了礼物，这几个兽会是什么反应。最后一个快递，他拆得极慢，连胶带撕开的声音都格外清晰。在4兽眼里，江绵唇边那抹浅浅的笑，却像刀子似的扎在他们心上，仿佛绵绵一早就知道他们坑尹泰的事，此刻不过是在故意等他们露马脚。4兽对视一眼，心里直发虚，他们也想收此主的礼物，也想被这么宠着，可现在没有一个兽敢主动开口。最慌的又是凤九，他悄悄往后退一步，道：那个哈，看时间不早了，我还是早点去荒星吧。九宇干咳2声，立刻跟上。我也觉得我们也该启程了。白玄虽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还是跟着九宇走了。江绵看着他们仨溜得飞快的背影，他无奈挑了挑眉，真是此地无银300两，他还什么都没有说呢，跑那么快，肯定有问题。他们一走，剩下的只有明渊慌了，他想找借口脱身，却搜肠刮肚也想不出借口，只能僵在原地。江绵看他这模样，忍着笑开口：明渊，帮我把这些东西搬去尹泰房间吧，晚点我要给他布置一下。什么？绵绵还要单独给尹泰布置房间？尹泰好福气啊！明渊心里酸得发涩，他也想要，可他不敢表现出来，只能闷声应下，弯腰搬东西时脸都绷得紧紧的。早知道当初就不该坑尹泰的，说不定现在还能向此主讨点小礼物。他不开心，最后他面无表情地把东西搬进了尹泰房间，其实心里早已哭成泪蛇。江绵看出他情绪低落，伸手戳了戳他的胳膊。你不开心？明渊抬头，眼里满是错愕。他表现的有这么明显吗？江绵心里了然，这明渊看着老实，说不定也是坑尹泰的帮凶。他勾着唇角凑近他的脸，抬手捏住他的下巴，带着点坏笑道：其实吧，我也给你准备了礼物，给他也准备了礼物。听到这句话，明渊低落的情绪瞬间被扫空，伸手就把江绵抱进怀里，激动道：绵绵，你是认真的？
我真的也有礼物吗？江绵笑着用指腹在他胸膛轻轻打圈，眼神狡黠。真不真，就得看你老不老实了。明渊疯狂点头，他一向老实。江绵的指腹缓缓上移，重新捏住他的下巴，语气沉了些。那你告诉我，当初尹太为什么会自告奋勇留在荒星？他太清楚尹太的情况了，白天就是只没战斗力的小猫，怎么可能主动去清理战场？肯定是被坑了。明渊咽了咽口水，整个人都僵住了。他比江绵高近2个头，此刻他踮着脚捏着他的下巴，怀里满是他身上的香气。他大脑瞬间短路，连话都说不出来。他想辩解真的是尹太自己要去的，可话到嘴边怎么也吐不出来，心更是慌得直跳。江绵眯起眼，危险得看着他，不说是吧？他有的是办法。他双手勾住明渊的后脑勺，用力把他的头压下来，张口就咬住他的唇角，声音又软又凶。你再不讲实话，我就咬烂你的嘴巴。明渊是个大直男，哪经得住他这么撩？如果没记错的话，这还是绵绵第一次主动亲他。他只觉得大脑嗡的一声，像是被烧短路了，连头顶都快冒烟了。他乖乖把双手举过头顶，任由他肆意妄为。江绵等了片刻，见他还不吭声，真的加重了嘴上的力度，还不如实招来。明渊被他这奶凶的模样逗笑了，唇角的疼意远比不上心里的甜。他定了定神，如实交代，这事的确是我们的问题。当时他把几人合伙坑尹太留在荒星的过程一五一十说了，反正他不是主谋，他不怕。什么？江绵听完，脑袋嗡嗡作响。所以主谋是凤九。明渊回忆了片刻，认真点头。江绵松开他的唇角，心里又气又笑。没想到凤九看着直爽，背地里居然这么腹黑。早知道他就不那么快取消解除匹配的申请了，敢这么欺负他的小猫，实在该罚。明渊摸了摸破皮的唇角，虽然疼，却笑得像个傻子。他小心翼翼地问：绵绵，我真的也有礼物吗？礼物啊！江绵笑着推开房门，指了指乱糟糟的客厅。你的礼物就是喜提别墅大扫除。话音刚落，他就把明渊推了出去，还补了句：今天之内必须打扫干净。明渊看着满屋子的杂物，暗自苦笑。好，绵绵居然和他这样玩。处理完明渊，江绵打开光脑给九宇和凤九发了消息。现在他要借这事好好敲打他们。这个家里谁也不能欺负谁。此时战舰上，白玄已经知晓了他们坑尹太的全部来龙去脉。白玄无奈地看了他们一眼，你们可能会被挨罚。话刚说完，九宇和凤九的光脑同时震动，点开一看，是绵绵的消息。江绵，尹太大概被坑了10天，那你们就进小黑屋10天吧。他们赶紧回复解释。消息刚发出去，光脑就立刻弹出提示：消息已发出，对方已拒收，请稍后重新发送。凤九、九宇看到凤九和九宇欲哭无泪的表情，白玄不厚道地笑了。依依，感谢昨天早上宝子的为爱发电，有话说被卡审核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发出来，如果明天还没发布，我会单独补的。谢谢大家的催更和为爱发电。处理完凤九和九宇后，江绵又在群里面发了条消息：江绵，再有欺负一家兽的情况，1个月不能进别墅。明渊、白玄、九宇、凤九，接下来的时间里，群里全是他们4个对尹太认错道歉的话，可就是没受承认是哪件事，所以这也让还在新轨上往回赶的尹太看着群里面不停朝自己道歉的4兽很懵。尹太，你们干啥了？江绵也没多解释，这是他们自己要处理的事情。关掉光脑后，江绵就开始给尹太布置房间。他在尹太的房间里忙到傍晚，直到把一切归置得整整齐齐，才揉着发酸的腰走出来。刚到客厅，一道身影就主动贴了上来。明渊低着头，声音带着几分讨好的软意：词主，我真的错了。他抬手指了指身后刚打扫干净的客厅，整栋别墅我都打扫了一遍，你别再生气了好不好？江绵的目光扫过光洁的地板，紧绷的嘴角微微松动，点了点头，下不为例。那今晚，现在绵绵很多伴侣都离开了，叶七和清浊似乎也在睡。明渊又主动贴近了几分，他不想错过这次机会。江绵看着他嘴角还未愈合的小伤口，指尖轻轻弹了一下：好啊，今晚我去你房间。其实江绵这几日想过了，明渊从到家到现在，他都没有好好的陪过他，是该促进他俩的感情了。不然江绵都快把明渊当哥哥了，是他的错，都快让一个禁欲系大蛇憋死了。真的吗？绵绵听到绵绵今晚会去他房间，明渊黑色的眼眸瞬间亮了亮。这还是除了上次安抚，绵绵主动去他的房间。虽然上次和尹太闹得不太愉快，江绵踮起脚，温热的气息拂过他的嘴角。刚刚咬疼了吧？瞧瞧，都破皮了，一点都不疼。明渊笑着摇头。相反，明渊很喜欢被绵绵这样对待，哪怕再狠一点也没关系。那我先回房间准备一下。明渊说完，在他额头上轻轻印下一个吻，就朝自己房间走去。绵绵难得来一次，他可得把房间打扫干净。江绵望着明渊着急的背影，忍不住轻笑。忽然想起，自上次把叶七安抚睡着后，他似乎更贪睡了。江绵不放心，打算去看看他，结果他在房门外敲了好一会儿，里面都没动静。江绵皱着眉推开了房门。房间里，叶七乖乖地躺在床上，眉头舒展，似乎睡得很舒服。江绵走近，伸手在他鼻子下面探了探，呼吸平稳，面色红润，应该没什么问题。
晚饭是明渊做的，菜色都是江眠爱吃的。吃过饭后，江眠回自己房间洗了个澡，换了身舒适的睡衣，便往明渊的房间走去。刚推开门，一股凉意就扑面而来。明渊房间里的布置清一色的冷色调，衬得空气都冷了几分。江眠忍不住打了个冷战。明渊见状，好看的眉梢微微蹙起，被子里探出蛇尾来，轻轻一卷就把他拉进了怀里。明渊虽是冷血动物，可身体还是很暖和的。江眠在他怀里拱了拱，找了个舒服的姿势，才抬头问道：你最近的精神海怎么样？要不要我再给你安抚一下？暂时不用。明渊把下巴轻轻抵在他的发顶，我最近感觉很舒服。江眠转过身，主动在他唇角亲了一下。那我们早点睡觉吧，晚安。明天一早还要用清浊练习控制精神力，可不能熬夜。明渊低低的嗯了一声，收紧手臂把他抱得更紧。刚要闭眼，又想起件事。绵绵话还没说出口，怀里的人已经传来了均匀轻柔的呼吸声。明渊低头看着他恬静的睡颜，眼底满是温柔。就这样抱着绵绵安安静静的睡觉，便是他此生所求。翌日，江眠打开清浊房门，准备去给他做安抚的时候，居然发现清浊是醒着的。站在江眠的视角看，那条青色的小龙正以一种很妖娆的姿势蜷在树梢上，一双青色树瞳直直地望着他。虽然清浊的本体真的很漂亮，但在这一刻，江眠觉得自己的眼睛真的不干净了。这龙有的真像小时候在课本上写的字。他转头刚把门锁上，青色的龙尾便把他卷在枯树上的吊篮里。江眠抬头看向清浊时，他似乎发现清浊的龙眉在微微上挑，以一种极其说不清的眼神望着他。此刻的他真的很怀疑，清浊化成人形的时候，该不会是一个小傻子吧？反正现在看起来挺像的。此主在发什么呆？难道是被我绝美的龙颜帅到了？得意的清浊把龙眉又往上挑了挑。他可是青龙族最帅气的龙，他的此主肯定是被他的龙颜暴击了。被此主这样盯着，他心里很满意。他的龙尾搭了在吊篮上，开始有一下没一下的摇晃。江眠，他感觉自己被清浊当小孩哄了。算了，先练手。江眠在吊篮里跪坐起身。清浊，过来，我给你安抚。一听到安抚两个字，清浊的眼睛瞬间亮了。家人们谁懂啊？天一亮就有舒服的安抚，龙生何求啊？他立马把龙脑袋凑过来，搭在吊篮边上，乖乖的等着江眠动手。江眠深吸一口气，凝神凝聚精神力，指尖轻轻放在清浊的脖子上。这次的精神力控制得很稳，温度也正常，不像第一次那样吃力，甚至没什么明显的疲惫感。指尖刚触到清浊后颈的鳞片，他就舒服的尾巴尖都晃了起来，一副魂魄快飞出去的模样。要不是现在梅姨能飞不高，他都想带着此主去天上看太阳了。不过也没关系，青龙族的秘术维持不了多久，等他的精神海再稳定些，就能恢复异能，化成人形了。江眠的指腹在他的脖子上慢慢按压，余光忽然瞥见，原本光秃秃的吊篮藤蔓上竟冒出了嫩绿的新芽，那些小嫩叶像是格外亲近他，刚长到拇指大小，就不停抖着叶子往他手边凑。清浊也清晰地感觉到，体内原本暴乱的精神海在慢慢平复，之前隐隐作痛的头也不疼了，只觉得浑身舒畅。时间一点点过去，很快就到了中午。绵绵，吃饭了。明渊的声音从客厅传来。江绵应了一声，起身准备从吊篮里跳出去。刚动了动，清浊的尾巴又卷了过来，把他轻轻拉到自己脸前。他睁着一双水灵灵的青色大眼，轻轻吼了一声：此主记得早点回来。江绵抬手摸了摸清浊的龙头，乖，等你能换成人形了，我们一起出去吃。清浊乖乖点了点头，龙尾卷起他的腰，将他小心翼翼放在地面，一脸不舍地望着他。江绵转身开门时，余光瞥见他的尾尖还在微微晃着，像被顺毛后满足的小兽，忍不住弯了弯嘴角。这清浊等化成人形，说不定是个很有趣的家伙。午饭还是明渊做的，餐桌上只有他们两人。江绵扒了口饭，看向叶七的房间方向，疑惑地问：小七怎么没来？明渊放下筷子，摇摇头：我叫过他了，没应声，或许是不饿。哦，江绵应了一声，转头又开始吃饭。这两天的叶七实在太安静了，安静的有些反常。他咬着筷子，抬头看向明渊：等我们吃完，一起去看看他吧。他不清楚叶七到底怎么了，但心里总放不下，有明渊在身边，就算真出了什么事，他也能踏实些。明渊点头应下，加快了吃饭的速度。两人刚放下碗筷，便一同往叶七的房间走去。房门一推开，一股沉闷的气息扑面而来，窗帘拉得严严实实，连一丝阳光都透不进来。江绵抬手开灯，暖黄的灯光下，看见叶七还平躺在床上，双目紧闭，睡得很沉。明渊刚进门，眉头就微微蹙起，瞬间察觉到叶七精神海的不稳。他倚着门框，看向江绵：之前叶七的脑袋是怎么受伤的？江绵坐在床边，轻轻为叶七掖好被角，听到问话，回忆道：如果没记错，他大伯把他送过来的时候说，他是在生时阶时被虫兽偷袭，就变成这样了。原来是这样。明渊了然点头。你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情况？江绵连忙追问。叶七已经睡了好几天，他真怕出意外。他伸手摸了摸叶七的额头，又摸了摸自己的，对比起来好似也没什么差别。明渊走过来，用精神力探入叶七的意识。片刻后，
他收回力量，看向床上毫无动静的叶七，解释道：“他的精神海愈合速度太快，身体承受不住，才会一直昏睡。”啊，又是这样。江眠不知道该说啥了，居然过了这么多天，还没愈合完成，这离谱。明渊点头，目光落在叶七身上，眼底带着几分复杂。叶七精神海受损，不会主动吸收这股力量，只能被动强制接纳，所以才会撑不住，只能靠睡眠来消化。那叶七一直不醒，身体会有危险吗？江眠看着明渊的神色，心里一紧。明渊握着他的手，轻轻拍了拍，放心，他要是能撑过这段消化期，自然会醒。那要是撑不过去呢？江眠追问。明渊，挺不过就死了呗。当然，明渊肯定不会这么说，有绵绵在，叶七肯定死不了。纵然明渊好不容易才独享了绵绵的陪伴，但他也不会在其他匹配者受伤的情况下独占绵绵。他无奈地偏了偏头，心里满是纠结。他是真的不想把绵绵让给别人，可眼下叶七确实比他更需要他。你可以晚上多来看看他的情况，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醒了。明渊轻声说。江眠点头，心里稍稍安定了些。他俯身在叶七的脸颊上轻轻亲了一下，才跟着明渊出去。刚关上门，明渊突然上前一步，将江眠抵在墙上。他一手抓住他的手腕举过头顶，另一手搂住他的腰，掌心的温度透过衣料传过来，烫得江眠心尖发紧。绵绵，明渊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沙哑，看向他的眼神炽热又危险。江眠被他困在怀里，像只被抓住的小兔子，动也动不了。明渊的脸离他极近，鼻尖几乎要碰到他的鼻尖。他每呼吸一次，温热的气息就拂过他的脸，带着很强的压迫感。明明昨晚才和他一起睡过，昨晚的明渊还那么克制正直，而现在的他却像变了个兽。江眠咽了咽口水，紧张道：“你是不是精神海无？”话还没说完，明渊放在他腰上的手微微一抬，低头便吻了下来。他已经忍了太久，从昨夜抱着他到现在，直到刚才亲手把他推向叶七身边的那一刻，他所有的隐忍彻底崩塌。这个吻带着极强的侵略性，仿佛要将他整个人吞噬。他搂住江眠腰肢的手一转，单手将他打横抱起，直到走到沙发边坐下，才稍稍松开他，结束了这个几乎要让人窒息的吻。明渊，江眠被他圈在怀里，眼神还有些发懵，呆呆地望着他。今天的明渊真的太不对劲了。明渊没有回应，只是俯身将脑袋埋在他的下巴处，声音十分颤抖：“词主，你真的不会嫌弃我是流浪兽吗？”问出这句话时，他甚至没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在发抖。江眠愣了一下，不明白他为何突然问起这个。他腾出一只手，轻轻抚过他的头发：“我从来都不介意你的身份。”他好奇地追问：“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之前应该是回应过他的吧？”他的小舌似乎很没有安全感啊。明渊悄悄吸了吸鼻子，没说话，只是把脸埋得更深了些。江眠察觉到他情绪低落，低头在他的耳朵上轻轻咬了一下。有些话说再多都没用，不如一个动作来的实在。他咬着他的耳尖，语气带着几分故作凶狠的威胁：“你是我的，以前不介意你的身份，现在也不会介意，将来更不会。”说完，他对着他的耳朵里轻轻吹了口气，等待明渊的反应。很快，他就看见明渊的耳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起来，连带着脖梗都染上了一层薄红。江眠环住他的脖子，轻笑出声：“好啦好啦，不逗你了，快说说，是不是有什么事和我说？如果没事，明渊不可能再次问出那个问题。”明渊缓缓点头，声音有些发闷。刚刚绵绵的动作像羽毛一样，轻轻挠在他的心尖上，揉得他整个人都快化了。要不是还有节律顺序隔着，他真的快要忍不住把他彻底据为己有了。明渊指尖还残留着江眠发间的暖意，却还是先将人轻轻推离肩头。他的喉结滚动半天，才挤出一句：“我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说完，他不敢看江眠的眼睛了。江眠伸手碰了碰他的手背：“你有自己的事要做，自然是好事。为什么要问我会不会嫌弃你是流浪兽？”明渊的手收紧，垂着眼：“就是因为我的本体，才必须离开。”什么？江眠眼里满是茫然。他知道明渊是蛇兽，那为什么他离开会和他本体有关系？明渊喉间发出一声极轻的叹息，伸手将江眠重新揽进怀里，让他靠在自己肩头。阳光透过窗户落在他身上，下一瞬，泛着冷光的黑色蛇尾缓缓从衣摆下探出来，蹭了蹭江眠的掌心。绵绵，我要蜕皮了。他的尾尖微微蜷起，将他的手指圈在中间。江眠低头看着掌心那节蛇尾，的确有一丝裂开蜕皮的迹象，可这和流浪兽又有什么关系？他指尖顿了顿道：“听过蛇蜕皮的过程应该很痛苦，你要不要带点我的眼泪走？”说着，江眠打算哭了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挤出几滴来。不用。明渊抬头吻了一下江眠的唇，他也摸了摸自己的尾尖道：“在陆地上，只有我们流浪蛇兽才需要蜕皮。”江眠心里咯噔一下，瞬间懂了，你这家伙是不是怕我嫌弃你蜕皮时的模样？明渊垂着头，不敢讲话。在他心里深处，是的，这也是有很多雌性讨厌蛇兽的原因。蜕皮时的他们暴躁、丑陋，甚至还会莫名其妙地控制不住自己。他问江眠会不会嫌弃他的流浪兽，其实他更想问，会不会嫌弃他是蛇兽？江眠抬手抚上明渊的脸，
指尖拨开他额前垂落的碎发，望着他的眼睛认真道：“你是不是傻？”他声音软得像棉花。蜕皮是蛇类的正常需求，我怎么会嫌弃？比起流浪兽和蛇兽这个名头，他更担心的是明渊的安危。他都已经是10阶兽了，蜕皮只会比低阶时更疼，万一出点意外。江绵越想心越沉。绵绵，这几日你给我安抚后，我精神还稳了很多。明渊真的很谢谢兽神赐给了他这样一位善良的雌主。他将脸埋进他的锁骨处，鼻尖蹭着他柔软的皮肤。这次是我最后一次蜕皮，可能时间会久一点。他没说的是，蛇兽最后一次蜕皮时，鳞片会反复脱落，皮肤会变得红肿溃烂，模样会难看到极致。以前他见过同族的雄兽蜕皮，被雌性指着骂恶心，那时他只觉得无所谓。不过现在不一样了，他有自己的雌主了，无论如何，他都会给雌主留下自己最好的一面。江绵指尖轻轻捏了捏他的脸，怎么，怕我趁你蜕皮时不要你了？明渊的身子猛地一僵，黑色的眸子瞬间沉了下去。他想解释，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沉默。他是真的怕，不是不信江绵，是不信自己。绵绵身边有那么多强大的匹配者，尤其是那个清浊12阶的实力。当年刚进阶时，星际一半的雌性都围着他转。好了好了，江绵见他不说话，主动说出自己的心思，你安心去蜕皮，我身边的位置永远给你留着。明渊抬头，眼里满是震惊，随即又被狂喜淹没。他伸手将江绵紧紧抱住，下巴抵在他的发顶，哽咽着：“绵绵，你真好。”江绵被他抱得有些喘不过气，依然轻轻拍了拍他的背，准备什么时候走？要是急的话，他现在就努力挤出几滴眼泪来。明渊松开他，碰了碰自己的小腹，那里是鳞片最先开始脱落的地方，现在已经有了细微的刺痛感。3天后吧。他顿了顿，我离蜕皮还有大半个月，需要早点回族群找个安全的地方。江绵点点头，3天时间足够了，他只要买点洋葱，总能哭出一小瓶眼泪来。他趁着明渊不注意，悄悄打开光脑，在购物车里加了一袋洋葱。晚上的晚餐还是明渊做的。江绵喝着汤，看着明渊不停给自己夹菜的样子，心里暖暖的。吃过晚饭，江绵简单洗了个澡，穿上睡衣就去了叶七的房间。他推开门后，看见叶七依然躺在床上睡觉，眉头微微蹙着。江绵走过去，在他身边躺下。明渊说，这几日叶七的精神海可能还会暴乱一点点，有他陪着能稳定些，这也是明渊要等3天再走的原因。他得确保叶七正常醒来，才能放心离开。江绵陪着叶七躺了一会儿，渐渐也睡了过去。直到凌晨，他被一阵轻微的动静弄醒，睁开眼时，发现叶七正压在自己身上，眼神清明得不像刚醒。他记得昨天明明给自己穿了睡衣，可现在他脸颊微微发烫，不敢乱动，只能轻声问：“小七，你什么时候醒的？”“姐姐，我醒了好一会儿了。”叶七的声音带着点刚醒的沙哑，下半身轻轻动了动。江绵能清晰地感觉到他的膝盖轻轻顶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带着点灼热的温度，有点痒，又有点烫。江绵僵着身子，不敢动。叶七的呼吸渐渐粗重起来，他望着江绵的眼睛，喉结重重滚动了一下。“姐姐，和我结旅吧。”江绵怔怔地看着他，心里泛起一阵复杂的情绪。他早就把他当成了自己人，可他还是担心他的身体，得等你身上的伤都好了，我们才可以。我好了。叶七急忙点头，眼里满是急切。我感觉身体都好了，就是有点晕，想睡觉。他没说的是，光脑里说和雌主做点刺激的事就能不困了。他想试试，非常想。他眼神里的情欲几乎要溢出来，手指轻轻碰了碰江绵的脸颊。“姐姐，别拒绝我了。”说完，他俯身吻了下去。江绵下意识地环住他的脖子，指尖刻意避开了他后颈的腺体。叶七的吻越来越深，情绪也越来越激动。他的嘴唇从他的额头一路往下，轻轻舔过他的耳朵、脖子，最后停在他的锁骨上。姐姐身上好香，极致性激素的气息让他控制不住地想靠近。他记得光脑里的视频就是这样教的，要这样取悦雌主，才能让雌主快乐地和自己结旅。江绵被他舔得浑身发痒，想推开他，可手还没碰到他的肩膀，就看见一条灰白的狼尾从他身后冒出来，毛茸茸的，扫过他的腰侧。可按住他手腕的不是狼尾，而是叶七的手。他一只手将他的手腕按在头顶，另一只手轻轻掐着他的脖子，嘴唇在他的颈间细细吸吮着，留下一个个淡红色的印记。至于他的狼尾，正卷着他的腰，轻轻往上抬着，像是在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叶七的呼吸越来越重，眼里满是占有欲。“姐姐，你是我的。”窗外的天渐渐亮透，灰蒙蒙的光透过窗缝钻进来，混着淅淅沥沥的雨声。江绵还没缓过神，就听见叶七粗重的喘息落在耳边。“姐姐。”叶七的声音带着事后的沙哑，连攥着他的手腕，力道也松了些，却还不肯放。这种从骨头里透出来的酥麻，比任何一次精神安抚都要强烈，让他几乎要腻在里面。没等江绵回应，他又俯身下来，牙齿轻轻咬了咬他的耳垂，气息滚烫。“姐姐，我好像有点困。”江绵瞬间懵了，困？这时候困？他脑子里嗡嗡的。叶七，他试探着叫了一声，耳边却已经传来均匀的呼吸声。江绵实在不信叶七能这时候困，伸手轻轻推了他一下。
没成想叶七像没骨头似的，顺着他的手臂就滑到了身侧，蜷成一团，睡得格外安详。江眠，他无奈地叹了口气，指尖掀开被子一角，看了看自己的腰侧，此刻小白虎旁边多了个小小的狼影，和叶七现在的模样如出一辙，乖乖趴着，耳朵耷拉着，半点没有狼该有的凶悍，反倒透着股憨气。他摸了摸那小狼印记，抬头看了眼光脑，凌晨5点28分，困意涌上来，江眠打了个哈欠，往叶七身边挪了挪，裹紧被子又睡了过去。没睡多久，叶七的身子忽然动了起来，他手指微微点着，眉头皱起，嘴里出发细微的声音：“不要，二伯，不要。”最后2个字带着撕心裂肺的恐慌。叶七猛地从床上坐起来，额角的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淌，他大口喘着气，胸腔剧烈起伏。梦里那一幕还在眼前，二伯爷速笑着靠近他，身后跟着密密麻麻的虫族，利爪穿透他胸膛时的痛感，真实得让他浑身发冷。小七，你吵什么啊？江眠被他的动静震醒，迷迷糊糊睁开眼，发现被子被叶七卷走了大半，冷得他缩了缩脖子，他眼皮沉得抬不起来，没好气地抓起枕头砸在叶七脸上，自己裹紧剩下的被子，背过身继续睡。枕头砸在他头上的一瞬，叶七懵了，陌生的房间，柔软的床，还有身边这个没穿衣服的雌性。他低头看了看自己，同样赤着上身，手指上还残留着淡淡的红痕，记忆像是断了线的珠子，混乱的涌上来。他明明在苍狼族修炼突破，怎么会在这里？还有那个梦，二伯夜宿勾结虫族，重伤了他，那之后呢？完全不记得了。他盯着江眠的背影，眼眸里渐渐染上冷意。说不定这雌性是二伯派来的眼线，想趁着他虚弱时动手。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叶七的指甲立马变长，狼牙也露了出来。他伸手一把掀开江眠的被子，动作又快又狠。凡是和二伯有关的人都得死。可被子掀开的瞬间，他的动作却僵住了。晨光落在江眠身上，勾勒出纤细的腰肢，那片雪白的肌肤上赫然印着一只小小狼的图案，那气息就是他的本体印记。看着这一幕，叶七的耳尖刷得红了，他心跳骤然加快，刚刚的狠力也消散了大半。江眠被突如其来的凉意惊醒，睁眼就看见叶七的爪子，他心里咯噔一下，却没慌。他伸手一把抱住叶七的脑袋，将他按在自己颈间，指尖迅速附上他后颈的腺体。小七，是不是精神海又暴乱了？熟悉的安抚力量顺着腺体涌进来，像温水裹住了紧绷的神经。叶七忍不住在他怀里蹭了蹭，喉咙里发出细微的呜咽声。可蹭到一半，他突然反应过来，不对，他不是要杀这个雌性吗？他猛地回过神，伸手扣住江眠的手腕，将他反扣在床上，身体压了上去，狼牙抵着他的喉咙。你是谁？为什么会在这里？小七，你怎么了？江眠皱着眉问道。你的伤是不是好了？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凶？江眠盯着他的眼睛，那里面没有恐惧，只有疑惑和嫌弃。刚解缕就变了。呵，臭狼！叶七用另一只手挑起他的下巴，声音冷硬。好没好？你一会儿就知道了。此刻的他眼底没有半分之前的清澈，只剩狼的野性和警惕，像一头随时会扑上来撕咬猎物的猛兽。江眠看着他这副模样，心里面一点都不慌，甚至有点想笑。他瞥了眼光脑，6点03分，他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当着叶七的面伸了个懒腰，腰肢扭了2下，然后翻了个身，背对着他，裹紧被子。你今天让我很不满意，要是再打扰我睡觉，我就把你不行的事告诉族群里其他兽。叶七，他愣在原地，爪子悬在半空中。谁不行？他可是苍狼族公认的身体最强、体力最好的雄兽，怎么可能不行？这个念头刚冒出来，他的目光就落在了江眠腰腹的印记上。那只小小的狼影黏哒哒的，耳朵耷拉着，和旁边威风凛凛的白虎形成鲜明对比，活像只没断奶的小奶狗，甚至看起来还有点憨憨的。看的这一幕，叶七的嘴角狠狠抽了抽。三宝求书评，等等，他什么时候和这个雌性结侣的？他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结侣就算了，要是这小雌性真的和二伯勾结，大不了先把他软禁起来，先杀了二伯，再和这个小雌性同归于尽就行。可现在这已经触发到雄兽尊严的问题了。他咬着牙穿上衣服，气冲冲地打开光脑，屏幕里却猝不及防弹出一段影像，那是一段两兽缠绵交融的画面。他立马关掉屏幕，嫌弃地抽了自己一巴掌。失忆的这段时间里，他怎么染上这些玩意了？他的耳尖不受控制地红了起来，趁着小雌性没醒，快速清空浏览记录。删掉之后，叶七看见了光脑上的壁纸，那是小雌性的自拍。他笑着，头顶停着一只粉色蝴蝶，阳光落在他发梢，极美。他转头看向床上的江眠，睫毛颤了颤，手指悬在删除壁纸的按钮上，迟迟没按不下去。罢了，还是要弄清楚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他深吸一口气，点开联系人列表，一条一条翻看失忆后的聊天记录。越看，叶七的脸色越沉，直到翻完最后一条，他默默关掉光脑，起身走到江眠床边，跪在了下来。一切的一切，他都知道了。3个月前，他在家里突破升阶时，一只10阶虫兽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尖刺直接攻击他的精神核心。剧痛中，他听见了二伯夜宿的声音，办得不错，接下来交给我。恍惚间，
叶七看见叶素朝他走了过来，而那只虫兽就消失在了黑暗中。下一秒，叶素凝聚着异能的手掌就拍向他的额头，冰冷的能量像毒蛇般钻进他的精神海，撕裂他的意识。后来的事，他记不清了，只记得昏迷前，似乎听到大伯和二伯打斗的声。结合光脑里的信息，大伯拒绝接他电话，还把他送到词主身边。大伯应该是和二伯是对立面。此外，他还可以断定的是，眼前的这个小雌性叫江绵，是他的词主。他的词主在他精神海受伤时一直陪着他，还给他做安抚，甚至在精神海不稳定的情况下都选择与自己结侣。可他刚才居然还想着要杀了他！啪啪！该死啊！叶七又狠狠抽了自己2巴掌，脸上的痛感让他稍微清醒了些。你打自己干嘛？江绵呆呆看着他，搞不明白这家伙又闹哪出。叶七一抬头就对上词主黑黢黢的眸子，他张了张嘴，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完蛋了，他只想罚跪认错，没想让词主看见自己抽自己的一面啊！现在好了，瘦脸彻底没了。没等到叶七的回应，江绵伸了懒腰坐了起来，这才注意到叶七是跪在地上的。他没问他跪在地上干嘛，而是准备穿好衣服出去。叶七的目光落在他白皙的肩头，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他连忙站起来，快步走过去接过他手中的衣服。词主，我来。叶七的动作十分别扭，但也十分小心，完全跟之前大大咧咧的样子判若两兽。江绵怔怔地看着他，如果没听错的话，刚刚小七似乎叫了自己词主。小七，你精神海是不是已经好了？江绵轻声问道。叶七整理衣袖的手顿了顿，心里一揪，他有点想继续装下去，可真的完全不知道怎么装下去。他演不了傻子，只能闷闷地嗯了一声。小七，你真的恢复了？江绵不确定地捧着他的脸撸了好几下，惊喜来的有点突然。早知道结侣就可以让他恢复，他就早点来了，害他这些天担心死了。看见叶七迷茫稳重的眼神，江绵确定他真的恢复了。他高兴地捧着他的脸，在他唇上亲了一下。走走走，今天开心，我给你做好吃的。江绵刚要下床，叶七突然从背后抱住了他。恢复后的他比之前更沉稳，下巴抵在他的发顶，声音清朗却带着浓重的自责。对不起，词主，我刚刚差点误会了您，我还起了杀掉您的心思。说到最后，他的声音都在抖。他深吸一口气，又说：词主，您给我一点时间，等我回苍狼族手刃了二伯，我就把我的命救什么救？江绵反手捏住他的耳朵，力道不轻，想把我好不容易养好的命白白搭出去。我告诉你，你要是敢这样做，那就是另外的价钱。他是真的被气笑了。叶七伤好后，居然能脑补出他和二伯勾结的戏码，甚至想杀了他，这就离谱了。他又加大了几分手上的力气，生气道：恶意揣测我的人品，该罚。叶七其实一点都不疼，可江绵身上散发出的微弱威压，却让他莫名的害怕。他猜测，大概是因为腰间的受印，让他本能的对他臣服。他不仅没躲，反而把脑袋凑得更近了些。词主，您罚的对。江绵，他顿了顿，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叹了口气，松开手，算了，念你病刚好，我这次就不和你计较了。说着，江绵恶狠狠地戳着叶七的心脏的位置，要是你再乱想我，定要你好看。随后，江绵走出房门了。叶七呆呆地站在原地，手掌附在刚才被江绵戳过的地方，明明是警告，可他却觉得心里痒痒的，连带着兽心都暖了起来。江绵刚走出房门，就看见明渊站在客厅里等他。他闻到江绵身上属于叶七的气息，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这叶七的福气可真不小，这么快就和绵绵结侣了。不过这次绵绵出来的怎么这么快？上次和白玄结侣后，他可是昏睡了5天。明渊想到一个可能性，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他走上前，递给江绵一双筷子，先吃饭吧。不早了。江绵刚接过筷子，刚坐到餐桌旁，叶七就走了出来。他没有像以前那样火急火燎地冲过来，而是迈着沉稳的步子走到餐桌旁，拉开椅子坐下。而他的目光始终落在江绵身上。伤全好了？明渊挑了挑眉，看着叶七。叶七闷声应着，拿起筷子低头扒饭，避开明渊的视线。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对词主的愧疚，实在没心思应付其他。看着叶七冷淡的反应，再瞧瞧一旁沉默吃饭的江绵，明渊心中的猜测愈发笃定，这叶七昨天定是没让词主满意。想通这一点，他忍不住低笑出声，嘴里的饭差点喷到对面叶七脸上。叶七，他无语的在心里翻了个白眼，默默往旁边挪了挪位置，继续埋头干饭。饭后，江绵擦了擦嘴，对明渊道：今天晚上你来我房间一趟，我有东西给你。说完便转身走向清浊的房间。叶七突然变得这么安静，倒让明渊有些不习惯。他没主动搭话，自顾自收拾着碗筷。那个，叶七站起身，犹豫了几秒，还是走上前帮忙，支支吾吾道：你能告诉我，我受伤的时间里，在别墅里是怎么陪着词主的吗？明渊手上的动作一顿，抬手摸了摸叶七的额头，刚结侣就失忆，难怪让词主会不开心。他收回手，淡淡道：反正比你现在这副闷闷的样子好。闷闷的。叶七愣了愣，他倒没觉得自己闷，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词主罢了。他不死心，又缠了上去：3颗8阶星核，告诉我全部。
明渊瞥了他一眼，我拒绝。叶七，清浊房间里，半生树已经冒出了不少嫩叶，清浊的精神海也比之前稳定了许多。闻到江眠的气息，他立刻主动把脑袋凑了过去，眼底满是欢喜。此主终于来看他了。可下一秒，他敏锐地嗅到江眠身上多了一缕雄兽的气息。此主昨天和别的兽结侣了。清浊的头瞬间蔫了下去，可惜他现在还没法换成人形，抢不过。好了好了，别不开心了。江眠看出他的不开心，摸了摸他的龙头，快把我卷上去，今天继续帮你安抚。清浊点点头，用龙尾把江眠卷到吊篮里。这次的安抚格外顺利，不知不觉间天就黑了。半生树上的嫩叶也从拇指大小长到了瓶盖大小。江眠满意的抱着龙头蹭了蹭，好好休息，我等你早点换成人形。清浊狠狠点头，他比谁都急。离开清浊的房间后，江眠把刚到的洋葱切了一小半，和找了一个小瓶子，回到自己房间。他打算今晚就弄些眼泪出来，交给明渊备用。坐在床上，江眠看着手里的洋葱，深吸一口气，直接把洋葱片往眼底蹭去。他还是小瞧了洋葱的杀伤力，辛辣感瞬间刺得眼睛生疼，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他一边哭一边用瓶子接，刚接到小半瓶，门外就传来了明渊的声音：“绵绵，我来了。”江眠胡乱用纸巾擦了擦脸，转头看向明渊，努力挤出一个正常的笑。幸好洋葱的劲过了些，眼睛没那么疼了。可在明渊眼里，却看见江眠双眼通红，脸颊浮肿，正强颜欢笑地看着他。他的心瞬间揪紧，昨夜绵绵肯定是受了委屈，躲在房间里偷偷哭。再联想到早上绵绵比叶七先出来，明渊的拳头当场就硬了。他快步走过去，抬手擦拭着江眠眼角残留的泪珠。叶七不行，但是他行啊，等他和绵绵结侣的时候，一定和当初的白玄一样。江眠点点头，明渊实力这么强，有了他的眼泪，蜕皮肯定不会出意外。见江眠的情绪渐渐平复，明渊还是忍不住问：“绵绵，是不是因为叶七你才哭的？”叶七，江眠摇摇头，把手里的小瓶子递给他，解释道：“不是，是我自己弄哭的。你也知道我的眼泪能疗伤，我怕你蜕皮出意外，就提前弄了些出来，以防万一。”明渊看着手里的小瓶子，又看向江眠通红的眼睛，心里沉甸甸的。他一把抱住江眠：“下次不准这样了，看见你哭，这比我自己受伤还难受。”江眠推开他，调皮的在他怀里做了个鬼脸：“放心了，一点眼泪而已，不打紧的。”明渊心疼的摸了摸他的头：“你眼睛红得这么厉害，到底是怎么弄的？正常哭肯定不会这样。”江眠把一旁的半颗洋葱递到明渊面前：“因为有他呀。”明渊看着那半颗洋葱，眼神瞬间变得危险，当场就徒手把洋葱捏爆了。这东西根本不该出现在绵绵的房间里。可下一秒，他就感觉到眼睛火辣辣的疼。洋葱爆开的位置离他太近，好几滴汁液溅进了他的眼睛里。江眠刚缓过来的眼睛又被洋葱的辛辣气刺激到，当场大哭起来。他没好气地捶着明渊的胸脯：“呜，好好的，你干嘛捏爆他？呜，对不起绵绵，我忘了洋葱有持续性伤害。”明渊也不好受，眼泪止不住地流，却还是下意识把江眠护在怀里，等着辛辣劲过去。砰！楼下的叶七听到江眠的哭声，瞬间冲了上来，一脚踢开房门。他站在门口，只看见明渊背对着他，而江眠正哭成泪人。他二话不说，冲过去把明渊从床上拽了下来。好家伙，居然敢欺负此主，看我不打死你！拳头即将落在明渊脸上的瞬间，叶七突然看清了明渊的脸，他居然也在哭。叶七当场没忍住，笑出了声，拳头也打偏在了地上。哈哈！叶七抱着肚子躺在地上笑个不停。明渊啊明渊，没想到你还有哭鼻子的时候。哈哈！被叶七一拽，明渊倒清醒了些，他没理会叶七的嘲笑，第一时间看向江眠：“绵绵，你没事吧？眼睛还疼吗？”说着，他捧着江眠的脸，轻轻往他眼睛上吹气。叶七笑够了，也凑了过来，闷闷地看着明渊：“你跟此主到底怎么了？怎么把他弄哭这么厉害？”明渊顿了顿，尴尬的如实相告：“我不小心在我和绵绵面前把洋葱捏爆了。”啥？你当着你俩的面把洋葱捏爆了？得到明渊的回应，叶七笑得直不起腰，这头蛇兽的外表怎么和他的脑子不太搭啊？叶七擦去眼角笑出来的泪珠，把还在哭的江眠抢了过来，软声哄道：“此主咋不哭？他手上还有洋葱味，我来给你擦。”明渊垂眸看着自己刚碰过江眠的手，突然僵住了，一时着急他给忘记了，怪不得他越擦绵绵都没停。好了好了，江眠自己缓了一下，推开叶七的手，伸手从明渊掌心拿过那个小瓶子，他把最后一滴还残留在他脸上的泪珠收入瓶中。我没事，你们别围着我了，方才被他们擦来擦去，不知浪费了多少泪珠，这可是好东西，通通都要收集起来。此主，你收集眼泪干什么？叶七不解，眼泪有什么好攒的？江眠把小瓶子重新递回明渊手里，揉了揉哭红的眼睛。明渊会告诉你的，我困了，你们先出去吧。一句话，明渊和叶七就灰溜溜被赶出了房间。关上门的瞬间，明渊勾了勾唇，看向身旁的叶七，看来你昨天是真没让此主满意啊，才结侣第2天，此主都不愿让你陪着了。
叶七好想反驳，但找不到反驳的话，因为他真的不记得过程了。好烦！见叶七不吭声，明渊便知道自己说中了，看他的眼神都变了，多了几分明晃晃的同情。雄性在这种事上最忌讳不行，这叶七以后怕很难获得此主的爱了。啧，这处境确实可怜，别用这种恶心的眼神看我。叶七咬着牙往前迈了一步，他也后悔，怎么偏偏在劫旅的时候，金神海突然好了？更要命的是，他对当时的过程一点印象都没有，连发生了什么都记不清，看来得重新找个时间，重新向此主温存一下了。放心，我都理解。明渊也往前凑了一步，拍了拍他的肩膀，那表情像是全然懂了他的难处。可惜蛇族没有能帮雄性恢复雄风的法子，不然他高低的帮叶七一把。你不懂。叶七抖肩甩开他的手，目光落在明渊手中的小瓶子上。此主为什么要收集眼泪？要是此主喜欢，他也能哭给他，当然只能偷偷哭给此主一个人看。明渊朝江眠的房门看了一眼，又低头看着手中的小瓶子，还是决定告诉叶七，现在叶七变正常，有能力保护此主，他也可以安心离开了。翌日清晨，饭桌上，江眠看着对面明渊和叶七互相瞪着眼，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好好吃饭？话音刚落，明渊和叶七同时把头埋了下去。江眠拿起筷子戳了戳碗里的青菜，阴阳道：唉，可能是相处久了吧，某些瘦啊。前一天还抱着我问绵绵你会不会嫌弃我，如今再看，怕是反过来了。不是的，绵绵。明渊一下子抬起头，急忙反驳，他怎么可能嫌弃此主，疼都来不及。叶七耳朵动了动，似乎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悄悄把椅子往前挪了挪，他倒要看看明渊表面这么老实的蛇，背地里都是怎么勾搭此主的。江眠瞥了眼反应激烈的明渊，又把目光转向一旁偷听的叶七，又道：有些兽也别悄咪咪听墙角了，有空还是找找自己缺失的那段记忆吧。自从叶七恢复记忆后，变化实在太大了，江眠还是更喜欢以前的叶七。叶七抬头看了眼明渊，又赶紧低下头，往嘴里塞了一大口饭，闷闷地咀嚼着。昨天晚上明渊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他了，一想到自己之前傻不拉几的样子，他真想找面墙撞死。见两人这副模样，江眠放缓了语气，说吧，你们到底想说什么？明渊顿了顿，先开口，我和叶七可能都需要离开一段时间。江眠重新拿起筷子，夹了一口菜放进嘴里，语气平静，可以啊，明渊之前说过要蜕皮，他知道，至于叶七恢复记忆后，肯定是要回狼族找他二伯报仇的，不可以。此主，叶七一下子急了，昨天明渊已经跟他说了江眠身体的特殊之处，还把他拉进了凤九剑的群，他怎么放心留此主一个人？此主，我不走了，我等明渊蜕完皮再走。说完，他又转向明渊，明渊，你什么时候能蜕完皮？江眠也放下了筷子，看向明渊。明渊低头想了想，眼神闪烁，他自己也没个准数，快则3月，慢则半年。江眠又扭头看向叶七，明渊最快要3个月，你能等吗？你就不怕你二伯勾结虫族，伤害你的族人？叶七一惊，此主，你怎么知道我想离开是为了？江眠无奈地看了他一眼，他望着叶七，语气认真，石阶的你二伯都敢勾结虫族偷袭，如今你不在，他肯定会对族人手下手，尤其是你大伯。叶七点头，眼底满是担忧，很多事情都没弄清楚，他是真的想回去看看。所以啊，江眠站起来，敲了敲两人的脑袋瓜，该自己做的事就去做，别总揪着我不放，我又不是离不开人。现在江眠已经在星际熟悉了，星轨也会用了，星币也有很多，正常生活轻轻松松的。叶七还是不放心，偷偷瞥了眼明渊，昨天知道此主身体特殊后，他可是下了死誓要护着他的，现在让他离开，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江眠看着他那副犹豫不决的样子，无奈地耸了耸肩，他真不是需要人捧在手心的花瓶，索性板起脸来，现在为此主的身份命令你们，有要做的事就第一时间去做。看着两个大男人磨磨唧唧的样子，江眠觉得头疼。明渊见状，悄悄拍了下叶七的胳膊，压低声音道：没事，家里面还有一个12阶的清浊，而且我们应该尊重绵绵的选择。江眠朝明渊投去一个满意的眼神，还是明渊懂他。好吧。叶七咬了咬唇，妥协了。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走？江眠问道。明天晚上。明渊和叶七异口同声的回答，让江眠愣了一下，随即又笑了。仔细想了想，明天刚好是尹太回来的日子，便索性给他们吃颗定心丸。你们也别太担心，明天尹太就回来了，家里有人照看着，不会有事的。说完，江眠伸了个懒腰，在厨房用迷倒腾了老半天，就去了青卓的房间了。昨天晚上江眠问过白玄了，青卓半生树上的叶子长得越多，证明安抚效果越好，说不定青卓马上就能恢复异能变成人形了。江眠可是很好奇，青卓的人形长什么样。这几日被江眠安抚的青卓精神越来越好了。江眠刚推开门进来，青卓就飞过来缠住了他的手腕，蹭着他的皮肤。此主身上总有股好闻的香味，他怎么贴都觉得不够。江眠笑着点了点他的小脑袋，然后爬上吊篮，像往常一样给青卓做安抚。刚安抚完，青卓就飞到半生树上，身体一下子就变大了。江眠惊呼：青卓，你能变大了，从原来是10多厘米变成了小半米，这怎么不算一种变化呢？
青卓骄傲地扬起龙脑袋，在半生树枝桠间绕了一圈，得意地给江绵展示自己的变化。他可是青龙族最漂亮的龙，可得让雌主好好看看。江绵凑过去，又问：“那你什么时候能变成人形？”说到这个问题，青卓又一下子缩小，飞到江绵手心，嘤嘤唧唧吼了2声。吼！雌主，我努力。他能感觉到，精神海已经舒服多了。虽然异能还没完全恢复，但也快了。如果雌主真的想看，那他今天晚上就可以浅浅的变成人形给雌主看一下。但是他不打算现在就告诉雌主，他想晚上给雌主一个惊喜。一天过得很快，江绵简单洗了个澡，就上床准备睡觉了。最近天天给青卓做安抚，多少耗了点精神力，他确实有些困了。刚躺下，江绵就感觉到脚腕上被什么东西卷了上来，冰冰凉凉的感觉让他头皮发麻。他下意识用另外一只脚踢了踢，好家伙，这一踢而已，让那鬼玩意更加肆无忌惮了。他居然顺着他的脚踝往上爬，直接爬到了他的大腿上，冰凉感透过皮肤渗进骨子里，让他倒吸一口凉气。他猛吸一口气，打算在掀开被子的一瞬间把那玩意掐死。做好心理准备，江绵掀开被子的一瞬间，手还没落下，一张俊的晃眼的脸突然凑了过来，吻上他的唇，同时一双手将他牢牢按在身下。江绵根本不认识眼前的人，嘴巴被堵住又喊不出声，情急之下他闭上眼睛，狠狠一口咬了下去。啊！男人吃疼的闷哼一声，捂住嘴巴蜷缩在床上，眉梢都拧了起来。江绵没好气地抓起枕头，朝着他狠狠砸了几下，然后翻身下床，撸起袖子就准备扑上去。敢大半夜闯他房间冒犯他，就算长得帅也得付出代价。去死吧，狗男！雌主，我是青卓。青卓知道雌主把他当坏兽了，连忙解释。青卓！江绵身子已经扑出去了，根本收不住，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狠狠压在了青卓身上。还好江绵体重不算重，而且青卓身上垫了个枕头，没被压疼，反倒是青卓被他压在怀里，鼻尖满是他身上的馨香，大脑瞬间一片空白，连呼吸都忘了，只觉得怀里软乎乎的，特别舒服。江绵以为自己把他压伤了，连忙撑着身子坐起来，把他身上的枕头挪开，紧张地问道：“青卓，你没事吧？”“没事。”青卓声音发飘，眼神涣散。雌主身上好香，他感觉大脑里有股热流涌上来。江绵看着他这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根本不信他没事，伸手把他拉起来，想仔细看看有没有受伤。可当他看清他的脸时，却彻底愣住了。眼前的男人有着一头蓬松的青灰色短发，额前的碎发轻轻垂着，衬得那张脸格外干净。青色的眼珠像进了晨雾的湖泊，透着少年的清亮，连眉骨都生得精致。如果没记错，青卓应该和凤九同岁，可这张脸看着却更显青涩，像极了校园里那种青春干净的男大。被江绵这么直勾勾地盯着，青卓的脸颊泛起一层薄红，不好意思地别过头，小声问：“雌主，你怎么这么看着我？难道我脸上有东西吗？”“没有。”江绵哪能让他躲开，伸手捏住他的下巴，转了过来。“你异能恢复了，都能化成人形来他房间了，身体一定好了吧？”“一点点吧。”青卓身为青龙族天赋最好、最年轻的首领，向来只有他抢破别人的份，今如被雌主这般强势拿捏着，青卓心里面怪痒痒的。他望着江绵近在咫尺的娇俏眉眼，结巴道：“雌主能不能先放开我？不是不喜欢，是太喜欢了。”对上江绵那双像进了雾的亮眼睛，他大脑里像有团乱麻在窜，连呼吸都乱了节奏。更让他心猿意马的是，江绵穿的宽松睡裙，方才打闹时肩带滑下去一点，露出一小片白皙的肌肤，看得他气血直往上冲，连耳根都烧了起来。江绵瞧着他这副耳根通红、手足无措的模样，眼底勾起一丝玩味。他没松开手，反而换了个姿势，指尖轻轻挑起他的下巴，眼角弯成月牙似的，凑到他耳边，声音刻意的软了下去：“你今晚来我房间，不会就只想告诉我你能化人形了吧？”说话时，他故意对着青卓的耳根吹了口气，身上清浅的信息素混着馨香，直直往他鼻腔里钻。青卓的心跳瞬间炸了，大脑里像有烟花在放。此刻，他感觉他的鼻子下面有什么东西流出来了。本来是想给雌主惊喜，结果反被撩得招架不住。青卓再也撑不住，身体唰的变回了小青龙，往门外窜。江绵，他眨了眨眼，看着空了的怀抱，他那么大一个帅哥呢？不放心，他得下去看看。青卓回房间速度极快，不到1秒就重新回到半生树上。半生树上的他，把龙脸摆在龙尾里，悄悄擦去方才流的鼻血。嘎吱，刚把鼻血擦干净，房门就被推开了。江绵直接爬上树旁的吊篮，伸手把缩成一团的小青龙拽了过来，戳了戳他的鳞片。青卓，你跑什么？我还想同你好好玩玩呢。经过方才小小的相处，江绵已经大致知道青卓虽实力强悍，可却是对感情什么也不懂的小白。方才他还没使劲呢，这家伙就逃了。看来以后得多为这条小龙多多做社会化训练了。青卓还没从刚才的氛围里反应过来，乖乖趴在江绵手里面给他摸。突然间，江绵想到一个好玩的事，他的点了点青卓的龙脑袋。青卓，你都能化人形了，那能不能把龙形变得再大点？江绵眼角噙着坏笑，上次这家伙偷偷跑到他头发里睡觉，这次可得好好玩回来。青卓眼底闪过一丝清明，对着江绵点点头。
他的异能在持续恢复，维持人形的时间虽不算太长，可本体变大的话，还是很轻松的。他飞起掠过半生树的枝桠，停在最高处的树干上，只一瞬，他就化作3米有余的青龙。江绵很满意他现在的样子，他抬手拍了拍身侧的吊篮，把脑袋搭上来，让我摸摸。青卓顿了一下，还是乖乖把头搭了上去。词主的话，他不能拒绝。乖。江绵顺着龙角摸下去，又道：现在把眼睛闭上，给你个奖励。奖励？听到这2个字，青卓的眼皮像焊在眼睛上似的，立马闭了上来。真好奇词主会怎么奖励他，该不会是要亲他吧？期待在青卓心底翻涌。他等了许久，也没等到词主的香吻，只能感受到词主的指尖拂过他的脸颊，顺着龙须一点点从左往右，不知道在干什么。片刻后，江绵满意的看着自己的杰作，点了点头，大功告成。好，那词主我现在能睁开眼睛了吗？青卓忍不住问。长长的青色龙睫毛颤了颤，江绵见青卓想把眼睛睁开，一把捂住了他的眼睛。现在你还不能睁开？好吧。青卓不理解，但是他听。随后，江绵打开光脑，美美对着自己和青卓拍了好几张照片，满意离去。离开之前，江绵抱着青卓的龙头亲了一下，乖乖待着，别睁开眼睛，等我明天继续给你安抚。那一下亲吻像是带着电流，瞬间窜遍青卓全身。他害羞地歪了歪头，等江绵的脚步声走远，才缠上半生树的枝干，把眼睛闭得更紧了。词主说不让睁，那就不睁。青卓傻笑着，一夜好梦。第二天一早，叶七和明渊商量着打算看一下目前青卓的情况，毕竟影太只有晚上才靠谱，白天还是需要青卓的。走吧，去看看那龙恢复的怎么样。叶七推了推明渊的胳膊，并肩走向青卓的房门。门一推开，看清正在睡觉的青卓时，两兽先是僵在原地，对视一眼，同时发出震天的笑声。哈哈哈，青卓你这是……叶七笑得直连眼泪都出来了，笑声将青卓的美梦撕碎。他猛地睁开眼，青色龙尾一甩，将两兽扫出门外。大清早的，扰龙清梦，你们俩在地上滚什么？江绵刚从楼上下来，就看见叶七和明渊抱着在地板上打滚，笑得直抽泣，不由得皱起眉。叶七从明渊身上爬起来，指着青卓的房门，笑的话都说不完整。词主，你是没看见青卓他把自己弄成那副模样，跟个傻子似的，笑死我了。明渊也站起身来，他没敢像叶七那样放肆，只是憋着笑，肩膀一耸一耸的。江绵瞥了他一眼，语气听不出情绪。哦，那副模样，就是哈哈。叶七一边笑，一边用手比划，越比划越乱，反正就是特别好笑，不知道他脑子抽什么风。明渊突然察觉到江绵的语气不对，后背一僵，悄悄退到叶七身后，用胳膊肘捅了捅他，示意他别再说了，别闹。叶七没领会他的意思，一下子就把明渊的手拐了出去，继续笑道：就是那样，你想比划的是不是这个？江绵点开光脑，调出昨天拍的照片，投影到叶七面前。照片里，青龙的两只龙角上各系着一个用龙须编的蝴蝶结，看起来又乖又傻。对，就是这个。叶七指着照片里的蝴蝶结，笑得更大声了。词主，你怎么会有这照片？你是没看见他今早那模样？话说到一半，叶七突然卡住了，他看着江绵脸上不变的微笑，咽了咽口水，声音慢慢小了下去。难不成青卓这样子是？他指了指江绵，又转头看向明渊。此刻的明渊无聊地看了一圈客厅后，把目光定在厨房里。啊，早餐应该好了，我去盛一下。叶七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咯噔一下，干笑道：那什么词主，我也去帮明渊。站住！江绵道：我让你走了吗？一句话让叶七的脚像钉在地上似的。他看着江绵一步步走近，脸上挂着非常礼貌的微笑。他紧张地咽了咽口水，脚拇指努力抓着地面。完了，刚才笑得太得意，完全忘记只有词主才能这样对青卓了。你猜，青卓龙角上的蝴蝶结是谁系的？江绵停在他面前，脸上礼貌的笑容没有减去半分。叶七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嘴巴紧紧闭着。这问题怎么答都是死。哦，看来你猜到了。江绵往前凑了凑，温热的气息拂过叶七的耳廓。既然你这么喜欢笑，不如我们也拍一张。叶七一愣，瞬间把刚才的恐慌抛到了脑后。词主居然要和他单独合影，就算等会儿被惩罚，这也值了。他立马整理了一下衣领，快步走到沙发旁坐下，摆出一个自认最帅气的姿势，眼睛亮晶晶的看着江绵。词主，我准备好了，你想怎么办，拍我都配合你。江绵看着他一脸期待的模样，眼底闪过一丝狡黠。他走到沙发边，弯腰坐在叶七怀里，指尖轻轻挑起他的下巴，声音带着笑意：怎么拍都配合，那可太好了。现在的叶七就像案板上的鱼肉，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任凭江绵拿捏。他鼻尖萦绕着词主身上清浅的馨香，指尖刚要环上那节纤细的腰肢，想借机亲昵几分，却见江绵唇角勾起一抹狡黠的笑，方才还挑起他下巴的手已然移到了他的耳朵上。下一秒，江绵朝他弯了弯眼，叶七的脸瞬间被疼得扭曲起来，眉头拧成了疙瘩。很好，江绵很满意叶七的这个表情，立马打开光脑拍着起来。一张哪里够？江绵拍了好几张，
不远处的明渊将这一切看在眼里，默默拿起方才脱下的围裙重新系好，转身往厨房走。很多时候，单独记录词主的模样就够了，至于合照，可以缓缓的。江眠站起身，看着光脑里的照片，并转发给了叶七。不错，下次能把我捏你耳朵的视角藏一下就好了。叶七看着屏幕里没有霸气雄兽的样子，当即抱着江眠的腿滑坐在地，可怜巴巴道：“词主，你能不能把照片删掉啊？”自从恢复后，他在词主面前就没少丢脸，腰间的兽印也是，现在的照片也是，他心里的小兽都快尖叫着撞墙了。以后词主在和其他兽结旅时，看见他腰间的印子，肯定会笑话他。要是这照片传出去，他就更没有脸见人了。江眠抬手揉了揉他的脑袋，抬头学着白玄的样子，对着光脑里的照片亲了一下。这可是我俩第一次合照，你确定要我删掉吗？叶七瞳孔骤缩，瞬间没了脾气。词主都这么说了，那还能删吗？他连忙抱紧江眠的腿，小声嘟囔：“那你只能自己悄悄看，不能给别人看。放心，肯定只有我能看。”江眠笑着点头，得到绵绵的承诺后，叶七才松了口气。刚站起身，就对上了明渊看过来的眼神，这让他嘴角一僵，居然忘了家里还有另外一只兽了。叶七立马撸起袖子，危险的眯着眼睛走向明渊。明渊，看你挺忙的，要不要我来帮你？明渊看了眼空荡荡，根本没活的厨房，又看了眼自己空着的手，摇了摇头。下一秒，他就被叶七按在了墙上，委屈的威胁道：“求你，今天就当做什么也没看见。”明渊吃过午饭，尹泰就回来了。这次尹泰在外奔波坏了，猫身都瘦了一大圈。他刚进门，就径直扑进了江眠怀里。当尹泰一下子扑到江眠怀里的时候，江眠都怀疑这不是他的猫了，太瘦了。其实江眠在见到尹泰的第一眼是高兴的，可是他的小猫身上怎么酸酸的？他伸手捏住尹泰的后颈，把他提了起来。尹泰，是不是累坏了？我先带你洗个澡，晚点有惊喜给你。明渊看着词主提着尹泰回房的背影，心里酸溜溜的。他也想让词主帮自己洗澡。喂，你知道词主给尹泰准备了什么惊喜吗？叶七凑过来，靠着明渊的肩膀小声问。唉，明渊叹了口气，指了指尹泰的房间，想知道就自己去看看吧。说完，他便转身离开。今晚就要离开了，得简单收拾下东西。叶七望着他的背影，撇了撇嘴，自己看就自己看，装什么神秘？叶七知道，悄悄看词主其他伴侣的房间不好，可就看一眼，只在门外看一眼，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叶七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把门缝悄悄推开一条，歪着脑袋往里瞅，这一眼差点把他酸成柠檬精。词主什么时候给尹泰准备了这么漂亮的房间？楼上，江眠在浴缸里调好水温，把尹泰放了进去。尹泰乖巧，不到半小时就洗得干干净净。从尹泰回来开始，江眠就一直抱着他，特意不让他在猫行的时候回房，就是想亲眼看见他第一眼见到新房间的表情。直到晚上，尹泰变回人形，江眠才牵着他的手推开了那扇属于他的房门。至于叶七和明渊，两兽心里早就酸得不行，得知清浊恢复了一大半，提前走了。哇！房门推开的瞬间，尹泰看着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房间，眼睛瞬间亮了。这全都是词主亲手给我准备的吗？他迫不及待地拉着江眠走进去，原本空荡荡的房间，此刻完全变成了专属猫房。散落的毛绒玩具堆了半床，墙角立着个3米高的猫爬架，连架子上都缠满了奶白色的麻绳。要知道，以前在家他都是散养，爪子痒了最多找棵树磨一磨，哪里见过这么多好东西？喜欢吗？江眠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坐在床边笑着问。这已经是他能想到的给小猫最好的礼物了。尹泰猛地扑到江眠身上，把他轻轻压在床榻上，眼底的兴奋根本藏不住，连尾巴都在身后扭成了螺旋桨。喜欢，我超级喜欢。江眠忍不住伸手摸了摸他的头，他的小猫真的是永远把情绪写在脸上。摸着摸着，尹泰突然起身走向了猫爬架。江眠看在眼里，以为尹泰要去磨磨爪子放轻松一下心情，毕竟网上说小猫是靠磨爪子来表达放松心情的。可下一秒，尹泰却从猫爬架上扯下一段多余的奶白色麻绳，转身快步走到他面前，把麻绳轻轻带到他手里。你这是？江眠捏着麻绳，满心疑惑。词主，你能不能抽我一下？尹泰说这话时，耳尖红得快要滴血，可眼底的渴望却亮得惊人，半点藏不住。江眠握着麻绳的手猛地一紧，他的小猫怎么会有这种要求？而且抽是抽哪里？手掌、后背，还是？他不敢再往下想，他可不想当什么变态。没等江眠理清思绪，尹泰已经主动蹭了过来，将他压在床榻上，身后的尾巴不安分地在他腰侧扫了扫。词主别怕，我们玄猫一族本来就喜欢被词主教训的，只要打完之后，词主能抱着他睡就行。他抬眼望看着尹泰，轻声问：那你想怎么来？尹泰生怕他误会自己不正经，连忙解释：等我是猫的时候来。好。江眠点头应下。面对小猫形态的尹泰，他总归是放得开些。话音刚落，尹泰周身白光一闪，变回了那只毛茸茸的小灰黑猫。他先跳下床，在猫抓板上磨了磨爪子，又伸了个懒腰，随后跳回床上，乖乖趴在江眠面前，尾巴尖轻轻晃着。江眠盘腿坐好，先抬起手，轻轻在小猫后背拍了2下，想找找感觉，尊重各兽爱好。
才能享受美丽人生。一连抽了好几下，小猫才懒洋洋地翻了个身，躺在床中央，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江眠俯身趴在他身边，鼻尖蹭了蹭他的肚子，轻声说：“今天先这样，早点休息，明天见。”得到满足的尹泰哪肯放他走？江眠刚要起身，他周身白光再起，瞬间变回人形，伸手就把他捞回怀里，紧紧抱着不肯撒手。死主，今晚留下来好不好？江眠贴在他温热的胸膛上，能清晰地感受到他剧烈的心跳，他分明很紧张。他抬手轻轻在他脸上亲了一下。这几天你辛苦了，该好好休息了。尹泰被这突如其来的亲吻砸得发懵，整个人都僵住了，连手都不知道该往哪放。他还没缓过神，就听见江眠带着笑意的声音：“你打算让我就这么抱着你睡吗？”江眠撑着他的胸膛坐起来，两人现在都躺在被子外面，半夜肯定会着凉。刚坐起身，他的目光就落在了尹泰的腰上。尹泰是平躺着的，衣服往上缩了些，露出一截绝细的腰肢，腰间的搏击若隐若现，线条流畅又好看。他没忍住，伸出手指轻轻戳了一下，好痒。指尖刚碰到皮肤，尹泰就猛地缩了一下，身体都卷了起来。江眠眼睛一亮，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他笑着说：“你先起来一下。”尹泰一起身，江眠立马钻进被子里，把自己裹好，又往旁边挪了挪，给尹泰腾出位置。愣着干嘛？进来啊！啊！此主突然这么直接，反而让尹泰懵了。他反应过来后，连忙掀开被子钻进去，一把将江眠搂进怀里。这么好的机会，他可不能放走，不然就太傻了。尹泰比江眠高出一个头，躺下后正好能把他完全圈在怀里。他一只手被江眠枕着，另一只手轻轻搭在他腰上，下巴抵在他额头上，鼻尖萦绕着他身上的馨香，心里满是踏实。小小的，软软的，还香香的，这就是他的雌主。可没等他享受多久，腰间突然传来一阵痒意，江眠那只不安分的手已经悄悄摸上了他的腰，一下子把他从沉静的氛围里拉了出来。尹泰，你好像很怕痒。不是，哈哈哈。尹泰想反驳，可江眠的手已经移到了他的嘎吱窝，他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眼泪都快出来了。他想反抗的，想想还是算了。此刻的尹泰只能任由江眠欺负，他笑得浑身发软，连忙求饶：“死主，痒死了。”江眠知道挠痒痒挠久了是个人都受不了，所以江眠没太用力，只是手在他胳肢窝下面摸了几下，就停手了。停下手来的江眠注意到尹泰眼角笑出来的泪珠，便捧起尹泰的脸仔细看了起来。黑色短发贴在额前，脸颊泛着淡淡的红，眼角还挂着泪珠。尹泰这模样软得让人想再欺负一下。两人的距离近在咫尺，尹泰甚至能看清江眠眼底的自己，还能听到他浅浅的呼吸声。不知怎地，他的心跳突然又快了起来，连呼吸都变得沉重。雌主，尹泰望着近在咫尺的雌主，目光落在他粉嫩嫩的唇上，心跳得愈发厉害。他好想亲上去。雌主，我能……话还没说完，江眠已经主动贴了上来，他指尖轻轻勾起他的衣领。别急，先让我玩玩你的搏击。尹泰脸颊发烫，其实雌主可以多。不急。江眠捧着他的脸，再次贴上去。再等等。这一夜，江眠睡得格外安稳。第二天醒来，家里的兽都走了，尹泰又变回了小猫形态，所以是江眠自己做的饭。尹泰在外奔波辛苦，江眠特意做了好几条海鱼。昨天他都摸到尹泰腰间突出的骨头了，太瘦了，他喜欢圆滚滚的小猫，得多给尹泰补补。喵！谢谢雌主。尹泰望着那几条海鱼，用脑袋蹭了蹭江眠的手，随后便低头大口吃了起来。可没吃几口，他就停下动作，警惕地望着1楼的客房。如果他没感觉错，那间客房里有一股极其强大的气息。与此同时，客房门被推开，青竹的身影出现在门口。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换成人形走出房间。沉睡太久的他还不太懂怎么和其他兽相处，眼里带着几分生涩。喵！雌主的别墅里怎么会有等级这么高的青龙？尹泰看着青卓吓得炸了毛，盯着他不敢动。难怪昨天回来就闻到一股沉闷的气息，原来是他。而且这家伙长得也太好看了吧！一瞬间，尹泰觉得眼前的海鱼都不香了。青卓，江眠也很意外，走了过去，牵起他的手，关切道：“你的异能都恢复了吗？”把青卓牵到餐桌旁边后，江眠转身去厨房拿了副碗筷，递到青卓手里：“先过来吃饭吧。”青卓点点头，学着江眠的样子拿起筷子吃饭。吃了一会儿，他注意到一旁盯着自己的尹泰，便友好的晃了晃身后的龙尾，打招呼，随后看向江眠，眼神坚定。现在的他对付九阶兽人绰绰有余。江眠对上青卓的眼神，笑着点头。有美男陪着吃饭，连饭菜都好像变香了。江眠用筷子点了点尹泰的头：“你也要加油修炼啊。”对于白天听不懂兽语的江眠来说，还是很希望尹泰白天早点变成人形的。喵！我在努力的。雌主。尹泰回应着。有这么一条实力强悍的青龙，他的压力也很大。我好像被审核大大盯上了。删减版修改版又来了。突然想起雌主听不懂兽语，他立马打开光脑给父亲发消息：“尹泰，老爹，冰莲怎么还没送过来？”雌主听不懂他的兽语没关系，他有其他办法。
冰莲能滋养雌性精神海，说不定就能打通雌主与他交流的开关。无论是否成功，他都想试试。片刻后，尹鹤回复：我也联系不上了派出去的咪了。尹鹤，定位，尹鹤，派出去的咪，最后的定位在这里，你可以去找找他们。发消息时，尹鹤的眼皮跳得厉害，叮嘱道：寻找同类的时候也要注意自身安全。尹太，好。屏幕上的定位，那是 F973星中央街道的位置。上次他和雌主去过，只不过要偏一点，而且已经快半个月了，以玄猫一族的速度，绝不该这么慢。他越想越不安，指尖顿了顿，还是决定亲自去看看。于是尹太给江绵发了一条光脑信息：尹太，雌主，我可能需要出去一趟。江绵看着光脑突然弹出的消息，又抬眼看向小猫形态的尹太，这还是尹太第一次在猫形用光脑和他交流。他几下就吃完碗里的饭，放下筷子道：你白天行动不方便，要不然我和清卓同你一起。尹太连忙摇头，快速在光脑里操作着。尹太，不用，雌主，我就出去和同族碰个面，最多1天就回来，放心好了。行，那你早去早回，有事记得光脑联系。就1天按理来说应该没什么问题，可为什么看着尹太离去的背影，他的心慌慌的？怎么了，雌主？身体不舒服吗？清卓察觉到他的异样，问道。没事，可能是我想多了吧。江绵想去收拾碗筷，转移注意力，手刚碰到筷子，清卓就上前一步拦住了他。你先休息，这里交给我。说完，清卓抬手启动异能，拖过来一个清洁机器人，把碗筷递了过去。现在是他和雌主的私人时间，可得好好珍惜。他半蹲着身子，用额头贴着江绵的额头问：现在别墅里就我们俩了，雌主要不去我房间玩玩？说这话时，清卓轻轻晃着脑袋，几乎是唇贴着江绵的唇说的。江绵下意识后退一步，轻轻摇头，太近了，这种暧昧的氛围，他更喜欢留到晚上。行吧。清卓无奈的耸耸肩，原本还想给雌主一个惊喜，看来只能等下次了。看出清卓兴致不高，江绵走近轻弹了一下他的脑泵。你房间只有1棵半生树，有什么好玩的？晚上来我房间啊。雌主主动邀请他去房间。清卓以为自己幻听了，他还以为昨天没提前通知雌主就进了他的房间后，雌主会拒绝他进他房间呢，不然也不会把自己打扮成那个鬼样子。江绵眨了眨眼，伸手挑起他的下巴，最后凑到他耳边，又哄道：晚上记得洗干净一点，我们好好玩玩游戏。说完，江绵就上楼了。走到楼梯口时，还故意回头望了他一眼，留下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这么清俊的帅哥在身边，晚上不找点乐子，实在太可惜了。雌主这是什么意思？清卓僵在原地，脑子一片空白。刚才雌主挑起他的下巴时，他的思维就已经停滞了，尤其是最后那句贴在耳边的话，又软又甜。今晚的游戏该不会是劫掠吧？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清卓的耳朵先红了，紧接着连耳尖到脖颈都染上了一层滚烫的红，整个人像要冒烟似的。这种事他从没做过，得赶紧学学。于是清卓立马变回本体，回到房间，开始在新网上冲浪了。江绵回到房间后，立马准备起来。既然要玩游戏，那肯定少不了小酌一杯了。他可是提前准备着呢。很快到了晚上，清卓红着脸来到江绵门口。新网上劫掠信息量太大，他学了一点点就脸红的要死。清卓快过来。江绵盘腿坐在床上，床上放着一个小桌板，上面铺着画满格子的纸，还有一堆黑白小子。清卓走进去后，就坐在床边一小块位置。这是雌主的床，他不能乱坐。至于昨天，那是意外，他也没想到雌主会突然压上来。江绵瞥了眼他的坐姿，明明床够宽，他却坐得像个随时要起身的客人。他端着小桌板往后挪了挪，再坐过来点。你这样歪着身子，怎么和我下棋？下棋？清卓坐正身子，指了指桌上的格子纸。雌主，下棋是什么？我教你啊。江绵拿起一把白子递给他，这叫五子棋，不管横、竖还是斜着，只要能把5颗同色的棋子连在一起，就算赢。清卓点头，似动非动。黑色棋子先走，我先走给你看。江绵说着，捏起一颗黑子，落在正中央格子的交叉处。清卓学着他的样子，也捏起一颗白子，落在旁边的格子交叉处。这一把，江绵故意放水，让清卓赢了。怎么样，是不是很简单？江绵不吝啬的夸奖，让清卓有点不好意思。都是雌主教的好。江绵刮了下他的鼻尖，把桌上的棋子收起来，和他交换了棋子颜色。这次你先下。清卓眼里亮了亮，接过黑子，毫不犹豫地落在了上一把江绵落子的位置。经过刚才的教学，他大概已经摸清规则了。清卓的黑子刚落在棋盘上，江绵就坏笑道：刚才是教学不算，现在你已经赢了一把了，那是不是接下来的棋盘里谁输谁就受点惩罚？一听到惩罚，清卓刚落下去的黑子就想捡起来。打住！江绵哪能让清卓毁棋，立马按住他的手道：落子无悔啊。清卓挑了挑眉，目光落在那颗黑子上。那如果我输了，雌主想怎么罚我？如果雌主对他的惩罚只有皮毛，那么他就要反过来好好惩罚雌主了。放心，绝对公平。江绵说着，从旁边拎出一坛提前备好的米酒，又拿出2个碗，给清卓倒了半碗。这叫米酒，一会儿谁输了，谁就喝半杯。清卓凑近闻了闻，
清甜的香气裹着淡淡的甜意，是他从来没有闻过的味道。不知道为什么，一闻到这个味道，他就忍不住想尝一下。别慌，江绵笑着把他手里的碗放回桌板，先下棋。随后，他的白子已经落在了黑子旁边。没一会儿，清浊就输了。快，喝了它。江绵推了推碗，清浊盯着棋盘，有点发懵。明明刚才还想着让着词主，怎么输的是自己？他拿起碗，一口闷了下去，微甜的滋味先在舌尖化开，紧接着一丝微辣划过喉咙，带着点上头的后劲。怎么样，好喝吗？江绵撑着下巴问道。这是他特意准备的，在蓝星他就特别喜欢喝米酒。清浊回味着，甜意像极了词主的嘴唇，只是那点辣，他微微皱眉，好像有点辣。说完，他的头就开始晕乎乎的了，就连眼前的词主也从一个变成两个。他撑着脑袋，脸颊泛起红，问：词主，你怎么变成两个了？清浊。江绵抬手在他眼前晃了晃，伸出2根手指，回答我：这是几？词主。清浊晃着脑袋，伸手抓住他的手，眼神越来越迷离。我头晕晕的，身上也热热的。不等江绵反应，清浊的龙尾突然扫过来，哗啦一下掀翻了小桌板，棋子也滚了一地。他顺势将江绵拉进怀里，不耐烦道：真是碍手碍脚的东西。江绵。清浊醉了。江绵笑了，半晚到的剧情在他这里具象化了。清浊，你弄疼我了，先放开。不可能。清浊的鼻息在他颈间轻轻扫过，带着酒气的呼吸里满是贪婪。你好香啊。他脑子越来越沉，下意识把脸埋在江绵肩头，闭着眼强迫自己冷静，不能做让词主讨厌的事。可他的身体却怎么也不听他使唤。他龙尾悄悄缠上江绵的大腿，还在慢慢往上挪。清浊。江绵的手被他攥着，只能大声喊他：你快清醒一点，尾巴再往上就不对劲了。他扭动着身子，用胳膊肘死死压住那截不安分的尾巴。今晚他只是想小酌怡情，可没打算往这方向发展啊。词主。清浊的声音软得像棉花，缓缓睁开迷离的眼。我感觉尾巴痒痒的，头也痒痒的。说完，他的龙角一下子从他头顶冒了出来。他蹭了蹭江绵的脸，语气带着点撒娇：这房间好热，我们出去透透气吧。好啊。江绵立刻应下：透气好，你先松开我扶你出去。话还没说完，清浊突然就化作一条巨大的碧青色的龙，龙尾一卷就缠住江绵，从窗户飞了出去。微凉的晚风扑在脸上，压下了他心里的几分燥热。吼，词主是不是很舒服？可回应他的只有江绵此起彼伏的尖叫。哈哈。清浊，我不要这样透气啊。清浊回头一看，才发现江绵根本没在自己背上，心瞬间紧绷。下一秒，慌的尾巴都不自觉松了。吼，词主，你在哪里？清浊慌忙寻找着被龙尾松开的江绵，身体像断线的风筝一样急速下坠，强烈的失重感让他眼前发黑。清浊，我再也不跟你喝酒了，这是他自己的失误，就算被活活摔死他也认了。就在他穿过云层，能清晰看见地面上的房屋时，清浊猛地俯冲下来，用头顶稳稳接住了他。哥。清浊打了个9嗝，嘴里吐出一小团白泡泡，迷糊地说着人言。词主，抓好了。这次江绵能听懂，并牢牢抓在清浊龙角上坐直身子。你可以飞高一点，但速度别太快，我怕。好。米酒度数本就不高，再被晚风一吹，清浊的意识清醒了大半。他放慢速度，缓缓飞向高空，渐渐与皎洁的圆月齐平。龙身飞得极稳，江绵慢慢松开手，任由晚风拂过脸颊。地面上，一只羊小兽正跟着父亲追逐打闹，突然指着圆月中间的影子喊道：父亲，上面有姐姐骑着龙在飞。羊小兽的父亲抬头望去，月亮中央，一条碧青色的青龙缓缓翱翔，头顶坐着一道纤细的身影，虽离得远，只能看清模糊的轮廓，可单看那姿态，便知这位词主美丽极致。羊小兽父亲一把将孩子捞到肩头，目光追着高空那道身影，道：等你以后长大，也要和你的词主这般好才行。短暂的飞行后，清浊带着江绵落在一座高塔顶端，这里没有半分喧嚣，只有清明的月光洒在两人身上。清浊和江绵并肩坐下，望着远处悬在夜空的圆月，月光落在江绵脸上，褪去了平日的鲜活，添了几分清冷的美。清浊将头搭在他肩头，身后未收回的龙尾轻轻晃了晃。他偷瞄着江绵那如樱桃般的薄唇，心跳得像揣了纸乱撞的小鹿，咽了咽口水。词主，我现在可以亲亲你吗？好啊。江绵微微偏头，主动迎上他的唇，触到那柔软的瞬间，清浊的眼睛猛地瞪大，随即缓缓闭上，撑着身子将江绵揽进怀里，小心翼翼地加深了这个吻。皎洁的月光下，两人相吻的身影被拉得很长，连晚风都似在放缓脚步。热烈的吻过后，江绵轻轻靠在清浊身上，不是肩头，而是他结实的胸膛。清浊紧紧握着他的手，指腹摩挲着他的掌心，看着他脸上未散的红晕，眼底满是温柔。清浊，为什么你在受刑的时候也能讲人言啊？江绵问道。清浊可以在受刑讲人言，那是不是等他和其他伴侣达到某种条件，也能听懂他们的授语了？听到这个问题，清浊先是一怔，握着他的手又紧了几分。正常情况下，
一能达到12阶，就能自由切换语言了。江绵瞬间懂了，他清楚能达到这个等级有多难，不然星际里也不会只有清浊一位12阶异能者。那你？他顿了顿，轻声问道：当初进阶12阶的时候，精神海肯定很痛苦吧？是有一点。清浊抬手刮了下他的鼻尖，不过这不重要了，能遇见绵绵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他望着他的眼睛，认真道：当下就是我最喜欢的时刻。清浊转头看向夜空中的圆月，心里又酸又甜。他的词主似乎对这个星际世界还缺了部分认知。难道？他握着江绵的手，不自觉地紧了紧，想再问些什么，却听见耳边传来他浅浅的呼吸声。清浊温柔地笑了，轻轻将江绵打横抱起，俯身在他额间印下一个亲吻。等他把江绵送回别墅房间，盖好被子时，天已经快亮了。他没有多留，转身回到自己的半生树上。这几日精神海终于趋于稳定，他得抓紧时间提升异能，才能更好地保护他的词主。另一边，尹泰几乎是半夜才到达父亲发送的定位位置。这个地方比尹泰预想的要偏，这是一座废弃的小型医院。可到达定位后，眼前并没有看见同类的身影，而最先涌来的是空气中同族的血液的腥味。兽人对自己族类的血极其敏感，尹泰不可能闻错。他快步冲进医院。医院大厅的地上有一滩暗红发黑的血迹。尹泰蹲下身，指尖刚触到血迹，便觉一股寒意顺着指尖窜进脊背。怪不得一直没有同类来寻找自己，原来刚起身，他前方的桌子底下突然滚出条软塌塌的黑雾。尹泰下意识拿起那软塌塌的黑雾观察起来，一瞬间让他瞳孔骤缩。这是他同类的尾巴，这断口处皮肉外翻，像被蛮力硬生生扯断，边缘处还挂着几缕灰色的碎毛。再结合地上的血迹，尹泰已经能联想到同类死前的痛苦。他刚打开光脑，准备给父亲同步一下这里的消息，下一秒，一把泛着寒光的斧头就朝他砸了过来。好久不见啊，小猫！尹泰侧身躲开，在医院门口处，徐徐走出一抹熟悉的身影，是当初在无望森林逃走的牛兽人。嘶哈，你对我的族人做了什么？尹泰立刻亮出尖锐的爪子，嵌进墙面，猩红的眼死死盯着对方。牛力冷笑一声，指了指地上的斧头，别紧张，我家大人有合作和你谈，希望你给个面子。呵，杀我族猫还敢和我谈合作？尹泰喉间低吼更甚，后肢蹬向墙面，朝牛力扑去。我现在就杀了你，同族之仇他必报，你确定能杀得了我？牛力从背后掏出一只小猫仔，也不知道你父亲是咋想的，居然派了一大一小的猫过来。哎呀呀，瞧瞧，这么小，真是可怜啊。那只小猫仔，灰色的毛被剥掉大半，整个身体都被血液覆盖，就连他的耳边也被削了一只。无耻的家伙，你放开他！在牛力掏出小猫仔的一瞬间，他就立马调转了方向。牛力只有6阶的实力，尹泰9阶，单打独斗，牛力肯定不是对手。但现在不一样了，牛力手里面的那只小猫仔，尹泰必须护下。尹泰哥哥，就是他们僵持之际，小猫仔虚弱睁眼，扯出一个淡淡的笑容。尹泰哥哥，我没事。随后，小猫仔攒起最后一口力气，狠狠咬住牛力的手腕。休想用我威胁尹泰哥哥 ！MB， 你个死东西，留你一命居然这么早！牛力手腕吃痛，手臂一甩，将小猫仔高高举起，重重砸向地面。小猫仔知道自己活不久了，在下落的时候丝毫没有挣扎，相反，此刻的他很庆幸自己快死了，至少不会是哥哥的负担。不要！尹泰后腿一蹬，一下子就扑了出去，想救下那只小猫仔。就在他双手即将接到小猫仔的时候，牛力突然后退半步，嘴角勾着诡异的笑。我家大人来了！说着，他还朝尹泰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同时，牛力背后出现了一黑雾，黑雾覆盖牛力的同时，一个黑色的身影从黑雾中走出，他操控着一缕黑雾缠上脚踝。就这样，尹泰的身体被黑雾一拉，他眼睁睁看着幼崽摔在地上，小小的身体抽搐2下，便没了动静。弱猫！黑雾后传来牛力的嗤笑，尹泰浑身僵住，猩红的眼转向牛力。为什么要伤我的族人？他像疯了般扑过去，可黑雾中的身影突然挪步，精准挡在牛力身前。这一次，尹泰看清了黑色人影的真面目，这是一只化成伪人形的虫兽，他的脸上是密密麻麻的复眼，他的身体和脑袋是黑色的壳子，就连他的身体依旧散发着腐朽的恶臭。给牛力挡住一击后，那只虫兽朝尹泰的位置喷了一团黑绿色的唾液，拉开他们之间的距离。尹泰凭借气息判断，这只虫兽快突破10阶了，而且还能化形，智商远比普通虫兽高。我查过了，你叫尹泰。虫兽开口，声音像无数虫子爬行般刺耳。他绕到牛力身后，复眼里闪着寒光。别紧张，我可是跟那些头脑简单的虫兽不一样，我是来和你谈生意的。当然，我也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我叫森格。说着，森格的手已经搭在了牛力的脑袋上。如果你能帮我把你的词主丹毒叫出来的话，说不定我会帮你杀掉这头牛哦。说完，他的手搭在牛力头上的手突然收力，直接当着他的面把牛力提了起来。你当初不是这么说的。牛力双脚乱蹬，脸色惨白。森格冷眼一扫，牛力的胳膊应声而断，鲜血喷涌而出。我的诚意，你满意吗？森格用黑雾卷起断臂，送到尹泰面前。
傅眼里满是阴狠的期待。尹泰依然保持战斗状态，眼前的虫兽心狠手辣，绝非善物，而且他的实力也绝对不是时间那么简单，而自己也绝对不是森格的对手。尹泰看着那截断掉的手臂，再看看已经被摔死的小猫仔，他必须趁森格不注意把小猫仔的尸体抢过来。想着，尹泰用尾巴卷起地上牛力的断臂，就朝森格甩了过去。这笔交易做不了，还给你。趁森格注意力在断臂上，尹泰一个跃跳就把地上的小猫仔抓了起来。可指尖刚触到那温热的身体，那只血淋淋的小猫仔就在他的眼前变成一根沾血的木棍。怎么回事？尹泰傻眼了。呵，真是头蠢猫。森格阴冷的声音在尹泰耳朵响起，腐烂的压迫感让他后背发凉。现在天快亮了，而你也逃不掉了。翌日，江眠醒来的时候，就听到别墅外尹泰的声音：尹泰，此主，开一下结界，我进不去了。看见白天能正常换成人形的尹泰，江眠不可置信地揉了揉眼睛。尹泰他白天能换成人形了？好突然。江眠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脸，在阳台上再三观察起来。楼下站着的确实是尹泰的模样，黑色短发微乱，可不知为何，那身影总透着股说不出的僵硬，连抬手敲结界的动作都显得有些笨拙。他白天能化形了？江眠喃喃自语，伸手揉了揉眼睛，再定睛细看，对方的脸还是尹泰的脸，可眼神里的温和却变成了一种近乎贪婪的热切，像盯着猎物的野兽。这尹泰绝对有问题。下一秒，青卓就飞了上来，在他耳边轻声道：此主，他不是尹泰。江眠眉头微蹙，你能判断出他的等阶吗？青卓的目光落在楼下的尹泰身上，眼中闪过一丝锐利。9阶，很好，比青卓低。江眠眼底却多了几分冷意。你先把气息藏起来，见机行事。青卓点头，变成一根小型绿色丝带，挂在了客厅的吊灯上。若不仔细看，几乎与装饰无异。江眠倒要看看这个假冒的尹泰到底想干嘛。而且刚刚江眠打开光脑看了，尹泰的头像是灰色，肯定是出事了。敢欺负他的兽，他一定会让对方付出代价。江眠调整了一下表情，打开结界，把假尹泰放了进来。假尹泰进来后，眼神直勾勾地盯着他，嘴角咧开一个僵硬的笑，伸手就想往他怀里扑。此主，快让我抱抱，香死了，小宝贝，快让我吸2口。从这个假尹泰跨进别墅后，江眠就隐隐约约闻到一股10几天没洗的臭袜子味。他面不改色的伸长手臂抵住尹泰的额头。你昨天出去干嘛了？身上怎么臭臭的？尹泰抬起胳膊闻了一下，脸上露出茫然的表情。没有啊，此主，我洗干净才来的，怎么还会臭呢？哦，江眠挑眉，故意往后退了一步，嫌弃道：你昨天没回家就算了，居然还敢在外面洗澡，是不是喜欢上别的雌性了？啊，没有。假尹泰立刻慌了，连忙摆着手，脸上挤出讨好的笑。此主你别误会，我就是在河边随便洗了洗，没遇到别人，我心里只有你一个，行吧？江眠在心里冷笑，随意的摆了摆手，不在乎道：你先去做饭吧，回来的这么晚，我都饿了。假尹泰贼眉鼠眼的双手搓了搓，那能不能先亲一下我再？不能。假尹泰的话还没说完，江眠就甩给他一个极其冷淡的眼神，坐在一旁的沙发上，先做饭。假尹泰的笑容僵在脸上，眼底闪过一丝阴狠，他盯着江眠毫无防备的后背，悄悄伸出舌头舔了舔唇角。乖宝贝，等你喝了加了料的汤，变成我大哥的实验品，我有的是时间吸你的信息素。接着他又对着空气虚抓了2下，仿佛已经将江眠攥在手心。吊灯上的青卓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眉头狠狠皱了一下，敢对此主做出这样大不敬的动作，他真想一龙尾扫死他。他立刻打开光脑，悄悄把尹泰做饭的动作录了下来，并给江眠发送了一条信息：青卓，这兽心思歹毒，要不要我现在就动手杀了他？江眠回头看了一眼尹泰，见他在厨房忙碌，没注意他，便悄悄回复青卓：江眠，不急，尹泰肯定在他们手里，现在杀了他，我们就找不到尹泰的下落了。先看看他想玩什么把戏，等摸清他们的底，再动手不迟。青卓，好，我已经录下视频了，有情况我立刻告诉你。江眠收起光脑，目光落在厨房的方向，眼底满是冷意。厨房里，贾尹泰看着满柜的厨具和食材，懵逼了。他哪里会做饭？之前在森格那里，他都是直接吃生肉的。无奈之下，他只能悄悄打开光脑，给森格发消息：大哥，我已经混进来了，但是江眠让我做饭，我不会啊，怎么办？森格，他看到消息，额角的青筋跳了跳，于是他在网上随便找了几道做饭视频，甩给了他。森格，跟着上面做，记得把我们给他准备的东西加进去就行。贾尹泰，包的。森格关掉光脑，头疼的揉了揉眉心，他感觉自己养了一群废物。他低头看着地上奄奄一息的真尹泰，抬腿踢了踢他的身体，语气冰冷：先别死那么快，你的词主马上就会来陪你了，到时候我让你们一起死。别墅里的贾尹泰跟着森格的视频倒腾了半天，也没做出一道完整的菜。视频里的食材他大多不认识，更别提步骤了，而且视频里的菜基本都是黑色，可江眠冰箱里的食材却五颜六色的。贾尹泰，不管了，怎么吃不是吃？他把冰箱里蓝色的玉米和开花的白菜加一条海鱼直接用水煮了一下，然后加上森格给的黑色药液加在了里面，就把菜端上了桌。
词主，可以吃饭了。贾隐泰脸上带着得意的笑，把锅放在餐桌上。江绵关掉清浊发的贾隐泰加料的视频，就朝餐桌走去。他走到餐桌旁，看到锅里面还在呼吸的海鱼，呼吸骤然停了一下。这是你做的菜？现在当坏兽都没有门槛的吗？就算要下毒，至少把鱼煮熟吧。对呀，词主，我跟着视频学的。你快尝尝。贾隐泰说着，拿起一个碗，把锅里的黑色药液和汤盛了满满一碗，双手递给江绵。看到如墨水般的鱼汤，江绵觉得自己的眼睛不干净了。他本来还想配合着演一下，可对方的漏洞实在太多，他实在演不下去了。他心里甚至想，要不然直接喊你背后的大哥，换个聪明点的来。江绵实在无法接受这份鱼汤，要不然……江绵故意顿了顿，看着贾隐泰，嘴角直抽。要不然什么？贾隐泰问道。难道隐泰之前都是为他的词主的？用手喂还是用嘴喂？森哥没教啊。贾隐泰懵懵的，端着那碗汤蘸也不是做也不是。江绵，要不然你先把汤放在桌上，我看我做饭也辛苦了，我也给你准备了好东西。说完，江绵就进入厨房装了一碗米酒，半碗都可以让清浊短暂的神志不清。这贾隐泰比清浊等级还低，一定有用。江绵端着米酒走出厨房，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容。隐泰，你昨天在外面辛苦了，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米酒，你尝尝。江绵笑眯眯把那碗米酒放到桌上，一副温柔词主的模样。感谢聆听宝子的用爱发电 X3， 感谢炸天帮圣龙宝子用爱发电 X1。来了词主。江绵转身去厨房的间隙，贾隐泰也没闲着，他偷偷在光脑上问森格，隐泰在家伺候他的词主吃饭都是为的吗？停顿2秒，他又补了条，如果是手动的话还能接受，用嘴的话会不会太快了？森格。光脑那头的森格看着牛力消息，指尖悬在屏幕上半天没落下。这头蠢牛脑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这么没脑子，怪不到会被词主抹除兽印，真活该啊。牛力贾隐泰没等到回复，就被江绵的声音换了过去。看到碗子里浑浊的液体时，他本能是拒绝的。来之前森格反复叮嘱过，江绵这小雌性狡猾得很，绝不能吃他给的任何东西，只需要把那瓶黑色药想办法给他喝下就行。可碗里的液体里飘着骨勾人的甜香，像有小钩子似的挠着他的胃，让他忍不住咽了咽口水。隐泰，你发什么了？江绵指着桌上的碗，语气自然。这不是你一直吵着要喝吗？怎么现在我拿出来，你又不喝了？隐泰一直吵着要喝吗？牛力懂了，肯定是自己伪装的太好，小雌性才会拿出真隐泰爱喝的东西。他舔了舔唇角的口水，端起那碗米酒，又指了指桌上的鱼汤。那我喝了这个，词主记得把我做的鱼汤也喝了。好好好。江绵一口应下，在隐泰端起米酒的那一刻，同时也把那碗鱼汤端起来。做戏得做全套，况且鱼汤碗又不透明的。牛力盯着江绵喝了一口鱼汤，才小抿了抿碗里的米酒，警惕心还是不能丢的。等等，这米酒的怎么甜甜糯糯的？牛力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时间什么警惕都没有了，仰头一口把整碗米酒都闷完了。隐泰。在碗被贾隐泰毫不留情地摔在地上的那一刻，江绵就知道事情成了。他伸手在牛力面前晃了晃，指着自己问道：告诉我，这是谁？这是哥。牛力脑袋晕得厉害，眼前的江绵一会儿变成2个，一会儿变成3个，他的嘴角傻呵呵地翘了起来。你是隐泰的词主？哥。他指了指江绵，又指了指自己，眼神迷离。也是，我家老大的实验品。哦，那你家老大是谁？鱼汤里那黑黑的又是什么？江绵端着手里的鱼汤追问。哥。牛力站不稳，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抬头望着江绵时，带着几分骄傲。我老大马上就要进12阶重兽了。哈哈。哥。他手在空中胡乱划着，至于那黑黑的，自然是让你听话的玩意。说着说着，牛力双眼一翻，直挺挺地晕了过去。隐泰，隐泰。江绵嫌弃地踢了他2脚，确定彻底晕了，才对着吊灯喊了声清浊。清浊下来后，一下子就变成人形，用异能给江绵检查身体。词主，你没事吧？没事没事。江绵摇头，示意他不用检查，放心，这鱼汤我一口没喝。听到词主没喝那恶心的玩意，清浊松了一口气，抬手就想将他碗黑漆漆的鱼汤销毁掉。等等。江绵连忙拦住他，指了指地上的牛力，这么好的东西别浪费啊。清浊秒懂，眉头还是皱着的。他亲手把江绵碗里的黑色鱼汤喂给了牛力，要不是现在留着他有用，清浊早就让他兽头落地了。随后江绵又悄悄在清浊耳边说了很多悄悄话，清浊的表情也从刚开始的不解变成我靠，词主妙计啊。为了让这份戏做得更全，江绵让清浊把贾隐泰扶去沙发上。清浊十分不悦地看了他一眼，龙尾一卷就让他在空中360度翻转，精致落位。只要结果是对的，那过程并不重要。江绵让清浊重新回到吊灯上面后，而他自己一个人在厨房操作起来。他检查了一下，米酒还有很多，他翻出密封杯，把剩下的米酒分装了一部分放进空间戒指，另一部分藏进橱柜深处。这东西对于兽人来说威力不小，可不能随便用。最后他把那锅黑鱼汤全倒了，又用新碗盛了半碗清水，往里面滴了几滴黑色营养液，摆在沙发前的小桌子上，等着牛力醒。可等啊等，
太阳都快落山了，沙发上的兽还是没动静。现在甄颖泰的下落还没不明，江眠真没时间和他好，他直接抬手就给了牛力2巴掌。啪啪，巴掌声清脆响亮，连藏在吊灯上的青卓都忍不住缩了缩脖子。这力道，要是打在他身上，起码都是要疼好几天的程度，更别说只有9阶的牛力了。江眠见牛力没反应，又推了推他，颖泰醒醒。过了好一会儿，牛力才慢悠悠睁开眼，眼神涣散，一看就是断片了。他揉着发疼的脸颊，看见江眠的第一句话就是：小雌性，你怎么还在这？你怎么没被我大哥抓住啊？江眠，啪！江眠翻了个白眼，抬手又是1巴掌。颖泰，你清醒点，反正也不是真的颖泰，想打就打喽。这1巴掌力道更足，牛力瞬间清醒了大半。他晃了晃脑袋，坐起身时，正好看见江眠当着他的面把桌上那碗鱼汤喝了下去。你都喝下去了？牛力双手捧着空碗，兴奋道：是啊。江眠点头，夸赞着：颖泰，你最近厨艺越来越好了，下次我还要吃你做的。牛力盯着空碗，又看了看窗外的天色，一下子站起来。他先摸了摸自己的脸，确认还是颖泰的模样，只是脸好像肿了些，疼了点。不过这都不重要了。他立马从怀里掏出个小巧的铜铃，冷笑着摇晃起来。喝下去了，那就该到我的表演了。叮铃铃，清脆的铃声在客厅里散开。牛力紧盯着江眠，等着看他乖乖听话的模样。清脆的铃声一响，比江眠先有反应的是贾颖泰的身体。他双目骤然失神，手中的铜铃哐当掉在地上，整个兽像被抽走魂魄似的，呆呆站在原地，连眼皮都不会眨了。江眠弯腰捡起铃铛，在他眼前晃了晃。颖泰，带我去见你大哥，顺便说说你们的计划。是，我的主人。牛力的声音空洞得很，就像生锈的风箱一般，活脱脱一具行尸走肉。随后，江眠跟着牛力离开了别墅。不一样的是，江眠在离开别墅前，头上多了一条绿色的丝带。牛力驾驶新轨来到那座废弃医院。主人，牛力指着医院入口，眼神木讷。从这里进去，在最里面的房间，就能见到我大哥。很好。江眠晃了晃铃铛，你的任务完成了，闭上眼睛吧。说完，牛力就闭上眼，跟没有骨头似的倒在了地上。江眠对着青卓道：一会儿我假装晕倒，你把他抽醒。进去之后见机行事。在遇见贾颖泰开始，江眠是一直悄悄给甄颖泰发消息，可惜一直都没有回应。江眠眼皮跳得厉害。青卓，此主放心，我会保护好你的。江眠点头，把铃铛塞进贾颖泰手里，自己躺在地上装晕了过去。刚躺稳，青卓就用龙尾狠狠地抽了贾颖泰一下。由于不能让他大哥看出端倪，青卓抽的是他大腿内侧，那个地方又疼又能让人难以发现。哎呦呦，果然这个地方出奇的好。青卓才抽了一下，贾颖泰就醒了。听到贾颖泰销魂的叫声，江眠咬紧后牙才没让自己笑出声。哪个烂王八敢打你牛眼？牛力蹭的一下就蹦起来，双腿夹着摩擦，挥着拳头对着空气乱打。青卓默默翻了个白眼，真是蠢死了。牛力茫然看了一圈，也没有发现除江眠以外的其他人，摸了摸脑袋，奇怪，我咋过来的？牛力不解，但也没考虑那么多，算鸟算鸟，别耽误大哥的事就行，只要把江眠带进去就行。他把铃铛揣回怀里，扛起江眠就往医院最里走。刚踏进医院，一股熟悉的糜烂气味就扑面而来。这个气味江眠记得，是当初在无望森林遇到的那个虫兽。这才过去多久啊，居然又遇到了。大哥！牛力一进入到医院最里面的病房就高喊，同时褪去颖泰的伪装。这个叫江眠的小雌性，我给你带来了。很好。森格的声音冷淡的像冰，把他放在那边的铁床上，再去把陆莹带过来。得了。牛力把江眠往冰冷的铁床上一放，用带着倒刺的铁器牢牢锁住他的手脚和脖子，金属疙的皮肤生疼。江眠强忍着不适，等牛力转身离开，才悄悄皱紧了眉头。很快，一阵女人的哭声夹杂着拖拽声传来。牛力，求求你！那声音带着绝望的颤抖。啊！我当初真的不是故意要抹掉你的兽印的，求求你，不要！我不要当虫兽的试验品。女人的哭声越来越凄厉，越来越绝望。牛力拍了拍她的脸，眼神里满是阴狠。现在求我，晚了。他一把揪住女人的头发，将她拽到实验台前。我大哥说了，只要把对面那小雌性的信息素转移到你身上，再吸干你的血，他就能突破12阶，说不定还能到13阶。他疯狂地笑着。你看，我在大哥帮忙下，一下就从6阶升到9阶了。难道你不为我高兴吗？我曾经的雌主大人。最后几个字，他几乎是咬着牙说的。他望着那个曾经的雌主，眼底的恨意都要溢出来了。他要变强，要让所有看清他的兽付出代价，尤其是眼前这个抛弃他的雌主陆莹。陆莹的脸颊早已被泪水打湿，看着牛力亲手把他送上冰冷的实验台，身体止不住地发抖。行了。森格见陆莹的手脚被束缚好，甩给牛力一把手术刀。你先去看看那只猫死了没，要是死了，把他的兽核取出来。说着，他戴上透明的塑料手套，从架子上拿起一只装满紫色液体的针剂，一步步走向陆莹。不要，求求你不要！陆莹哭得更凶了，针尖挤出的液体让她浑身发冷。
我只是个普通的 C 级雌性，求你放过我。森格脚步没停，语气平淡。C 级是差了点，但没关系，你只是个媒介。等等，陆莹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急忙喊道：我知道你们想用禁术强行提升我的实力，再吸我的精神力，可你们该知道，雌性吞噬雌性精神力，必须是高等级吞低等级，你就不怕那边那个雌性等级比我高吗？那你的计划不就全废了？听到这话，森格的脚步顿住了。陆莹倒是提醒了他，他确实忘了给江棉做等级测试，不过他也不一定非要从高到底，对他来说，谁到谁都一样。不过他真的很好奇江棉雌性的精神力等级会是什么样子，他心里有个预感，这个叫江棉的小雌性等级绝对不低。当初在无望森林，他只是浅浅吸了一口他的信息素，就差点迷失心智，可惜重兽没法通过和雌性节律提升等级，不然当初伪装隐态接近他的就该是他自己。森格把针筒放回高架，目光落在被牢牢锁住的江棉身上，嘴角勾起一抹阴笑。也好，那我先测测你的等级。江棉其实也好奇自己的精神力等级，但绝不是让这只坏兽来测。早在牛力离开时，他就一直在用光脑和清浊悄悄沟通，等的就是森格靠近的这一刻。重兽测雌性等级的方法很简单，只要取一滴血尝尝就行。森格重新拿出一把尖锐手术刀，危险地盯着江棉，深吸一口气道：多纯粹的信息素气息啊！话刚落，他手中的手术刀高高举起，想要直直扎进江棉的身体。他要亲手刺破他的皮肤，好好品尝那新鲜又纯粹的血液。清浊，就是现在！江棉的声音刚响起，他头顶那条不起眼的绿色丝带突然暴涨，瞬间化作一条威风凛凛的巨大青龙。求书假，求收好评，明天请假。吼！震彻骨髓的龙吟撕开空气，震得森格脑仁像被重锤碾过般痛。同时，江棉身上的铁器也被震得撕碎，应声落地。趁这个间隙，江棉眼神一厉，侧身一巴掌呼在森格脸上，就往牛力离开的方向冲。清浊，这个坏兽就交给你了，我先去救隐泰。清浊哪能放心江棉一个人去救隐泰啊？他得早点把这臭虫打烂，去保护雌主。他身形一挑，巨大的龙尾就朝森格身上扫去。森格没反应过来，被狠狠砸在墙上，噗地喷出一口黑绿色的血，连带着肋骨都断了几根，疼得他浑身痉挛。12阶，森格用手背擦去嘴角的污血，踉跄着站直身，复眼里翻涌着惊怒。没想到，这小雌性居然还能匹配到你这样的强者。不过他突然鼓起掌，阴恻恻笑道：你是杀不死我的，而你也无法保护那个小雌性。放心，等我喝干他的血，我一定会狠狠把你踩在脚下了。一想到能把一个12阶强者踩在脚下的画面，森格就兴奋得要死。说完，他身后腾起一团浓黑的雾气，而他的身影也消失在黑雾中。清浊听出森格话里有话，他必须立刻赶往绵绵身边。他刚腾空飞出去，准备去找绵绵时，那团黑雾就如活雾般涌来，挡住他的视线。别急啊！森格的声音从黑雾四面八方传来，阴冷又得意。虽然我此刻打不过你，可没说我不会缠着你。另一边，江棉已经跟着牛力追到下一层尽头的房间。是你？江棉冷声道。他一眼就认出了这头牛是当初在无望森林没被叶妻杀死的兽人，没想到居然早就和虫兽勾结了，实在可恶。牛力看见他时瞳孔骤缩，满是惊愕。你怎么会在这？你不是该在手术台上吗？回想起方才那生龙吟，他一下就反应过来，你还叫了帮手。下一秒，他掏出怀里的铜铃，用力摇晃起来。叮铃铃，叮铃铃。仅一秒，牛力的眼神开始涣散起来。隐泰呢？告诉我他在那儿。牛力慢悠悠抬起手，指了指他脚后。之前在哪里？在江棉没追进来之前，牛力也很疑惑。那只猫泥。江棉回头，只看见地上浅浅的血迹，还有一撮灰黑色的猫毛。他的眉头瞬间凝成死结，转身一把掐住牛力的脖子，说：你们到底对他做了些什么？我们没做什么。牛力双目无神，脸部微微扭曲，声音被捏得慢吞吞的。只是老大废了他一条腿。你说什么？江棉彻底怒了，掐着他脖子的手狠狠收紧。牛力难受得手里的手术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他冷眸扫过那把刀，眼底翻涌着杀意。很好，你废他一只腿，我便限你一条胳膊。话刚落，地上的手术刀突然腾空，寒光一闪，精准地划过牛力的左臂。噗嗤一声，整条胳膊连骨带肉被砍了下来，鲜血喷溅满地。啊！剧烈的疼痛让牛力涣散的意识瞬间回笼，凄惨地叫嚣着。江棉嫌恶地将他甩在地上，眼里寒意更甚。敢欺负他的小猫，这点代价怎么够？他要他的命！他弯腰捡起那把血淋淋的手术刀，一步步走向滚在地上的牛力。他要亲手杀了他。可就在刀锋即将划过牛力喉咙的瞬间，一团黑雾突然涌来，将牛力死死裹住。江棉不甘心让他就这么逃脱，加快了手速，却见黑雾中伸出一条带着钩刺的黑色手臂，硬生生挡住了这一击。那手臂力气极大，江棉猝不及防被推得向后倒去，重重坐在地上。黑雾渐渐散开，森格的身影显露出来，他正用黑绿色的异能包裹着牛力完好的右臂，再将异能转移到断臂处。不过3秒，一条崭新的左臂竟凭空出现。
与原本的手臂一模一样。没想到吧，小雌性？牛力活动着新长出来的胳膊，脸上满是得意。我大哥的异能是复制，就算你再卸我一条胳膊，他也能立刻给我补回来。江绵看着那只复制出的手臂，眸色沉了沉。他现在需要弄清楚，这虫兽的复制能力究竟有多少上限。如果真的是无限，那就麻烦了。大哥，这小雌性不简单。牛力躲到森格身后，他的精神力很诡异，能操控东西，还带着一种无形的压迫。明明昨晚他被森格用禁术强行提升到9阶，按道理连 SS 级雌性都能一战，可方才江绵掐着他脖子时，他竟生出了本能的恐惧。那种感觉就像坠入深海，被巨大的水压包裹，连呼吸都觉得艰难。他甚至有一瞬想彻底臣服在他面前。森格听着他的话，挑眉看向地上那截断肢，忧虑的眼眸里满是贪婪。他真的越来越喜欢江绵了。精神力越强的雌性，越是虫族最好的营养品。当初真不该放他离开，害他多走了这么多弯路。他看向江绵的眼神，像在打量一件囊中之物，黏腻又恶心。江绵左手死死攥着那把染血的手术刀，缓缓冲向前来。面对眼前的虫兽，他眼底没有半分惧色。12阶的清浊他都能安抚，还怕什么？他再给自己洗脑，不要怕，自己真的很强。下一秒，他周身的气势骤然炸开，冷冽的压迫感如潮水般涌去。牛力被这股气息逼得一哆嗦，下意识又往森格身后缩了缩。啊，好极致的性激素！森格贪婪地吸了吸鼻子，眼底满是痴迷，却始终不敢对江绵贸然动手。他隐隐有种预感，自己未必打得过这小雌性，可心底的不甘又在疯狂叫嚣。他突然转头看向牛力，语气冰冷：“借了你那么多力量，也该还回来了。”说罢，森格那只带着倒刺的手猛地刺穿牛力的胸膛，五指一握，竟直接将那颗跳动的心脏直接掏了出来。为什么？牛力难以置信地看着森格，胸口的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身前的地面。他咳着血，却仍踉跄着往森格身边靠了靠，声音微弱的像文瑞：“大哥，下次要玩，记得提前说借完力量赢了后，记得再把我的心复制回来。他还不想死啊？”好。森格将那颗还在抽搐跳动的心脏塞进嘴里，咀嚼的动作让人恶心至极。等我吸干这小雌性的血，一定把你复制回来。这颗血淋淋的心被他吃完。森格舒服地扭动了一下脖子，发出咔嗒咔嗒的轻响，同时江绵能清晰地感觉到他体内的能量正在疯狂暴涨。啊！12阶多么令受血脉奔张的等级啊！森格低喝一声，先前不过寸许的倒刺瞬间暴涨到10几厘米长，寒光凛冽，直逼江绵面门。就在尖刺即将穿透他脖颈的刹那，一道青色残影破空而来，清浊的龙尾精准地卷住江绵的腰，猛地将他拽到身后。刚站稳，他便褪去龙形，化为人身，噗地一口鲜血吐在地上，脸色惨白。清浊，你没事吧？江绵急忙上前，抚过他染血的衣襟，慌乱地检查着他的伤口。我没事。清浊深吸一口气，扶着墙勉强站直，他的气息依旧不稳。不错嘛！森格兴奋地拍了拍手，居然能强行冲开我的幻境，不愧是12阶强者。不过他话锋一转，眼神变得阴鸷，在异能未复的情况下硬闯幻境，身体负担一定很重吧？哈哈哈！他大笑着朝清浊逼近。现在的你，刚恢复的异能应该在急速下降吧？也是，我刚刚忘记告诉你，黑雾也是有毒的。而现在，你已经无法保护你的雌主了。接下来，该我了。森格目光一凝，再次挥舞着尖刺冲来。清浊立刻将江绵护在身后，小声道：“九羽已经在赶来的路上，我还能拖他一会儿。你快跑！”说完，他猛地将江绵往门口方向一推，同时动用仅剩的精神力，在他周身凝成一层透明屏障。他不知道这屏障能撑多久，只盼着能多护他片刻，等九羽到来。不要！江绵双手握拳，狠狠砸在那层壁垒上，眼泪不受控制的滚落。尹泰已经出事了，他绝不能再看着清浊遇险。不是都说他很强吗？为什么此刻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什么都做不了？他不甘啊！那层精神壁垒裹着他，丝毫没有停留的意思，径直飞向之前被囚禁的试验床房间。而此时，森格的尖刺呼啸而至，清浊拼尽全身异能去挡，可不过片刻，尖刺便刺穿了他的左肩，又狠狠往前一送，直直洞穿了他的胸膛，黑红冒泡的血洒了一地，散发着腐烂的恶臭。这臭虫真是什么地方都有毒啊！全盛时期的你，我或许打不过。森格拔出尖刺，冷笑着舔了舔上面的血迹。可要是你的半生术也落在我手上呢？你该不会没告诉你雌主，半生术早已和你性命相连吧？哎呀呀，也难怪，你们现在的家，此时可是空无一人呢。最后一句话，他说的格外得瑟，仿佛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之中。清浊他们似乎忘了，他们的住处本就较偏，大规模虫兽无法入侵，那悄悄放几只实力强一点的你。一想到自己捏着12阶强者的命脉，森格脸上便浮现出势在必得的笑容。这种比胜的感觉，真让兽舒心。你，清浊死死盯着他，眼底的血色几乎要溢出来。半生术倒了没关系，他死了也没关系，他只盼着他的雌主能安全离开，别用这种不服气的眼神看着我。森格挑衅地拍了拍他的脸，放心，我的刺上有剧毒，你逃不掉的。现在
我该去找你的小雌主了，谁准你伤她的？冰冷的女声骤然响起，下一秒江绵直接浮空飘了进来。这一次，他周身的气场彻底变了，眼神冷得像冰，身姿挺拔如松，宛如一尊居高临下的神明。他周身散发出的信息素，没有半分受人喜欢的暖意，只有10股的杀意与碾压一切的威压。你该死！江绵抬手指向森格，不带一丝感情道。他指尖轻轻一点，一股无形的压力骤然落下，森格竟被这股力量死死按在地上，连抬头都做不到。这一刻，他心底竟莫名升起一丝恐惧，可这恐惧反而让他更加兴奋。他瞬间明白，这个叫江绵的小雌性绝不可能是星际的普通雌性，它的价值远比他想象的要高得多。多迷人的味道啊！森格痴迷地看着他，挣扎着催动异能，左手一抬，当着江绵的面幻化出一只小灰猫。那猫的右腿已然断裂，直直地垂着，浑身是伤，气息微弱的几乎感觉不到，看起来就快死了。你的隐态就在这样。森格仍旧挑衅，有本事你就来拿啊！江绵淡淡勾唇，脸上依然没有任何表情，直道：可惜你挑衅错了人。他指尖再次轻点，这次森格甚至没看清他的动作，身体便开始一点点瓦解。江绵看得出他手里面的只是一个复制品，不可能。森格看着自己的身体逐渐消散，眼睛瞪得溜圆，满是难以置信。你就算不是星际雌性，也不可能有这么强的杀伤力，难道敢拿复制品来和我谈条件？江绵的声音没有半分波澜，黑眸深邃。神说赐你死无全尸。话落，森格连同那只假猫化作漫天血雾，消失在空气中，连一丝痕迹都没留下，好似方才那个名叫森格的虫兽从未出现过一般。雌主，清浊怔怔地看着他，这是他第一次见江绵如此飒爽的模样。这一瞬，他觉得眼前的雌主有些陌生，陌生到自己也只能卑微的仰视，无法靠近，无法触摸，也无法联想到他是自己的雌主。处理完森格，江绵转头看向清浊，现在他眼底没有了往日的熟悉与温柔，只剩下一片化不开的冷漠，就像结了冰的湖面，没有丝毫波澜。雌主，清浊捂着肩膀的伤口，靠墙坐着，无力向江绵伸出手。抱歉，这一次是我没有保护好你。江绵走向他，蹲下，淡漠地看着他伤口，然后指尖一抬落在清浊的额头。神说赐予你新生。说完，清浊全身被淡淡的绿光包裹，方才还被森格刺穿留着黑色的伤口正在痊愈，而他方才因强制冲破森格环境而受伤的精神海也得到了痊愈。不，还不止。他能清晰地感受到是比之前更强了。自己常年暴乱的精神海现在平静得如一面镜子，明净透亮清晰。做完一切，江绵疲惫地眨了眨眼，一个没注意就倒在了清浊怀里。与此同时，九羽根据清浊的定位赶了过来。就在他刚进入有试验床的那间屋子时，他看见了绵绵断掉的手链，这让他一下子就紧张起来，立刻往更深的地方赶。没想到刚到就看见绵绵倒在清浊的怀里。快带雌主去医院！清浊没有时间解释，立马化成龙形，把江绵驮上自己的头顶，往 F97 星的医院赶。而就在九羽踏出医院准备跟上的时候，身后传来陆莹急切的呼救，他还被锁在实验床上，挣扎着大喊：等等，我也是星际雌性，你不能丢下我不管，若我出了意外，星际规则绝不会轻饶你。九羽脚步一顿，轻啧了声，回头时眼底只剩冷漠。绵绵现在昏迷未醒，他没半分时间耗在这雌性身上，但身为指挥官，又不能真的放任不管。他迅速将定位和现场照片发给当地政府，转身便追着清浊的方向而去。就在所有人离开后，角落一缕黑烟悄悄飘了出来，如蛇般钻入陆莹的脖颈。随后，他原本清亮的眼眸变成了黑绿色，下一秒又恢复如常。陆莹扭头望着九羽着急离去的背影，舌尖舔了舔唇，脸上露出一抹意味不明的笑。同时，在街道中央的一处垃圾桶旁边，有一位巡城熊人发现了一只断腿的猫。F97 3星医院里，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把江绵送入治疗舱里面后，九羽抬手布下小结界，转身问清浊：我刚刚好像听见雌主对你说神言。清浊也知道这事的重要性，点了点头。把他们离开后，家里面出现了一个假隐太和真隐太遇害的事，完完本本告诉了九羽。听完后，九羽捏着那断掉的手链，感觉心里有千斤重。他们的雌主是兽神和联系吗？还有说他本来就……清浊望着治疗舱里脸色苍白的江绵，心也跟着沉了沉。忽然想起森格之前本来是想用半生术来控制他的，怎么他现在什么感觉都没有？九羽明白他的顾虑，沉声道：雌主这里我会守住，你快回别墅看看。别墅里不仅仅有清浊的半生术，还有他们和绵绵生活的日常，那里是他们与雌主共同的家，无论如何他们也会好好守护。清浊点头，立马变成龙形飞了出去。他刚离开，九羽的光脑便响了，是星际的唯一大元帅黑冕发来图片和文字。黑冕，断腿小灰猫治疗 JPG。 黑冕，我调查过了，他的雌主和你的雌主是同一个雌性，放心，他在我这里很安全。九羽看着隐态的照片松了一口气，立马回复道：多谢。随后黑冕又给九羽发送了一个定位，处理完之后可随时接走。思索片刻后，九羽还是决定把今天的事情告诉大家。
他打开词主第一大群，把清浊拉了进去。九宇，事情经过。说完后，整个群都炸了。叶七，该死的，居然趁我们都不在打我们词主的注意，还好我和明渊离开前给你们说了一声，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明渊，词主现在怎么样？我马上就赶回来。叶七，我也是，我都不敢离开词主了。九宇，不用，送词主进治疗舱之前，我提前用异能检查过了，没有什么大问题。你们先做自己的事，早点回来就行。明渊，好。叶七，知道了。两兽虽心焦，却也清楚，只有把自己的事处理干净，才能没有顾虑的待在绵绵身边，所以他们加快了回族的速度。尤其是叶七，他可是憋了一肚子火，可得回去找他的二伯好好发泄下。荒心上盯着光脑里信息看了一会儿事情的经过的凤九，思考片刻，发送道：凤九，你们不觉得一切都太过于巧合了吗？白玄和他在一起，看和他发了这一条消息，点了点头。白玄这边虫洞多杂，但都没有什么杀伤力，感觉就像提前把我们引过来一样。这话让所有人兽人都沉默起来。叶七，你这么一说，我也感觉好巧，他和明渊才刚离开啊。凤九，还有，你确定听到词主说神言了吗？九宇，我赶到的时候，绵绵刚好看到绵绵用神言治疗好了，清浊就晕了过去。明渊，清浊，仔细说说。九宇，他现在应该在处理别墅外的虫兽，晚点我让他在群里再仔细说说。而且他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12阶的实力，完全恢复。正在的聊天的兽，没有一个不震惊的。要恢复一个12阶兽的全部实力，是需要一个雌性的很多精神力，这是一个巨大而又浩瀚的工程。那如果说江绵是用神言来治疗好清浊的话，那一切都说得通了。毕竟兽神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九宇，手链断掉的图片 JPG。九宇，白玄，没记错的话，这条玄云手链是你送的吧？现在它断了，能不能修复一下？不然没有东西压制绵绵身上的信息素，恐怕会吸引很多坏兽。白玄看着断掉的手链，眉头拧成结。白玄，玄云手链材料独一无二，要想衔接上，我必须回一趟雷泽领地。雷泽领地是白玄雷文白虎一族的占领地。凤九在旁叹气，拍了拍他的肩：你和你父亲的关系确定要回去？白玄垂眸，光掉光脑，总要试一试。绵绵的情况不能没有手链，绵绵必须依靠手链才能压住身上的气息，而玄云手链的重要材料玄云露，只有雷泽领地有。过了小半天，清浊终于在群里发消息了。清浊，别墅图片 JPG。众兽，图片里别墅的结界被破了，边上散落着几具高阶虫兽的尸体，伤口不像异能所致，反倒像是被植物勒出来的。唯一活着的8阶虫兽被一根藤蔓贯穿身体，四脚朝天躺在地上，看样子他快去见兽神了。明渊盯着照片，沉默片刻，发了条消息：明渊，我有个大胆的猜测，2天后江绵在治疗舱中缓缓睁眼。这2日，九宇寸步不离地守在舱外，银灰色眼眸里已有一丝血色。清浊清理完别墅附近的虫兽尸体，重新布好结界后，也第一时间赶来了医院。江绵刚睁开眼，就看见4只圆滚滚的眼睛正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于是江绵也先对着他俩眨了眨眼睛。九宇见他有了反应，立刻打开治疗舱的玻璃舱门。九宇，你怎么回来了？江绵被九宇扶着坐起身，带着刚苏醒的迷茫，目光扫到清浊时，又问：清浊，你的伤怎么样了？这一问把清浊问懵了，难道词主忘记他的伤是他治好的了？他靠近了些，声音微颤：词主，你是不是忘了什么？昨天他们就得到医院的检查报告，报告里江绵身体一切正常，只是信息素和精神海那一栏还是未空。我只记得江绵用力回想被清浊强制送走的画面，当时你强制送我走，我在转角处看见森格茨穿了你的肩膀，血流的好多，我急着回去，拼力冲开了你的精神力壁垒，之后的事就不太记得了。他摇了摇脑袋，想极力捕捉接下来的事情，可真的什么也想不起来，越想他的头就越疼的难受。绵绵，别想了。清浊也靠近，双手扶了上去，见不得绵绵这般难受的样子，已经过去了，别想了，现在我们都平安了。江绵点头，没再想了，但还是很担心清浊的伤，被一下子刺穿，流那么多血，该多疼啊。江绵缓了一下，从治疗舱里跳了出来，拉着清浊原地转了2圈，直接扒了他的衣服：快让我看看你的伤，真的没事吗？清浊穿的少，衣领一下子就被扯开了，露出大片光洁的肌肤。江绵目光一扫，他看见了，清浊表面看起来斯斯文文，干干净净的，实则这身材真棒啊。清浊肩头连一丝疤也没有，更别提有伤口了，一整个肩头都白白净净的，好看的晃眼。而且江绵还瞥见他线条紧实的胸肌与肌理分明的搏击。江绵还没看够，清浊就红着脸把衣服穿好了。九宇在旁轻轻啧了一声，然后把江绵捞了过来：绵绵，你可不能厚此薄彼，清浊有的我也有，而且说不定比他的还好看。九宇牵着江绵的手在唇上啄了一下：今晚要不要去我房间，我给你瞧瞧。一旁刚穿好衣服的清浊真会抢。好啦。江绵很温柔地弹了一下九宇的脑瓜崩，
指着清浊肩头原本该有伤口的位置，问九宇：“他的伤是怎么好的？”好似自己也没抱着清浊，在他肩头流眼泪吧？清浊张了张嘴，没敢直说，朝九宇递了个眼神。这小动作根本没逃过江眠的眼睛，他双手叉腰，气鼓鼓地瞪着两人：“别打哑谜，一个个来回答我。”他先看向九宇：“九宇，你先说什么时候回来的？”问完，再看向清浊：“还有，你的伤到底怎么好的？明渊和叶七离开之前，把他们想行程告诉我们了，我担心你身边没人，就先赶回来了。”九宇解释：“本来想悄悄回来给绵绵一个惊喜的，没想到出这档子事。”江绵歪头：“那你回来了？白玄和凤九那边忙得过来吗？”九宇双手圈住他的腰，亲昵道：“放心，没问题的。”九宇离开后，凤九又喊了他妹妹其他5个匹配者一起寻找虫洞的踪迹。其实虫洞并不危险，只是多儿杂而已，哪怕漏掉一个，在将来也可能是个无穷大的祸害。所以凤九还是决定仔细清理干净，能保一方净土是一方。江绵点点头，目光重新落回清浊身上。现在该你说了。清浊深吸一口气，眼神无比虔诚。森格要取我性命时，是你出手杀了他，还治好了我的伤。你的意思是，我不仅杀了能重伤你的森格，我还治好了你被他穿透的肩膀？江绵指了指自己，一脸不敢相信，他什么时候有这个本事的？他本人怎么不知道？清浊认真点头，两只眼睛无比真诚。想起当时江绵的飒爽模样，就连他这个12阶也想顶礼膜拜。对于清浊的回答，江绵半信半疑。清浊没必要骗他，但他真的不记得了。江绵干笑2声，继续问：“那我后来怎么晕了？尹太找到了吗？你把我伤治好后就晕了。至于尹太，清浊答道。提到尹太时，他看了眼九宇，九宇立刻接话：“放心，尹太目前安全。要是你不放心，现在就可以把他接回来。”听到尹太安全，江绵就没那么慌了，他松了口气，看了眼窗外天色，黑黑的，我们先回家吧，等明天一早我们再去接尹太回来。刚迈步，九宇突然拉住他，把断掉的手链交到他手里。虽然他断了，但还是需要还给绵绵的，只希望白雪能早日把它修好，帮绵绵压制身上的味道。等等，味道？九宇一下子就把眉头拧成疙瘩，凑近江绵闻了闻，看向清浊：“你闻到什么了吗？”“什么？”清浊嗅了嗅，茫然摇头：“什么都没有。”九宇：“完了。”回到别墅后，三人面色沉沉。江绵率先打破沉默：“九宇，你的意思是，我身上的信息素味道没了？”九宇很难过的点头，这次真的让绵绵受伤了，居然连信息素的气息都没有了。之前在医院得到江绵信息报告的时候，还以为同白玄第一次一样，只是医院检查不出来而已，没想到绵绵的信息素是真坏了。还好现在绵绵目前正常，至少可以让他们确定，只是信息素不见了，精神海也什么问题，至少绵绵还能正常的坐在这里。听到这话，江绵皱眉：“那我没有了信息素，还能给你们做安抚吗？”他不想看见自己的伴侣因为精神海痛苦的样子，毕竟这么多帅哥，他都爱。这九宇和清浊对视一眼，都有些犹豫。按常理，精神海有力量就能安抚，可江绵的情况实在特殊，他们也很茫然。九宇，要不现在试试？清浊同意这个提议，目前他已经完全恢复，不需要安抚，所以他就把这个机会让给九宇了。毕竟人家也大老远赶回来，清浊目前不吃醋的，只要以后少当着他的面抢人就行。九宇乖乖坐在沙发上，微微低头，露出后颈的腺体。绵绵，试试吧。江绵也觉得这个提议不错，立马把手指放在九宇的后的腺体上给他安抚。当他的手指触碰到他后面腺体的时候，江绵观察到九宇面上没什么表情，于是他加大手指的力气。片刻后，九宇脸上的神情终于微不可察的变了一下。怎么样，和以前的感觉一样吗？江绵歪着脑袋问，亮晶晶的眼睛里满是期待。好像。九宇顿了顿，指尖无意识摩擦着沙发边缘，纠结要不要说出来。心悸里，失去安抚能力的雌性是被意味被兽神抛弃的雌性，他不想让绵绵难过。虽然他很怀疑绵绵跟兽神可能有某种关联，但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还是不要瞎猜测为好。好像什么？江绵站在沙发后，双臂环住他的肩膀，下巴抵在他肩头，轻声问：“和之前感觉一样吗？”清浊将九宇的纠结看在眼里，心头一沉，看来绵绵失去信息素的同时，连安抚能力也一并没了啊！看着他们沉默寡言的表情，江绵一下子就懂了，他有点伤心了。看来我以后不能安抚你们了。不是的，绵绵。九宇连忙转身，握住他的手，眼神真挚。你刚刚安抚的很好，我很喜欢，哪怕没有信息素的加持，只要是他就足够了。江绵撇了撇嘴，那要是你们以后精神海难受怎么办？江绵可以没有身上的香，但他不能失去雌性独有的安抚能力，他的伴侣需要他。没关系的。九宇侧头望着他，鼻尖蹭着他不开心的脸蛋。最近绵绵辛苦了，把我们每个兽都照顾得很好，暂时不需要安抚。唉，江绵重重叹了口气，埋在他的颈窝里闷声道：“我知道你们是安慰我，不过你们放心，我感觉信息素会回来的。那段丢失的记忆像个谜团，他隐约觉得信息素的消失定与此有关，属于自己的东西不会平白无故消失的。话虽如此，
他抬眸看向清浊和九羽时，眼底还是藏不住失落。词主，九羽说的没错。清浊走上前，声音温和。前段时间你一直费心照料大家，目前每个人的精神海确实没什么问题。对啊，我的好绵绵。九羽在他脸颊上轻轻蹭了蹭，语气无比温柔认真。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都会爱你。江绵吸了吸鼻子，不再纠结。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我回房间了，你们也早点休息。明天我们去接尹太回来。清浊和九羽同时点头。其实九羽早想过提前接尹太回来，但黑冕说尹太伤得重，他那里有堪比中央星的医疗团队，让尹太多养几天更好。九羽权衡后采纳了建议。算算时间，明天去接正好。江绵回房简单洗漱后便睡了。楼下，九羽和清浊还在商议信息素的事。我觉得该把这事告诉大家。九羽沉声道。清浊点头。我总觉得绵绵身上藏着其他秘密，和大家说清楚，我们才能更好的护着她。同为绵绵的伴侣，唯有团结一心，才能统一战线。所以当晚，他们那个词主万事第一大群又炸了。凤九，该死的虫兽，我一定要灭了他们。白玄，童少，明渊，加我一个。叶七，加一。一夜无梦。次日清晨，九羽和清浊一同准备了早餐。九羽掌勺，清浊打下手，看起来其乐融融。吃过早餐，九羽驾驶着新轨往黑冕的私人庄园驶去。途中，他开口道：“绵绵，我得和你说说救尹太的人的身份。你说，救尹太的叫黑冕，星际唯一的大元帅。元帅？”清浊瞬间来了精神，就是3年前凭一己之力一夜杀穿上万虫兽的那位黑冕元帅。九羽颔首，江绵也有些惊讶，能让清浊这般在意，看来这位元帅确实厉害。他转头问清浊：“那他的实力比你强吗？”清浊沉吟片刻，既点头又摇头。3年前我和他同为11阶，但那场战争里，他失去了唯一的妹妹，所以话说到一半，他便顿住了，眼神里满是惋惜。所以他生了心魔，永远止步11阶。九羽接过话头，面无表情，声音沉沉：“江绵，心魔？”对。九羽的心紧了紧。当时虫兽拿他妹妹做要挟，他妹妹死得很惨，黑冕接受不了，当场暴走，那也是他能一夜灭万兽的原因。江绵叹气，真是让人同情的经历。可接下来九羽的话，让江绵更同情这位元帅。那一战后，他的精神力彻底枯竭，异能也没了，就连维持人形都要靠药物。清浊皱眉，我听说兽神给过他一位词主，有词主安抚，精神力该慢慢恢复才对，怎么还需要药物？提到黑冕的词主，九羽的目光寸寸冷了下来。他那位词主嫌弃他成了废兽，不想浪费自己的精神力替他治疗，匹配当天就取消了匹配申请。什么？江绵和清浊同时瞪圆了眼睛。平心而论，黑冕实在太惨了，为了星际兽人的安全，冒死杀敌，搭上了自己的妹妹不说，就连自己也被单方面解除匹配了。所以啊，九羽长长吐出一口气。后来凤九接下了守护星际的担子。说起来，黑冕也算凤九的半个老师。当初凤九接手黑冕一手培养的军团时，第一时间就保住了他星际第一元帅的头衔。不管其他兽人怎么议论，黑冕都配得上这份荣誉。江绵连连点头，十分认同凤九的做法。而且这次他救了尹太，咱们总归欠了人情，要不买点礼物去？放心，我早就准备好了。九羽指了指自己手上的空间戒指，他身体有亏，最需要没有污染的蔬菜，而这个东西刚好绵绵有的是。江绵闻言一笑，利落点头。那正巧。很快，新轨到达了黑冕的私人庄园。庄园位置很偏，有一层特殊设置的保护罩，从外面来看根本看不见里面的情况。没有九羽的带路，江绵和清浊跟着导航都不一定能找到。从新轨下来后，庄园的铁门自动打开，一位身着笔挺深色制服的年长雄性经理在门后，他发丝微摆，面容温和，不失沉稳。见三人走来，微微躬身行礼：“你们好，我是这座庄园的管家，我叫木一。”说完，他转身对着江绵：“很抱歉。”江绵辞姓：“我家元帅因身体原因无法与你见面，还请原谅。”“没关系的。”江绵连忙摆手，也礼貌地回鞠一躬。方才九羽已经在新轨上简单说了下黑冕的事，他都理解。被辞姓主动回礼，这还是木一平生第一次。他再次看向江绵时，目光变得更柔和了，侧身示意他们跟他进去。庄园内路径蜿蜒，两侧是修剪整齐的星际奇花，馥郁的香气萦绕鼻尖。很快，木一来，他们来到了尹太的专属病房的门口。江绵辞姓：“您的伴侣就在里面。”木一声音放轻了些，不过他还在进行最后一次治疗，还请您稍作等候。好。江绵点头。木一把目光投向九羽：“九羽指挥官，我们元帅想见见你。”九羽了然，于是朝木一点了点头，对着江绵道：“绵绵，乖乖同清浊带着别乱跑，等我回来。”放心。江绵主动往清浊身边靠了靠：“我会寸步不离的。”看着绵绵俏皮的样子，九羽紧绷的嘴角弯了弯，揉了揉他的头发，才跟着木一离开。若江绵辞性饿了，房间内外的营养液和点心可随便食用。离开之前，木一走前特意停下脚步，说道：“治疗结束后，房门会主动打开，到时候您就可带你的伴侣离开了。”江绵一一应下。该说不说，
这位管家是真的温柔负责。江眠看了一眼房间的构造，是一种很复古的装饰，墙面上挂着星际风景画，连桌几上的花瓶都是手工雕琢的琉璃材质。江眠没有随意触碰，只是拉着清浊在沙发上坐下，目光一瞬不瞬地盯着治疗尹泰的病房门。可惜房门是全封闭的，没有一丝缝隙，也没有玻璃，他根本看不清里面的情形，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尹泰平安。黑冕的书房内，巨大的落地窗外是庄园的星际植物园，外面艳阳高照，而室内却透着几分清冷。黑冕斜倚在宽大的座椅上，脸色略显苍白，他指尖夹着一张照片，递给站在对面的九宇。这个叫陆莹雌性，在牢房里闹事，说一定要见你的雌主。九宇看向照片，眼眸沉沉。这个陆莹还需要 F973星的地牢关一下，这段时间我需要借用一下你元帅的权力。黑冕现在只有在 F973才有权力，而关押的牢房正是黑冕负责，只不过他能用的人也不多，只能简单维护牢房基本秩序。九宇借用他的权力，无非是方便自由进出一点。黑冕摊了摊手，无妨，如今我这副模样也做不了什么，权限你尽管用，只要能帮我彻底灭了虫族，这就够了。九宇点头，把专门为他准备的空间戒指取了下来，这是我雌主托我带给您的谢礼，多谢元帅出手，心意到了就好。黑冕淡淡应着，没打算接，现在他这个样子，能活着就不错了。里面是星际没有污染的蔬菜，你会喜欢的。说完，九宇朝他行了一个礼，便离开了。黑冕拿起戒指的在手指顿了顿，眼底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待九宇彻底离开书房，他才将戒指凑到眼前摩挲着，嘴角喃喃：没有被污染的蔬菜吗？几乎是九宇走出书房的同时，尹泰的病房门嗡的一声轻响，房门开了，一张悬浮病床缓缓从里面滑出。尹泰，江眠从沙发上弹起来，快步走了过去。病床上的尹泰是猫形，原本油亮的毛发此刻有些凌乱，左前腿被绷带包扎着，小小的身子蜷缩在绒垫上，双眼紧闭。看到这一幕，江眠的心揪了一下。他的小猫受苦了，绵绵，别太难过。清浊在旁边看着他泛红的眼眶，轻声安慰：至少他平安逃出来了，这就是最好的结果。是啊，至少安全的逃出来了。江眠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喉咙里的哽咽，伸出手轻轻抚摸着他的小猫，随后他小心把小猫抱入怀中。等九宇回来，我们就带尹泰回家吧，已经处理好了，我们走。江眠刚说完，九宇就走了过来，他的目光落在江眠怀中的尹泰身上，无声的叹了口气。回到别墅后，江眠径直抱着尹泰走进他专属的猫房，房间里依旧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小猫玩具，可此刻的小猫毫无生气的窝在床上，这让江眠的心像被一只手紧紧攥着，疼得厉害。放心，尹泰没什么大碍。九宇不忍看他这副模样，走上前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黑冕的治疗团队是星际顶尖的，他们说今晚尹泰就能醒过来，只是他顿了顿，声音放轻，他这次异能消耗过度，短时间内恐怕无法变回人形了。如果……江冕起头，眼眶微红，一把抱住九宇的腰，声音里是压抑不住的哽咽。如果我的信息素没有出问题，是不是就能提前帮尹泰恢复了？九宇身体一僵，轻轻回抱住他，深吸一口气，用指腹擦去他脸颊的泪痕。绵绵，别想那么多，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这次的危险来得太突然，谁都预料不到。江绵将脸埋在九宇温暖的怀抱里，肩膀控制不住地抽搐起来。这种明明可以却不行的感觉，真是太让人讨厌了。别哭了，绵绵。九宇轻轻拍着他的后背，安抚着。现在大家都平平安安的，这已经是最值得高兴的事了。哭，对，他的眼泪。被九宇这么一提醒，江绵哭得更凶了。绵绵听着怀中人哭得越来越大声，九宇原本轻拍他后背的手僵在半空中，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是好。向来以最懂讨雌性欢心的九尾狐一族，此刻却慌了神。他看着江绵颤抖的肩膀，心疼得厉害，却连一句合适的安慰话都想不出来。他甚至怀疑自己说错话了。这是九宇第一次对自己的特长产生了怀疑。九宇绵绵怎么哭得这么厉害？江绵的哭声实在太大，把正在厨房练习做菜的清浊都唤来了。他手里拿着厨具，快步跑过来，看到相拥的两人，又看了看江绵通红的眼睛，顿时紧张起来。难道是九宇说错了话，让此主误以为尹泰情况危急，甚至可能会死？一瞬间，清浊看向九宇的眼神充满了质疑。九尾一族不是号称最会哄雌性的吗？怎么把雌主惹成这样？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江绵吸了吸鼻子，从九宇怀里退出来，伸手接下一滴眼角的眼泪，小心给尹泰喂了下去。你们忘了，我的眼泪有疗伤的效果。他抬起头时，眼底还挂着泪珠，看起来可怜又明亮，让九宇和清浊心疼坏了。我想多哭一点出来，喂给尹泰试试，说不定能让他恢复得快些。听到这个理由，绵绵才大哭。清浊和九宇松了口气。九宇，还好不是因为我说错话，不然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哄了。清浊，还好不是九宇嘴笨说错话，不然真得好好请教一下九尾族的哄人技巧了。果然，江绵的眼泪一喂下，尹泰的身体就被一团柔和的淡绿色光晕，像一层温暖的薄纱。快，九宇，用你的精神力帮尹泰检查一下。江绵激动地拉住九宇的手臂，示意他快点。九宇不敢耽搁，立刻调动精神力，探入尹泰的精神海。他明显感觉到，尹泰原本微弱的生命体征
正随着绿光的融入，一点点变得平稳有力起来，不过非常微弱。我能清晰感觉到他受伤的前腿正在缓慢愈合，不过很慢。太好了！江绵激动地扑进九羽怀里，还好他眼泪的治疗效果没有消失，哪怕只有一点点，也是极好的事。一旁的清浊上前一步，眉头微蹙，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试探着开口：“有没有一种可能，绵绵你的信息素缺失，也是因为精神海能量透支导致的？本身的情况没有改变的话，清浊只能想到这个理由来解释绵绵丢失信息素的原因了。可惜，他们探查过江绵精神海，真的什么都没检查出来，只能猜了。”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让九羽瞬间清醒。他二话不说，立刻从空间戒指中取出一枚通体翠绿的三阶晶石，晶石呈菱柱状，表面流转着淡淡的光晕。绵绵，快把这个吃下去，它能补充雌性的精神力。江绵接过那枚绿色晶石，疑惑看向两人，这东西真的能吃吗？清浊见状，也从自己的空间戒指里拿出一块6阶晶石，那晶石是深邃的紫色，光晕比九羽的那枚浓郁数倍。绵绵，你先试试九羽的3阶晶石，要是没感觉，再试试我的。九羽看着清浊手中的6阶晶石，眼底闪过一丝惊讶。耗费多年心力，他也只寻到这么一枚3阶晶石，没想到清浊一出手就是6阶。要知道，在星际中，晶石本就稀有，更是恢复雌性精神力的专属宝物。清浊当真不简单啊！那我试试。江绵没再犹豫，将绿色晶石递到嘴边，轻轻咬了一口。晶石入口即化，没有丝毫颗粒感，一股冰冰凉凉的气息顺着喉咙滑入腹中，还带着清甜的青苹果味。江绵眼睛微微一亮，心里暗叹，味道还挺不错的。怎么样，有感觉吗？九羽俯身盯着他的脸，观察他的变化。按常理来说，一枚3阶晶石足以修复 B 级雌性的精神海损伤，就算绵绵的精神力远超常人，也该有一丝被滋养的感觉才对。可他盯了半天，也没从江绵脸上看到任何异样。江绵咂了咂嘴，回味着嘴里的余味，坦诚道：“酸酸甜甜的，味道挺好。至于感觉，他摊了摊手，一脸无奈：我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试试我的。”清浊立刻将紫色晶石递到江绵手中，这是6阶晶石，就算是 S 级雌性的精神海，也能一次性填满，肯定有用。江绵接过紫色晶石，对着光看了看，直接放进嘴里。这一次，晶石化做了浓郁的甜意，带着醇厚的葡萄香，比绿色晶石的味道更甚。这个好吃，是甜甜的葡萄味。九羽、清浊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震惊。九羽下意识咽了口唾沫，只能在心里安慰自己，绵绵不是这个星际的雌性，晶石对他没用也正常。而清浊则有些自闭了，连6阶晶石都毫无效果。雌主的精神力到底强到了什么地步？他甚至忍不住怀疑，自己的雌主就是兽神了。喵！雌主一声微弱的猫叫，将3人的思绪引了过去。现在的尹泰刚刚睁眼，虚弱得很。尹泰！江绵连忙凑到床边，声音温柔的能滴出水来。你终于醒了，可把我担心坏了。尹泰看到江绵的第一眼，原本迷茫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尾巴轻轻晃了晃，又无力的垂了下去。他张了张嘴，发出细小的叫声，像是在诉说着什么。方才在医院，他耗尽最后一丝异能逃出来，倒在一个垃圾桶旁，本以为再也见不到雌主了，没想到一睁眼就能看到他熟悉的脸庞。喵！宿主，我是怎么回来的？江绵伸出手指，轻轻点了点他湿润的小鼻子。你刚醒，别说话费力气，等你身体好点，我们用光脑打字交流，好不好？尹泰轻轻嗯了2声，小身子在床上蹭了蹭，闭起了眼睛。江绵的眼泪化作的治愈之力还在体内流转，暖暖的，让他疲惫的身体充满了舒服感。没一会儿，他就再次沉沉睡了过去。我们先出去吧，让尹泰好好休息。江绵帮尹泰盖了层垫子，转身对九羽和清浊说道。江绵这么一说，清浊立马逃了出去。糟了，我炖的汤，这可是他第一次单独给雌主下厨，可不能搞砸。清浊前脚刚走，九羽就伸手轻轻揉了揉江绵的头顶。绵绵，你一会儿和清浊先吃饭，我得回房间处理点事。江绵乖巧点头，推了推他的胳膊。去吧去吧，忙完了记得告诉我，吃饭的时候我叫你。没过多久，午饭就准备好了。不得不说，清浊在厨艺上很有天赋，第一次下厨就胡气扑鼻，至少吃是没问题的。吃饭前，江绵给九羽发了条消息，提醒他吃饭。可直到他和清浊慢悠悠吃完，桌上的菜都凉了些，九羽也没下来。江绵看着楼梯口的方向，微微皱起了眉。他理解他忙，所以等到晚上吃完饭，还是没有看见九羽下楼，就端了一碗温热的饭菜就找九羽了。咚咚，九羽，我方便进来吗？江绵敲着门，声音软乎乎的。房内的九羽一听是自家雌主的声音，长腿一迈，几步就冲到了门边。他没有将门完全拉开，只留了条缝隙，能让绵绵看见他的脸就行。九羽宽厚的身躯将房间内部遮得严严实实，站在江绵位置，除了九羽这个人，什么也看不见。江绵歪头看了一眼，你在房间里是不是干坏事了？这么怕我发现？哈哈！九羽嘴角扯出一抹不自然的笑，窘迫的挠了挠头，不是，只是里面太乱了，不太好意思让你看见。江绵轻哼一声，
故作嫌弃的剜了他一眼，将手中的饭菜递过去。放心，我不进去，这是我给你留的饭，记得忙完吃。九宇连忙点头，双手接过那份温热饭菜时，心里也暖融融的。怪我，轰隆！九宇的话还没说完，一声沉闷的巨响突然从他身后传来，紧接着一阵灰尘从门缝里涌了出来，呛得江眠咳嗽了好几声。嗨，你的房间。江眠捂住口鼻，指着从九宇房间里飞上天的报告单，哑了哑嘴，还是没直接说出来。看来这不是一般的乱啊。没事。九宇笑着，脸上的尴尬又多了几分。他自己的房间他清楚，他更在意的是他手中的饭菜，可别被灰尘污染了。他一手盖着那碗饭，刻意往前凑了凑，转移话题。对了，我有件事要跟你。天不遂人愿，他刚开口，那张轻飘飘的报告单就啪嗒一下落在他的头顶。九宇僵在原地，顶着那张纸，尴尬的扯了扯嘴角。迟早他要把房间的那堆垃圾烧了。这是什么？江眠踮起脚，轻轻一够，就把那张报告单从他头上拿了下来。九宇凑近一看，随口解释：哦，这是我们之前在黑色森林发现的一只8阶虫兽尸体的报告单。江眠低头看着报告单上的内容，看到图片上时，眉头渐渐蹙起。那尸体和尸体上的脚印，怎么看怎么越觉得像自己当初留下的。他比划着，问了句：这只虫兽是不是大概这么大？而且它是被踩死的。九宇闻言一怔，深邃的眼眸里满是震惊。这件事被凤九严密封锁了消息，除了核心成员没人知晓。他家祠主怎么会知道的这么详细？忽然想起清浊之前说的话，绵绵可是徒手杀过近12阶虫兽的强者啊。难道？一瞬间，九宇看向江眠的眼神都变了，平日里的温柔宠溺褪去，取而代之的是痴迷与崇拜。江眠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干笑两声。你的工作是包括调查是谁杀了这只虫兽？九宇伸手从他手里拿过报告单，缓缓摇头。刚和你匹配的时候，我的工作确实是这个。至于后来凤九接手把事情压了下去的细节，他没说，他就是想亲耳听自家祠主承认这件事，哪怕结果会让他震惊，他也很期待。果然，下一秒，江眠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让九宇的心脏差点跳出胸腔。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只臭虫应该是我踩死的。听完后，九宇瞬间屏住了呼吸，整个人都僵住了。他知道自己家祠主强，可没想到会这么强，徒手单杀近12阶虫兽就够惊人了，居然还一脚踩死了一只8阶虫兽，这实力简直强到让他五体投地。他激动的浑身都有些发颤，差点没站稳。九宇，你没事吧？江眠见他脸色涨红，半天没吭声，还以为他不相信自己，小声吐槽起来。当时我好好在森林里走，这只虫突然就窜出来把我撞倒了，嘴里还喷那种黑绿色的液体，臭得要死。一想起那股刺鼻的臭味，他就忍不住皱紧鼻子。而且没有那虫他也不会被加班。他有点生气，所以我就一脚把他踩死了喽。说完，他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眼睛瞪得溜圆。你刚才说什么？他是8阶？那么巴掌大的一只，他还以为是变异的小虫子呢，居然是8阶？难道虫族的强者都这么弱不禁风吗？一时间，江眠看向虫族的眼神里多了几分鄙夷。九宇深吸好几口气，才按捺住狂跳的心脏，指着报告单上的图片道：准确来说，他不算完整的8阶。当时这只虫兽被凤九重伤，实力折损了不少，满打满算也就6阶水平。6阶是怎样的水平？江眠兴奋地问。这次终于不是听别人说自己厉害，而是有实打实的证据证明他的实力了。这报告单就是他的战功，以后谁要是敢欺负他的伴侣，他直接一脚踹过去，踩死他。九宇沉思片刻，一时找不到通俗易懂的话来形容。等改天，我让凤九专门给你设个防护罩，再放置6阶虫兽进去，你亲自试试。真的吗？江眠满眼期待，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能和虫兽过招，他就莫名兴奋。九宇看着他雀跃的样子，郑重地点头，随即看了眼窗外的夜色，柔声道：不过现在天色晚了，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好，那你记得好好吃饭，不许剩饭。江眠踮起脚尖，飞快地在他脸颊上亲了一下，像只偷腥的小猫，转身就想跑。刚转身，九宇就拉住了他的手，温柔问：绵绵，你有很喜欢的花吗？江眠歪着脑袋想了想，眼睛弯成了月牙。我喜欢粉色的花，粉粉嫩嫩的，多好看啊。好。九宇牢牢记住这个答案，松开了他的手，看着他蹦蹦跳跳离开的背影，嘴角的笑意藏都藏不住。其实他今晚本想留他多待一会儿，可房间里实在太乱，实在没脸让他看见。江眠离开九宇的房间后，没有立刻回自己的房间，而是先去看了眼还在睡觉的严影泰，确认他状态稳定后，才慢悠悠地回了房。一进门，他就从空间戒指里翻出一颗洋葱，打算借着洋葱的刺激再弄点眼泪，只希望他的小猫能早点好起来。而此时的青卓正在和青木通视频，青木是青龙族的大长老，对草木精怪的了解堪称一绝。青卓此次联系他，就是想问问明渊口中提到的那株紫灵藤，毕竟这株藤太过诡异，他有点不放心，还是早点弄清楚比较好。翌日清晨，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客厅的沙发上，暖融融的一片。江眠刚走下楼，就看见尹太正坐在沙发中央梳理毛发，而九宇则坐在一旁，
低声和他说着什么。听到脚步声，九宇抬头看向江眠，眼神立马柔和下来。绵绵，我出去一趟，尹泰就先交给你照看着。好。江眠笑着应下，快步走到沙发边，弯腰轻抚尹泰的头顶。我的好尹泰，真是受苦了。尹泰立刻停下舔毛的动作，小脑袋主动蹭了蹭江眠的手心。喵！不苦的词主，见到你没事，我比什么都高兴。喵！只是词主，你的眼睛怎么红红的？我不疼的。词主别难过。看着尹泰拖着还不太利索的前腿，努力往自己怀里凑的模样，江眠鼻头一酸，他小心翼翼地将尹泰抱进怀里，坐在沙发上，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玻璃瓶，里面装着他昨晚特意收集的眼泪。他倒出几滴在指尖，轻轻涂抹在尹泰身上的伤口处。喵！词主这是什么？尹泰乖乖待在江眠怀里问，好奇地歪头看着他的动作。当江眠带着凉意的指腹抚过伤口时，一股温和的力量瞬间包裹住伤口，舒服的他忍不住眯起了眼睛。可这股暖意来得快，去得也快，不过3秒就消散无踪了。江眠看着伤口处那抹淡绿色的微光转瞬即逝，连忙又沾了些眼泪，细细涂抹在尹泰身上其他的小伤口上，尤其是他那只断掉的左前腿。九宇告诉他了，尹泰的前腿是被活生生的踩断的。看到尹泰受伤的腿，江眠就立刻想把那腿可恶想重受灭了。可无论他怎么涂抹，那抹能治愈伤口的绿光再也没有出现过。难道我的眼泪对每个兽人一天只有一次效果？江眠轻声嘀咕着，把这个疑惑记在心里，打算明天再试试。他有些沮丧地垂了垂眸，信息素消失后，连这点治愈能力都变得这么鸡肋。他记得当初才几滴就把叶七身上那么多伤，一下子就治好了的。喵！词主，我感觉好多了，你别苦着脸。尹泰感受到他低落的情绪，伸出小舌头舔了舔他的手腕。他现在可想和词主用光脑交流了，可惜在被森格抓到的一瞬，他第一时间就毁掉了自己的光脑。开始时，他本想联系清浊让他来救自己，但是他更怕词主没有清浊守护出意外，也怕森格用他的光脑假扮他，伤害词主。尹泰的叫声拉回了江眠的思绪，他轻叹了口气，用指尖梳理着他的毛发。就在这时，九宇推门进来了，手里还拿着一个崭新的光脑系统。喵！快快快！九宇帮我带上，我要和词主讲话。看见九宇拿着新光脑回来，尹泰比谁都激动。今早他已经把自己遭遇森格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九宇。九宇知道他没法和江眠正常交流，特意去给他买了新光脑。九宇笑着走过来，帮助尹泰猫脸认证。刚认证完成，光脑屏幕上就弹出了密密麻麻的消息。尹泰的爪子在屏幕上飞快滑动，当看到词主用神炎单杀12阶森格的消息时，他瞬间僵住了，圆溜溜的眼睛瞪得老大。他一直以为是清浊救了自己，没想居然是词主。词主也太厉害了吧！震惊过后，尹泰暗暗下定决心，等自己伤好了，一定要加倍修炼，不能再拖词主的后腿了。大家快过来吃饭了，尝尝我的新手艺。清浊端着最后一碗热气腾腾的菜走出厨房，清亮的声音在客厅里响起。江眠抱着尹泰走到餐桌旁坐下，几人边吃边聊，气氛温馨。刚放下碗筷，九宇就看向江眠，语气认真：绵绵，你还记得之前和你一起被抓，差点被做成试验品的那个雌性吗？江眠指尖一顿，点头道：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好像叫陆莹，对吧？对。九宇应道。他托人带话，说想当面谢谢你救了他，我来问问你的意思。不用了。江眠想都没想就摇了摇头，语气平淡：这种小事你处理就行，我没必要特意见他。九宇也觉得没必要多此一举，当即应下，起身准备去处理牛莉的尸体，这是昨晚就计划好的事。喵！九宇，我要去。听到是关上牛莉的事，尹泰就扒拉起爪子想站起来。尹泰，你想去？尹泰腿没好，江眠怕他摔下去，急忙把他拉回来。尹泰用力点了点头，爪子在光脑屏幕上快速操作起来。尹泰，词主，你还记得第一次在无望森林遇到牛莉他们时他说的话吗？江眠皱眉思索片刻，如果没记错的话，当时好像说你被他家小姐看上了。尹泰重重点头，继续在光脑上打字。尹泰，当时在森林里，牛莉已经是流浪兽了，而且我被关起来后，亲眼看见陆莹主动献身给森格，那个叫陆莹的雌性，绝对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单纯无害。江眠看完后眼睛一眯，立刻将尹泰的消息投影给九宇和清浊看。看着投影出来的消息，清浊摸着下巴，眉头微蹙。如果尹泰说的都是真的，那当初陆莹在我们面前哭着求饶的样子，恐怕就是逢场作戏了。他费这么大劲演戏，图什么？江眠满脸不解，陆莹的行为实在让人猜不透他的立场，他到底是和谁一伙的？要是和森格一伙的，那就没必要留下了。很快，尹泰打出一行字：尹泰，而且牛莉杀死了我的族猫，我必须去看看他到底死透了没有。尹泰深刻记得那只小猫仔死前的惨状，虽然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一根木棍，但尹泰还是痛恨牛莉，他必须确保牛莉是真的死了。他至今记得森格的诡异异能，只要对方还有一口气，森格就能用异能将人救活。那晚森格砍下牛莉的手臂后，又当场用异能把手臂复制了回去，只是复制完手臂后，森格的气息明显虚弱了不少，想来这个异能使用起来也是需要条件的。提到牛莉的生死，九宇肯定开口：
放心，牛力是被森格直接掏出心脏杀死的，绝无生还可能。兽人一生只有一颗心脏，没了心脏根本不可能活下来。那要是用其他兽人的心脏代替呢？江绵弱弱问道。这一问让大家的呼吸都停止了，尤其是九宇，脸上的表情都凝固起来了。这种可能性有，但不多。谁愿意把自己心脏给其他人？他深吸了一口气，继续道：一般心脏匹配度难度极大，短时间内森格应该不可能找到能与牛力匹配合适的心脏。再怎么说，牛力也是杀害隐泰族人的仇人。森格诡异，江绵还是不放心。江绵，这地牢我还是去看看，毕竟我也想看看那个陆营到底会耍什么把戏。九宇沉思片刻，点头赞同。绵绵做什么他都不会反对，只是最近出事太多，在去见陆营之前，我得先把家里和我们所有的新轨上都装上监控。这个提议，青卓和江绵双手同意。九宇特别细心，整整装了2天监控，确保别墅里和他们所有新轨里监控都是360度无死角。九宇才带着江绵、青卓和尹泰出门，当然别墅里的房间除外，个人隐私还是要保障的。来到了关押陆营的大牢后，九宇还要带着尹泰去直接烧掉牛力的尸体，所以就让青卓陪着江绵了。F973星唯一的地牢，原是黑冕为关押凶猛虫兽所建，位于中心街尽头。时隔3年，曾经原本还算整洁的地牢早已不复往日。如今地牢里的墙角缝隙里爬满了细小的虫豸。你来了。见江绵来了，蹲在老角落的陆营缓缓抬起头，原本该清亮的眼眸此刻空洞无神，像蒙着一层厚厚的灰，直勾勾地望着他。黑冕安排人把他接过来后，并没有虐待和苛待他，所以陆营的整个身体状况看起来还不错，就是身体脏兮兮的，狼狈得很。江绵目光平静扫过陆营，淡淡开口：看你的样子，不像是来朝我道谢的。谢你。哈哈。陆营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哈哈大笑起来。他撑着石壁慢慢站起身，走近江绵，双手扣住铁栏，没有感情道：按道理说，我是该谢你，谢你杀了牛力，也谢你除掉了那个恶心的森格。说到森格的时候，陆营面露疯狂，2只手死死抓住牢门的铁栏嘶吼：可你来得太晚了，太晚了。哈哈。他朝天大笑着，一行清泪落了下来，猩红的目光将江绵锁死。你知道为什么当初在无望森林我要抓你的伴侣吗？我就是想让他救我，可是他逃了。你根本不知道牛力最后是怎么对我的。越说陆营的情绪越激动，像要马上失控一般，布满血丝的眼球都快凸出来了。他凑近铁栏，几乎要将脸贴上来。他把我软禁起来，让我成了那些虫兽的玩物。这一切的源头都是你，江绵，是你把尹泰带走了。他的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针，扎得江绵耳朵难受。他恨江绵当初把尹泰带走，只要牛力能把尹泰抓回来，等到了晚上，尹泰就可以恢复实力，救他于水火。可惜命运弄寿啊！陆营知道尹泰是9阶兽人的时候，是在尹泰被踩断胳膊的那天晚上。他知道自己错过一次求生机会的时候，已经晚了。江绵丝毫没被他的疯癫吓住，反正12阶的青卓就在他身后，有本事他就来啊！他发了条消息给尹泰，想弄清楚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江绵，陆营说，当初他叫牛力抓你是为了救他，这事在无望森林原来的经过是什么样子的？光靠陆营的话太过于片面，他想听听尹泰怎么说。尹泰立马回复：有这回事吗？当时我正在树上睡觉，突然就被他抓了过去。他身边的牛力一眼就看出我是10阶兽人后，从没给过我好脸色，动不动就拽我的毛，掐我的肉。我看到他身边有几个牛兽人对他挺客气的，没多想，就趁他不注意跑了。至于逃走的当晚，我就遇到词主你了。江绵把尹泰发的话甩在陆营脸上，声音依旧平淡：你的遭遇我很同情，但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从来不是我，也不是尹泰。他停顿片刻，目光如刀：你没必要恨我带走尹泰，若真要恨，就恨自己遇人不淑，错信了豺狼。说完，他不再看陆营煞白的脸，转身便走。陆营的人生或许满是不幸，但这不是将恨意转嫁到他人身上的理由。江绵同情心并不泛滥，他的善意只对自己的伴侣好，这口黑锅他不背，谁也没资格用自己的不幸去捆绑别人好不容易得来的平静生活。刚走出阴冷的地牢，江绵就见九宇抱着尹泰火急火燎地冲了过来。绵绵，牛力的尸体不见了。青卓上前一步，避免九宇撞到江绵。先冷静，地牢里还有看守的兽人，可以先询问他们，而且牢外有监控，若真有兽人敢偷运尸体，总能查到踪迹。都查过了。九宇眉头拧成一个死结，监控没拍到任何异常，看守也说没见到可疑身影，那具尸体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我怀疑森格还活着。同样没看到牛力尸体的尹泰默默耷拉着耳朵，他就知道森格那般阴狠狡诈的性子怎么可能轻易死掉。牛力的尸体失踪，一定和他脱不了干系。闻言，江绵的心也沉了一下，他拉住九宇的手：这是蹊跷，你先去全力处理这件事吧。九宇说的不错，能悄无声息地运走一具尸体，除了他，江绵想不到其他兽。森格若真活着，定会把绵绵视作眼中钉。青卓将江绵紧紧护在怀里，看向九宇：
我们先送绵绵回别墅，这里已经不安全了。现在绵绵在外多待一分，就多一分危险。九宇点头，走出牢房外，青卓就抱着江绵上了星轨。星轨里，江绵抱着尹开的手不自觉收紧。你们说，如果森格下一步会做什么？还有那个叫陆莹的雌性，不能。轰！江绵最后一个溜，字还没说完，星轨正前方就传来一声巨响，他们的星轨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瞬间，整个星轨都在剧烈摇晃起来。好在刚起飞不久，飞行高度不高，速度也不快，很快星轨就稳定了下来。青卓反应极快，在星轨撞上东西时就把江绵死死护在怀中。有血腥味，青卓鼻尖微动道。九宇和尹泰早已死死盯着机舱前的玻璃，青卓顺着他们的目光抬头望去，瞳孔骤缩。发生什么事了？江绵撑着青卓的手臂，想看看前面发生了什么事。九宇是开星轨的老手，不应该会撞到什么东西才对，这种情况应该是别人撞他们。没事绵绵。青卓不想让江绵看着这么血腥的一幕，他垂手挡在他眼前，温热的掌心按住他的后脑，将他护在自己怀里。叮叮叮，这时刺耳的警报声将他们围了起来。江绵被青卓护着，透过他臂弯缝隙瞥见星轨四周围上来数支红色战舰，里面的兽听着，粗哑的声音透过战舰的扩音器传来：你们当众撞死星际雌性，涉嫌故意伤兽，立刻下星轨接受调查。喊话的是个红头发的兽人，他一边盯着星轨，一边飞快地在光脑上操作。这是严重，他必须立马上报给大皇子殿下。撞死星际雌性，江绵大概猜到青卓为什么不让他看了。九宇脸色铁青，站起身，用后背死死抵住布满血污的玻璃，沉声道：青卓，你先带绵绵下去，这里交给我。他看清了外面的状况，这是绝不是意外。青卓没有犹豫，立刻护着江绵下了星轨。在整个过程中，青卓都把江绵头按在自己怀里，不让他看见任何血腥的地方。就在青卓脚步刚落地的刹那，江绵悄悄偏头看了一眼，他还是看见了那个叫陆莹的雌性，此刻正血肉模糊地瘫在星轨前的地面上，他的额头上有大片浓稠的鲜血涌出，糊住了半张脸。从现场的痕迹看，任谁都会觉得他是被星轨撞死的。更让江绵心底发寒的是，陆莹那双原本布满疯狂恨意的眼睛，此刻半睁着，浑浊的视线穿透模糊的血污，精准地锁定在他身上。这种感觉就像是淬了毒的钩子，死死勾着他不放，让人感受到无望的恐惧。鲜血还在从陆莹的嘴角不断涌出，顺着下巴滴落，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呵呵声。此刻的他仿佛在诅咒着什么。青卓察觉到江绵的僵硬，立刻将他的脸按回自己怀里。别看了，绵绵。他能清晰地感受到怀中人的颤抖，这种感觉让青卓心疼。这一秒，青卓是愤怒的，若不是他们早有准备，他早就带着江绵杀出去了。这么低级的家伙，实在让受不齿。陆莹的死太过蹊跷，分明是有人故意设计，要将这口黑锅扣在他们头上。时间线拉回江绵离开陆莹牢房后，江绵离开牢房后，牢房内便只剩陆莹一人。他踉跄着靠在冰冷的铁栏上，对着自己的身体开口：江绵，你也见到了，现在你可以兑现承诺，从我身体里出去了吧？放心，我向来说话算话。森格的声音从他喉咙里钻出来，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阴笑。不过在离开之前，你还得再帮我最后一个忙。什么忙？陆莹警惕地皱眉。森格在陆莹体内冷笑着，没有回应。下一秒，陆莹身体不受控制地抽搐了一下，森格占据了他身体的主体，脸上带着诡异的笑。森格很轻松地逃出牢房，他站在远处，看见江绵所在的星轨正缓缓升空，眼中闪过一丝狠戾。他找准位置，直直地操纵着陆莹的身体撞了过去。就在身体与星轨碰撞的瞬间，森格将意识抽离，把身体的主导权还给了陆莹。他用一种腐烂、黏腻的声音在陆莹耳边低语：这就是你要帮我的最后一个忙，最后一个让江绵伴侣背上撞死雌性的忙。现在的他得不到江绵的血液，那就把他身边的伴侣一个一个的铲除干净。只要江绵身边无兽，那他就有机会。随着剧烈的撞击声响起，森格耗尽最后一丝异能从陆莹身体里脱离。此时的他无法再附着在活人身上，但是他可以附到死人身上。就在陆莹撞上的瞬间，江绵身后的一个不起眼的巷子里，那具无心的牛力尸体正以一种极其扭曲的姿势爬起来，阴冷地透过江绵的后背望着前方。而陆莹在意识回归后，刚好对上森格那淬毒的眼神，随即剧痛席卷全身，鲜血呛出喉咙，现场证据确凿。驾驶星轨的九宇当场被扣押入狱。江绵虽因雌性身份尊贵未被关押，但作为九宇的雌主，也未能幸免。他、青卓以及怀里的尹泰被一同软禁在大皇子凤九的临时庄园中。3天后，凤九乘坐战舰800里加急赶到了 F973 星，刚降落在庄园上空，透过舷窗，他便看见庄园内一片混乱，一名士兵正举着长矛对准江绵。凤九眉心紧蹙，只觉得太阳穴一阵火辣辣的疼。哼，不知天高地厚的雌性！黑发兽人熊明仰头望着空中的战舰，见凤九归来，立刻挺直了腰板。现在我们大皇子殿下到了，你就等着被治罪吧。撞死雌性是大罪，任何兽都需要付出代价。他家凤九殿下可是出了名的公正无私，为国为民。听说啊，之前为了保护星际的安全和秩序，都主动和他的雌主解除了匹配。
这样一个公正无私的兽，一定会还被撞死的雌性一个公道。下一秒，金色的战舰舱门打开，凤九一袭玄色劲装，身姿如松，凌空而下，张扬的红发的随着步伐微微晃动，深邃的凤眸精准锁定了人群中的那抹纤细身影。熊明见到凤九的刹那，高兴坏了，他快步上前，粗短的手指死死指着清浊。殿下，就是他们这火兽，光天化日之下撞死一位雌性，事后还想溜之大吉，简直是公然扰乱星际公共秩序，您可要严惩啊！他偷偷抬眼瞥了眼清浊，对方周身萦绕的压迫感让他心头一颤。清浊太强，他知道凤九殿下很可能打不过，但是没关系，为了星际的公民秩序，他愿意做第一个替殿下冲锋陷阵的兽。熊明巴拉拉说了一通，凤九跟什么也没听到似的，根本没回应他，直直朝江绵走去。熊明见状，立刻明白了凤九殿下的意思，他这是想擒贼先擒王。殿下高明啊，只要殿下把这位叫江绵的小雌性拿捏，还能怕那12阶的清浊吗？熊明二话不说，拿着长矛就随殿下冲了上去。他这一动，身后的10几名士兵也跟着动了起来，他们的想法跟熊明的一致。然而下一秒，画风骤变，凤九下来后，直接伸出手臂，将江绵的身子紧紧揽入怀中。绵绵，你受委屈了。凤九在他耳边低语，周身的气场都柔和了几分。张扬的外表下，是一张与气场不符的担忧脸庞，他力道不算轻，仿佛要将这几日积压的担心、思念与后怕，全都揉碎了，融进骨血里。之后方响起一阵尖锐的急杀声，熊明亲眼看着自家殿下竟然主动将那个小雌性拥入怀中，整个兽如遭雷击，一时间腿定在了地上，迈不动一步。这还是殿下吗？熊明表示深深的怀疑，他从未见过殿下如此温柔的一面，他怀疑殿下被小雌性下蛊了。可惜他还是杀晚了一步。清浊始终寸步不离地守在江绵身后，见熊明带着人逼近，眉峰微蹙，他抬手只催动了一点小小的异能，就出现一股无形的力量，将冲在最前面的熊明等人连兽带毛一并向后推翻在地。熊明冲在最前头，反倒是最幸运的，至少不会一屁股直接摔到地上，所以熊明砸在了后面2名士兵的身上。而且尴尬的一幕出现了，就在3秒钟前，他即将摔落在左边那名士兵身上时，那士兵下意识地将手中的长矛高高举起，锋利的矛尖不慎蹭到了熊明，其中一小节直插进了他的屁股里。前一秒还热血沸腾的场面，瞬间变成了熊明捂着屁股疼得龇牙咧嘴、嗷嗷直叫的狂奔场景。他一边跑一边吸着凉气，脸色涨得通红，又羞又恼，不敢声张。好歹是跟着大皇子打出来的兽，他丢不起。这兽脸啊！可这滑稽的一幕压根没入其他兽人的眼，所有兽人都将目光死死粘在凤九身上，窃窃私语的声音此起彼伏。我没看错吧？凤九殿下居然在抱那个小雌性，他看着就是个普通的小雌性啊！殿下这是做什么？这你就不懂了吧？此乃战术迂回。没瞧见那小雌性身边站着个12阶强者吗？殿下肯定是想先拉拢小雌性，再对付他的伴侣。这招高明啊！你们后来的可能不清楚，这个叫江绵的小雌性，另一个伴侣可是九羽指挥官，只不过九羽撞死了雌性，现在已经被关进大牢了。什么？最后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让晚来的兽人们惊得目瞪口呆，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光是晚来的兽人，就连3天前赶来处理此事的巡法兽人也面露震惊。可律法面前，兽兽平等，即便对方是指挥官，他们也只能依法办事。只是众兽人望着凤九拥着江绵的背影，眼神复杂。九羽跟随凤九多年，2人情同手足，如今出了这等事，凤九殿下会如何处置？看懂其中门道的兽人一片哗然，都识趣地闭上了嘴。江绵被凤九紧紧揽在怀里，视线被他的胸膛挡住，压根没看清外面发生了什么，只隐约听到周围窸窸窣窣的议论声，以及熊明那听起断断续续的痛呼。他轻轻推了推凤九的胸膛，小声提醒道：“我没有想逃，只是想问问他们，九羽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而且他目光越过凤九的肩膀，瞟了眼身后蹦蹦跳跳的熊明。要不然你先看看你的手下，我感觉他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别管他。凤九头也没回。雄性兽人偶尔就会抽风发癫，不用理会，死不了就行。他细细检查着江绵的身体，确认他没有受伤后，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他打横将江绵抱起，低头在他额头上印下一个轻柔的吻，温热的气息拂过他的脸庞。九羽的事你别担心，现在我来了，剩下的一切都交给我处理。说完，凤九抱着江绵径直朝着庄园里面走去。殿下，您等等啊！熊明费劲地将插在屁股里的长矛拔出来，疼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对着凤九的背影大喊，声音带着哭腔又强装坚定：“您一定要为被撞死的雌性做主啊！”一名兽人看着熊明忍疼的模样，忍不住指着他的屁股提醒道：“我说，你还是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吧，你的屁股好像在流血。”你看错了。熊明酸了他一眼，立马捂住自己的屁股，梗着脖子抢辩：“我这流的不是血，是为了保护殿下，维护律法而勇敢战斗的象征。”其他兽人啊，对对对。凤九将江绵带回了自己的房间，房间布置简洁，里面是清一色的深色家具，巨大的落地窗能俯瞰外面杂乱的场景。他坐在床上，将江绵抱坐在自己腿上，额头紧紧贴着他的额头，温热的手掌包裹着他的小手，
那个叫陆莹的雌性之死，处处透着诡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冲着绵绵来的。一想到江绵可能遭遇的危险，他的心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疼得发慌。江绵窝在他的怀里，感受着他周身未散的紧绷气息，伸出手指，轻轻将他垂落在额前的几缕红发撕别到耳后，动作温柔，别老皱着眉头。你在黄兴那边的事情都处理干净了吗？他轻轻叹了口气，实在没想到与凤九的再次相见，竟是为了自己。凤九垂眸看着怀中人眼底的关切，心头一暖，紧绷的神经渐渐放松下来。别担心，都安排好了。他们已经将探测到的虫洞尽数清理，但为了保险起见，后续还需要进行大范围的全面探测。只是星际雌性遇害案优先级高于一切指令。得知江绵卷入其中，他便立刻放下手头的事，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感动他放在心尖上的人，哪怕对方是雌性，他也绝不会轻饶。而且这事闹得极大，不过3天时间，就已经冲上了新网头条，全网都在议论九羽指挥官撞死雌性的事。就连先前离开的叶七和明渊，也在光脑群里不停追问九羽的情况。江绵直接将星轨上装有监控的事在群说了，让他们不必太过担心。他深知此事的严重性，立刻调出监控视频，投影在半空中。视频播放到最后，凤九的眉头狠狠皱起，眼神变得锐利起来。你是不是也发现不对劲了？江绵回拉了一下，将视频定格在陆莹突然冲出来的画面。你看，当时我们的星轨刚刚起飞，速度并不快，正常情况下，雌性根本不可能突然出现在那个位置。而且这陆莹明显是自己带着速度冲过来的，根本不像是意外。他瘪了瘪嘴，又将视频定格在陆莹撞上星轨前的瞬间。你再看他的表情，变化的太快了。刚开始冲过来的时候，眼神里全是算计，目的性极强。可就在撞上的那一刻，他的眼神突然变得迷茫，就好像刚睡醒一样，完全没了之前的痕迹。江绵坐在凤九怀里，晃了晃身子，气鼓鼓地说道。他鼓着有些气红的脸颊，这陆莹绝对有问题。之前在牢里和他对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心思不正，没想到他竟然这么疯狂，拿自己的命来害我，这真的有必要吗？凤九将视频中的细节尽收眼底，他刚想开口告诉江绵自己有办法查明真相，处理此事，可被他这么一晃，所有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此刻的江绵气鼓鼓地皱着小眉头，粉嫩的脸颊鼓鼓的，像个被气坏的小包子，又似一朵含苞待放、带着晨露的桃花，可爱的让他移不开眼。凤九的心软成一片，什么阴谋诡计，追查真相，在此刻都比不上怀中之人的1/1000。他收紧手臂，将他抱得更紧，低头在他的发顶印下一个轻柔的吻，声音宠溺。他确实有问题，交给我，我会查清楚一切，不会让你受委屈。此刻，凤九暗淡的眼底骤然亮起细碎的光，先前身体里的疲惫被瞬间驱散，四肢百骸里涌过一股滚烫的热流，烧得整个人都热了起来。他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咽下涌到喉头的灼热，俯身将脸埋进江绵柔软的肩头，温热的呼吸拂过他的肌肤，声音低哑，我一定会处理妥当，放心吧，绵绵。江绵将监控视频单独发送给凤九，发送成功后，他忽然想起什么，蹙眉又道，对了，还有那个叫牛力的兽人，你也得想办法查一查。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下意识地在凤九怀里晃了晃双腿，满脸困惑的呢喃。九羽说牛力的尸体不见了，可他心脏都没了，不可能自己走的吧？一想到一具无形尸体自己行走的场景，江绵就吓得头皮发麻，他的双腿晃得更加用力了。你说，如果叫森格的虫兽没死，到底是怎么把一个死掉的兽人悄无声息弄走的？此刻的凤九思绪早已飘到了九霄云外，他没有听进江绵后面的任何一句话，目光交着在他一张一合的小嘴上，那抹粉嫩的色泽像淬了蜜的糖，勾得他心头发痒。他的喉结又不受控制地滚动了一下，连呼吸都变得有些灼热。所以啊，你一定要严查牛力，说不定他根本就没死字还没来得及说出口，江绵一转头想和凤九对视，就猝不及防地撞上了他的唇，温热柔软的触感瞬间传来。凤九下意识地微微用力，贪婪地吮了一下那抹甜。江绵浑身一僵，像被烫到似的猛地推开他，双手捂住自己的嘴巴，眼睛瞪得圆圆的，满是茫然。我不是故意的。他刚才满心都在琢磨牛力的事，压根没留意凤九是什么时候抬起头的。恍惚间他想起，这好像是自从两人取消解除匹配申请后，第一次这般亲密接触。一瞬间，他的脸颊泛起淡淡的红晕。绵绵。凤九的声音低沉，带着沙哑。他重新将江绵紧紧压入怀中，一只手牢牢按在他的后背，另一只手则圈着他的腰，将两人的距离缩至最短。怎么了？凤九突如其来的严肃让江绵更加茫然。他小声嘀咕着，自己的分析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吧？他这是怎么了？后背传来的力道实在不舒服。江绵下意识地在他怀里扭了扭，想换个自在些的姿势，可这一动，他浑身的血液仿佛瞬间涌到了脸上，脸颊烫得惊人。瞬间明白过来凤九异样的原因，他感受到自己身下抵着一个的坚硬的东西。江绵僵住了身子，连说话都变得结结巴巴。凤九你，他仔细回想了一下，自己好像也没做什么让他失控的事吧。凤九察觉到他的僵硬，轻轻松开了些力道，他自己的脸颊也染上了薄红，耳廓更是红的能滴出血来。他别扭地歪过脸，
避开江绵的目光，耳根微微发烫，活像个被抓包的毛头小子。看着向来沉稳的凤九露出这般纯情模样，江绵心头一动，嘴角勾起一抹狡黠的坏笑。反正两人早晚要发展成伴侣关系，他索性不再扭捏，伸出双手轻轻捧着凤九的脸，微微仰头，直直地吻了下去。这一吻轻得像蜻蜓点水，带着他唇瓣的细腻温软，短暂的如同烟花绽放的瞬间。凤九怔怔地看着他，好看凤眸里的情愫瞬间被点燃，他心底的火焰越烧越旺，贪婪的欲望在胸腔里翻涌，恨不得将眼前人彻底揉进骨血里。可他又硬生生克制住了，他已经错了一次，不能再因冲动做错事。他要等到江绵和其他伴侣结完侣之后，才敢毫无顾忌地向他展露自己的欲望。然而江绵接下来的话，彻底让凤九心头的火焰燎原。江绵伸手环住他的脖子，在他怀里微微撑起身子，温热的气息拂过他的耳畔，声音又轻又软。等把露营的事处理完，我会单独陪你一晚的。这句话说得极慢，每个字都像带着温度的小石子，重重砸在凤九的心头上。尤其是单独陪他一晚这几个字，更是让他浑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凤九喉结滚动，几乎是立刻应道好。此刻的他已经按捺不住想去牢里和九宇接头的冲动，他必须漂漂亮亮的处理好露营的事，不仅要害九宇清白，还要让全星际的兽人都知道他凤九的雌主是江绵。他刚想把江绵从腿上放下来，却发现身体的兴奋劲还没褪去，只能低头用鼻尖轻轻蹭着江绵的锁骨，可怜兮兮道：让我再缓缓，缓过来我就去找九宇接头。就这么一来二去，江绵被凤九抱着带到了晚上才得以脱身。他从凤九怀里下来时，双腿都有些坐发麻了。一走出房间，就看见清浊抱着尹泰站在不远处，桌上摆着热腾腾的饭菜。清浊心思细腻，特意从别墅里带了不少新鲜食材过来，做了一桌子菜。而尹泰最近这几天全靠江绵的眼泪加冰浴擦拭伤口，身上的伤大多已经愈合，只是那条断掉的腿还没恢复，依旧无法正常活动。江绵也发现了自己的眼泪每天只能对一名兽人的伤口起效，好在尹泰之前送了他不少冰浴，将眼泪滴在冰浴上再敷伤口，效果比单纯用眼泪要好上不少。他悄悄叹了口气，这金手指虽不太强，聊胜于无。江绵刚在餐桌旁坐下，尹泰就用另外一只没受伤的前爪费力地推着一碗盛满米饭的碗推到他面前，他圆溜溜的眼睛里满是关切。喵！此主这几天都没好好休息，都瘦了，多吃点。看着碗里满满的米饭，江绵心中一暖，伸手轻轻揉了揉尹泰的头，声音温柔：你别光想着我，自己也要多吃点。尹泰的腿伤，他迟早要想办法彻底治好。他清楚，尹泰嘴上不说，心里肯定难受极了。没有哪个兽人能坦然接受自己变成残疾。晚饭过后，江绵抱着尹泰回了房间休息，尹泰窝在他的怀里，脑袋靠着他的胸口，很快就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而江绵看着他沉睡的模样，轻轻抚摸着他受伤的腿，眼神坚定，他一定会让尹泰重新站起来的。晚上，清浊蜷缩在树上也没闲着，他在雌主万事第一大群里问：清浊，你们就不着急和绵绵结侣吗？这话一出，集体沉默。很久后，只有白玄回复他：白玄，结侣的事绵绵早就安排好了。安排好了？清浊龙眸里满是疑惑。清浊，什么时候安排的？我怎么不知道？白玄，你来的晚，排不上前面的位置，按正常顺序，你该是最后一个。清浊嘴角一抽，又追问道：那倒数第二个是谁？沉默良久，凤九的消息弹了出来。我。清浊皱着眉回忆江绵身上的气息，分明只有2道雄性兽人的味道。这么算下来，他前面竟然还有4个。这个认知如同冰水浇头，他蔫蔫地瘫在树上，只觉得龙心都碎了。早知道当初就应该早听青木的话，早点抬一下爪子了。凤九，没关系，你不是一个兽在苦苦等待。清浊，这安慰还不如不说。他伤心地躺在树上，流下2滴晶莹剔透的眼泪。就在这时，群里突然弹出明渊的消息：明渊，我可以让出位置，只要你们能护好绵绵的安全。他归期未定，实在没必要耽误江绵，唯有他和其他兽人顺利结侣，才能放下心来。另一边，江绵的房间里一片静谧，他睡着了，但尹泰还没有。尹泰看着群里的消息，目光落在自己废掉的左前腿上，眸色一点点暗了下去。他犹豫片刻，也发了条：我现在的情况一时半会也恢复不了，也可以先退出。发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眼眶都红了。玄猫一族向来以迅捷的速度闻名，可他如今连正常行走都困难。江绵不嫌弃他，愿意把他留在身边，他已经很感激了。现在又怎能再占着其他结侣的结侣位置？就连他什么时候能换成人形，他都不知道。群里的兽们都清楚尹泰的处境，也懂他此刻的难过。凤九站出来发声：清浊，明渊回来之前我们公平竞争，但如果尹泰恢复了，就必须把机会留给尹泰，如何？清浊立刻回复：好。对于这个提议，他没有丝毫异议，心里反倒佩服凤九的格局。群里面的讨论结束后，凤九兴奋地来关掉光脑，来到牢里和九宇对接起来。他们叽里呱啦在牢商量了一整夜，也不知道最后说了些什么。在凤九离开后的第2天早晨，一个巡牢的兽人在牢里发现一只9尾白狐的尸体，直接一把火将它火化了。等到日上3竿，
凤九便将九羽死亡的消息大肆宣传了出去。短短几个小时，全星际的兽人都知道了，这是九羽在用死给陆莹雌性的赔罪。江眠知道消息时是晚上，他二话不说就撞进凤九室房间和他大吵了一顿。直到第二天凌晨，房间里砸东西的声音停了，江眠才哭着气冲冲地抱着尹泰和拉着清浊回到自己的别墅里。江眠走后，凤九站在原地，脸上也没有丝毫怒意。他转身将自己锁进了房间，下令不准任何兽人靠近。江眠带着两人回到别墅，一进门就坐在沙发上哭了起来。清浊和尹泰对视一眼，都手足无措地围在他身边。这是清浊第一次见江眠哭得如此伤心，他的手悬在半空中，在他的脸颊、头顶来回晃了晃，愣是不知道该放在哪里安慰，犹豫了半天，才轻轻落在他的后脑勺上。绵绵，别难过了。清浊放柔了声音，细细安慰道：九羽在地下，肯定也不忍心看见你这样。喵！死主，凤九就是个坏兽，你别难过，你还有我们呢。尹泰也拖着不太利索的腿挪过来，往日里灵动的眼眸此刻满是心疼。经过这件事，他是真的讨厌凤九了，居然让绵绵这么伤心。他主动钻进江绵怀里，小脑袋在他的肚子上轻轻拱了拱，看着绵绵为九羽的死痛哭流涕的样子，他不禁想起了死在牛力手里的小猫仔，那小家伙还那么小，连世界都没看清就没了。江绵缓了一口气，将尹泰紧紧抱在怀里，调整姿势让他躺得舒服些，抽泣着对着清浊说：可是这根本不是九羽的错啊，凤九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对他下手？他们明明是兄弟啊。清浊皱着眉思索，九羽好歹是9阶兽人，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出事？况且江绵手里不是有能证明他清白的视频吗？难道他没给凤九看？一个念头突然在他脑海里闪过，他猛地抬头，眼神里多了几分疑惑。他好像发现了些什么。尹泰不懂其中的蹊跷，只知道星际的法律向来严苛，雄性兽人杀害雌性兽人，无论故意还是无意，基本都要以命抵命，除非能证明那名雌性勾结虫兽或伤害过其他雌性，拿出实证才能脱罪，否则就算是凤凰也得公事公办。他看着江绵脸颊上即将滑落的泪珠，连忙低下头，用肉垫轻轻踩着他的大腿，一下一下的给他按摩，试图讨他开心。喵！此主不气，按按就舒服了，心情也会好起来的。江绵被他的小动作逗得稍微缓了缓，他拉起尹泰的小爪子，在他的手背上轻轻点了点，再次说道：凤九太可恶了，不愿意相信我的话就算了，还杀了九羽。一滴清泪再次落下，江绵眼珠一转，抓起尹泰的爪子就往自己脸上擦。今天还没给尹泰涂眼泪，正好哭了这么多，可不能浪费。这个举动让尹泰瞬间红了眼眶，心疼的不行，他也顾不上腿上的伤，一个劲的往江绵脸上贴，毛茸茸的脑袋蹭着他的脸颊，时不时伸出舌头轻轻舔掉他的眼泪。清浊将江绵的小动作尽收眼底，龙眸微眯，心中泛起一丝了然。他从江绵的眼神里捕捉到一丝狡黠，他眼底虽有泪光，却没有真正为九羽之死流露的悲痛。再看他这般真实眼泪，借着哭腔用尹泰爪子擦泪的模样，清浊越看越觉得像刻意演出来的戏码，嘴角忍不住勾起一抹无奈又纵容的笑意。等尹泰小心翼翼舔掉他脸上的泪痕，江绵心满意足的把小家伙重新搂进怀里，抬眼看向清浊时，眼眶还带着未退的红，眼神却亮得惊人。凤九太可恶了，要不然今晚你带我悄悄去揍他一顿好不好？悄悄去揍凤九。清浊猛地瞪大眼，惊得差点甩动尾巴。他可是12阶兽人，凤九才10阶，别说动手，哪怕周身灵力波动大些，都可能把对方打残。他张了张嘴，实在没法应下。见清浊迟疑，江绵立刻换上佯装生气的模样，鼓着脸颊：我现在就要你带我去揍凤九。清浊呼吸一滞，看着他气鼓鼓的模样，终究没狠下心拒绝。他无奈的叹口气，弯腰抱起江绵，纵身朝凤九的庄园飞去。刚腾空而起，江绵就趁着清浊专注飞行的间隙，偷偷给凤九发了条消息：我和清浊出门了。几乎是消息发出的瞬间，凤九就回复：好。怀里的尹泰还没察觉异样，乖乖的窝在江绵怀里，小爪子一下一下轻踩着他的腿，卖力的给他按摩。直到听见江绵说要让清浊去揍凤九，他忽然瞥见江绵嘴角勾起一抹浅浅的藏不住的笑意，顿时更兴奋了。绵绵这么高兴，肯定是想到凤九被揍得鼻青脸肿的样子了。一想到凤九吃瘪，尹泰也跟着开心，按摩的力道都重了几分。可没等他按几下，江绵突然抬手将他轻轻放在别墅的沙发上，冲他眨了眨眼，便被清浊带着飞远了。尹泰愣在原地，看着空荡荡的怀抱，歪着脑袋喵了一声，虽有些疑惑，却还是乖乖待在原地等他回来。别墅外，清浊带着江绵刚飞出去没多久，一道火红的身影就迎面赶来。凤九停下脚步，看着江绵，眼底满是卑微与急切。绵绵，你听我解释，九羽撞死雌性是板上钉钉的事，我必须这么做。他垂着眼帘，一副受了天大委屈却无从辩解的模样。实则悄悄用余光观察着四周的动静。现在江绵只是个普通雌性，高阶兽人打斗的余波极易伤他，于是清浊带着江绵往远处挪了挪，选了个既能让他看清战况，自己又能随时留意他安全的位置放下。随后他化作青龙形态，朝着凤九飞扑过去。一时间，青色与红色的光晕交织在一起，看似打得激烈无比。
青龙追着凤凰一路远去，动静闹得极大。清浊加油啊，别放过他，快快快，缠上去揍他！江绵站在地上，挥舞着手臂，踮着脚朝天空大喊，他脸上满是的激动神情，声音里还带着未散尽的哭腔，演得十足逼真。可没人知道，他看似专注看戏的同时，余光也在向四周发散。他鼻尖微动，背后那股熟悉的、令人作呕的腐臭味正一点点逼近。清浊别手下留情，凤九你也别怂啊！他故意拖长语调，眼角的余光却不动声色地扫向身后。暗处正准备伺机而动的牛力听到这句话，心头猛地一咯噔。他本以为江绵是真的和凤九反目，想趁机浑水摸鱼，可这喊话的语气怎么听都像在故意搭话。他瞬间反应过来这是个圈套，哪里还敢停留，转身就想撒腿跑。想跑晚了！江绵冷笑一声，厉声喝道：九宇，拦住他！下一秒，一道身影从旁边的树影里窜出，稳稳挡在牛力身后。九宇抱着胳膊，挑眉看向脸色骤变的牛力。没办法，对付你这种阴沟里的老鼠，自然得用点特殊手段。话音刚落，九宇唤出一条尾巴，死死卷住了他。整个过程，牛力都没怎么反抗，果然和他们事先设想的一样。死过一次后，他的实力大减。看着牛力肢体僵硬的怪异模样，江绵心中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猜测，轻声道：他不是真正的牛力。这话一出，九宇立马收敛了笑意，周身的气息瞬间变得警惕起来，死死盯着尾巴里的兽，防止他耍什么花招。天上的打斗也适时停了下来。凤九本就打不过清浊，若不是清浊刻意放水，配合着演这场戏，他早就败下阵来。打斗过程中，凤九还悄悄给清浊发了好几条消息：清浊，手下留情啊！清浊，手下留情啊！清浊，手下留情啊！清浊看着光脑上的消息，只觉得好笑，压根没理会。他早知道了他们是在演戏，从绵绵抱着尹太擦眼泪，眼神里藏着那抹狡黠气，他就知道这是一场针对消失牛力的戏，目的就是想趁他们闹内讧的时候引出牛力。既然是演戏，那就要演得逼真些，所以他才故意追着凤九打得热闹。况且在把江绵放在地上时，他就注意到了暗处潜伏的九宇，因此当九宇成功困住牛力的瞬间，清浊便立刻收了异能，化作人形从天上落下。江绵见状，立刻笑着跑过去，伸手拉住他的胳膊，晃了晃问道：清浊，你什么时候猜到我们的计划的？刚才他还担心没提前和清浊交底，他会真的对凤九下死手，可看两人打了半天，凤九连一根羽毛都没掉，他就彻底放了心。清浊低头看着他，眼底盛满温柔的笑意。在你抱着尹太擦眼泪的时候，江绵闻言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清浊原来早就知道了。他踮起脚尖，在清浊的脸颊上轻轻亲了一下。清浊真棒！这一亲，清浊脸立马红了。刚亲完，凤九也从天上落了下来。他收起了之前的急切，换上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一步步朝着江绵挪过来。他嘴上没说一个字，可那双湿漉漉的凤眸看起来像受了天大委屈一样。江绵见状，也毫不吝啬地转向他，在他一边脸颊上也亲了一下。你也辛苦了。他看得出，之前演戏与他吵架的时候，凤九真的急得要哭了。这一亲，凤九脸上的委屈立马烟消云散，皱着的眉头也一下就舒展开了。之前在庄园里，江绵和他大吵大闹，摔碎了那么多东西，若不是提前知道这是演戏，他真的要被气自闭了。尤其是最后看着江绵带着清浊和尹太转身离开的背影，他的心像被揪着一样疼。他只能一遍遍在心里给自己洗脑，这是演戏，是假的，他的绵绵不会抛弃他。这是演戏，是假的，他的绵绵不会抛弃他。如今得了江绵的亲亲，凤九高兴的差点原地蹦起来。他闭上眼，兴奋的展开双臂，就朝着江绵扑过去，想把他紧紧抱在怀里蹭一蹭。下一秒，九宇的尾巴就卷着的牛力，稍微一用力就甩在凤九面前。绵绵，你都不知道，当时跟你拌嘴的时候，我心里堵得慌，难受得快喘不过气了。凤九埋手在江绵颈窝，脸颊蹭了又蹭，说到一半，他就感受怀里人不一样的气息。九宇的动作顿住，绵绵的肩膀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宽了？他掀开眼皮，当看清眼前竟是牛力那张丑脸时，凤九只觉得浑身的羽毛都炸成了刺，直接一拳砸在牛力脸上。好端端的待在一边不行，凑什么热闹？牛力被打得闷哼出声，他的身体不仅被九宇的尾巴卷住无法动弹，连嘴巴也在刚拉来的时候被尾巴封死了。受了凤九这么狠的一拳，叫又不能叫，只能发出呜呜的抗议。他瞪圆了铜铃似的眼睛，委屈和愤怒地弯着凤九：大哥，是你自己闭着眼睛乱蹭的，关我什么事啊？他又斜眼弯了眼一旁的九宇，还有那只死狐狸，这么做简直是侮辱死兽了，被一个雄性这般抱了蹭，比直接一刀捅了他还难受。九宇压根没理会牛力，转身就扑到江绵面前，另外的尾巴缠上他的手腕，轻轻晃着。绵绵，这个主意是我想出来的，我才是大功臣，今晚可不能。入狱之后，他的光脑就被收了，好不容易假死出来，看见光脑上他们要抢同绵绵结履的顺序时，当场就坐不住了。他早就为同绵绵结履准备了独一份的惊喜，怎么能被别人抢了先？江绵被他那副邀功的模样逗笑，踮起脚尖在他嘴角也亲了一下。这主意确实漂亮，不愧是我的九宇，这一亲
九宇嘴角得意地勾起一个浅浅的弧度，虽然没能成功邀请绵绵今晚单独相处，但这个带着温度的亲吻，足以让他心满意足。他尾巴摩挲着江绵的手背，没关系，他们来日方长。随后，他像丢垃圾似的把牛力推到凤九面前。绵绵说他恐怕不是真的牛力，这事牵扯重大，就得辛苦凤九殿下好好查查了。凤九看着眼前这趟守山玉，嘴角抽了抽，却只能应下。此事关乎星际安危，他确实无法假手他人，只能伸手拎住牛力的后颈，将人准备带走。晚风徐徐吹过，裹挟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腐烂气息。清浊眉头紧拧，沉声道：“森格恐怕就附身在他身上。”江绵点头附和，眼神凝重。没错，之前牛力假扮影太时，身上完全没有这股气味，而这种阴冷腐臭的气息，我只在森格身上闻到过，这也是他第一眼就察觉出不对劲的关键原因。听到两人的对话，被禁锢的牛力突然发出一声不屑的哼，眼神里满是挑衅与傲慢，仿佛在说：“就算我不是真的牛力，你们又能奈我何？”凤九见状，唇边勾起一抹冷冽的笑：“我先带他去处理露营的事，你们先送绵绵回别墅休息。”九宇和清浊齐齐点头，一左一右护着江绵，不多时便回到了别墅。刚进门，清浊便先去洗澡了。尹太瞥见九宇的身影，吓得浑身的猫毛都竖了起来。他不是死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九宇见他这副受惊的小模样，觉得有趣极了，故意放轻脚步走过去，脸上摆出一副凶神恶煞的表情：“我死了，但又从地狱爬回来找你了。”这句话吓得尹太的猫毛翻了好几番，身体像个小毛球似的，一个劲往后缩。九宇，不许吓唬尹太！江绵又气又笑，快步走过去，把瑟瑟发抖的尹太抱进怀里，轻轻顺着他背上的猫毛。他抱着尹太坐在沙发上，慢慢将他们计划讲给他听。故事讲完时，怀里面的尹太也睡着了。江绵小心起身，正打算抱着尹太回房间，一条雪白柔软的尾巴突然嗖地窜过来，轻柔地卷起尹太，将他稳稳放在沙发上。没等江绵反应过来，另一条同样雪白的尾巴已经缠上了他的腰，稍一用力，便将他整个人拉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九宇什么也没说，打横抱起江绵，往自己的房间走去。清浊刚洗完澡，穿着宽松的浴袍，头发还滴着水珠，正想去找江绵，跟他讲讲别墅里那株紫灵藤的异常。一出门，就撞见九宇抱着江绵进房间的场景。他伸出的手将在半空，眼神也暗淡了几分。这家伙下手真快。房间里，九宇将江绵轻轻放在床上，随即带着一身灼热的气息压了上去，滚烫的唇毫无预兆地附上他的唇，吻得强势而急切，不给他丝毫反抗的机会。唇齿间的纠缠带着他压抑许久的渴望，直到本能里的克制让他停下动作。九宇的脸上泛着诱人的潮红，气喘吁吁地侧躺在江绵身边。江绵撑起上半身，指尖轻轻划过他线条精致的下颚线。九宇，我们结旅吧。江绵想过了，反正九宇也是第三个，牛力的事也交给凤九了，现在和他结旅刚刚好。这话像一道惊雷，乍得九宇瞬间清醒，被狂喜填满。他立刻侧过身，紧紧握住江绵的手，低头在他的手心上印下一个虔诚的吻。绵绵，别勉强自己，今晚我只想让你好好陪陪我，等你哪天真正想清楚了，再跟我说结。话没说完，江绵便吻了上来，在亲吻的间隙，轻轻咬了一下他的下唇。你再敢说一句不想，我现在就走。这句话让九宇慌了神，他哪里还顾得上唇角的疼，直接反客为主，加深了这个吻。他太想和绵绵结旅了，从第一眼见到他开始，这个念头就从未停止过。这个吻持续了很久，直到两人的呼吸都变得急促。九宇的衣领被揉得松散，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锁骨也被抓得泛着淡淡的红痕。江绵一手环住他的脖子，一手推着他的胸膛，正想换个姿势，却听见九宇低哑的声音：“绵绵，我先带你去个地方。”暧昧的氛围被打断，江绵有些狐疑地看着他。九宇从空间戒指取出一颗粉色的小珠子，递到他手里。珠子通体圆润，散发着淡淡的光晕。江绵拿着珠子翻来覆去的看，眼睛一亮，这珠子和当初装着清浊的那枚很像，难道是空间珠？对上他疑惑的眼神，九宇俯身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拉着他从床上站起来，指着房间最里面那块收拾干净的空地，朝那个方向把珠子甩出去。你就知道了。他的呼吸还有些沉重，灼热的气息一直往江绵耳朵里钻。江绵的脸微发红，按照九宇的话，将珠子朝着空地甩了出去。下一秒，粉色的光芒闪过，方才的空地上已经多出了一个粉红色的空间。九宇下床，衣领依旧松松散散的，丝毫没有整理的意思。他朝江绵伸出双手，眼神温柔得能溢出水来。绵绵，我抱你过去看看。江绵光着脚挂在他的怀里，走进那个空间的瞬间，江绵忍不住发出惊叹：哇，依依好美依依！眼前是一片盛开正旺的桃林，粉嫩的桃花瓣随风飘落，像一场浪漫的花雨。林间还点缀着小巧的石凳和潺潺的溪流，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花香。九宇抱着他落在地上，眼神紧张地看着他问：喜欢吗？喜欢，太喜欢了。江绵用力点头，眼睛亮晶晶的。你竟然用空间珠打造出了一片桃林。九宇轻笑一声，伸手拂去落在他发间的花瓣。我记得你说过喜欢粉色的小花，所以就想着打造一个属于我们的桃花林。
这片由空间珠开辟出的天地足有2个操场大小，放眼望去，密密麻麻的桃树错落有致地扎根在土地上，枝桠间缀满了艳粉的桃花，层层叠叠，微风拂过，几瓣粉桃打着馅儿飘落，这般如梦似幻的景致，美得让江眠一时看正了神。你惹喜欢，往后你随时想来看，我都陪你。久宇垂眸望着怀中的人，眼底的眷念浓得几乎要溢出来，连声音都柔得像林间的清风。若是你喜欢别的景致，无论是皑皑雪山还是潺潺竹海，我都能为你造出来。九尾一族的族规第1条，便是让此主心悦，乃头等大事。他早已将这句话刻进了骨血里。喳喳喳喳，清脆的鸟鸣声响起，2只灰扑扑的小麻雀从桃叶间窜出来，落在不远处的枝桠上。它们歪着小脑袋，像是看懂了2人的亲昵般，挨挨蹭蹭的靠在一起，小身子紧紧贴住彼此。江眠窝在九羽怀里，脸颊刷得红了，像熟透的桃子。他连忙偏过头，假装去看飘落的花瓣。九羽低低的笑了，抱着他缓步往前走去，在一片花瓣堆积的厚厚的空地上停下，小心地将它放了下来。柔软的花瓣铺成了天然的绒毯，江眠光着脚踩上去，触感细腻温软，也没有丝毫个脚感。落地的瞬间，江眠兴奋地在花毯上打了2个滚，粉色的花瓣粘在他的发间、衣角，衬得他愈发娇俏动人。九羽看着他，嘴角的笑意更深，抬手轻轻一扬，下一秒，无数粉色桃瓣像是被无形的力量牵引，缓缓朝江眠涌去，在空中肆意飘荡、旋转，最终织成一个巨大而轻薄的球形，将它稳稳围在中央。一片小巧的花瓣恰好落在他的掌心。江眠低头捻起花瓣，抬头的瞬间，耳尖红得滴血。九羽已经将身上的全部衣物褪去，正朝他走来。耀眼的阳光下，将九羽腹部的肌肉勾勒得更加立体，尤其是身下呢，挺拔的。这一幕看得江眠的脸颊烧得滚烫，他的眼神慌乱的四处闪躲，都不知道先看什么了。九羽眼底狡黠的笑意更盛，身后9条雪白的尾巴齐齐展开，如雨一般将江眠环绕在中间。尾巴带着不容抗拒的力量，将江眠的距离与他无限拉近，让彼此的身体紧紧相融。时光在缠绵中悄然流逝，转眼便是一天又一天。